一间残败的破庙里，一面长青般丑如恶鬼的女子，紧闭着双目躺在草堆上，其身上压着一名粗壮的傻子。热，好热，身体感觉热得快要被炸开了，好热。就看到一流着哈喇子的男人压在自己身上，不断撕扯着自己的衣服。娘子，苏清莹一惊，来不及恶心，下意识抬脚狠狠撞上了他的胯处。那傻大个顿时捂着胯下跪在原地，痛得半天起不来。他妈的，也不看自己的什么德行，居然敢强上老娘，活腻了吧？浑身软绵绵的，根本使不上力气。这里是哪里？我操，我不是被炸死了吗？就在他疑惑间，独属于另一个人的记忆疯狂涌入了他的脑海。原来他穿越了，成为了东越国的傻子五公主。至于他为何会躺在这里，定然就是他那个未婚夫的好手笔，将他从驿站骗出来，不但给他灌了春药，还一棒将他打晕，给扔到这破庙中，任由这傻子肆意欺凌他，毁他清白，好让他婚前失贞，以达到被西明国退婚的目的。只是他没想到啊，那一棒却是生生将原来的苏清莹给打死了。娘子，谁是你娘子？滚！该死，这媚药的药效居然这么强！轩辕彻，你这渣男，给老娘等着！苏清莹果断地转身往破庙外跑去。娘子，不要跑啊！我要亲戚，回来，快回来！苏清莹跑出破庙后，便慌不择路跑入了一林子。随着她剧烈奔跑，体内血液加速循环，热得她仿若置身于火炉之中，愈发难受了。扑通一声，谁在那里？妖孽！好热，好热！滚，不然休怪本王不客气。苏清莹当即飞快往君离叶那边游过去。丑女人，你站住！再敢靠近本王，本王定然将你挫骨扬灰，剥皮拆骨。无奈他体内毒素暴动，根本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苏清莹如八爪鱼般牢牢缠在自己身上。丑女人，你活腻了，立刻给本王放开！美男，你身上好冰凉，好像冰块，太舒服了啊！乖，别怕，我会好好疼你的。丑女人，你敢！苏清莹当即不悦地撇了撇嘴，小手一缠，勾上他的脖子，红唇直接附上了他的薄唇，对他的唇又啃又咬。君离叶浑身猛然一震，不敢置信自己居然被一个丑女给轻薄了。他素来冷心冷情，从未对任何女人有过丝毫感觉，但如今他的身子竟是对这个丑八怪有了感觉。就在君离叶的欲火被撩到顶点之时，苏清莹却是突然中断了下来。死女人，你做什么？哎，我身体好像不热了耶！哎妈，我这运气可真不错。所以这死女人在把我那玉虎撩起来以后，是打算就这么把我晾在一旁，不管我了吗？该死的女人！若不是现在动弹不得，我一定会一掌劈了她。嘿，帅哥，恭喜你，幸运的守住了身子。嘿嘿，那啥，既然我身上的魅毒已经解了，那我就不打扰您泡澡了，您随意，我们山水有相逢，后会有期了，拜拜。说完，很不负责任的潇洒转身往岸边游过去了。丑女人，你敢！他拼着毒素加深的危险，运起内力，迅速套上衣服。丑女人敢戏耍本王，你好大的胆子！他妈的，我苏清莹出道多年，还从未被人这般威胁过，不就摸了他一把吗？横什么横？苏清莹迅速做出了反击。如此凌厉的身手，你究竟是谁？孙子，我是你奶奶！你找死！两眼一翻，他竟直挺挺躺在地上昏死了过去。哎，什么情况？犹豫再三，他伸出两根手指，娴熟地搭在他脉搏上。哼，我说呢，原来是强行运功毒发了，真是风水轮流转呢，让你横。这回在我手里了吧？哎，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看的一张脸就这么挂了。长得这么好看，不去当牛郎着实可惜了呀。瞧瞧这五官，看看这眉眼，简直天生就是为了牛郎事业做贡献的。要真当了牛郎，一定能卖不少钱。嘿嘿嘿，凭他的姿色，我若是把他卖去了小官馆，铁定能大赚一笔。老天待我不薄啊，我要发财了！还好，还没死透。这事儿啊，
咬戏，快速的在君离叶身上点了几大穴道，强行将毒素集中控制在他的丹田内，不让它扩散。搞定！靠，怎么这么重？我的老腰要闪了！他姥姥的，这具身体也未免太娇气了吧？要不是有古代武艺傍身，岂不是要被压成歪脖子树？不行，以后得赶紧找个时间训练一下这个身体。苏青莹抬头看了一下林子的大致方向，摇摇晃晃便往东方离去。君离叶的昏迷并没有持续多久，便悠悠转醒，兀自催动体内的内力，猛然发觉自己的任督二脉被人强制性封住。他究竟是什么人？他到底要把我带到哪儿去？正悲催驮着他离开的苏青莹是绝对想不到他的意识已经清醒过来的，更想不到自己会因此跟这个男人有着一生一世牵扯不清的纠缠。走了约莫半个时辰，繁荣的夜景扑面而来。这古代女子都不寂寞的吗？怎么走了老半天都没看到鸦店啊？他妈的，寂寞！这西冥的女子也未免太彪悍了吧？还有，鸦店是什么地方？是我太孤陋寡闻了吗？我怎么从未听说过西冥有这样的地方？这女人带我去那儿做什么？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强烈升腾了起来。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了。小乖乖，我们走，保准给你卖个好价钱。老板娘，干什么干什么？你是来砸场子的吗？凤姐，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我把挑事的人给我赶出去！是凤姐。哎，等等，凤姐，我不是来砸场子的，我是来跟你谈一笔生意的。你做生意？对，就是来跟你做生意。凤姐，那我们都下去，都该干什么的干什么去。姑娘可是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知道，我就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才特意过来的。姑娘可是要与我做什么生意啊？苏青莹动作利落地放下了背上的君离叶。嘿，你看这男人能卖多少钱？这死女人说什么？她竟然把我卖到小官馆！该死，身子还是动不了。死女人，你最好每天烧高香祈祷，不要遇到本王，否则本王一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你要卖了他？对呀，凤姐，他长得不错吧？心动不如行动，你开个价吧。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了呀。我做生意绝对童叟无欺呀。姑娘，他身上为何有血？凤姐，你可知他身上的血是如何而来的吗？欲求不满，以至于憋出了内伤。几个字把凤姐雷得外焦里嫩。君离叶的面部表情一阵剧烈扭曲。凤姐，实话不瞒您说，其实我原也是干你这行的。这男人原是我那边做事的，本来他这么好的当压体质，我是如何也舍不得卖的。可是你知道他欲望有多么强吗？艳遇使女都不在话下，弄坏的床不计其数。但即便是这样，他仍是欲求不满，逮到只老母猪都死活要强上。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拉住他，这不硬生生给憋出了内伤，还吐血了。唉，我实在是别无他法了，只好忍痛把他卖到你这儿。目瞪口呆的凤姐，集体摔倒的众人。夜遇使女，上母猪，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还真敢说呀！倒是不知道她还如此了解本王。凤姐啊，大家都是女人，你应该能明白，我一个女人家辛苦创业，白手起家，实在是不容易啊。您就行行好收了她吧，否则我连新床都买不起了。我手底下还有一群人等着吃饭呢。都是女人家，我明白你的不易。你放心，你男人我凤姐买下了，我绝不会亏待了他。什么你的男人呢？我跟他1毛钱关系都没有好吗？真的，我凤姐说到做到。哎呦，那多不好意思。没事，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无耻的女人。那凤姐出多少钱？1000两。才1000两？凤姐，你未免也太抠了吧！你瞧瞧这精致的腹肌，你再看看她圆润的臀部，这弹性，这硬度，这质量，母猪都想睡她了。你好意思才1000两吗？你叫她情何以堪？你想让母猪哭晕在厕所吗？1000两你还嫌少？你想多少？最低也要1万两吧？1万两？小丫头，1万两你怎么不去抢啊？我们这是小本生意，1年还不到5000两。1000两已经是天价了，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可是1000两实在太低了，本儿都不够。看你年纪不大，胃口倒不小，太黑了吧？必须的，头可断，血可流，钱财不能失，谁断我财路，送谁上路，这是我做人的基本原则。你这个小妮子，
不去从商还真是浪费了。这样吧，2000两。这边如火如荼的进行讨价还价，没人知道君离夜已经气得憋成内伤了。你这黑心干的，我凤姐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像你黑的这么理直气壮的。好，就3000两，成交了。哈哈，好说好说，做生意就要有这种魄力。凤姐，你真是太爽快了。嘿嘿，哎，反正你也快挂了，应该也不介意我赚点生活费吧？多亏你这张妖孽的小白脸呢，长得这么绝色，可不要被人家爆了菊花哟。知道我说的菊花是什么意思吗？它就长在你的小屁屁上哦。很好，你这该死的丑女人，本王记住你了。离开了风流馆，苏青云便踏上了繁华的夜市，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抹海蓝色。他头也不抬，脚步一转，便给来人让了个道。对不起，可是对方并没有在他面前移开。哇，古代真是盛产美男呐！莹儿，你跑到哪儿去了？啊？莹儿，你实在是太胡闹，怎可随意乱走？万一你出了什么事儿，你要皇兄怎么跟父皇母后交代？纳尼？皇兄？他就说这人他怎么越看越眼熟呢？原来是他的太子皇兄苏子义呀！皇兄，莹儿，下次切不可再随意乱跑了。这里是西民国，不是我们东越国，可由不得你胡来的。你若是出了什么事儿，是想让皇兄急死吗？对不起皇兄，我保证再也没有下次了。知错了？皇兄，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皇兄，你不要生我的气好吗？好了，累坏了吧？回驿馆好好休息，明日随皇兄进宫。哦，知道了。一路跟着苏子义回到驿馆，刚进门，公主，你总算回来了，可吓死奴婢了。若是您出了什么意外，奴婢就是万死也难辞其咎。好了好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你若是再哭下去，你家公主可就饿死了。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哦，瞧奴婢这脑子。公主您稍等，奴婢马上去给您准备膳食。厢房里，苏青莹吃饱喝足，在梳妆台前坐下，总算知道自己长什么模样了。苏青莹取出根银针，轻轻刺在了那青斑上，银针一沾到血，果真见银针尾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了。还好这毒素并不棘手，想要彻底解掉脸上的青斑，2日足矣。与此同时，西民国皇城一处客栈内，笑死我了！哎呦，要笑死我了！黑心叶，你堂堂北林摄政王，居然被人给卖到了小关关，还差点被人爆了菊花。上官惊鸿，你笑够了吗？黑心叶，你说倘若本宫在池上半刻钟，你说你的菊花会不会已经被爆了啊？千万别让我再碰到他，否则定把他挫骨扬灰。主子，你的伤势如何了？无碍事，传令下去，掘地3尺也要给本王将那女人找出来。哦，不知那女子有何特征呢？面有青斑，丑如轻鬼。此女不仅丑陋，且行为举止透着股猥琐之气，无耻至极。翌日，公主，你醒醒啊！公主，干什么呀？我昨晚很久才睡，知不知道扰人清梦是会被雷劈的？公主恕罪，是太子殿下让奴婢来叫您的。您今天要跟太子殿下进宫，事关两国交好，奴婢不敢违背太子殿下的意思。公主，时辰快来不及了，您快换衣服吧。知道了，我这就起来。真是麻烦。公主，奴婢帮您更衣。好吧，快点，不能让皇兄等急了。是，公主，奴婢会尽量快点。还不错，走吧。啊，公主，您今天不梳妆了吗？化妆？算了吧，你看我这脸，化不化有什么区别吗？顶多就是丑的别致了点儿，还是别麻烦了。你随便帮我梳个简单的发型就好，我怕皇兄等急了。公主，您不要这样，其实那青斑也不是很难看的，您不要自暴自弃了。希儿啊，真是难为你了，为了哄我开心，竟是昧着良心的谴责说这般违心的话，本公主很是欣慰。公主，好啦，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放心吧，我没事的。本公主也不是丑了1天2天了，瞅着瞅着早就习惯了。我家公主好可怜，丑了这么多年都习惯了。哇，公主，您这样一做打扮好漂亮哦，一点也不丑了。驿站外，时辰不早了，莹儿究竟在干什么？今日代表东越国初次进宫，
万不能误了时辰，否则这不仅对西明皇帝不敬，亦会有损我们东岳的颜面。皇兄，莹儿，怎么了，皇兄？人家今天是不是格外好看呐？有没有被惊艳到？所有人脸上的肌肉都不可抑制地抽搐了下，头顶上仿佛有一群乌鸦飞过。走吧，万不能让西明等急了。西明国皇宫御花园，明天便是皇兄的生辰，在1个月后便是4国大典了。霎时4国将同据西明，东岳国位于我国邻国，路途较近，是以已经进入皇城。不出意外的话，今日便会到宫中。而北陵与南疆也已步入我国边境，皇兄怎么看？哼，4国交好，西明作为东道主，自是好好招待。若是他们不识相，西明也不是任人随意拿捏的软柿子。有密报说，北陵摄政王君临夜于昨夜便已经到达皇城，只是他为人太过警觉，我们的人目前并未查到他的踪迹。若他这么容易就被我们发现了行踪，那么北陵国也不会位居4国之首了。皇兄，你赢了，臣弟甘拜下风。既是我赢了，那么按照约定，朕的寿辰你可得给我准时到场，不可缺席。皇兄，我们还有商量的余地吗？你也知道我的性子，像这种无聊的宴会，我会闷死的。没得商量，哥，叫父皇都没用，必须去。皇姐，皇姐，她还真敢叫。今日不管你如何巧舌如簧，你都必须给朕去。皇兄，你明明答应臣弟可以不理朝堂政事，允臣弟做个逍遥王的。你若是不去，倒也可以。不过莫，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家立室了。朕听说此次4国大典，各国的公主郡主亦都会来，到时候朕会细心为你挑一个王妃。你别妄想逃婚，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朕就是绑着也要把你绑过去了。皇兄，为了西明国的江山社稷，莫说是参加您的寿辰宫宴了，就算是让臣弟上刀山下火海，臣弟自当义不容辞，还请皇兄一定要让臣弟去。容朕考虑考虑。皇兄，臣弟身为你的胞弟，理应出席，臣弟恳请皇兄答应臣弟。你能这么想，朕就欣慰了。起来吧，这几天好好准备一下。皇兄，臣弟听说东岳国来的可不只有苏子义，还有那个丑如轻轨的傻公主。哼，小七这小子居然敢给朕逃婚，看来朕真是太纵容他了。对方可是有名的傻公主，小七不跑才怪呢。这几天给我把小七看好了，他若是跑了，朕就让你代替小七跟东岳联姻。不是吧，皇兄，这跟臣弟有什么关系啊？看他却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意思。皇兄请放心，臣弟一定睁大了眼睛，就算上茅厕亦是寸步不离的跟着他，绝对不会让他逃了去。你有这觉悟便好。与此同时，西明皇城城门口，位于西明朝堂百官之首的左相荣越早已恭候在此。东岳太子远道而来，我西明是蓬荜生辉，辛苦了。荣丞相客气了。出于礼节，苏子义跟荣越难免要客套几句，而坐在马车里的苏青莹早就忍不住了，就这么在众目睽睽之下跳下了马车。苏子义剑眉微蹙，还没开口轻斥他的冒失，苏青莹就一手扶着马腿大吐特吐了起来。这东岳五公主真是真性情。他妈的，老子飞檐走壁高空跳机都没有什么反应，一次马车就差点吐了老子半条命。莹儿小心，我操，要被踩死了！老天哪，你不是这么玩我吧？难道我的故事就要这样交代了？他腰上蓦地一紧，公主，让公主受惊了，月在这里向公主赔不是。公主现在没事了。很不客气地吐了他一身。你救我就救我呀，赚个毛线！你当你跳芭蕾舞啊？低头看了看自己身前的那一堆污秽物，所有人皆是有种眩晕的感觉。公主真是太丢他们东岳国的颜面了。莹儿，苏青莹的小心肝一颤，眼珠子一转，两眼一翻，就这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晕死过去了。莹儿，你怎么了？连忙过去接过他的身子。皇兄啊，您老人家难道看不出来我晕死了吗？东岳太子，月瞧着贵公主的脸色不是很好，你们一路舟车劳顿，不如先到行宫休息一夜，待明日再见我朝皇上如何呢？那便谢过荣丞相了，多谢丞相对莹儿出手相救，这个人情本宫承下了，还望丞相海涵莹儿的冒失之举。太子客气了，不过一件衣服罢了。贵公主身子虚弱，可需要月请御医看一下呢。苏青莹心里咯噔了一下，暗骂西明的丞相真他妈的多事，这能请御医吗？一请御医，他不就露馅了吗？
本宫初来乍到，就不麻烦荣丞相了。荣丞相的好意，本宫心领了。言儿自幼顽皮惯了，休息一下应无大碍，有劳荣丞相挂心了。如此，月这就回去向皇上复命。太子，请。荣丞相，请。东岳随行团一路来到西明行宫，苏子义将苏清莹抱到流云宫的软榻上后，静静地站在床前，眸中隐过几分不太确定的晦涩。他怎么还不走啊？不会被看出什么了吧？希儿，太子殿下，好好照顾公主。是，太子殿下。感知到他的脚步声已经走远，这才敢睁开双眼。公主，你醒了？你还觉得哪里不舒服吗？没有，我身体好得很。希儿，你知道皇兄是要去哪儿吗？他总觉得苏子义似乎对他产生了怀疑。奴婢不知，太子殿下没有说。听他这么一说，不假思索就下床收拾了几样东西，准备跑路。公主，您这是要干什么啊？为什么要收拾东西啊？废话，当然是要逃跑了。逃跑？为什么啊，公主？逃跑当然是为了保命呗。哎，不行啊，公主！太子殿下吩咐奴婢好好看着您，若是殿下回来看不到公主，一定不会饶过奴婢的。你就说拦不住我不就行了吗？不行的，公主，奴婢会没命的。那你就说是我打晕了你，这样我皇兄就不会怪罪你了。太子殿下这么精明，不可能会上当的。公主，你不能走啊！太子殿下性子一向温和，对待下人也很是和善。可之前公主在驿馆走失了，殿下可是一怒之下杀了一个婢女呢。要不我亲手把你打晕？公主，你要去哪里呀？希儿，算我求你了，你就让开吧。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亲。公主，您若真的要走，就把奴婢也带走吧，让奴婢跟着您。苏清莹略一思索，旋即点了点头，走到宫门口。这里看似只有几个侍卫，实则3步1岗，守卫森严。他们想要就这样离开，绝对不可能。看样子他只能等到晚上再另寻打算了。苏清莹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夜晚给盼来了。公主，我们现在就走吗？可是外面的守卫……嘘，看我的！整个流云殿陷入了一刹那的黑暗。公主，刚才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出来，他们都没有发觉啊？而且，公主，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么厉害的武功？人的眼睛在光线瞬间消失时，需要短暂的适应才能看到，所以我们刚才出来，他们是完全看不到的。至于我的功夫，那可是保命用的。啊，公主你好厉害！该死，这里怎么像个迷宫一样？到底哪里才是出口？公主，你到底要去哪里啊？离开西明皇宫。公主，奴婢不行了，奴婢实在是跑不动了。那好，你先待在这里，等我找到确切的路线再回来接你。你不要乱跑。扔下这句话，他就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跑去。他妈的，这种布局到底是哪个王八蛋设计的？怎么每个地方看起来都好像一样啊？找了大半天了，到底哪里是皇宫出口啊？却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熟悉的声音，吓得他赶紧闪进旁边的窗口。你是谁？胆敢擅闯朕的凌霄殿？我是你苏大爷。你不是西明国人，你到底是谁？都说了我是你苏大爷。你迅速往他嘴里塞了一条方才刚刚偷偷藏起来的白色亵裤。来而不往非礼也，大爷我赏你一条内裤尝尝。不用客气，这是老子赏你的。哼！你个该死的女人！直接把凌霄殿的大门打碎了，这下他连开门的功夫都省了。谢了大傻叉，回头你苏大爷请你多吃几条内裤。拜拜喽！御林军何在？御林军统领急急忙忙地赶来。臣在，启禀皇上，属下护驾不力，还请皇上恕罪。传朕旨意，所有禁卫军出动，在皇宫捉拿女刺客，见到了就地格杀，不得惊动东岳太子。是，属下领命。记住，那女贼面长青斑，长得恶心至极。是。月光皎皎，苏子义一身蓝色金丝祥云锦服，恍若仙人般踏月而来。太子殿下，奴婢见过太子殿下。你是莹儿的贴身婢女，深夜不在她的寝宫伺候，为何出现在此？本宫且问你，公主现在在何处？奴婢，皇兄。莹儿，你去哪儿了？怎可私自离开行宫？西明可容不得你胡来，你又想惹出什么祸事来？皇兄，对不起，我觉得行宫很闷，就出来透透气，看到这皇宫的景象这么好看，就忍不住出来走了走，然后不小心就迷路了。皇兄，我知错了，你能不能不要生气啊？
明日先随我去参加国宴，回来再发案。再胡闹，我就送你回东岳。说罢，转身便走。苏清莹无法，只得和希儿跟上去，心下忐忑。太子殿下，公主，他们这么多眼睛都没有发觉公主是何时离开的。这个皇兄，你们都出去。是太子殿下。莹儿，随我进来。是皇兄。你到底是谁？皇兄，你在说什么呀？我是你的皇妹苏清莹啊，东岳国的五公主。哦，是吗？本宫可不记得莹儿有那么诡异的身手，可不记得她何时变得如此聪明。皇兄，你在说什么呀？我不明白。我真的是苏清莹，我若不是苏清莹，为何跟她长得一模一样？连皇兄你都不曾发觉。莹儿天生痴傻，连一句话也说不清楚。反观你现在说话清晰，头头是道，要本宫如何信你？皇兄，如果我说我死过一次，你信不信？你说什么？皇兄，你心里定然很疑惑吧？明明一样的容貌，突然变得迥异的性格，这个怎么也说不通的。实际上，我在前2天就已经死了，本以为我会就这样死去，没想到在死前看到了我浑浑噩噩的一生，我觉得不甘心就这样死去。阎王也可怜我，所以让我重生了。重生？皇兄，我知道我的说法有点惊世骇俗，可若你还不信我，我也百口莫辩，要杀要剐，全凭皇兄处置，我绝不反抗。本宫信你。谢皇兄。皇兄，你不怕我吗？我可是死过一次的人。你只要记住，你是苏清莹，我是苏子毅，你永远是皇兄的皇妹即可。哪怕你死过一个，只要皇兄在，必定保你一世安然无虞。皇兄，我知道了。莹儿，关于今夜之事，你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后患无穷。皇兄，你放心吧，重活一次，我已经不是那个痴傻的苏清莹了。我知道这件事情的轻重，你放心吧。好了，夜深了，你歇着吧，明日可不能误事。皇兄慢走。来到这个世界，能有个亲人关心他罩着他，这感觉真的不错。已经搜寻刺客大半天的御林军还是一筹莫展。启禀统领，还是没有搜查到刺客的踪影。可有仔细搜查？搜查了，除了行宫那一边，整个皇宫我们都仔细搜查过了。统领，我们要不要也去行宫搜查一番？饭桶，你知道行宫里住着的是谁吗？皇上有令，不得惊动东岳太子。你小命还想不想要了？是统领，是属下愚钝。那统领，我们现在怎么办？怎么办？还不快加紧搜查，给我仔细搜！我就不信他还能长翅膀飞了不成？是。一大早，辉煌庄重的偌大皇宫中，我靠，这村子就是西明皇帝，冤家路窄啊！这要是进去了，绝对是分分钟死透的下场。皇兄，这个宫宴我可不可以不参加呀？胡闹！我们东岳此次受邀前来，你我定当参与。除了我们东岳，其他2国未来的储君也会来。这样的场合，我们岂可失礼于人前呢？这么夸张啊？好吧，那我不走就是了。苏子毅率先踏进大殿。东岳太子五公主到。本宫代表东岳祝贺西明皇。东岳太子太客气了，请坐。谢西明皇。北陵国太子摄政王到。这是怎么了？大家为何都看着本宫呢？本宫应当没迟到吧？莫不是本宫长得太过俊美了，把大家都迷住了不成？谁会看上你这个不学无术的废材太子，只知道夜夜动辄青楼，沾花惹草。天王我也，他怎么又跟皇家扯上关系了？恭贺西明王。北陵太子摄政王，请坐。2人落座后，唯恐天下不乱的轩辕墨开口找乐子了。本王若猜得不错，这位应当便是东岳的五公主了吧？久仰久仰。你大爷的！他已经感到2道探照灯一样的视线扫过来了。正是舍妹。轩辕洛尘寒冷的琥珀眸微闪，警告似的瞪了他一眼。皇兄啊，既然东岳五公主与小七有婚约，不如让他俩见一面如何？也不枉东岳公主千里迢迢过来了，你就成全她一片痴心吧。那还真是多谢西明魔王的关心了。百忙之中，还不忘抽空关心本公主与瑞王的婚事，本公主感激至极。这傻子公主是在讽刺魔王多管闲事吗？她不是头脑简单，话都说不完整吗？为什么言语如此犀利了？这声音貌似很耳熟啊。应该的，应该的。毕竟西明与东岳联姻，2国很快就是姻亲了，本王自是要关心关心的。哦，魔王这般关心本公主的婚事，莫不是看上了本公主？五公主说笑了，本王绝无此意，莫要误会了。切，没眼光！既然你没这个心思，那就请管好你的嘴，不要在这瞎逼逼。嘴巴这么长，你以为你是啄木鸟呢？害本公主白激动一场。
是本王的错。废话，当然是你的错，没事关心个球啊！看把本公主一颗心伤成什么样。见识过苏青莹胡搅蛮缠的功夫后，轩辕墨是打死也不说话了。听闻东岳五公主容貌惊人，不知本王可否有幸能够一睹公主的风采？这个就不必了吧。我们大家都是有涵养的人，怎可肤浅的只看容貌来评论美丑？我们应当用心去感受人的美好，心灵美才是真的美。你说对吧，摄政王？五公主不肯揭下面纱，可是有何难言之隐？莹儿怎么会跟君离夜扯上关系了？哼，她自然不敢摘下面纱，怕是太丑吓到我们了吧？摄政王，你想必是听错了，说她真是容貌惊人，西明瑞王也不会避她如鬼神了。就是，天下有谁人不知？这东岳五公主痴傻无知，胸无点墨，说她容貌惊人，也不怕笑掉大牙。飞羽，闭嘴！本公主就长得丑怎么了？碍着两位什么事儿了？我丑我骄傲，有本事你丑一个给我看看！酸什么酸？本公主辣着你们眼睛了？这傻子怎么脸皮变得这么厚了？居然还以丑为荣！金陵三公主、蓝小姐，请你们慎言，我泱泱东岳国的公主，岂是你们能妄加评论的？西明就是如此招待我们东岳的吗？此番待客之道，本宫真是见识了。东岳太子息怒啊！小女教导无方，不识大统，还望东岳太子海涵。飞羽，还不快向东岳太子赔罪！不必了，西明如此目中无人，本宫消受不起。右相，朕看你是老了。皇上，是老臣教女无方，请皇上降罪。看到自家爹爹都跪在地上，蓝飞羽这才后怕，赶紧跟着跪在地上。东岳太子，朕自罚一杯，算是赔罪，望海涵。皇兄，算了，狗咬了咱们还能咬回去不成？且由他们乱吠去吧。不过这里毕竟是公共场合，还是请你们买条结实一点的狗链，将自家的狗看好了，省得他们到处乱咬人。小丫头，你这是把整个西明跟南疆都得罪了呀！我可没点名道姓，谁要硬是对号入座，我也没办法。西明右相不过是一个正一品的大臣，恐怕还代替不了整个西明吧。这丫头当真聪明，几句话轻描淡写就把西明撇开了。约曾听闻东岳五公主面有青斑，甚是恐怖。今日一见，才知传闻果真当不得真，谣言误人呐。青斑，果真是她，这个该死的女人。哦，左相如此说来，朕倒是有些好奇了。五公主，朕有个不情之请，可否？既是不情之请，就请西明皇不要为难我了。人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巴，有什么？话未说完，一道掌风就向他迎面拂来。他一惊，下意识的快速往后一仰，避是避开了，可是面纱就这样被打落了。全场寂静。妈呀，真的丑爆了！好久不见呢。北陵摄政王与舍妹认识？认不认识，东岳五公主心里有数。莹儿，说什么呀？说他把人家卖到小饭馆吗？说了，他明年就只剩清明节可以过了。皇兄，不知为何，感觉最近许多事都记不太清楚了。想来许是我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了。至于北陵摄政王嘛，我很确定，绝对不认识他。朕看也是，东岳五公主自小就生活在深宫，怎会认识远在北方的北陵摄政王？不过，朕怎么觉得东岳五公主看着这么眼熟呢？西明王，本王看你是眼花了。皇兄，臣弟绝不会娶苏青莹的。总算出来了，他名义上的渣男未婚夫。胡闹！两国之间的联姻，岂由你胡来？还不快坐下！皇兄，若真要两国联姻，臣弟可以接受，但臣弟绝不接受自己未来的王妃是个不贞不洁之人。整个现场再次炸开了锅。东岳五公主未婚失贞？那谁，别看了，说的就是你。不好意思啊，本公主耳朵不好使，听得不太清楚，麻烦你再说一次。怕是轩辕彻要遭殃了。哼，身为堂堂一国公主，行为居然如此粗鄙不堪，东岳公主的教养真叫本王大开眼界。你也说了，本公主是出了名的痴傻，你跟一个痴傻之人谈什么教养？可笑！还有，身为一国王爷，竟在大殿上当众欺辱一国的傻子公主，你的风度和教养还真是连个傻子都不如啊！轩辕彻噎得哑口无言，没有一点反驳之力。轩辕彻，你方才说我不贞不洁，可有证据？可知污蔑一国公主是何罪？哼，还需要什么证据啊？我问你，
前2日你去了何处？哼，前2日，轩辕彻，你莫不是傻了？那天可是你传信将我约出去的，不但给我下了魅毒，还将我打晕，扔到了郊外的破庙中，任由一个傻子欺凌。要不是我命大，从他手中侥幸逃脱，我的清白就要毁在一个傻子身上了。手臂上那代表女子贞洁的手工纱，红艳妖娆。轩辕彻，当初是你亲口说要娶我，如今为了与我退婚，你不惜要毁了我，还真是狼心狗肺呀！岂有此理！此话当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本王怎么可能给你传信？本王这几日一直在书房，从未出过王府，又怎么见你啊？得了吧，少来这套，就知道你不会承认。这是你当日约我出去的信条，都在这儿呢，你自己看看吧。这书信上的字迹为何会与西瑶的字如此相似？哼，说不出话来了吧？轩辕彻，你不想娶我，我也不见得有多想嫁给你。今日我代表东岳亲自退了与你的这门婚事，从此我们桥归桥，路归路，互不相干。苏子义怔住了，不敢置信地看着苏清莹。西明皇，若瑞王无意娶舍妹，东岳愿意退婚。东岳太子可想好了，此次一退婚，东岳五公主的名誉必将会受到不小的影响，于她日后出嫁是极为不利的，还望东岳太子能够三思。西明皇，你放心，我非常确认，十分之确认，名誉什么的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不是别人，不能决定别人对我的看法，怎么活我自己决定，只要开心，我何须在乎别人？真心对我的人是不会在意我那些所谓名声的。还有，我很有必要强调一下，不是他推的我，是我苏清莹不要他轩辕彻，看不上他。苏清莹，哼，怎么瑞王难不成还舍不得我了？舍不得你，除非本王疯了。哼，退了也好，你日后别反悔就成。放心，绝不纠缠。五公主，你当真要与小琪解除婚约吗？这可不是儿戏啊，还望慎重考虑。我确定。当初爱轩辕彻的时候，他看不起我，忽视我，嫌弃我，我都忍了。可这样拼命的忍让，换来的是什么？是变本加厉的践踏。5年前，我舍命救他，容貌尽毁，是他亲口承诺我，无论我出身如何，品貌如何，亦会娶我为妻。就因为他这句承诺，我傻傻等了他5年。可是最后换来的是什么？滴入尘埃的爱情，其实是一种心痛。这样不对等的感情，我宁可不要。滴入尘埃的爱，其实是一种心痛。 5年前，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呀？5年前救我的人，难道不是新瑶吗？他怎会如此了解5年前的那件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西明皇，东岳愿意解除婚约，西明皇请下国书吧，本宫好回禀父皇。既是如此，朕就下国书昭告天下，解除小七与东岳国5公主的婚约。只是希望此事不会对西明与东岳2国交情有所影响才是。不会的，不会的，绝对不会影响西明与东岳的2国交情的。西明皇大可放心，解决了一件麻烦事儿。苏清莹这会儿正开心呢。东岳5公主，朕有一事相问，不知你昨晚可否记得？西明皇，你干嘛突然用这种调调说话？吓得人家差点尿了裤子。吓得差点尿裤子，内裤。这死女人，摆明了是在威胁他。好险好险，没让这丫的说出来了。西明皇与东岳5公主可是有什么秘密？北陵摄政王管的未免也太宽了吧？5公主此言差矣，西明与北陵乃是邻国，多年友好往来，本王理当关心一下。北陵摄政王还真是圣母啊，真伟大！您怎么不去普度众生啊？本王没记错的话，5公主似乎还欠了本王3000两银子吧？那银子是我的，跟你毛关系都没有，那是我的劳动成果。你要敢打他的主意，老娘分分钟跟你拼命！北陵摄政王，莹儿欠下的银子，本宫一定会叫人送到你殿中，望摄政王切莫要跟莹儿一般计较。为什么要皇兄？那钱是我自己的。莹儿，你是不是连皇兄话都不听了？哦，知道了。东岳太子不必生气，本王不过与5公主开了个玩笑罢了。钱财乃身外之物，区区3000两银子，本王还不放在心上。既然你觉得钱财是身外之物，那你可以给我的，我不介意帮你保管。真的，我这人是最喜欢助人为乐了。莹儿，不准胡闹！皇兄，玩笑玩笑，我在跟摄政王开玩笑呢，不要生气啊。这女人对银子似乎特别情有独钟啊。一整场宴会下来，君离夜与轩辕洛尘动不动就盯着她看，那眼神好像要把她生生凌迟似的。是夜，轩辕洛尘的生日就在轰轰烈烈的一天中结束了。苏清莹用过晚膳后，就舒舒服服地泡在浴桶里，她脸上的青斑，在她的高明医术下已经完全脱落了。桌案上烛光一闪，君离夜，你丫怎么在这里？丑女人，你的脸区区毒斑而已，我解了呗。那啥，你该不会是来找我报仇的吧？你说呢？北陵摄政王向来大度，胸怀肯定像北陵的国土那么广阔，定然不会对我这等弱智女流
也就是我下手了，您说对吧，摄政王？伶牙俐嘴，倒不知五公主的口才如此了得，看来外界的传闻真是不可信啊。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放心，本王不会杀你，用不着这么防备。本王若想动手，你绝不是本王的对手。那不知摄政王半夜到访，找我所谓何事？不会只是闲得无聊，纯粹是找我聊聊天叙叙旧吧？你懂医术？略懂，别的不敢说，可是你体内的毒素，我敢说除了我，谁都没办法。狂妄，可惜我偏偏就有这个狂妄的资本，要不然摄政王也不会半夜到访。女人太聪明可不是件好事，太蠢的话，可能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既然你知道怎么解本王的毒，本王命你现在立刻为本王解毒。解了你的毒对我有什么好处？要知道我可是得罪过你的，你现在中了毒，活不了几天，这对我不是很好吗？我不仅少了一个敌人，东岳更是少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反之，我要是治好了你，回头还不知道怎么死的，这种亏本的买卖我可不做。不做，本王动动指头照样可以杀了你。君离夜，我苏青莹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有本事你大可试试看，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敢这么挑衅本王，你是第一个。哼，你真是荣幸，我苏青莹别的没有，就是有骨气。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战，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硝烟味儿。好，本王承诺你，你若能解了本王的毒，本王不仅不计较你之前对本王的大不敬，还赏你黄金10000两，你看如何？啊，黄金10000两，口说无凭。君离夜，我怎么相信你不是诓我？你最后要是倒打一耙，我可是没有活路了。这个玉佩是本王的贴身信物，你拿着它，就不怕本王不认账。好，成交。这枚玉佩你不准拿去当了，否则本王一个子儿都不会给你。知道了，这丫的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你记住了，在你没了解本王的毒之前，可别死了。动作还真快，来了。你说什么？你在大殿得罪了金陵国，想来他们断是不会放过你。靠，他奶奶的！君离夜，我是唯一一个可以帮你解毒的人，我死了可就没人救你了。你确定要作弊上官吗？怎么，你不是说你很有骨气吗？哎呦，摄政王殿下，你肯定是听错了，小的只有排骨，骨气那是什么？能吃吗？无语至极的君离夜，时间紧迫。君离夜嘴角抽搐的睨着眼前的出狱美人，不知羞耻。彼此，我俩就不要50步笑100步了。你堂堂北陵摄政王，深更半夜擅闯我的寝宫，羞耻这方面你也不遑多让。这女人简直不怕死，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她的底线。君离夜，我劝你别乱来，我死了你铁定要给我陪葬，你的毒只有我一个人能解，为了你的小命，你必须得保护我。哼，你倒是算计得好，你的脑袋本王就暂时留在你的脖子上，如果你不能解本王的毒，本王定让你生不如死。那就拭目以待吧。拦腰抱着他飞向屋顶，10几个黑衣人手持明晃晃的大刀靠近苏青莹的寝宫。喂，君离夜，我知道你身手厉害，能不能用这些珠花把他们都弄死？他们都是杀手，训练有素，就凭这几个珠花，你当他们是饭桶吗？放心，对付他们，这些珠花绰绰有余。我精通人体的各个穴位，知道哪些是人的死穴，你待会儿只要听我的指挥，飞射这些珠花就行了。他们人数太多，我的珠花不够用，但是对你这种高手来说，要让一朵珠花连续命中几个人，应该不是问题。你最好有把握，打草惊蛇，本王可管不了你。你等着瞧好了，百会穴、神庭穴、雅门穴，斜下角第2个风池穴、人迎穴。在苏青莹的低语下，不断有人无声倒下。不知何方高人，可否出来一见？随着珠花不停在君离夜的指尖翻飞，已经有近1半人死去。这个女人真是不简单呢，难道她这些年都是在装疯卖傻？来人，抓刺客，一个也不能放过！保护公主。看样子是苏子毅来了，真是可惜，便宜他们了。我皇兄来了，这里有他就够了，你快带我进屋，千万不能被他发现了。本王没猜错的话，你似乎很怕苏子毅知道你的一切，这样杀人于无形的本领，苏子毅当是不知道的吧？君离夜，每个人都有秘密，我不一定要告诉你吧？眉梢轻挑，无声无息地飞回寝宫，暗香浮动，萦绕在君离夜的鼻息间，拂乱人的心弦。杀手们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死士，见敌不过，便纷纷含毒自杀。该死！太子殿下，属下护驾不力，请太子殿下责罚。可查清楚是谁派来的刺客。回禀殿下，这些刺客均是死士，查不到一点线索。但是发现其中几个刺客身上有个相同的图腾，看样子像是某个皇室宗亲的。查，给本宫查清楚他们的底细。属下遵命。信步走到苏青莹的寝宫门口。莹儿，怎么了，皇兄？无事，皇宫出现了刺客，
担心惊扰了你，你无事别好。刺客，我从宫宴回来就睡下了。皇兄，刺客没有伤到你吧？放心，皇兄没事儿。你若困了，皇兄就不打扰你了，你睡吧。皇兄慢走。听到苏子逸的脚步声渐渐走远，苏清莹这才长长舒了口气。看不出你还会这么演戏，连苏子逸都被你骗了。没听说过人生在世全靠演技吗？你看不出的还多着呢。君离叶，现在你可以走了吧？我这里小，可容不下你。你倒会过河拆桥，你什么时候能解了本王的毒？本王需要一个期限，要准备到什么时候回来？别跟本王耍花样，否则代价你承担不起。放心，我很珍惜我的这条命，既然答应了你，我就不会食言。好，本王给你1个月准备，1个月后，你若是解不了本王的毒，本王定会让你生不如死。1个月就1个月，不过这1个月你可要好好保护我。你也看到了，这里有的是人想要我的性命，你想解毒，就要保证我的人身安全。即日起，你的命便是本王的，本王看谁敢动。好，这句话我记下了。君离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可别食言了。本王从不食言。君离叶身形一闪，眨眼便从窗户用轻功飞了出去。西明皇城的街道上，一位胡子邋遢的灰袍老人坐在一头缓步前行的驴背上。奇怪，原本东边已经暗淡的一颗星，却突然光光大盛，远远胜过了周围的群星。这种情况，老夫从未碰到过。难不成是凤神星降世了？凤神星已经100年未见，这次现世，究竟寓意为何？以老夫的能力，居然测算不到凤神星的真正位置，更测不到这凤神星的未来，真是奇怪。看来这个天下真的要变天了。七分天下，群雄逐鹿，这趟浑水本就暗潮汹涌，真不知道会如何。师父，臭小子，还知道老夫是你师父？参加七国大典后，不要在西冥停留太久，最好快点离开。为何？老夫夜观天象，看到凤神星现世，凤神星一现，天下大乱。凤神星，可知是谁？老人很诚实的摇摇头，还说自己的绝学可以知晓天命呢。看什么看？凤神星乃天机，是不可泄露的，否则老夫会遭天谴的。哦，天机不可泄露。臭小子，你这是在质疑我吗？我告诉你啊，我虽然算不出凤神星到底是谁，但是你最好尽早离开西冥，否则你的一生将会有2大劫数。这2大劫是你命中的死劫，走出了，你便永远高立于青天，成为这世间最尊贵的王。不然，你的下场就是万劫不复。那又如何？该来的总会来。哼，反正老夫该说的也已经说完了，信不信由你。最近不要接触女子，你近来红鸾星动，切记。凤神星，不管你是谁，本王期待与你交锋。清晨，日出红光万丈。希儿啊，你这大早上把我拖起来干什么呀？那什么西明皇的生辰不是过了吗？今天没什么事了吧？哎呀，我好困，我要睡觉。你要是再叫醒我，我就咬死你。公主，你的脸！停，别喊了，吵死了。那青斑昨晚就被我解了，现在这是我本来的样子。解了？太好了，公主好厉害啊！现在公主变得这么漂亮了，我看以后谁敢说公主丑？哼！公主，您别睡了，快起来吧。希儿，你就醒醒好吧，别吵我了，让我再睡一会儿，再吵我就把你丢出去。公主，您忘了今日在御花园有个赏花会吗？西明皇上在那里设宴招待各国，您不得不去哦。再说了，您就不想让大家看看您的盛世美颜吗？不想。一大早弄什么赏花会吗？这些人都是吃饱了没事干吗？苏清莹翻了个白眼，生无可恋的站起来让希儿为自己更衣。公主，你好漂亮啊，越来越美的不可方物了呢。那是，你家公主我天生丽质。对了，我皇兄呢？太子殿下已经在去御花园的路上了，估计应该已经到了。公主，我们快走吧，怕是要迟到了。走吧。苏清莹不知道去御花园的路，便让希儿在前面带路。东岳五公主，荣丞相也早啊。五公主，你的容貌……好了呗，荣丞相可还有事？当心今日的茶水
什么意思啊？荣月却是笑了笑，并未再开口。愣神间，轩辕彻带着蓝心瑶从对面走来，看到苏清莹天差地别的容颜，轩辕彻一时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没想到她这么命大，竟然没死。心瑶见过东岳五公主，不知五公主近来可好？怎么有事？没事就滚，别挡本公主的道。五公主，心瑶不过是好意上前问候您几句，不知您为何出口辱骂心瑶？可是因为怨恨心瑶破坏了您跟王爷的婚约，若是如此，心瑶在此向五公主表示歉意。最讨厌白莲花了，外表柔弱不堪，内心冷芒暗藏，最是下贱。本王与她解除婚约，与你无关。本王对她本就没有一丝感情，就算不是为了你，本王也不会娶一个傻子呀。你无需内疚。就是大姐，你跟瑞王爷本就天生一对，要不是他横插一脚，你早跟瑞王爷在一起了。真正该内疚的人是他才对。大姐，你是我们西民国第一才女，苏清莹胸无点墨，根本就没法跟你比，她一点都配不上瑞王爷。蓝飞宇，你说配不上就是配不上了。我跟轩辕彻的婚约可是由两国皇帝共同定下的，难不成你是在质疑两国皇帝的眼光，还是在批判两国皇帝老眼昏花，乱点鸳鸯谱？你别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这样说过了？东岳五公主，话不可乱讲，请你慎言。西明又想，我堂堂一国公主，还轮不到你来说教？你算什么东西？自己的女儿都教不好，还敢对我瞎逼逼？你脸皮是有多厚，竟都感不到害臊？我真是为你的厚脸皮感到惊叹。你险些没晕死过去。蓝心瑶啊蓝心瑶，我都已经跟轩辕彻解除婚约了，本就是个对你毫无威胁的人了，你却还要恶心巴巴的过来找我麻烦，不断的抹黑我，担心我光芒太盛抢了你的风头，非要在我身上寻找那所谓的优越感，以满足你的自卑心。说到底，你不过是个可悲的可怜虫罢了。不管你跟轩辕彻之前如何，是我跟他有婚约在先，怎么说我也是正室。你说你算什么千金大小姐，还西明第一才女呢？自甘下贱当小三也就算了，还敢到处炫耀，你说是不是很贱呢？你学的女贱呢，都吃屎了。一腔话明嘲暗讽的，气得蓝心瑶差点吐血。轩辕彻，麻烦你自我感觉不要那么好，你现在在我苏清莹的眼里根本一文不值，当初我喜欢你简直是瞎了眼。苏清莹，你还有蓝心瑶，你哪只耳朵听到本公主骂过你？你叫我不要挡你的路，岂不是骂我是？哼，本公主只是叫你别挡了我的道，难道我堂堂一国公主还没资格让不顺眼的人让开一条道？蓝心瑶，你这不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吗？西明第一才女的理解能力真是厉害啊！本公主以后都不好意思乱开口了。你们西明国3番5次刁难本公主，莫不是对我们东岳国有什么意见不成？我不是这个意思。皇上，北陵摄政王，北陵太子到。皇兄，我没给你跟东岳国丢脸吧？端起红木八仙桌上放着的茶水一饮而尽。没有丢脸，很厉害。莹儿啊，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傻公主喽。说话间，君离夜一行人已经走了过来，纷纷落座。小丫头，方才大老远的，本宫可看到这里貌似刚刚结束了一场戏哦，快告诉本宫，本宫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好戏呢？不好意思，无可奉告。谁叫你不快点来？好戏都是要自己亲身体会才会感觉到精彩的，说出来多无趣啊！切，真是小气。西明皇，昨晚流云宫闹出了点小动静，应该没吵到你吧？睡得可还踏实？要是你没睡好得了风寒，身体出问题了，我可是会难过的。能这么诚心诚恳地诅咒一国皇帝渴死？轩辕洛尘眸子一眨，死命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哎，也对，都说祸害1000年，我相信像西明皇这种圣人是断然不会折得那么快的。多谢东岳五公主关心。不客气不客气，我们东岳一向都是有爱又亲善的国家。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了苏清莹？她这么大言不惭，轩辕洛尘都不怪罪她吗？各位远道而来，虚明作为东道主，自是好好款待。若有招待不周之处，还望各位多多海涵。今日请诸位到御花园一聚，一是希望陪同诸位欣赏百花之色，二是希望借着百花美景增添些雅兴。在座的都是各国有名的青年才俊，文采定是不俗。一会儿若是有人能才压众墨，拔得赏花宴的头筹，朕就把这把天下有名的宝琴古乐琴赏赐给他。这当真是天下宝琴古乐琴啊！今日能一睹古乐琴的真容，真是三生有幸。皇兄，那古乐琴很厉害吗？它到底是什么名堂？古乐琴乃是天下至宝，传闻它能以一人之力攻城破国，杀人于无形，甚至能千里杀人，
是天下都想觊觎的至宝。可惜这些不过都是传闻罢了，无人真正见过古乐琴的威力，亦无人拨动过琴弦。无论是内力多么深厚的高手，这么牛逼啊！可是如果没有人能拨得动它，它岂不是还是一把普通的琴？不过这琴好像很值钱的样子哎，不知道卖了能值多少钱。就算没人能拨动它，古乐琴也是天下至宝，能够让天下人趋之若鹜了。轩辕洛尘今日以此琴作为彩头，不过是想要完整的心法罢了。黑心叶，那把的确是古乐琴，你当真不想要吗？就算得到了，你拨得动吗？我说轩辕洛尘怎么这么大方呢？他倒是精明，轻松一招就能让七国引起轩然大波，拼个你死我活，真是不能小看他。古乐琴的珍贵，朕就不多说了，想必诸位更加了解。赢得今日赏花宴头彩的这古乐琴，便归谁所有，朕绝不食言。现在朕宣布，赏花宴开始。比试一共分为文墨跟才艺两部分，文墨才艺的比试皆获得胜利者，古乐琴便归他所有。这文墨比试的第一道题便是对出朕的句子：玉宇琼楼空对月。本王先来，亭台花阁独弄笛。好，不错。还有没有人对得上来？新瑶有一句，不知道皇上觉得如何？诸葛已护，难入眠。不错，意境更相近，不愧为西冥第一才女啊！皇上过奖，新瑶不敢当。切，雕栏画栋独抚琴。好，很好，对得很工整。不知是在座哪位对出的？我。轩辕洛尘脸上的肌肉微抽，众人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对得这么好？一定是他作弊！怎么不可能？赵若智，无凭无据，你凭什么说我作弊？你们若不信，大可再让西明皇出题，且看我答不答得出。莹儿，皇兄，相信我，我绝不是以前那个任人欺凌、什么都不懂的苏青莹了，我有分寸的，对你皇妹我有信心一点。好，皇兄相信你，无论如何，皇兄都支持你。如此，朕便再出题。东岳五公主，你可听清楚了，朕的上联是去来随意，君子无非三尺踵。这道题可比前一题难多了，就连荣月、蓝心瑶也不禁在心里细细思考了起来。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你怎么不答了？哼，还说不是作弊，真丢人。我只是在纠结应该用哪一句来回答，想出了2句，不知哪句更好。不如这样好了，你们大家帮我评评看哪个更好。第一个，风雨无阻，梅花自有一缕魂。第二个，一阳游心，沉浮难料半日云。西明皇，你觉得呢？天哪，这是那个胸无点墨的傻子公主吗？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她怎么会变得如此优秀了？我不相信，一定是巧合。五公主做的自是极好，相信各位都不会再怀疑东岳五公主的文采了吧？鉴于各位都对得很好，朕实在难分上下。今日这百花宴中多是菊花，不如你们就以菊花为题作诗，优者胜出。没错，诗更能显出大家的文采。作诗？哼，好啊，你们想玩，我奉陪到底。好，就以菊花为诗。不过为了让你们说的心服口服，我若1炷香之内做出5首，就算我赢。怎么样？如果有人也能1炷香内做出5首，我很乐意跟他比试。1炷香内做出5首，你未免也太狂妄了吧？行不行？不是你说了算。西明皇，点香吧。我若做不出，甘愿退出。黑心叶，你说这小丫头能做出来不？会的，虽然狂妄，但她一定能做出来。这么肯定？为什么？感觉好。若你1炷香之内做出5首诗，这文墨方面便算你胜出。开始。第1首：兰髻春肤，菊柚秋容，芳熏百草，色艳群英。孰是方志，在忧郁心。这每一句诗都是绝句，惊得在场众人下巴都快掉下来。最后1首：秋来不语百花颜，受尽清寒入楚天。雨润留香茶外饮，双才彻骨酒中眠。何须妩媚争春意，只教孤标认可怜。一半芳心开淡泊，无边旧事上琴弦。好，太好了，小丫头，你文采原来如此了得，亏我还以为你真的胸无点墨呢。这几首诗绝对能流传千古。依我看，那财政七国的天下双书也比不上你的一星半点。哎，你说呢，黑心叶？这人够诚实，没有一点惺惺作态，可比轩辕彻、蓝夕阳那对渣渣好多了。很好。
那是当然。西明皇觉得如何？本公主有没有资格胜出？五公主做的诗自是极好，获得文墨这一比试的头筹，当之无愧。哼，得了文墨第一有什么用？还有才艺呢，才艺赢不了，我还是拿不到古乐琴，有什么好嚣张的？说的好像我拿不到古乐琴，你就一定能拿到似的。好歹我也是得了个文墨第一，嚣张一下总可以吧？倒是你这个既没拿第一，又忍不住想作死的弱智，竟敢在我面前逼逼挑衅，对此我表示很懵逼啊！是什么给了你如此勇气？你这个不要脸的傻子，凭什么敢这么说本公主？不要脸的傻子，这几个字真是听着刺耳。一粒药丸自他手中而出，悄然落入赵若芷的茶杯中。傻子，本宫没记错的话，方才小丫头可是一连做了5首好诗啊！这样惊才绝艳的也叫傻子？莫不是南疆三公主文采更加出众？哼，南疆三公主，你身为堂堂一国公主，不顾其身份当众喧嚣，形如市井泼妇一般。南疆皇的教导方式，真是让本宫大开眼界。倘若你再对莹儿出口不逊，休怪本宫不顾两国情面。东岳太子息怒，皇妹年幼无知，还望东岳太子莫见怪呀！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坐下！嫌丢脸丢的还不够吗？赵若芷气得眼睛都瞪圆了，却不敢发怒。那么接下来便是最后一场比试，琴棋歌舞皆可，最后胜出的那人便能拔得今日赏花宴的头筹。本公主先来，那便请南疆三公主开始表演才艺吧。那么本公主就献丑了。赵若芷的孔雀舞是他们国家中最出色的。突然，赵若芷面色一变，只觉肚子一阵翻江倒海起来，屁股隐隐有某种气体想要喷涌而出。该死的，我会吃错什么东西了吧？我还纳闷儿，你刚才摆那个奇怪的姿势干嘛呢？原来是想撅屁股放屁呀！这就是你说的才艺过人？哎呦，吓死本宝宝了！你这一屁可差点让我笑断气了。赵若芷又羞又气。赵若芷，你这绝技真是绝了，放个屁都能这么惊世骇俗，笑死我了！西明皇，你坐的位置刚好对着他的菊花，有没有感觉到一股股的气浪扑面而来呀？苏清莹，你给本公主闭嘴！冲过去想要教训苏清莹，一只白玉杯带着深厚的力道自君离叶那边飞来。皇妹，北陵摄政王，你这是什么意思？脏了本王的空气，还妄想动本王的人，找死！刚爬起来的赵若芷，此刻听到自己仰慕多年的心上人的话后，一颗芳心瞬间碎成了7、8瓣，哭着跑了。他说妄想动他的人，是指的苏清莹是他的人吗？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既然南疆三公主身体不适离席，那比试继续。皇上，新瑶此番献丑了。得到了轩辕洛尘的允诺，蓝心瑶一袭蓝衣翩翩走入场中，身姿艳丽，优雅大方。丝竹声悠悠响起，绕梁不绝，娓娓动听。这时蓝心瑶动了，足尖轻点，娇躯舞动，宛若蝴蝶翩飞。哇，太美了，美极了！不愧是西明第一才女啊！我从未见过有人跳掌上开花能转24圈的。我看这古乐琴定然非蓝小姐莫属。就在这时，2根银针悄然出现在他的手中，他做事抬手捂着嘴巴打了声哈欠，实则那2根银针朝蓝心瑶的屁股飞射了过去。蓝心瑶的屁股瞬间多了2道细长的口子。哇，蓝小姐，你的内裤露出来了啊！太好看了，蓝小姐，这舞跳的当真好看极了。这一段故意摔跤的舞蹈设计的极好，极好，极好。蓝小姐，本公主知道你听了我的夸奖后，心里甚是激动啊！淡定淡定，千万不要太感谢本公主，更不用对本公主下跪磕头啊！真的，本公主很随意的，她还要感谢她，还要对她下跪磕头，她不撕了她就不错了。西明皇，你那位置可是绝佳，有没有看到蓝小姐的内裤是什么颜色的？上面有花吗？蓝心瑶再也忍不了了，当时一口气提不上来，竟硬生生的给气晕了过去。不曾。西明皇，你眼神可真差，如此难得的春光，你居然不看，莫不是寡人有疾？这该死的死女人！题外话休提，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吧。眼下蓝小姐已经昏过去了，不知还有没有人上前比试。若无人上台的话，可算蓝小姐获胜。等等，我来。你就算了吧，省得等下丢人现眼。你怎么可能比大姐跳的还好？不错，就是我。只单单是比试的话，
难免有些无聊了，不如大家一起玩个游戏如何？就赌我跟蓝心瑶谁会获胜，由我皇兄坐庄，欢迎大家下注。公然赌博？你当这是什么地方？又是一国公主的体统？非也非也，只是小赌怡情而已。南疆太子莫不是因为觉得没钱下注，所以恼羞成怒了？哎，我懂，你们南疆太穷了，真可怜。本宫出5000两，压蓝小姐赢。哦，5000两银子应该是南疆国拿得出手的最大数目了吧？放心，我不会嘲笑你的，毕竟穷不是你的错，我理解你，真的。本王出10万两黄金，压东岳武公主胜出。南疆太子若是太穷，本王可以借你一些。这妖孽真有钱。本宫也下3万两黄金，赌小丫头赢。南疆太子，本宫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银子。本宫借钱一向很大方的，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啊。多谢二位关心，南疆国不需要向二位借钱，这场赌注本宫改为1万两黄金。南疆太子千万不要太勉强。不勉强。有了君离夜跟上官惊鸿作为开头，众人皆纷纷拿出银子下注，大部分都是压蓝心瑶胜。轩辕洛尘身为一国皇帝，一下子下注10万两黄金，只不过他压的可是蓝心瑶胜。哼，你们压那边的银子越多，等会儿我赢得越爽。既然赌注已经压好了，东岳武公主，请开始吧。好，慢悠悠地走到君离夜面前，北陵摄政王，能否请你做我的舞伴？君离夜抬眸看着他，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大胆。苏青音知道他是怒了，却并不畏惧，他咧嘴笑了笑，这该死的女人竟然拿解毒威胁他。小丫头，本宫不比黑心夜叉，你怎么只请她不请本宫？太偏心了吧？谁让你下的银子没有君离夜多的？而且你的这身气质也跟我的舞蹈不配。怎么样，你该不会是怕丢人吧？他便在众人不敢置信的目光下慢慢站了起来，跟着苏青莹走到了场中央。这神马情况？君离夜不是出了名的喜怒无常、嗜血残忍吗？怎会应了苏青莹那荒唐的要求？此时那昏过去不省人事的蓝心瑶总算是悠悠转醒过来了。为什么他身边这么多人帮他？为什么他总能这么幸运？为什么他自从破庙死里逃生回来后，性格变化如此之大？不仅锋芒毕露，艳压群芳，还处处让我吃瘪。苏青莹这贱人，方才还害得我当众丢了这么大的脸面，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苏青莹，我们走着瞧。你们都下去吧，我跳的舞蹈曲子你们演奏不出来的，他们无不是天下有名的乐师。此刻听苏青莹如此说，脸上自是不服气。都下去。他倒要看看没有乐曲他们究竟要如何表演。喂，君离夜，等会儿你只要配合我来就好，我的动作很容易跟上的，一点都不难，你不用对我臭着一张脸吧。本王真该一场劈了你这该死的女人。嘿嘿，这你可得好好掂量着，我死了你也活不了了。唉，我就喜欢你这想弄死我又杀不了我的样子，真是太可爱了。别挑战本王的底线。 OK， 别激动别激动，要开始了，你的身子别绷得这么直好不好？你以为是僵尸啊？这个舞蹈的音乐节奏明快，你全程必须表情严肃，不能笑。不对，你压的也不会笑。等会儿你主要在右脚，我在左脚。苏青莹跟君离夜讲解了半晌，就在众人等得快要长蘑菇的时候，她的身子终于开始动了。紧贴着君离夜的身躯，苏青莹身子网若灵蛇般舞动了起来。平日里她那懒洋洋的气质一下子变得冷艳起来，眸光清锐，多了几分认真。潇洒热烈的舞姿惊得众人移不开目光，素雅的白衣在空气中层层溅开，像极了那天山雪莲，美得惊心动魄。本以为君离夜会跟不上苏青莹的动作而显得被动，没想到这家伙聪明的可怕，他踏着苏青莹的舞步竟丝毫不落于他，交叉步、踢腿、跳跃、旋转，令人目不暇接，精彩至极。这舞姿华丽新颖，热烈奔放，却又变化无穷，看得在场众人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完完全全震撼他们的心灵。而最后一个动作完成，全场寂静无声，半晌众人才反应过来，人人脸上都是对刚才那舞姿的回味。精彩精彩，简直精彩绝伦，这真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精彩的舞蹈了。依我看，东岳武公主才是当之无愧的才女，不仅诗境高超，就连舞蹈也是叫人大开眼界啊！来人，将古乐琴赏赐给东岳武公主。谢了。修长的玉手从晶莹的琴弦掠过，古乐琴竟然发出了微弱的低鸣声，一股奇怪的感觉从他指尖流淌，就好像这琴认得他一般。莹儿，莹儿，皇兄，
不要担心，我没事。我把这古乐琴送给你，我没有内力，这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给我也是浪费。这琴既是你实力所得，便就是你的，皇兄岂能要？可是皇兄，你我是亲兄妹，古乐琴在你手上跟在皇兄手上有什么区别？东岳对皇兄来说确实重要，可你对皇兄来说也同样重要。我们是亲兄妹，他的这个皇兄是真心疼爱他的呢。前世一个人行走在枪林弹雨中，如今突然有一个亲人全心全意的疼爱他，这样一份亲情让他心生眷恋。是夜，半轮残月高悬天际，用过晚膳之后，苏清莹便一个人坐在床榻上。没道理啊，不是说古乐琴没人能拨得动吗？怎么看也是把普通的乐器啊，我该不是被那轩辕洛尘给坑了吧？说好的攻城略地呢，连根毛都弄不断，这破琴根本一点用都没有，传闻果然是骗人的。没想到你居然可以拨动古乐琴，本王真是太小看你了。喂，君离夜，这里好歹是我住的地方，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出现的这么突然？你知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你会被吓死？本王记得你胆子大的包天呢。你来这里干嘛？我虽然答应帮你解毒，可我也需要时间来配药吧？你总不能天天晚上都来吧？古乐琴是天下至宝，你今日夺了它，定然会被其他人盯上。本王可不希望你还未配出解药就见了阎王。什么宝琴？分明就是一把没用的破琴，还说什么杀人于无形呢？要真用它杀人，我早被砍成薯片了。我总不能弹着这破琴来感化超度他们吧？不，这古乐琴确实是天下至宝，若要使用它，必须要符合它的条件。你没有深厚的内力，自然发挥不出它的力量。没有古乐琴的内功心法，便能轻易拨动它的人，除了它的主人，本王还从未听说过有谁能拨得动它，为何你却能？我怎么知道？弹得动有个屁用，又不能当饭吃，又不能打，还占地方。你要稀罕它，我就卖给你，咱俩也是熟人了，给你打个8折。不要。哎呦，为什么不要啊？你不是说这是天下至宝吗？我又不会要你很多银子，顶多要个几百万两黄金而已。你放心，我一向童叟无欺的。本王无法使用古乐琴，要它做什么？天下人人都对古乐琴趋之若鹜，本王没这么无聊，接着烫手山芋为自己找麻烦。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琴是我的了，也就是说，我很有可能会因为这把破琴丢掉了自己的小命，这也太悲催了吧！你又想玩什么花招？心口好疼。苏清莹，毒！有人在他身上下了无色无味的剧毒，现在毒气攻心，若不能将毒排出，苏清莹今夜必死无疑。该死，竟敢染指本王的东西！他的内力原本就被苏清莹封在丹田内，抵御毒素，只要他稍微运转一丝内力，都极有可能会引起毒素的反噬。可是苏清莹现在身中剧毒，若不用内力排除，他绝对活不过明天。也罢，苏清莹一死，他也没有解药，亦活不下去。一念至此，君离夜盘腿坐在他身后，运起内力，将丝丝内力运输到苏清莹的体内。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待苏清莹体内的毒被他排除的差不多了，君离夜的脸色却是因为帮苏清莹输送内力而显得微微发白。他已经快要压抑不住体内横冲直撞的毒素了，一直到苏清莹体内的余毒排出，他的脸色才渐渐恢复了血色。反观君离夜，一口鲜血忍不住便喷了出来。君离夜，你怎么了？君离夜，你不要死！君离夜，你醒醒！你不是很厉害吗？那你快给我睁开双眼啊！可惜，无论苏清莹说什么，君离夜就是微闭双目，毫无反应。君离夜，你个贱人！谁让你自作多情救我了？我们是什么关系？连朋友都算不上，还说你是什么北陵名震天下的摄政王，我看全是放屁！混蛋，你死了，我还怎么还你这份人情？算我求你了，好不好？不要死！不，君离夜，我不会让你死！伸出两指，熟练地搭在君离夜的脉搏上，秀眉冷凝。只见他脉搏微弱，体内的毒素暴动，简直是回天乏术。我苏清莹想救的人，哪怕是你阎王爷也带不走。将君离夜扶起来，移到浴桶内。君离夜，我可是为了救你，不得已才脱你衣服的，你醒来后可别怪我。除了他身下的那条亵裤，君离夜整个人就一丝不挂地坐在他眼前。君离夜，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如果不是今晚帮你施针，恐怕没人会知道你这一身的伤痕吧。你跟我真是有些相似呢，就像一匹孤狼。
永远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自己填写。苏青莹调整了下情绪，取出一根根银针，将它们一一扎在君离叶的各处穴位上。一番鼓道：“君离叶，我突然不讨厌你了。原本答应帮你解毒不过是敷衍你，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只要你这次大难不死，我一定尽全力帮你把毒解了。”君离叶睫毛微颤，感觉到身上痒痒的、暖暖的，下意识地微微睁开了眸子。“你在干什么？”“君离叶，你醒了，看来我的方法对你的毒素起作用了。”“本王没死，你很高兴？”“那当然，这样我就不用再背负一条人命了。”“不必再背负一条人命，他这是什么意思？”“君离叶，我问你，你为什么会舍命救我？”“本王说过，你的命是本王的，除了本王，没人能动你一丝一毫。”“好，君离叶，这话你记住了，我的命是你的，同样，你的这条命也是我的。没有我的允许，你绝对不准轻易死了。你日后若敢食言，我定让你后悔无门。”“狂妄！你是第一个敢对本王说这种话的人，你胆子不小。”“我有这个狂傲的资本。”“好，本王答应你。”“你现在身上的毒素基本上已经暂时被我控制住了，切记，一定不要再使用内力了，你的身子可经不住第二次毒素暴动的折腾了。”“本王的衣服呢？”“东岳五公主，本王的身子可不是谁都能随便看的。本王一向洁身自好，如今这般被你看了去，已失去了贞操。你是不是应该对本王负责呢？”“我要对你负什么责？我不就是看了一下你的身体吗？你怎么就失去贞操了？我又没对你做什么。再说了，我可是为了救你。”“哦，这么说，你想对本王做些什么呢？”“君离叶，你想多了，我对你的身体一点兴趣都没有，更何况我又没有完全看光你的身子，你不是还挂着条亵裤呢吗？”“听你这遗憾的语气，似乎在懊恼没能完全看光本王的身子呢。既然如此，如果你真的很想看，本王是不会介意。”“滚！谁想看了？君离叶，你不会因为毒气攻身所以脑残了吧？你的高冷形象呢？你丫的再犯贱的话，信不信我分分钟扎死你啊？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哼哼，你若不想对本王负责也可以，本王可以对你负责，如何？”“君离叶，你今晚是不是抽风了？你要对我负责，我可不可以自恋的认为你这是喜欢上我了？”“本王若说是呢？”“哼，君离叶，你这玩笑开的也太没水准了吧？你会喜欢我？我看你想宰了我还差不多，打死我都不相信。先不说你是否真的喜欢我了，就算是真的，你也不是我的菜，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说说看，本王倒想知道有什么是本王给不了你的。”“那你可听清楚了，我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你是盛名在外的摄政王殿下，日后定然妻妾成群，我不可能会跟一群女人去分享一个男人，也不可能为了一个男人而委曲求全，这是我感情的最基本底线和尊严。君离叶，我非常清楚像你这种志在天下的人，是不会为了区区一个女人而放弃着盛世江山的，所以我说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一生一世一双人？谁说逐鹿天下的人身边就不能只有一个女人？”苏青云不信，那他便用实际行动向他证明好了。时间过得很快，眨眼一连数天过去了。哎，好无聊啊！我现在的生活跟米虫又有什么区别？公主，您是金枝玉叶，怎么能跟一条米虫相提并论？哎，你怎么会明白我内心的痛苦？再这样无聊下去，我会对生活失去希望的。公主，要不我们玩踢毽子吧？不要，你们一次都赢不了我，一点挑战力都没有。那要不然我们下棋？下棋更无聊，还不如五子棋。哎，我决定了，我要出宫。可是公主，太子殿下不允许您私自出宫的，何况皇宫戒备森严，我们就是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你不说我不说，皇兄怎么会知道？只要我苏青云想去，天下就没有我去不了的地方，皇宫又如何？希儿，你是跟我去呢，还是乖乖留在皇宫里？希儿当然是跟公主一起去。那好，准备一下，我们现在就出宫。出了皇宫，盛世的景象扑面而来。哇，想不到京都城里这么热闹，比那无聊的皇宫好玩多了。小姐，您还是第一次这么开心呢，以前您都是不喜欢逛街的。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瞧见前面便是风流馆，拉着希儿直接走了过去。此刻正是人流量最多的时候，茶楼酒楼都挤满了人，可风流馆居然清冷无比，一个客人也没有。凤姐，你是那天晚上的？对，就是我。凤姐，按理说你的风流馆坐落在皇城中央，应该客满为患才对啊，怎么这么冷清啊？可不是嘛，当今右相看中了我这风流馆，
欲开个赌坊，我自是不愿意，因此惹恼了右相大人。自此以后啊，他便处处派人明里暗里的打压我的风流馆，挖走了不少人。用不了多久，恐怕我这风流馆是不得不抵押出去了。这也太过分了吧！这右相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哼，果然右相府都是一丘之貉，没一个好东西。既然这风流馆是兰博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他苏青莹就绝不能太客气了。凤姐，既然如此，我也有意收购你这风流馆，如何？你放心，我不过是想将风流馆发展成一个势力据点，充其量也只是他的幕后老板罢了。明面上你仍旧是这里的老板娘，你不必担心我的能力，我用人格向你保证，不出半个月，定会将这风流馆变成西明数一数二的青楼小馆。如此，那便再好不过。只要我还能待在这风流馆，我就别无所求了。可是右相权大势大，一手遮天，对风流馆势在必得。我看你们也不是普通的大家闺秀，我不想连累你们。姑娘，你们还是别趟这趟浑水了。这个你放心，区区一个兰博，我还不放在眼里。凤姐，日后你只管帮我好好打理风流馆就行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我自有办法对付他。这好，横竖也是死路一条。我相信你，愿意将风流馆交给你。放心，这个买卖你绝对不会输。抬眸看了看风流馆的装潢，凤姐，这几天风流馆暂时就不要开业了，风流馆的布置格调实在太单调了，我打算将风流馆的面貌来个大改造。过几天我会让人将重新设计的图纸交给你。另外，我要风流馆原来的那些美人幽灵的全部画像，择优劣汰，选出资质最好的。另外，再对外招聘一些优质美男，引入新资源，不管对方提出什么样的价格，都要想尽一切办法挖过来。一切听姑娘的吩咐。能招聘到就有鬼了。试问，哪个男的会自愿放下身段委身青楼楚馆？更何况还是美男。小姐，你想招聘美男？没错，我要在这里发展属于我的第一个势力根据点，而且自古以来就属青楼楚馆最能吸金，所以美男是必须要招聘的。关于招聘美男一事，必须要尽快提上日程，耽误不得。希儿的身子顿时不可抑制的剧烈抖动了起来。希儿，你怎么了？抽风了？是不是身子不舒服啊？这要是被太子殿下知道了，他小命就玩完了呀。与此同时，丞相府新瑶阁内，你说什么？苏心怡没有死？可恶，这傻子命真大，连揪红伞都毒不死他。妹妹，你做事怎么总是这般鲁莽？这话若是被人听了去，后果不堪设想，当心隔墙有耳。怕什么？姐姐，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姐姐，我就是不甘心，为什么这傻子总是能这么幸运？傻子？现在她可是出了名的才女呢。才女？我呸！就她！姐姐，你说这傻子为何短短几天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连外貌都变了个样？我都怀疑他们不是同一个人了。变化这么大，是有些奇怪，的确该好好查一查了。对了，姐姐，那把古乐琴……古乐琴，我们势在必得。这几天都不要轻举妄动了。这次下毒，想必他们已经有所警觉了，万不能在这里出了什么纰漏。这段时间，我们丞相府可不能有什么太大的动静。知道了，我还懒得对付他呢。又过了数天，是夜，西明皇城最繁华的街道上，人来人往，水泄不通。今晚他们大都是冲着天上人间而来。君离夜跟上官惊鸿走在街上，看着人群全部涌向天上人间，眸光忽然瞥到墙上贴着的一张招聘启事，吓得他下巴都险些掉了下来。只见上面写道：你空虚吗？你寂寞吗？你想拥有后宫3000吗？你想日日醉倒在女人香吗？来我们这里，天上人间，为你实现这些愿望。加盟我们天上人间，从此天上人间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只要你是美男，只要你能干，只要你日日坚挺，百万富翁不是梦。无论你是单身还是有家室，天上人间都敞开怀抱欢迎你。注意，长得丑的不要，那个太小的不要，早泄的不要，不能1夜14的不要。PS， 若你身边有7大活好的亲戚，请让他加入我们，工资翻倍哦。这天上人间的老板还真是个奇葩，简直与苏青莹如出一辙，有没有？黑心叶，我们要不要也去凑凑热闹？似乎很有趣，看看这天上人间究竟有何不同。禁不住上官惊鸿那热切的眼神，君离夜大步流星地朝天上人间走了过去。诸位，欢迎光临天上人间。为庆祝我们天上人间隆重开张，天上人间将推出了优惠政策，凡是今夜过来的皆是半价优惠，酒水减半，满5000两银子的还可参加现场的抽奖活动，中奖者可在天上人间白吃白喝3天。这话一出，下面的人群就骚动了起来。
纷纷吆喝着要加入。安静，安静！下面请各位欣赏我们天上人间的开场表演。说完，场面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随着类似现代音乐的节拍响起，一个又一个身穿着苏青莹设计的比基尼出场了。一出场，引得全场惊叫连连。表演进行到最后，天上人间的人流量一直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有增无减。主子，你的方法真是太管用了，仅是一天晚上，天上人间的收入便是以往的数倍不止。照这样发展下去，想必不用多久，我们天上人间一定会成为皇城的第一个青楼楚馆的。那当然，这不过只是个开始而已，以后还会有大把大把的银子涌进我们的口袋，日进斗金都不是问题。凤姐，下面准备的怎么样了？主子已经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开始了。今晚的压轴大戏还没上呢。表演到了尾声，舞台上美人幽灵们陆陆续续的下场。就在这时，舞台上垂落下一层薄薄的白色纱帘，在万众瞩目中，苏青莹一身蓝色锦裙，轻纱掩面，怀中抱着瑶琴，淡然坐在舞台上。是他，落月宫的云灵，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皇兄，你确定那就是云灵吗？云灵已经失踪了数月，莫不是你认错了？朕确定，云灵捉拿了你这么久，这次朕绝不会放过你。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他的声音婉转悠扬，让人心醉。在场众人无不听得痴了，就连轩辕洛尘望着他的目光都带了几分复杂的情绪。黑心叶，你说他会不会就是云灵呢？这也太巧了吧！自数个月他失去了踪影后，就从未有人再见过他。若他真的是云灵，他又为何来这天上人间？毕竟他的身份可……是不是他？一会儿结束不就知道了？也对，那我们现在就认真看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曲毕，就静静地抱着瑶琴离开舞台。顿时台下炸开了锅。面对场内失控的场面，凤姐不得不从后台走出，压住场面。苏姑娘是我们天上人间特意请来的琴师，苏姑娘琴艺卓绝，大家不必吵闹。以后呀，苏姑娘自每月的15便会到天上人间弹奏一曲，诸位若是喜欢，到时可来捧场啊。这么说，以后还有机会见到苏姑娘，那我以后天天来。是啊，苏姑娘不仅人美，就连歌声也美。天上人间后台，小美人，打听一下，方才那位苏姑娘现在身在何处呢？我们找她有些事情，劳烦告知一声。苏姑娘刚刚就已经离开了，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走了？小美人，你确定没有骗我？公子，小女子说的皆是实话。喂，黑心叶，你也太不厚道了，走了也不叫我。他已经走了，我们该怎么办？不急，来日方长。说的也是，反正他以后还会来，下次定然不会让他跑了去。你先回去吧，我看这天上人间的姑娘们一个赛一个美艳，我去瞧一把再回去。公主，您刚才唱的曲子真是太好听了。对了，希儿以前怎么从未听说过公主您会唱歌呢？没听说过自学成才吗？像我这么聪明的人，这有什么难的？公主，您自从恢复神智之后，真的变了好多，不仅什么都懂，而且性格又活泼。您就像个太阳，散发出的光芒叫人根本无法忽视。希儿好喜欢这样的公主。哎呦，讨厌！你这样夸我，我会很羞涩的啦。哎，公主的抽风症又犯了。君离叶，你怎么在这里？你刚刚是从天上人间来的？是又如何？我去，君离叶，看不出来原来你是这种人啊！居然来嫖妓，亏你还是堂堂北陵摄政王。公主，苏青莹，你胡说八道什么？本王什么时候嫖妓了？啊，不是嫖妓，难道是你那方面不行啊？行不行？你要不要来亲自验证一下？那倒不用，我没那方面的爱好。不过既然你不是嫖妓，也不是不举，莫非你其实喜欢男人？你个该死的女人，本王是不是对你太仁慈了？淡定淡定，别生气嘛，我就是开了个玩笑，缓和一下气氛嘛。一腔怒火就这般被这奇葩的女人浇了个彻底。哎，
那边有人在放花灯，走，希儿，我们也过去瞧瞧。瞅着苏清莹的背影，君离叶竟抬脚跟了上去。哇，好漂亮！公主，传说只要在花灯上写下想要祝福之人的名字，并将花灯放入水中，那么那个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接受到哦。真的？走，我们也去买一盏花灯。公主，您是想祝福太子殿下吗？不是，皇兄就在我身边，我会守护好他，无需祝福。我写的这个人远在天边，却在我心中占着极大的分量。但愿他能接受到我的祝福，过得快快乐乐的。萧天宇，他是谁？我靠，你丫的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的？能不能不要突然站在别人背后出声啊？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是谁管你屁事啊？我说君离叶，你这个摄政王当得很闲吗？麻烦你能不能别跟着我？男的？废话，不是男的还是女的呀？不准放！怎么感觉到满天的醋意呢？凭什么君离叶？你有病吧？有病就看御医，别挡着我的道，让开！他轻轻将他的花灯放入水中，目送他飘远。天宇，但愿你在21世纪过得开心快乐。现在的我过得很好，你不必为我担心。萧天宇是苏清莹在现代唯一的挚友，同时也是他的搭档。可惜在他死之前，也没能跟他说一声再见。哎，那里怎么那么多人？发生什么事了？姑娘有所不知吧？那边有个白发老翁出了3道难题，答对了的人呐，便可以拿走珊瑚珠。传闻呐，只要将这颗珊瑚珠磨成粉喝下，方可提升1倍的内力。可多人去答题了呢。能够提升内力的珊瑚珠，还有这种好事？我们也去看看。公主，还是不要了吧，我们已经出宫很久了，时辰也不早了，万一被太子殿下知道，我们可惨了。放心，有我在，皇兄不会责罚你的。本王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劝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珊瑚珠虽能提升内力，却会有严重的副作用。不过它若是与紫玉珠一起服下，可免除珊瑚珠带来的副作用，提升的内力也不可估量。你怎么知道？难道你有紫玉珠？说的不错，本王的手上确实有紫玉珠。真的？那你给我怎么样？给他能有什么好处？你看，我们现在是合作关系，勉强也算朋友了嘛。你要是把紫玉珠给我了，我有了内力之后，你就不用那么辛苦的保护我的人身安全了。而且啊，你内力已经这么变态了，这紫玉珠肯定对你没有什么作用了，你拿着也是浪费啊。就算对本王没用，紫玉珠也是价值连城的宝物，本王为什么要给你？你，哼，占着茅坑不拉屎。公主好粗暴啊！说话间，他们已经走进了酒楼。公主，那不是瑞王爷跟蓝小姐吗？你家公主我眼睛不瞎，真是冤家路窄呀！哼，苏清扬，你怎么会在这里？哼，真是阴魂不散呐！你以为你这样死缠烂打，本王就会喜欢你吗？哎呦，原来是东越国的傻子公主来了，怕是来缠着瑞王爷的吧？我呸，真不要脸！君离叶抬起血眸，视线一一从他们脸上扫过，射得场上众人皆不敢对上他的锋芒。哼，他妈的，脑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轩辕彻，你未免也太自作多情了吧？没看到我身后还带着一个帅的没朋友的帅哥吗？难道你自认为你比北陵摄政王还俊美？我宁愿喜欢君离叶，也不想看你一眼。别忘了，可是我退了你的婚的。苏清扬，你新瑶见过北陵摄政王东岳武公主。蓝心瑶，你别跟本公主来这套，虚伪！本公主总有一天会扒了你这狐狸皮，让大伙瞧瞧你究竟是哪个阴沟里爬出来的老鼠。够了，苏清扬，你来这里做什么？你蠢呢，自然是来赢珊瑚珠了。本来只想来看看热闹，没想到你们也在，所以本公主改变主意了。这颗珊瑚珠，本公主今天是要定了。切，就凭你，别开玩笑了。蓝小姐可是西明第一才女，一群井底之蛙，我就等着听你们啪啪啪打脸的声音。老人家，请问答题的规则是什么？没什么规则，只需全部答对老朽的3道题即可。3道题，那边的蓝姑娘已经答出了1道，姑娘只需答出剩下的2道题，便算获胜。好，第2道题的上联是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下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第3道题的上联则是日落相残，免去烦心一点。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女人，不要让本王丢脸。你就妥妥的放心吧，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怎么样，答不出来了吧？本王倒要看看你究竟如何丢人现眼。这女人真会招蜂引蝶，不来纠缠我了，却整天不要脸的黏着君离叶。你急着趁热去吃屎啊？急什么？这丫头真是直爽。这女人的无耻简直与日俱增啊！我只不过是在感叹，这么简单的题目，你们居然答了半天都答不出来。
真是替你们的智商捉急，亏你们还自称文人墨客呢，一群蠢货。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不过看五公主胸有成竹的样子，定是心中有了答案了吧？那便请五公主赐教。第二题，下联是映月景，映月影，映月景中映月影。而第三题则是一首谜语对联，上联是谜底的突字，下联则是炉熄火尽，不把一马拴牢，谜底是个驴字，合起来就是秃驴。老人家，我说的可对？一时间场上众人都愣住了，回过神来，个个神色各异。女人，你每次都能出乎本王的意料，给本王不一样的惊喜，本王对你真是越来越爱不释手了。别，你的厚爱我可承受不起，我还想多活几年呢。他看上的女人绝不会轻易放弃，对他有的是耐心。该死，这傻子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优秀了？不错，对得好，对得妙，老朽实在是挑不出什么毛病。那珊瑚珠自然是归你了，给丫头拿着。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现在本公主要拍卖这颗珊瑚珠，谁出的价高就诛了谁家。什么？你要把它卖了？丫头，这可是珊瑚珠啊，珊瑚珠懂吗？不是普通珠子，你就这么把它卖了？老人家，你这么大声干嘛？就因为我知道是珊瑚珠才……小心！只见他们原本站着的地方直立立地插着几支毒箭，数十个黑衣人窜出了酒楼，个个脸上都闪烁着森冷的杀意。我靠，我就这么招人恨吗？又是来追杀我的？哼，找死！君离夜，别忘了你不可以使用内力，我没这么废物，区区几个杀手我还绰绰有余。一个转身，身形如鬼魅般的落入黑衣人的包围圈，短短几秒就迅速干掉了几个。而就在这时，另一波黑衣人训练有素地跃上酒楼，也加入了苏清莹的打斗中。他们杀气内敛，身手狠辣，跟苏清莹的杀人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喂，这是你的人？不是。既然有人替他们挡住了刺客，君离夜便趁乱带他们回到了流云宫。回想起今晚的遇刺，苏清莹眸中的金光一闪而逝，跟前几次一样，又是那个特殊的香味。这次的杀手跟上次下毒的显然是同一伙人。不过酒楼最后来的那波人到底是谁？好像他们是特地来帮我的，难不成是皇兄？可不像啊！算了，不想了。再想我的脑细胞都死光了，管他呢，只要不是来借钱的就行。第二天，这几天的日子实在过得太舒服，导致他差点荒废了自己的一身本领。从昨天的打斗中，他明显感觉到自己身手退步了许多，也迟钝了许多。于是他暗自下定了决心，绝不能再这么堕落下去了。从流云宫开始，绕着皇宫晨跑。放肆！见到本宫为何不跪？你那是什么装扮？简直伤风败俗。请问你是？连我们淑妃娘娘都不知道，你好大的胆子！苏妃卫生间我倒是认识，淑妃娘娘是哪根葱？不认识。好狗不挡道，麻烦让让，我还要晨跑。你敢骂本宫是狗，还敢骂本宫是根葱？我又没点名道姓，你何必要对号入座？见过蠢的，没见过这么没脑子的。放肆！来人，给本宫将这贱婢抓起来！我看谁敢对我动手！你一个小小的淑妃，无权处置一国公主吧？你是哪国的公主？连本公主都没有听说过，你也太孤陋寡闻了吧！我就是那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貌美如花的东越国五公主苏清莹。苏清莹就是那个魅惑皇上的傻子公主，倒真是长了张狐妹子脸，怪不得皇上会被你勾了魂。本宫正想找你呢，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勾引轩辕洛尘了？我们之间很纯洁的好不？后宫佳丽3000，他怕是铁杵都磨成绣花针了吧？住口！皇上岂容你诋毁？去！倏然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抹算计。淑妃大美人儿，如果我能让轩辕洛尘宠幸你，你是不是就可以放过我了？你有什么办法？嘿嘿，你身材这么火爆，不好好利用真是浪费了。要是你勾引，轩辕洛尘顶得住才怪。说着，他伸手捏了一下他的胸部。放肆！哎呀，不就捏了一下吗？那么大声干嘛？算了，本宫不跟你一般计较。你说的那个方法不行，皇上不近女色，几乎从未在任何妃嫔宫中留宿过。那简单，下药呗，多么简单粗暴。皇上武功高强，下药根本行不通。扔给他一个白瓷瓶。这是我改良过的媚药和春散，它无色无味，药性之强是普通媚药的好几倍，就算是君离夜这种高手也不会察觉。本宫就先多谢五公主了，日后本宫平步青云了，定不会忘了五公主的仗义之举。应该的。
谁叫我跟淑妃姐姐这么一见如故呢？以后要是有需要，尽管来找我，我这里还有很多合成伞呢。好妹妹，以后在宫中有什么不便，尽管来找姐姐，姐姐一定会照顾一二的。一定一定。一想到淑妃对自己千恩万谢的脑残模样，苏青莹就忍不住想笑。不过轩辕洛尘是否会喜欢自己今晚为他准备的节目呢？想想就好激动呢。小丫头，脚步一拐，他假装没看到他似的，从他身边错开。小丫头，本王可没有得罪你吧？怎么看到本王就走呢？你们几个姓轩辕的都是一个模样，我看了就不爽，顺势煞风景。本王可跟他们两个不一样，本王很亲民的。小丫头，你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嘛。不好意思啊，是我眼拙，没看出来。小丫头，方才见你笑得这么开心，是不是又做了什么坏事了？我不笑，难道我还哭啊？还有，谁是小丫头？我有名有姓。好好好，本王不叫你小丫头了，叫你苏苏怎么样？苏你妹啊！搞得好像我跟你很熟似的。去，别套近乎。哎，小苏苏，你真绝情。哎，轩辕墨，我有个问题很好奇。嘿，你说轩辕洛尘这么多妃子，他一天要睡多少个女人才能睡得完呢？他的小弟弟受得了吗？会不会不举呀？你真的是女的吗？你要验一下不？算了，本王没那嗜好。不过，小苏苏你想多了，皇兄从不近女色，后宫的女人不过形同虚设罢了。啊，这么说，他到现在还是只童子鸡喽？童子鸡？平时看他挺能装的，想不到居然还是个老处男。哎呦，这可真是个皇家秘辛呢。轩辕墨，你不会也是老处男吧？你看本王的样子像吗？哼，我看也是。瞧你那副肾虚的样子，肯定夜夜动辄青楼，是处男就有鬼了。怎么感觉他好像又说错话了？嘿嘿，真巧呀，五公主。是啊，真巧。你们的行宫在南边，这里是北边，真的好巧啊。五公主，你可真不给面子啊！给面子？你有脸吗？小苏苏说的是。轩辕墨，你很闲吗？就是，快滚吧，别打扰本宫跟五公主在一起的宝贵时间。如此，本王就先告退了。小苏苏，本王下次再找你玩。上官惊鸿，你也该滚了吧？哎，别这么不近人情嘛！正好你现在已是自由身，本宫长得也不赖，我们简直是天生一对。要不要考虑当本宫的太子妃呢？没兴趣。为什么呢？本宫很有钱的，金山银山一大堆哦。上官惊鸿，你很无聊吗？是有点。有没有兴趣跟我玩个游戏？有何不可？虽然觉得苏青莹的笑容让他心里有些毛毛的，但是他很好奇这丫头会打什么鬼主意。与此同时，另一边左相府，你说什么？东岳五公主在酒楼遇刺，落月宫出手相救，你确定那是落月宫的人？你可看清楚了？回相爷，属下确定后面那批就是落月宫的人。虽然他们都蒙着脸，可他们独属落月宫的招式，属下不会看错。查东岳五公主跟落月宫有何关系？另外，弄清楚落月宫来西冥的目的。是，属下告退。荣月拿起那张刚刚被弄脏的画像，眸光一下子柔和了起来。画像上是名极美的女子，竟跟苏青莹有7、8分相似。会是你吗？一名绝美的青衫女子巧笑盈盈地走了进来。夏师兄，你已经忙了一天了，该用膳了。婉儿，先放着吧，我还不饿。司徒婉儿抿了抿唇，不再开口说什么，只是心下隐隐有心痛的感觉。流云宫旁边的8角琉璃亭里，3个1带1对10。哎，等等，4个2，这我又赢了！给钱，快给钱！又赢了？不是吧？从开始到现在，本宫可一把都没赢过，你手气也未免太好了吧？光是输的银子就已经达到5000两了。嘿嘿，愿赌服输，技不如人就别怨我了。快给钱，快！上官惊鸿认命的摸了摸腰带，却是把全身摸了个遍，也找不到一个子儿。小银儿，那个本宫今日没带这么多银子，不如就算了吧，小赌怡情嘛。就是啊，公主，喜儿所有的银子都被你赢去了，喜儿真的没有银子了。不行，绝对不行！不还钱就留下你们的裤衩，我就不信堂堂北陵太子爷的裤衩没人要。上官惊鸿与希儿顶着满头的黑线，无语至极，
愣着干嘛呀？快脱呀！难道要我亲自动手？公主，你这丫头真是掉钱眼里去了，总比掉屁眼里去好吧？经过三人一阵激烈的协商，最终上官惊鸿跟希儿吞泪立下一张丧尽天良的字据。若是日后不能还上，他们就得乖乖献出裤衩。怎么样？要不要再来几把？算了吧，再跟你玩下去，本宫怕是要成为史上最穷的太子了。等本宫回去研究透这斗地主，再回来跟你继续厮杀。不是我吹牛，你就算研究几年，也不是我的对手。小莹儿，有没有人告诉你要谦虚呢？啊？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谦虚过头就是骄傲啊？你赢了。晚上舒服的泡了个澡之后，好多好多钱呢！啊，这就是钱的味道啊！真想被钱埋着睡觉。谁？我靠！苏清莹，轩辕洛尘，你要干什么？你好大的胆子！是你让淑妃对朕下药的，对不对？轩辕洛尘，凡事都要讲究证据，你别污蔑好人。淑妃是谁？我不认识。我是东越国的五公主，你要是敢对我怎样，东越绝不会善罢甘休。你以为朕会怕？你当初既然敢出使淑妃给朕下媚药，就该明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朕现在就用你解了这药性。轩辕洛尘，你敢？要发情去找别的女人去，反正等着你临幸的女人如过江之鲫。你放开我！哼，朕有什么不敢？混蛋，你放开我！轩辕洛尘，你今日若是敢动我一根头发，我一定阉了你！怎么，你也会有怕的时候？可惜迟了。当初算计朕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种后果？还记得朕手上的这个是什么吧？这是他当初交给赫连晴儿的和春伞，没想到赫连晴儿那蠢货居然没用完。你要做什么？我警告你，别乱来！这样的好东西怎么能只让朕一个人享受呢？眼看就要往苏清莹的嘴里倒去，苏清莹猛然挣脱他的束缚，起身就往门口跑去。想跑？没这么容易。轩辕洛尘将和春伞强行灌入苏清莹口中之后，紧接着他的吻便铺天盖地般朝他的脖子、脸上落下。轩辕洛尘，你个禽兽！放开我！放开我！别碰我！你若是敢乱来，老子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可恶！你给我去死吧！猛然抬腿撞向他的胯下，他这一撞可是用尽了力气的，轩辕洛尘就算不死也得废了，竟疼得直接晕死过去。糟了，是药性发作了！该死的轩辕洛尘，怎么办？身子好热！咬了咬牙，苏清莹实在忍无可忍，打开房门朝某处地方跑了过去。金阳宫，苏清莹，怎么是你？你在本王的行宫做什么？你为什么像个痴呆一样？本王让你说话，你……他下意识地抱着他，樱唇重重地附在他脖唇上，胡乱地在他唇上乱啃乱咬。你个该死的女人，知不知道你在玩火？热，好热，好难受！你中了媚药？难受，好难受，我好难受，给我！苏清莹，你看清楚了，我问你，你可知道本王是谁？君离叶。为什么会找本王？因为你是君离叶啊！苏清莹，你不要后悔。君离叶凝了凝眸光，身下的欲火不再刻意压制，紧紧抱住他，将他压在墙上，反客为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君离叶忽然停了下来，将他大横抱起。来人，准备一桶冷水。是。浓墨一般的天空渐渐露出了日光，迎来了新的一天。冷死我了！醒了，换洗的衣服在桌子上，自己穿上。你昨晚为什么没有？你很期待？当然不是，我只是好奇，像我这么貌美如花的人，你怎么会放过了？该不会是你那方面真的不行吧？要本王现在证明给你看吗？不用了。苏清莹从冷水中出来，换上君离叶为她准备好的衣服。你本就不是出于自愿，本王不想趁人之危。君离叶，谢谢。不错，这身衣服倒很适合你。泡了一夜冷水，过来一起用膳吧。真是鸡鸭鱼肉样样俱全。君离叶，你也太会享受了吧？喝了它。这是什么？姜汤。
端起江水一饮而尽。半晌，大概吃了个半饱。君离夜，把紫玉珠送给我好吗？理由？我想保护自己，尽管我有身手，但这还远远不够。之前我一直以为只要我身手够快，即便我没有内力，这世上也没有谁能轻而易举地伤到我。可是现在，我终于意识到我当初的想法有多么天真了。没有内力，这绝对是个不可逾越的天堑。好。啊，你同意了？就这么轻易给我了？不用提要求什么的？上回你不是死活不同意吗？本王现在改变主意了。君离夜，突然觉得你太可爱了。啊，怎么了？没什么，只是肚子有点痛。你脸色都苍白了，还说没事？鬼医，鬼医，马上给本王滚过来！不用了，君离夜，我真的没事儿，你放开我，不用叫大夫，不用。吵死了！君离夜直接点了他的穴道。君离夜，你丫的解开我的穴道！主子，属下来了，快看看他到底怎么了。片刻后，主子，如何？说。主子，五公主身子并无大碍，只是有些风寒。没事，她会痛成这样？主子，五公主是来癸水了，俗称月事。君离夜顿住了，我都说我没事了，还不快给我解开穴道？本王让人为你送套新的衣服过来。解开苏清莹的穴道后，连忙跟鬼医退了出去。从金阳宫换好衣服后，慢悠悠地返回他的流云宫，路过御花园，正好瞧见几个侍卫拖着赫连晴儿。本宫不要去冷宫，本宫是淑妃，皇上的妃子，你们不能这么对我，放开我！本宫要去见皇上，本宫要去见皇上。淑妃娘娘，是皇上下令让我们把你送去冷宫，请不要为难属下。不要，本宫绝不要去冷宫，不要去冷宫。苏清莹，是你个贱人，是你害我，我要打死你，是你骗了我，你害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毫不客气地飞起一脚，狠狠将他踢落到旁边的湖里。救命！我不会游泳！救命！救命！哼，赫连晴儿，你可知道你错在什么地方？错在你明明是个人，却偏偏长了一个猪脑，智商低下，自己成事不足就怪别人，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东岳五公主，淑妃娘娘，显然就是不把我们东岳国放在眼里。本公主给他一脚那都是轻的，让他以后长点脑子。行了，你们下去救他吧，本公主也不想闹得太大。属下谢过东岳五公主。他转身就走，眼角余光瞥见前方那一抹明黄色，他顿了顿。轩辕乐禅，若不是顾及两国颜面，就凭你昨晚做的那些，就足以让你死100次了。再有下次，绝对让你断子绝孙，哪怕拼尽我的所有。哼，好狂的口气啊！哼，你尽管试试。扔下这句话，他转身就离去。一路回到流云宫，远远就看见苏子毅坐在旁边的石桌上等着他。莹儿，你又跑去哪儿了？怎么不在寝宫里？一大早你去哪儿了？皇兄，不用担心，我只是出去走走，不会有事的。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哎，你呀，可用过早膳了？吃过了。莹儿，来人，快去叫御医！入夜微凉。莹儿，你怎么样了？可觉得身子有哪里不舒服？皇兄，我没事，不用紧张。方才我怎么了？你感染了风寒，幸好不是太严重。莹儿，你也太不懂得照顾自己了，这么大个人了，居然不知道自己得了风寒。还好无什么大碍，如果你出了什么事儿，让皇兄怎么跟父皇交代？对不起，皇兄，我知道错了，你千万别生我的气，我最怕皇兄生气了。傻瓜，皇兄怎么会生你的气呢？皇兄是真的心疼你。现在觉得身子怎么样了？好多了，现在就是有点头晕。那你便好好休息，皇兄不打扰你了，切记万不可再私自跑出去了。我知道了，没好之前保证不出去。刚要入睡，空气中似乎有不同寻常的声音。是你？你来这里做什么？给你送红糖水，喝了它。给我的？鬼医说红糖水可缓解癸水之痛。你就是特地来给我送红糖水的？看你脸色苍白，姑不放心。苏清莹接过红糖水，想也不想就如数喝下。君离夜，我困了，你先走吧。君离夜走后，苏清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了大半夜，愣是无法入睡，心跳老是不正常的跳快几分。破天荒的，她居然失眠了。第二天快天亮时，她总算是好不容易浅浅入睡了会儿，却被希儿早早的叫了起来。她真想爆粗口。公主，你醒了，身体怎么样了？头可还晕？还好，就是有点乏力。如果你不吵醒我睡觉，那就更好了。公主，您快来吃早膳吧，太子殿下特地让希儿为您煮了碗参汤。我去，你们喂猪吗？
这些啊是太子殿下专门为您准备的。公主要是猪，那也是只幸福的猪。你才是猪。莹儿，皇兄，希儿见过太子殿下。还没用膳呢。挥手示意希儿退下。苏子毅径自在桌边坐下。还没有啊，正好皇兄你来了，一起吃吧。不用，皇兄此次前来是想问你些事儿。皇兄要问什么事啊？莹儿，你老实告诉皇兄，你与北陵摄政王到底是何关系？君离夜，我跟他不是很熟，怎么了？皇兄为何这么问？如此便好，莹儿，答应皇兄，切莫与君离夜走得太近。他这个人远比表面看起来更加深不可测，皇兄不想你受到任何伤害。放心吧，皇兄，我知道分寸的。有你这句话，皇兄便放心了。对了，眼看齐国大典就越来越近了，西明国的政局似乎有些不同寻常。这段时间尽量不要跟西明皇室有太多牵扯，以免卷入其中。这个就算皇兄不提醒我，我也会自动跟他们保持距离的，保证有多远就离他们多远。苏清莹很少生病，这次的感冒加上痛经，差点要了她半条命。一个人懒洋洋地趴在八角琉璃塔里发呆，她实在想不通，皇兄为何对君离夜这么防备。嗨，小莹儿。我靠，上官惊鸿，你来干什么？有病啊！吓死老子了！小莹儿，你可真是没良心，亏本宫还特意给你送了株上好的人参补补身子。东西放下，你可以走了。啊，对了，还有本公主的钱，没钱就把裤衩留下。放心，本宫堂堂一国太子，少不了你的。瞧见那一大把银票，苏清莹心中的闷气顿时消散了不少。小莹儿，这次本宫带了不少银子，经过这几日的琢磨，技术可提升了不少，要不再来几把？不玩，没心思。你居然对银子不感兴趣？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你不知道女人总有几天是心情焦躁、生无可恋的吗？哪几天呢？来月事。哎呀，为什么不玩呢？那多无趣呀！难道你就打算在这里闷一天啊？哎，要不本宫请你出宫喝酒如何呢？本宫可知道有个地方卖的酒水特别香甜。你请客我就跟你出宫。考虑到穿女装去喝酒着实有些不太妥，苏清莹换了套男装，出了西明皇宫后，果然好香，入口香甜清冽，唇齿余香。上官骚包，你眼光不错呀。骚包？本宫很骚包吗？啊，一个大男人天天穿着红衣招摇过市的，不是骚包是什么？难道叫你上官火鸡？算了，还是骚包吧。哎，你们听说了吗？据说啊，这落月宫的人已经来到我们皇城了。落月宫，传说中那个杀人不眨眼的神秘组织，他们的总部不是在北陵国凭借吗？怎么会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西明皇城？落月宫一直是江湖上的传说，其势力之大，让各个皇室皆不得不忌惮三分。嗨，谁知道呢？我听说他们这次出动了不少人呢，是专门来寻他们公主的。落月宫公主云灵，难道传说是真的？落月宫公主真的下落不明了？前段时间那个满月楼出现了一波刺客，听说就是落月宫出手将他们杀了个片甲不留啊。可上次无缘无故的，他们为什么要帮他？上官惊鸿褪去了平日的轻佻，眸波沉了沉，隐晦莫名。南新瑶，他要去哪里？他一时玩心大起，撇下心事重重的上官惊鸿，悄悄跟上蓝心瑶。察觉到身后有人跟踪自己，蓝心瑶只身拐进一条小巷。跟了我那么久，阁下该现身了吧？哈哈，我以为我已经藏得很好了，却不想还是被你发现了。小美人警惕性挺高啊。心瑶不知何时得罪阁下，阁下为何要跟踪心瑶？哪个男人不喜欢美人？看你这身段儿，真是销魂。呵呵，不知床上功夫如何？找死！哟，看不出你还会武功，有意思。本少爷就喜欢驯服你这种猎花。我本不想杀人，偏偏你要送上门来，这就怨不得我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美人，你身上好香啊！小心，又来一个找死的。我们走。两指扔出一个烟雾弹，运起轻功迅速离开了小巷。该死！东岳五公主，刚才多有得罪，请见谅。你认识我？是呀，赏花宴上有幸见过公主。赏花宴？小姐，小姐，可算是找到你了！原来你在这儿啊！奴婢还以为将你给弄丢了呢，可吓死奴婢了。嘉亲，我们走吧，师兄该等急了。五公主，我们后会有期。哎，等等，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谢谢你刚才出手相救。五公主，请你务必小心蓝心瑶，她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如此简单。我知道，
没想到他武功居然这么高，要不是今天偶然发现，恐怕我也会跟其他人一样被他的外表给蒙骗了。对了，以后我还能见到你吗？有缘自然会相见的。五公主告辞了。目送他们完全离开，苏清莹便顺道去了趟天上人间。经过这一闹，她早已没了喝酒的好兴致。金阳宫，墨轩，最近西明政局如何？回主子，西明国表面上没什么，可暗地里右相兰博早已勾结党羽，轩辕洛尘看在眼里，却没有什么动作，似乎有继续放任他的意思。哼，他这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只可惜兰博这老东西早已被权势冲昏了头脑，没发现罢了。主子，我们该如何做？静观其变，等着吧，西明很快就有好戏看了。是主子，属下告退。慢着，将这碗红糖水给东岳武公主送过去。是主子。自个儿一个人回到皇宫，他很好奇，到底是谁在天上人间三番五次打听他的消息。五公主低着头假装没看见他，转身就往回走。五公主，本王也不是牛鬼蛇神，你怎么老是躲着本王呢？知道我不想见你，你还屁颠屁颠的凑上来。五公主，我劝你不要跟君离夜走得太近，相信苏子义也警告过你了。凭什么？我跟谁做朋友还得经过你们的批准啊？你这么不希望我跟君离夜走在一起，莫非你暗恋君离夜？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既然不是，你就没资格干预我，你管我跟谁走得近？轩辕墨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眸中有什么情绪转瞬即逝。王兄来了，调查的如何了？兰博这老家伙一直在秘密勾结党羽，暗中将他的人渗入到皇宫内部，相信不用多久，他就会露出狐狸尾巴了。哼，如此明目张胆的造反，真当本王是瞎的？他老了，野心也大了，朕一直想找机会铲除掉他，没想到自己倒给朕了借口。正好借着这次，朕倒要看看有多少人是心怀不轨的。对了，皇兄，小七那边这几天你给朕好好盯着他，朕可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又生出来什么指甲。皇兄，臣弟明白。与此同时，右相府，爹，你找我？瑶儿，过来，爹有话问你。苏清莹已经跟瑞王解除了婚约，如今你与瑞王殿下之间如何了呀？爹，你有所不知，王爷虽然与苏清莹解除了婚约，可那傻子不知为何突然性格大变，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嘴皮子更是凌厉刁钻，就连我也几次三番差点栽在他手里。苏清莹会武功，她的招式很奇怪，每一招每一式都极其简单，却能让人避无可避，招招毙命。瑶儿，你可怀疑过她的身份？爹，你的意思是现在的苏清莹很有可能是冒充的？若她是冒充的，那真正的苏清莹呢？不然一个人岂能在一夕之间变化如此巨大？瑶儿，此事交给你彻查。对了，瑞王爷可曾说过何时会娶你？不曾，之前王爷的确答应了会娶我，可不知那苏清莹对王爷使用了什么狐媚子手段，令王爷现在对他隐隐产生了些兴趣。每次只要我一跟王爷提起求亲之事，他便会岔开话题。哦，竟有此事！瑶儿，3日后你去请瑞王爷来右相府做客，他若是执意不肯娶你，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爹，你要对王爷下手，先要恳求爹高抬贵手，不要伤了王爷。那要看他肯不肯配合了。爹放心，不论用什么手段，星瑶一定会让王爷娶了女儿。瑶儿啊，你万万不可感情用事啊！星瑶明白。夜幕落下，大地一片漆黑。流云宫，公主，今天您是不是又偷偷出宫了？怎么不带信儿了？乖，下次肯定带上你。用点力，力度不够，再用点力。对了，公主，今早有个奇怪的男人来流云宫，说要给公主您送红糖水。红糖水？该不会是君离夜吧？他有说是谁让他送来的红糖水吗？这个人冷得很，就板着张脸，张口闭口就是红糖水几个字。奴婢觉得他应该不是好人，就将他赶了出去。那红糖水呢？奴婢不小心倒在他身上了。好吧，希儿，落月宫是什么来头？最近在哪儿都能听到这几个字，你跟我说说呗。公主，您不知道落月宫？不知道很奇怪吗？也对，想来公主您早就忘了。公主，落月宫可厉害了，势力之大，渗透各个国家，不仅黑白两道上的人对其闻风丧胆，就连各国都忌惮3分呢。这么牛？尤其是落月宫公主云灵，她可是名震七国的奇女子呢。传闻她不仅长得美若天仙，而且武功还很高呢。奴婢可崇拜她了。公主，您那个古月琴就是云灵公主的武器。她就是古月琴的主人。一个女子独自一人建立了这么庞大的势力，的确是厉害呀。而且奴婢还听说云灵公主曾救过北陵摄政王，北陵摄政王一直倾心于她呢。君离夜喜欢云灵？不止北陵摄政王，就连西明皇也对云灵公主心生爱慕呢。停，不听了，无聊，我困了，要睡觉了。公主不按摩了吗？不按了，睡觉。公主的抽风症铁定又发作了，于是她默默地退了出去。苏清莹裹着被子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听到君离夜喜欢云灵，我怎么心里就是不舒服呢？怎么有种被抛弃了的感觉？
既然这把古月琴是云灵的，那怎么会落到轩辕洛尘手上？云灵去哪儿了？自从上回君离也将紫玉珠送给他后，他当天就把紫玉珠跟珊瑚珠磨成粉服了下去。现在他应该也算是有内力了吧？玉指轻挑银弦，一道劲风朝着窗外大树飞射而去，大树轰然倒地。我靠，轻轻一下就这么大的威力，比火炮还厉害！这古月琴简直要逆天了呀！也不知道轩辕洛尘的龟毛是怎么想的，这么好的东西居然白白便宜了我。他这个皇帝不会是抽签抽的吧？不过好奇怪哦，我怎么觉得这古月琴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呢？就好像它原本就是我的一样。应该是错觉吧，古月琴之前可是云灵的武器。听到流云宫这么大的动静，御林军很快赶了过来。为了不必要的麻烦，苏青莹赶紧关紧了窗户睡觉，一觉睡到大中午。妻儿，怎么每天都是这几个菜啊？就没有鱼吗？我想吃鱼啊！公主，这些可都是您最喜欢的菜啊，您平常不是最爱吃吗？拜托，这大半个月我天天吃这几个菜，就算再喜欢也会腻吧。鱼，我要吃鱼，我要吃烤鱼啊！哪里有鱼？公主，注意形象啊！对了，我怎么没想到呢？凌霄殿那边的湖里养着一群石鱼呀！公主，您不会再打那些鱼的主意吧？据说那些鱼是西明皇的母妃临走前养的，西明皇可是十分喜爱的。原来那些石鱼已经养了这么久了，难怪上次瞧着那么肥大呢。味道一定很鲜美。公主，希儿小心肝一颤，可惜苏青莹并没有给她继续开口的机会。哇，好肥美的石鱼啊，我有口福了。公主啊，我们还是走吧，万一被西明皇知道我们在打这些鱼的主意，我们就惨了。就是太子殿下断然也不会轻饶了我们。放宽心啦，等轩辕龟毛知道这些鱼早就化成翔拉出来了，无凭无据，他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对不对？无语间，苏青莹已经挽着袖子，用树枝串了一整串的石鱼。希儿，生火，准备烤鱼。公主，您怎么抓了这么多啊？我们吃得完吗？身后传来一阵声响，皆一副见鬼的惊恐表情望着他们。瑞王，猫王，你们怎么会在这里？这话该我们问你才对吧？这里是凌霄殿的禁地，你们在这里做什么？看什么看？这是我抓的，你要吃自己下去抓。你要吃了它们？废话，石鱼的味道最是鲜美，我不吃，难道闲得蛋疼过来看风景啊？让开让开，别拦着我生火。烤了半晌。五公主啊，你这烤鱼手法好特别呀，本王就从没闻过这么香的烤鱼啊。哎，要是有佐料就好了，有了佐料，这鱼的口感会更好。需要什么佐料？本王帮你找。孜然、胡椒粉、葱花，还有五香粉。五公主，本王听说过胡椒粉跟葱花，却是从未听说过孜然、五香粉，有这种佐料吗？孜然跟五香粉是公主自制的，用来当佐料可美味了。流云宫还有一些，奴婢回去取来。快去快回。那胡椒粉跟葱花就有劳你了。这两样御膳房就有，五公主你自个去好了，本王留在这里帮你看着鱼。一边去，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想吃鱼自己下去抓。可本王不会烤啊。不会就下去抓鱼，等我回来，白白的烤给你吃。我傻呀，我自己还不够吃呢。记住，不许偷吃了，否则老娘拆了你。好，本王抓鱼等你回来，绝不偷吃。得到轩辕墨的再三保证，苏青莹这才放心动身前往御厨房找葱花跟孜然。二哥，你我二人都知道这鱼对皇兄有多重要，你当真要随苏青莹胡来？嗨，这时候皇兄应当在御书房，尚不会过来这边，更何况这鱼也不少，吃一些皇兄应该是不会知道的。可小七，这鱼香吗？啊，你肚子饿不饿？是有点。你就不想吃吗？啊，二哥，是你自己想吃吧？行了，你看着这鱼，可别让它糊了，不然小丫头回来可要炸毛了。轩辕墨运起内力，一掌就朝湖水打去，数条石鱼就这么飞落到地面上。二哥，我还是觉得这样有些不妥，对不住皇兄啊。希儿一路小跑回到了流云宫附近。红糖水，红糖水，红糖水你妹儿啊！怎么又是你这王八蛋？你就不会好好走路，会有多了不起啊？你的鼻子，还不都是你害的？你到底是谁啊？干嘛老是来流云宫送红糖水？奉主子的命令，为东岳武公主送红糖水。给公主的？你主子是北陵摄政王。这是北陵摄政王给公主的？你的名字？自然。另一边，轩辕狗皇帝吃的也太奢华了吧，还有宫保鸡丁、糖醋鲤鱼、水晶蹄膀，真是太浪费了啊！好香啊！这么多菜，轩辕狗皇帝肯定吃不了这么多，掉了太可惜了。不如姑奶奶帮他消灭一点。苏青莹端起宫保鸡丁和水晶蹄膀，
钻入桌子底下，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看着空空如也的菜盘，总感觉这样有点对不起轩辕洛尘。眼角余光瞥到角落里待宰的一只乌鸡，呵呵，礼尚往来，吃了你的一只小鸡，我还你一只大乌鸡。苏青莹贱笑着盖上菜盘，拿了些胡椒粉跟葱花，便悄声离开。皇上可以用膳了。这道是您最爱的宫保鸡丁，您要不要尝尝？端过来，打开盖子。是。小福子十分殷勤地抢着打开菜盘盖子。大胆，竟敢戏弄朕！而轩辕洛尘这用力的一拍，那只被苏青莹打晕的乌鸡瞬间清醒了过来，狠狠地在轩辕洛尘那鬼斧神工的龙颜上啄了一口。来人，给朕宰了那只该死的乌鸡！御膳房办事不力，将御膳房所有人押入大牢。皇上饶命啊！皇上，奴才什么也不知道啊！拉下去。皇上，属下有事禀报。说。皇上，有人禀告，秋明湖那边似乎起火了，那边冒着浓烟。摆架秋明湖。看，我就说吧，撒上这些佐料，味道是不是更鲜美了？味道确实不错。你对烤鱼的手法为何如此熟练啊？还不是因为以前我傻，我那些个皇姐皇妹们都欺负我，常常让我饿肚子。长此以往，我只好自己抓鱼填饱肚子喽。久而久之，就学会了这一手烤鱼的绝活。原来你以前过得如此凄惨。苏青莹，对不起，本王之前如此对你。哎，得了吧，我苏青莹也不是那种死抓着过去不放的人，过去的都过去了。我虽然不能原谅你，但也不会再恨你。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谢谢。苏青莹笑了笑，却是没有再回话，专心吃她的鱼。皇上，就是前面。果然又是那个该死的女人！你们在干什么？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抬头。嗨，小晨晨，好巧啊！嗨，皇兄，好巧啊！皇兄好。轩辕洛尘一记冷冽的眼神就扫了过来。没什么。苏青莹，你这个该死的女人，简直是活腻了！来人，给朕将这个该死的女人抓起来！这次就算苏子义也别想护住你。皇兄，且慢！你们两个想为他求情，都自身难保了，你们的心可真是宽容啊！先管好你们自己，别以为朕这次会轻易放过你们。等等，小晨晨，这其实是个美丽的误会呀！误会？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你当朕瞎的？带走！都怪你们，非要请我来这儿吃什么烤鱼，说什么这里的烤鱼最是肥美，绝对不会有人知道。现在好了吧，吃着吃着，本公主我都要吃进大牢了。我们别装傻，要不是你们死活拽着我来，我才不来呢。不是你，少废话，这鱼是不是你抓的？是，可本王。这火架上的鱼是不是你烤的？是，但是那不是你教我们烤的吗 ？Bingo， 轩辕洛尘，你听清楚了吧？他们已经承认是他们的错的，我是清白的，与本公主一点关系也没有。丫头，你实在是太无耻了！轩辕墨，你眼瞎吗？本公主牙齿如此洁白，你看还能闪闪发光呢。你，朕亲眼看到你在吃鱼，就算不是煮饭，也是供饭，拿下！喂，轩辕洛尘，你也太偏心了吧！我知道你想包庇自己的兄弟，但你也不能因为我是一国公主，就随意让我背黑锅吧？我只是一介弱女子啊！你是弱女子，天底下怕是没有哪个女人比你还彪悍。哎呦，讨厌！轩辕洛尘，你这么夸我，我会骄傲的。轩辕洛尘脚步也是一个趔趄，他不可思议的抬眸瞪着他，一口气噎在喉间，上不了下不了的。这女人彪悍的委实颠覆了他对女子的印象。凭着那条3寸不烂之舌，苏青莹就轻而易举的把自己撇干净了。轩辕洛尘纵使再愤恨，也奈何不了他。当下他就吹起了口哨，异常嚣张的从他们面前悠然自得的离开。公主，孜然跟五香粉希儿拿来了，可以烤鱼了。瞬间，苏青莹那得瑟的神色一僵。希儿，你可真会挑时间。公主。苏青莹，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轩辕洛尘，冒昧问一下，这些鱼是谁养的？自然是朕的母妃。你个不孝子，照这样说，我吃了你的鱼，于情于理你都应该狠狠的感激我。没想到你非但不感恩戴德，还想抓我。你这个疯女人又在胡言乱语什么？朕如何不孝？你吃了母妃的鱼，朕还要感谢你不成？你看，那边不远处就是你住的凌霄殿，你住的地方有那么多的守卫，就连暗卫也是3步一个哨岗，保护的密不透风。反观这里，荒无人烟，凄凉至极，你就是这般对待你母妃辛辛苦苦养的鱼的？这边是凌霄殿禁地，没有朕的命令，谁也不许私自来这里。你个蠢货！
哎呦，苏姑娘、苏奶奶，你要不要这么彪悍啊？连一国皇帝都敢开骂。苏青莹，这是不是对你太宽容了？亏你还是个一国之君，你这么蠢，你爸妈知道吗？真怀疑你的皇帝是不是当初抽签抽的？谁都知道你这里养有肥美的食鱼，你将这里封为禁地，不许任何人过来，这不是变相引诱别人犯罪吗？他说的好有道理，他们竟无言以对。除了你，还有谁有这个胆子？ No， 肤浅，你实在是太肤浅了。美食面前，一切都是浮云。你看你那2个亲爱的兄弟，他们明知道这些鱼对你有多重要，还是义无反顾的吃了，因为他们存在一个侥幸的心理，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轩辕墨、轩辕彻集体无语，他们真是躺着也中枪。所以啊，要不是我，你还不一定会重视这里，重视你母妃养的鱼。不用想也知道，经过我这次来偷鱼之后，你定然会对这里加强戒备的。相信你母妃在天之灵，看到你如此重视这些鱼，她也能安心了。哎，不过你也不要太感动，我这个人一向助人为乐，你只需要给我几万两黄金表示表示就行了。你还能再无耻一点吗？谢谢关心，我有牙，还很健康。苏青莹，你当朕是傻子吗？随随便便就能被你糊弄过去，擅闯禁地就是死罪。任你今日怎样舌战莲花，朕都不会轻饶你。轩辕洛尘，我警告你不要乱来啊！若是你母妃知道你这么对她的恩人，铁定会气得诈尸。朕看你就是找死！皇兄，此事全是臣弟二人所为，与苏青莹无关，请皇兄放过苏青莹。皇兄，的确是跟他无关，臣弟可以作证。轩辕墨、轩辕彻，你们太义气了，我真是太感动了。你们一个个都无法无天了是吧？好，朕成全你们。来人，将瑞王、莫王拉下去，各杖打100，以儆效尤。喂，轩辕洛尘，你来真的呀？苏青莹，别以为朕真的不敢把你怎么样，你最好别挑战朕的忍耐底线。五公主，你就别管我们了，今日我们可被你害惨了，只要你别再胡说八道，我们就烧香拜佛了。好吧，你们2位壮士保重，本公主就先撤了。还真就这么走了，不带一丝留恋的，这丫头也太没良心了吧。然而苏青莹刚要全身而退，一只乌鸡撒开爪子朝她欢快地跑了过来，抬起鸡头可怜兮兮地望着苏青莹。那只该死的鸡果然是你干的好事，3番2次戏弄朕，朕看你的脑袋是不想要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五公主，你去御膳房这段时间到底干什么了？又对皇兄做了什么让他跳脚的事了？你也太能闹腾了吧！天地良心，我真的没对他在做什么。这位鸡兄，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咱俩见过吗？感觉到周遭的空气以轩辕洛尘为圆心，逐渐变得稀薄了起来。为保小命，一把抓住他的脖子，献宝似的拿到轩辕洛尘面前。西明皇，戏弄你的罪魁祸首就在这里，我已经替你将他抓住了。这只鸡不但冒犯龙颜，而且还有意栽赃陷害我，意图挑拨2国的友好国际关系。因此，我深深的觉得，像他这种大逆不道的罪鸡，应当立即斩首示众，威慑天下，以示皇威。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将大逆不道的罪鸡给朕就地正法！是，属下领命。一剑砍下，当场血溅3尺，身首分离。启禀皇上，罪鸡已经被属下就地正法了。东岳武公主，还要多亏你为朕拿了凶手，改日朕定当登门拜谢。哈哈，好说好说，举手之劳罢了，不用太感激。我这个人天生就喜欢乐于助人。那个啥，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了。皇兄该叫我回去吃饭了，我们回头见。皇兄，既然苏青莹走了，那我们……哼，他是走了，但不代表你们就没事了。各下去，领100大板，算是惩戒。再有下次，朕定不会轻饶了你们。碧华宫，启禀太子殿下，五公主已经回到了流云宫。西明皇可以为难五公主，五公主是否安于？回太子殿下，五公主巧舌如簧，西明皇虽有心惩戒公主，苦于无法为五公主定罪，所以并未过多为难五公主。五公主如今并无大碍，不是就好。公主，您可别再得罪西明皇了。奴婢听闻西明皇一向喜怒不形于色，这次恐怕是他最盛怒的一次了。他看公主的眼神，像是要把您生吞活剥了似的，可吓人了。安了安了，有你家公主我在，你的小命不会这么轻易玩完的，一定会让你活到长命百岁，放宽心啦。公主啊，奴婢不求长命百岁，只求您别再作死了。都怪那只该死的鸡，早知道就先弄死了再说，害得我差点小命丢了。哼！公主，重点不在这儿好吗？啊，我就是心太软，心太软。
得了，公主的臭风症已经病入膏肓了。哦，公主，今天北陵摄政王请人给您送红糖水了，奴婢放在桌子上，倘若您要喝的话，奴婢端去热一下。哼，朝三暮四的渣男，到了，本公主不稀罕。苏青莹，希儿，你有没有听到劈腿君的声音？公主。苏青莹满腹狐疑的转头。君离夜，虽然我们有协议在先，但这也不代表你能随意出入我的寝宫。没听说过男女授受不亲吗？你的身份如此敏感，要是落人口舌，我一世英名就被你毁了。虽然我打不过你，但我也不是吃素的。看什么看，还不快走！再不走，我要叫人了。苏青莹，你是不是胆子又长毛了？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哼，朝三暮四的渣男。苏青莹，你胡说八道什么？本王何时朝三暮四了？你又在抽什么风？你管我抽什么风？总之你快走，我现在不想看到你，立刻马上给我消失，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公主，您别再作死了。本王看你的脑子该治一治了。你丫的脑子才有病呢，快走，再不走我要叫人进来了。来人！你简直不可理喻。哼哼。回到自己住的金阳宫。我去。属下在。本王问你，你要如实回答，不得有半句虚言。是。本王看上去是否像朝三暮四的男人？回主子，不像。本王长相如何？相当俊美。本王是否优秀？很优秀。本王是否很富有？富可敌国。本王是不是好男人？拜托，他只是个小小的暗卫，他哪知道您老人家是不是好男人？求您别再问他了。本王让你送去的红糖水，他可收下了？是，收下了。既然本王如此俊美，如此优秀，如此富有，为什么他就不喜欢本王？你说。属下不知道。也对，你连女人都没碰过，又怎么会知道？那你还来问我？主子，上官公子对女子的心思最是了解，不如您向他去请教。哦，黑心叶要向本宫请教什么？说来听听。你退下。你说，如何才能让一个女人爱上你？让一个女人爱上我还不简单，不过你这榆木脑袋总算是开窍了，我还以为你不会对女人感兴趣呢。说说看，你看上谁了？废话少说，你到底知不知道？这还不简单，光凭你这张妖孽的容颜，谁不对你趋之若鹜呢？不行，这对他没用。哦吼，世上居然还有女人不被你的容貌迷惑的，这可有趣了。真不知道是哪家的小美人值得我们堂堂摄政王费心讨好，我倒是有些想见她了。说不定她看见我的俊脸后会被我迷住呢。瞥见君离夜的脸色成功的黑了下来。啊，你可以从他的喜好下手啊，他喜欢什么你便送他什么，长此以往，他还能不被你的诚心打动了？他的喜好？君离夜一怔，旋即若有所思起来，觉得是有道理。于是经过上官惊鸿的一番点拨，君离夜立马就行动了起来，令手下的暗卫从天南地北搜罗了不少宝贝，一股脑全往苏青云那边送了过去，数量之多令人咂舌。公主，北陵摄政王又送东西来了，这次是一把千年玄铁打造的匕首，您看放哪儿？哦，那可是个好东西，拿过来让我瞧瞧。苏青云笑眯眯地拿着玄铁匕首打量着，不错嘛，正好我还缺一件趁手的武器。如何？苏青莹最近什么反应？回主子，东岳武公主没什么反应。她可有提起本王什么？有。她说君离夜那丫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还是脑子坏掉了？就只说了这句是关于您的。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黑心叶犯了什么错，值得你生这么大的气？还不是你出的什么馊主意，根本没有效果。急什么？你不能光送他东西呀，必须跟他亲密接触，趁热要打铁。送礼送的差不多了，今晚你就将他约出来，好好促进一下感情啊。约他出来。日渐偏西，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苏青莹伸了伸懒腰，正准备歇下。君离夜，你在干什么啊？大半夜的不睡觉，抓我干什么？快放我下来呀！在皇城的某个屋顶落下。君离夜，你神经病吧？干嘛把我从流云宫掳过来？你不会是想趁机谋杀吧？苏青莹，你满脑子想的都是些什么？本王何时说要谋杀你了？若本王真要杀你，何必如此麻烦？不是要杀我，那你抓我干嘛？本王原本是想约你出来，没想过要抓你。约我？你就是这样约我的？像扛麻袋那样将我扛了出来，
差点把我今晚吃的饭都给颠出来了。你丫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再说了，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要跟你出来了？被君离夜这丫的一路扛来，她的腰快痛死了。再怎么样，好歹也来个公主抱吧。没见过这么约女孩子的，真不懂得怜香惜玉。现在不是出来了？我不管，总之我没答应，你快送我回去。10万两。你什么意思？难道我像那种被钱打动的肤浅之人吗？像本公主这种视钱如粪土的人？黄金10万两黄金？好吧，既然你这么诚心诚意，那本公主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吧。苏青云身上陡然一暖，条件反射的抬起头，却猝不及防的深深望进他的血眸里，一时间怔住了。屋顶下传来男欢女爱的愉悦声音，瞬间惊醒了苏青云。君离夜可真会选地点。哈哈，君离夜，原来你这么纯情啊，比我还羞涩呢。听着这淫荡的声音，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比如欲火焚身，比如很空虚，很寂寞，很冷，或者你已经饥渴难耐了。说着，他眸光扫了扫他胯下。来来来，听得不过瘾，要不要先开来看一看？苏青莹，谁这么缺德在上面偷听啊？太不要脸了！不想丢这个人，足尖轻点，君离夜果断搂过幸灾乐祸的苏青莹，飞离此地。两人并排在熙熙攘攘的市集上闲逛。君离夜，你太可爱了，只是听听声音你就如此羞涩，真是纯情啊。哪个女的如你这般猥琐？切，那有什么？在我们那里，这些不过是小儿科，塞牙缝都不够呢。你们那里，本王记得东越国民风不算保守，却也不曾如此开放。不知你说的是哪里？你管哪里呢？反正我见过的可多了。你见过？那当然，不止见过，我还能画出来呢。比如春宫72式，那动作绝了，绝对都是你没见过的姿势。他倒是承认的爽快，看不出来你还有这种天赋啊。你还别说，我绘画天赋还真不错。对了，你要不要我画一本给你，保证惟妙惟肖，让你在有生之年多学几种姿势。好，本王拭目以待。谋女以后绝对想不到，就因为自己当时一时嘴贱而害惨了自己，每天晚上都会被某个禽兽吃得一干二净，夜夜虚脱到昏死过去。铭记糕点，太好了，运气还不错，没有人排队，我们快过去。老板，我要2份芙蓉糕，2份梅花蒸饼。哎，好嘞，姑娘，您稍等呀。这种点心宫里多的是，你怎么会喜欢？宫里虽然有，但这里的糕点味道更香甜，吃多少都不会嫌腻。来，姑娘，您的芙蓉糕和梅花蒸饼。谢谢，老板娘，他付钱，你找他要去。说着，苏青云已经拿着糕点走出了店铺。公子，一共5两银子。不必找了。哎，多谢公子啊！公子，您真是好福气啊，娶了个这么貌美如花的娘子。公子，您一定很爱你的娘子吧？何以见得？从一进来呀，公子您的目光便一直追随着那个姑娘。您看她的眼神很是柔和，满眼都是她。哎，这点呀是骗不了人的。原来自己竟是在不知不觉中如此在乎她了，看来他是完全栽在那个女人手里了呢。苏青云又看中了什么玩意儿，等着君离夜过来付钱，等了半天却见他傻不拉几的站在那看着自己。君离夜，你傻愣着干什么？快过来付钱啊！我还要这个。这次君离夜破天荒的没有生气，血色凤眸染着浅浅的笑意，朝他走了过去，眼里完完全全只有他一个风景。在他眼里，苏青云就是满城繁华，旁的再也入不了他的眼。荣月一袭蓝色锦衣走在桥上。这么说，不久之后兰博必会有所动作了。是的，师兄，我们可需要有所防备。静观其变便可。轩辕洛尘不是纸糊的老虎，没这么容易被算计，只怕轩辕洛尘早就挖好陷阱，等着他跳下去了。哎，师兄，那不是北林摄政王跟东岳五公主吗？他们怎么会在一起啊？可要过去打声招呼。罢了，我们就不过去打扰他们了。哎，师兄，你有没有觉得东岳的五公主很眼熟啊？是吗？闻言，荣月的眸光也落在苏青云的身上，那一双熠熠生辉的凤眸灵气逼人，像极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个人。云灵，那眼睛，那神态，竟然跟他画中的女子完全重合了。哎，师兄，你怎么了？婉儿，我还有事，先失陪了。啊，无妨，师兄若是有事，便先回去吧，我再到处逛逛。话落，荣月不再迟疑，转身离开。小姐，相爷怎么就这样丢下小姐了？你们才刚刚出来呀！相爷也太过分了，夏青，哎，小姐，是奴婢多嘴了，您千万别生气。也许师兄是有什么急事也说不定。罢了，我们自己逛吧。小姐，奴婢真替你感到不值。于我而言，
能够陪在师兄身边就是最大的福气了，我有什么好不甘的？姑娘要去哪里呀？不知在下可否有幸与姑娘共饮一杯？你是谁？本公子乃是京都城第一首富，金家大少爷金元宝。哦，你家很有钱？自然呐，以后这些财富都会变成我的。哎呦，金公子，您真是俊秀非凡呀，真是让人家……苏青莹，干什么？没看见老娘正忙吗？快放我下来！你这死女人，当本王是死的吗？竟敢跟别的男人卿卿我我，你就这么喜欢钱吗？废话，我怎么样那是我的事，用不着你管。快放我下来，别挡着我财路。没听到他说他是首富吗？首富哎！大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强抢民女，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滚！哎，是，小的马上滚。喂，别走啊，金公子，咱俩还没喝一杯呢。喂，苏青越是喊，金元宝越是感到背后那道视线更阴寒了。君离夜，我们什么仇什么怨，你要断我财路？你喜欢钱，本王多的是，你何必找其他人？不找他们，我找你这朝三暮四、脚踏两条船的人吗？胡说八道什么？你是本王第一个女人。谁要当你的第一个女人？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女人，我才不稀罕。看来不给你点教训，你是学不会听话了。君离夜拎着他往人烟稀少的湖边走去。君离夜，你带我来这边干什么？你个王！君离夜，你这狗娘养的，居然打我屁股！王八蛋，让我起来！你大爷的！我这次没说话好不好？还多打一下！亲爱的小叶叶，我错了，我再也不找其他男人坑钱了，我以后只花你的钱好不好？别打了，我真的错了。苏青莹从他腿上爬了下来，凤眸水汪汪地看着他，他不是疼的，而是觉得耻辱，耻辱。你当本王是什么？本王只会有你一个女人。哼，鬼才信你！不逛了，我要回去了。本王送你。不要，看到你我一肚子气。走了2步，突然想到了什么，把我的东西送到流云宫，一个都不准少。你别偷偷私藏了。不远处，二小姐，我们要走了吗？走什么走？没看到本小姐心情不好吗？该死的苏青莹，本王爷抛弃了她，居然恬不知耻的勾引北陵摄政王，哼，真是不要脸！我是不会放过她的。碧儿默默地低着头，偷偷抹了抹泪。愣着干什么？还不跟上？笨手笨脚的，真是下贱蹄子！脸皮这么厚，打得本小姐手都疼了。是，二小姐，是奴婢不好。哼，走吧。与此同时，右相府，王爷，您怎么了？可是觉得有何不适？没事儿，不必担忧。对了，你今夜约本王可是出了什么事啊？王爷，之前因为您跟东岳五公主有婚约，新瑶不敢妄想。如今王爷已是自由之身，新瑶只想知道，当日您曾许诺会娶我的诺言是否会实现？新瑶其实一直很倾慕王爷。新瑶，我对不起。王爷，这话是什么意思？新瑶不明白。新瑶，抱歉，本王不能娶你，是本王负了你，在本王心里一直视你为红颜知己。本王对不起你。恍惚间，他脑海浮现了苏青莹算计人的狡黠模样。王爷何须自责，是新瑶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罢了。新瑶，不说这些了。王爷，新瑶没有这个福气相伴你左右，喝下这杯酒，算是全了新瑶的念想。是本王没福气，你又何必这样？王爷，难道您连这点小要求也不肯答应新瑶了吗？好，本王喝。伸手接过他的酒杯，一饮而尽。蓝新瑶身形却是一晃，差点摔倒。新瑶，王爷，新瑶身体不适，就此失陪了。采莲，回去吧。走了2步，蓝新瑶身子一软，直直往后摔去。大小姐，新瑶，你连路都走不稳了，本王抱你回去。一把将他打横抱起。新瑶谢过王爷，将他一路抱回了暖心阁。轩辕彻脑袋一阵眩晕感袭来，却也没有多想。新瑶，你好好休息，本王明日再来看你。王爷，蓝新瑶便扑到他怀里，他的唇在他的唇上不停地辗转着。新瑶，轩辕彻瞪大了眼睛，赶紧推开他，却被他越缠越紧，脑子里的眩晕感再次袭来，竟不再推开他，反而紧紧将他压在了身下。苏青莹，苏青莹，他居然将我当成了苏青莹，为什么？我到底哪里比不上苏青莹？为什么？轩辕彻，你宁愿喜欢苏青莹，也不肯接受我。轩辕彻，哪怕丢弃女儿家的脸面，我也一定要嫁给你。就算是苏青莹，也不能将你从身边轻易的抢走。你是我的。苏青莹，本王好后悔从前如此对你，本王好后悔啊！你是如此的可爱，不断吸引着本王的目光。苏青莹，苏青莹，本王爱你。星辰隐退，夜色渐淡，日光微现，看着他俊美的侧脸，眸光一片柔软，阳光从窗外洒落进来，刺得他眼睛有些疼。看了看身侧的轩辕彻，
他嘴角扬起一抹璀璨的笑意。终于，天亮了。轩辕彻立即从床上坐了起来，目光触及到床上那抹刺目的落红，以及蓝心瑶身上的痕迹。轩辕彻脑中仿佛有什么东西无声的炸开了。心瑶，本王你怎么会这样？本王记得昨夜明明将你抱回来了，之后什么都不记得。本王，王爷是在怀疑心瑶吗？心瑶虽是倾慕王爷，却也知道何为廉耻，都不会做出这有辱门风的事情。不是，本王不是这个意思。王爷放心，心瑶不是那般不识好歹的女子，自知配不上王爷，定不会叫王爷为难。如今心瑶已是不忠不节之人，断断是不可再嫁于人，只有自行了结，以报家族名声。不可，本王绝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去死的。再者，错的是本王，错不在你啊！难道王爷让心瑶苟且活着吗？王爷，今世无缘，来世再见。趁轩辕彻没有反应过来，他抓住发钗就往自己的脖子划去。轩辕彻陡然一惊，劈手夺过他的发钗。心瑶，是本王对不起你，本王一定会对你负责的。王爷的意思是？本王会风风光光的娶你，绝不会辜负你。心瑶相信王爷。苏清莹，你真是个讨厌的存在，处处跟我作对也就罢了，为了轩辕彻，你一定要死。西明皇宫，他走得好好的，突然眼前出现一抹黑色。希儿堪堪刹住脚步。你怎么老是神出鬼没的？能不能好好走路？你要来干嘛？奉主子的命令，为东佑公主送东西。这些都是公主的？知道了，我会送到公主寝宫的。等等，这个给你的。临记的梅花蒸饼，给我的。哦，谢谢。希儿脸色一红，匆匆离开。嘿，希儿，你怎么啦？脸怎么这么红？春心荡漾啦？公主，您别打圈奴婢了，这些都是墨轩送来的。啊，放桌上吧。哎，希儿，你哪来的梅花蒸饼啊？是墨轩他。哟，有前途啊！快说，你们俩瞒着我发展到哪一步了？公主，您说什么呀？奴婢不理你了。哎，女大不中留啊！哎，轩辕洛尘刚下了朝，便直接起驾到御书房批阅奏折。皇上，瑞王爷在殿外求见。让他进来。奴才遵旨。皇兄，臣弟有事启奏。哦，你一向不喜朝堂政事，可为何事？臣弟想请皇兄为臣弟赐婚。你要娶蓝心瑶？正是右相府大小姐蓝心瑶。胡闹！你可知道这件事会有什么后果？你想娶什么样的女子都好，朕都可以答应你，唯独这蓝心瑶绝对不可以。朕绝不会为你们两个赐婚，你死了这条心吧。皇兄，怕是晚了。莫，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晚了？皇兄，小妻已经与蓝心瑶有夫妻之实了，我们终究是晚了一步。小妻，你真是好糊涂呀！皇兄，你们派人监视我。小妻，你别怪皇兄，皇兄也是为你好。你本性耿直，容易被人利用，我们实在是不得不出此下策呀。难道你对昨晚的事情就不觉得奇怪吗？我们在你们昨晚的酒水里发现了催情的药物，更是在蓝心瑶的房间里发现了幻香，这一切分明就是一个精心为你设计的局。怎么可能？心瑶她怎么会做这些事情？她……可是想到昨晚自己那空白的记忆，轩辕彻忽然也不敢笃定了。事已至此，你现在可明白了？皇兄，就算这是一个局，臣弟照样还是那句话，请皇兄为我们赐婚。你执迷不悟，给朕下去！朕不想看到你。皇兄，今天你若不答应，臣弟便在御书房门口长跪不起，直到你答应为止。好，很好，你翅膀硬了，敢忤逆逼朕了。哪天是不是就要拿着剑指着朕了？啊！皇兄息怒，臣弟不敢。好，既然你执意要跪，朕不拦着你，去啊！朕告诉你，无论如何，朕都不会为你们赐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谢皇兄，臣弟告退。夏季的天空是个娃娃脸，说变就变。天边一道闪电划过，雨水从天幕上盘旋落下。左相府，我师兄呢？回小姐，相爷昨夜匆忙回到书房后，不久便出去了，一直都没有回来。哦，师兄昨晚到过书房？是的，小姐，相爷回来前神色很急切，出来后更是一副极其喜悦的样子。属下也不知道相爷如今身在何处。
这这么大的雨，师兄会去哪里呢？也不知道带伞了没有。师兄回来后记得通知我。是，小姐。这雨下的大呀，哪里都不能去，闷死了。刚才还是大晴天呢，怎么说变就变啊？公主，这还是西明第一次下这么大的雨呢。起风了，您别站在门口了，快披上披风，回屋暖暖吧。希儿，我发现你很有当贤妻良母的潜质哦，以后我都舍不得把你嫁出去了呢。奴婢才不嫁人呢，奴婢要一辈子陪在公主身边，伺候公主。去，今早是谁满面春风、春心荡漾的？放心啦，本公主一定会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定不会让人委屈了你。公主，您再拿奴婢开玩笑，奴婢就不理你了。流云宫内其乐融融，宫外大雨朦胧。苏清莹果真与云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一定知道云灵在哪里的。左相大人，请留步。让开，我有事要问他。再不让开，休怪我不客气。恕难从命。敬酒不吃吃罚酒。公主，不好了不好了，墨轩跟左相大人在流云宫前打起来了。他们两个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人，怎么打起来了？走，出去看看。荣月与墨玄打了50来招，墨玄渐渐落于下风，剑光一闪，墨玄的胳膊便殷红一片，荣月执剑抵在他的脖颈之上。国计已输，无话可说。不过东岳武公主是主子在意的女人，还请左相大人切莫忘了自己的身份。荣月心神一凛，他缓缓收回了长剑。是月唐突了，今日之事多有得罪，左相大人客气了。远远看了看渐走渐近的苏清莹一眼，岳府中还有事情，告辞了。还不是向他认真的时候，来日方长。嘿，怎么我来了，荣月就走了？他这什么意思啊？呀，你受伤了，流了好多血啊！这是皮外伤。什么皮外伤？都流了这么多血了，我帮你上药。喂，希儿，你这见色忘义的死丫头，你不能只顾着你的小情郎，而把本公主晾在暴雨里吧？我衣服都湿了。公主，对不起，奴婢不是有意的。行了，热恋中的女人都有一颗恨嫁的心，我懂。公主，你怎么跟左相大人打起来了？那还用问吗？定然是被本公主伟大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了呗。你家公主我是如此的美若天仙，风华绝代。公主，雷雨天装逼，小心会被雷劈哦。希儿的话音刚一落，真的被雷劈了！尼玛！暴雨一直下，一直到晚上也不减分毫。爹爹，王爷怎么样了？他还跪在御书房殿外，看来轩辕洛城是铁了心不让轩辕彻娶你了。哼，我会让他如愿吗？什么？这般大雨，王爷他竟还跪在殿外？不行，我要进宫看他。瑶儿，回来！轩辕彻此举无疑是在逼轩辕洛城就范。你现在进宫，岂不是让他前功尽弃，白白让他跪了这么久？爹爹，那心瑶该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王爷跪着呀！等，你现在只需静静的等着。可是爹爹，瑶儿，关心则乱，不要自乱阵脚。不管如何，轩辕彻也是轩辕洛城一母同胞的亲弟弟，他是不会让他出事的。不过是想让轩辕彻知难而退罢了。是，女儿知道了。金阳宫，荣月这么急着找苏清莹，究竟有什么事呢？不惜要与你大动干戈，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啊！回上官公子，属下不知。罢了，荣月是个聪明人，断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倒是那兰博，他动作倒是快，这下轩辕洛尘可有的忙喽。轩辕洛尘不是无能之人，兰博只会是自掘坟墓。不会吧？轩辕彻不是还跪在御书房吗？不信，便等着瞧好了。轩辕洛尘可没这么容易被算计。这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啊？真烦！公主，您听说了吗？瑞王爷为求西明皇赐婚，正跪在御书房殿外呢。他疯了吧？这么大的雨，铁打的也受不了啊！希儿，给我拿把伞。公主，你要出去，这可使不得，雨还没停呢，会得风寒的。不打紧，你待在这里，我自己去就好。苏清莹压根没将他的话听进去，拿起墙角的紫竹伞，匆匆便出了门。现在虽是夏季，可这冷风裹着雨水打在身上，真不是一般的冷。远远的，他就看见雨幕中那跪得挺直的湛蓝色身影，任凭雨水肆意地打在身上，他却仍然咬着牙，倔强地不肯离去。跪了一整天，身上还有伤口未好，轩辕彻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脑袋昏昏沉沉的，视线也越发模糊起来。倏然，轩辕彻身前一黑，身上的雨水被人遮挡在外。他微微一怔，旋即向上抬起头。苏清莹，你知道了？轩辕彻，你是蠢的吗？到底长不长脑子？这么大的雨，还傻愣着跪什么呀？你上回被轩辕洛尘打的伤还没好，伤口会发炎的，你不要命了？想不到你竟还会关心我。废话，你的伤是因为我才有的，我当然关心你了。原来是这般啊。苏清莹，本王想知道，5年前救我的人，到底是不是你？
你问这个做什么？本王不想做个不明不白的糊涂鬼。是我，这个没什么好否认的。既然是你救的我，那你当初为何突然离开？废话，当初我为了救你的性命，可是舍身为你吸出剧毒了呢。那剧毒太过于霸道，我险些一命呜呼。就算皇兄及时为我寻了御医解了毒，但是那毒的副作用，我整整昏睡了7天7夜。后来皇兄不放心我的安危，这才带我匆匆回国了。哪知再次回来的时候，你却翻脸不认人，不是对我冷嘲热讽，就是处处躲着我，费尽了心思想退了我的婚约。想不到真相竟然是这样，我真是个傻瓜呀，天大的傻瓜呀！居然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分不得，错得一塌糊涂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分不清？苏青莹，我问你，若是我当初不曾负你，你可会爱我？没发生过的事，我怎么知道？那你爱过我吗？你问这个干什么？重要吗？别扯开话。重要，对我来说重要。远处，君离夜站在房檐下，远远地望着这一幕。虽然离得有点远，可君离夜内力深厚，仍然能将他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他也很想知道苏青云的回答。真是讽刺啊！当初的我对你万般纠缠，可你除了厌恶就不曾给我过好脸色。如今你眼巴巴地问我有没有爱过你？哼，也许从前的我可能是有那么一丝爱过你，但现在的我对你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男女之情。这么说你明白了吗？对不起。男欢女爱很正常，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起不起来？抱歉，我不能起来。你回去吧，不必陪我淋雨。爱贵就贵，老娘不管你了，受累的又不是我。轩辕彻，我瞧不起你。刚离开御书房，君离夜就执着把伞从房檐上走了出来。苏青莹，君离夜，怎么哪儿都有你？你跟轩辕彻的对话，本王都听到了。你当真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我苏青莹不是犯贱的人，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了。没看到轩辕彻与蓝心瑶爱得死去活来吗？我何必再插一脚？是吗？君离夜暗自冷笑。轩辕彻跪在御书房，并不是为了蓝心瑶，而是他也想借这个机会探究一下苏青云的内心想法，看看他是否心里还有自己。本王还以为你想不开，没想到你倒是挺通透。你不会就是为了确认我有没有想不开，特意过来围观的吧？你这摄政王也当得太无聊了吧？正是由北陵皇上担着，本王只是个摄政王，自然悠闲。骗鬼呢！谁都知道你君离夜的地位比北陵皇还尊贵，我看北陵皇早被你架空了。不错，还不笨。这话一出，苏青云的脸色就成功的黑了，好像他很蠢似的。接着，给我把钥匙干什么？这是本王存放金银的一把钥匙，这只是其中一把，还有剩下2把钥匙，必须3把钥匙一起打开。那一把岂不是毫无用处吗？干脆你把其他2把也给我得了。看本王心情。凌霄殿内，轩辕洛尘负手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雨幕，一站就是半晌无语。皇兄，你真让小七跪一个晚上啊？他身上可是还有伤，万一……皇兄，臣弟以为这或许并非不是坏事。的确不是什么坏事。皇兄，莫非你早有了对策？今日这一出难道……哼，不在兰博面前做出这一出戏，他会上当。王爷撒的差不多了，是时候该收网了。哼哼，那小七……哼，不给他一点教训，他还以为朕是纸糊的。皇上，不好了，瑞王爷晕过去了！快，宣太医！第二天，皇宫传出消息，轩辕彻淋了一夜雨，高烧不醒。轩辕洛尘拿他无可奈何，最后同意为他和蓝心瑶赐婚，于5日后成亲。昨天一夜大雨，直到今日午时才微微放晴。苏青云闷了一天，雨一停，便迫不及待地拉着希儿出宫逛逛。希儿，难得出宫一次，喜欢什么就过去买吧，我在天上人间等你。谢谢小姐。唉，恋爱中的女人呐。说完，他抬脚往天上人间的方向走去。前面怎么回事啊？主子，是右相府2小姐带人来天上人间闹事了。前几天还带人闯进我们天上人间，砸坏了不少东西，到处泼红漆，把客人都吓走了。现在又来了，还说我们若是不把天上人间交出来，就一把火烧了这里啊！敢在阎王殿撒野，真当老娘好欺负的？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你这破地方右相府看上了，识相的就把地契交出来，否则别怪本小姐不客气。天上人间的人皆是敢怒不敢言，本公主倒要看看你如何不客气。凤姐等人望着女子，脸上不由兴奋起来。苏青莹，你这贱人，这里本小姐说了算，哪轮到你说话？就凭你也敢替他们出头，我看你是活腻了，滚一边去！来人，给我砸了，狠狠的砸了！天上人间，哼，本小姐让他变天下地狱，找死！右相府侍卫如数被卷到数米开外，惨痛不已。苏青莹，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下，本公主的场子你也敢砸？你们好大的胆子！兰博那老东西也不知道拴好狗链，竟让他在我的地盘上撒狗疯！你妈谁是狗？谁验我谁是喽？你说这天上人间是你的，怎么可能是你这傻子？苏青莹，你个贱人，你居然敢打我！你看我敢不敢？你什么你？不说别的，就凭你一个小小的相府小姐，也敢出言侮辱一国公主，就是死100次也不为过。本公主打你几个耳光，那都是轻的。苏青莹，你有种！这件事不会就这样完了，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哼，我们走。慢着，你想怎么样？砸了东西就想走？世上可没有这么便宜的事。被你们砸坏的桌椅酒水，包括本公主的精神损失费、妨碍营业费等，一共5万两黄金。不把钱赔了，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着出去。5万两黄金，你怎么不去抢？怎么，堂堂相府千金有本事砸东西，没本事赔钱？你不赔本公主就去找兰博要，兰博不给我，我就去找西明要。算你狠！不过5万两黄金实在太多了，我必须找爹爹要。明天我再给你。那可不行，谁知道你会不会抵赖？毕竟你们的人品实在叫我不敢信任。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到底想怎样？简单，没钱就先拿你们家的15家黄金铺子抵着，你什么时候能还清了，我什么时候还给你。你做梦！我们右相府的15家黄金铺子都是日进斗金的，你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哦，这么说不给？来人，将本公主养的2条大狼狗牵过来。很快就有人将天上人间后院养的2条大狼狗牵了出来。金宝、元宝，今天你们主子我就给你们吃顿好的。喏，看到那个女的了吗？她身上细皮嫩肉的，味道一定很不错哟。苏青莹，你想做什么？我警告你别乱来！我可是右相府2小姐！快拉着她，别让她过来！二小姐，你的确挺二的，不仅二，还傻缺。怎么样，赔不了钱，我可就要放狗了。不要！我答应你，快把她牵走！早这样不就好了？非要逼我出手？来人，上文房4宝。苏青莹很快便写好了2张一模一样的字据。好了，蓝飞宇，签名吧。白纸黑字，你赖不掉了。颤巍巍的提起笔，在字据上签了名字，内容连看都没看。哼，苏青莹，你给我等着！慢走，不送。苏青莹宝贝似的收起字据，暗自嘲讽兰博那老家伙生出了城府深沉的蓝心瑶，想不到却偏偏生出蓝飞宇这个蠢货，真是家门不幸啊。主子，您真是太厉害了，右相府的人这几日耀武扬威的，看着就厌恶，今天总算是出了这口恶气了，太解气了。凤姐，以后我不在，再遇到这种情况，通通给我乱棍打出去，生死不论，右相府又如何？一切后果由我兜着。是，下次我一定狠狠招待他们。哦，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不只是因为蓝飞宇吧？主子，落月宫护法想见您。落月宫？倏然想起云林跟君离夜的风流韵事，心中一阵郁闷。不见，管他落月宫落日宫，叫他吃屎去。这世上谁不敬畏落月宫？谁敢叫他们吃那个呀？既然主子不想见，我会将主子的意思传达给他们的。话说这边，想到被苏青莹敲诈的15家黄金铺子，他险些气得生生呕出一口老血。这要是被他老爹兰博知道了，肯定会大发雷霆的。今日之事，你们谁也不许多嘴，否则我拔了你们舌头。是，二小姐。那不是苏青莹身边的丫鬟吗？她怎么会在这里？苏青莹，我说过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希儿买了不少东西，估摸着自己也逛了挺久的，未免苏青莹担心，她便哼着小曲儿往天上人间走去。走到人少的地方，希儿突然眼前一黑，被人整个套进了麻袋扛走了，买的东西散落了一地。京都城一处荒废的宅子，把他放出来！松开他的嘴！你是谁？你就是苏青莹身边的丫头。可惜，谁叫你主子得罪了本小姐，本小姐只好从你身上讨回来。我不会让你伤害公主的。哟，倒是挺忠心的，这张脸蛋真是清秀啊！
既然苏青莹这么疼你，你说我要是在上面划几刀，苏青莹会不会气得要死呢？不要过来！绑住她的嘴，防止她咬舌自尽。别怪我，要怪就怪苏青莹，千不该万不该惹了本小姐。希儿整张小脸遍布血痕，竟痛得活活晕死过去。二小姐，她晕过去了。真是无趣，这样就晕了，便宜她，把她赏给你们了，给我好好折磨她。走，回相府。蓝飞宇走后，一群男人毫不怜香惜玉地将她扔到地上，伴随着一声丝绸被扯裂的声音。这小丫头虽然容貌被毁了，可是皮肤还不错，白白嫩嫩的，比那些青楼女子不知道好多少啊！这下哥们有福喽！就是，我都等不及了。不说了，先让我乐呵乐呵。一男人饿狼般地扑到希儿身上，对着她裸露的皮肤便吻了下去。什么人这么不长眼？没看到大爷正忙着呢吗？你们该死！一剑将那个刚才趴在希儿身上的男人砍成了两半。大侠，饶命啊！不要杀了我，饶了！莫玄长剑一挥，几颗脑袋便咕噜咕噜地滚落在地上。希儿，希儿，希儿，醒醒啊，希儿！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来晚了。另一边，希儿出去也不早了，怎么还不回来？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主子，不好了，有个男子抱着希儿姑娘闯进来了，而且希儿姑娘的脸……你说什么？希儿怎么了？快步跑出雅间，正好看到莫玄抱着希儿走了过来。莫玄，希儿，她的脸怎么了？谁干的？谁敢动我的人？是右相府，属下赶到的时候，希儿已经晕过去了。若是迟一步，只怕希儿已经被他们给溜入了。右相府，又是右相府，蓝飞宇，我好意饶你一条性命，没想到你偏偏自寻死路。很好，敢动我的人，我要以牙还牙。自穿越过来后，苏青莹为了不给苏子逸添麻烦，一直对他们隐忍三分。没想到对方不仅得寸进尺，竟还敢伤了他珍重的人。莫玄，你先把希儿送到我皇兄那儿，我亲自上右相府讨个公道。蓝飞宇，这次我定要让你后悔无门。苏青莹在右相府的门口停下脚步。什么人？这里是右相府，闲杂人等岂敢撒野！滚！守门家丁吓得赶紧回复禀报：蓝飞宇，你给我滚出来！府中匕首翻飞，所过之处皆是一具具尸体，鲜血染红了他脚下的青砖石。兰博跟蓝心瑶恰巧不在府中，他们现在正在轩辕彻的府上看望他的伤势。不想死的，给我滚开！苏青莹柳眉一压，恐怖的杀气从他身体狂飙而出，竟无人再敢阻拦他。蓝飞宇在哪里？敢骗我小心你的小命！二小姐在雨飞阁。苏青莹当即朝飞羽阁走去，一步一步，眸中嗜血的杀意不减分毫。此时的飞羽阁还不知道前院已经血流成河了。二小姐，你说若是东岳五公主知道是您毁了她丫头的容貌，会不会找上门算账啊？切！贱蹄子，下手这么重，想造反？他敢！这里是右相府，容不得他撒野。蓝飞羽，你说我敢不敢？苏青莹，你怎么会在这里？你别猖狂，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就算你是东岳国公主，也不得放肆。我管你是什么地方，竟敢对希儿出手，这次就算是兰博也保不了你。苏青莹五指成爪，狠狠地扣住蓝飞羽的脖子，稍一用力，将他整个提了起来。望着这一幕，碧儿吓得一动不动。想到蓝飞羽平日对自己的虐待，他眼睛闪了闪，就这样低着头瘫坐在地上。看他快断气儿了，苏青莹松手将他扔到地上。你别来，不关我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那我就让你想起来。苏青莹在他身上点了几处穴位，让他动弹不得。你是不是像这样划希儿的脸的？想起来没有？住手！别划了，我想起来了，别划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我的脸，你放了我吧。住手！这就怕了？别急，这只是道开胃菜，还有好菜没有上呢。不要！放心，我不会弄死你的，只是让你付出点代价。提着蓝飞羽用轻功飞离右相府。
兰博跟蓝心瑶的马车直到日暮时分迟迟才归。在他们知道府中发生的一切时，蓝飞羽早已被苏青莹扔在青楼，受尽了凌辱。右相府的暗卫将他带回来时，他只剩半口气吊着了。爷，妹妹她这一生怕是要毁了。哼，苏青莹欺人太甚。吩咐蓝心瑶好生照顾蓝飞羽后，兰博即刻驾车进宫。与此同时，流云宫，皇兄，希儿的伤怎么样了？她的脸还能复原吗？命是保住了，但皇兄，真的没办法了吗？苏子怡看了看他，沉默不语。让鬼医给他看看吧，鬼医医术卓群，也许会有办法。君离夜，你这是……你的事本王都知道，先让鬼医给他看看吧。竟敢让他如此生气，兰博他们全都该死。北陵摄政王，多谢了。东岳太子，客气了，不过举手之劳。君离夜，谢谢。本王知道你很在意这个丫头，她若是死了，你会伤心。苏青莹再次一怔，赶紧将目光移开。鬼医看着希儿脸上的伤痕，无限惋惜道：哎，这丫头脸上的伤痕，只怕以后会留疤呀。怎么会这样？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需要什么药材，你尽管说，我去找。只要你能把希儿的脸恢复如初。鬼医，本王要你治好这丫头。主子，属下真的无能为力。希儿姑娘的伤口太严重了，深可见骨，手法又是这般直接，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怎么会这样？都怪我，是我连累了希儿。如果不是我，蓝飞羽根本就不会找上希儿，是我害了他。莹儿，此事错不在你，你不要这样。君离夜从未见过这样的苏青莹，顿时心中一痛，眉眼隐含煞气。东岳国公主，皇上请您过金銮殿一趟。看来是兰博跟蓝心瑶进宫见轩辕洛尘了。来者不善啊，只怕他们是冲着你来的，你要当心。哼，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他们算账。走吧，好戏要开场了。皇上，东岳五公主到了。苏青莹，你好歹毒的心肠啊！玉儿究竟哪里得罪到你？你不仅毁了她的容貌，更是将她的清白毁了。你简直丧尽天良！苏青莹几个大步走到兰博跟前，兰博感觉自己的老脸要被苏青莹给打残了，脑袋懵了半晌。谁也没想到苏青莹居然这么大胆，敢在金銮殿前动手。苏青莹，我朝圣驾面前你也敢动手？你太无法无天了！皇上，如若不治了苏青莹的罪，只会叫我们这些忠心耿耿的臣子寒心呐！轩辕洛尘眸光闪了闪，并不作声，沉沉地看着苏青莹，根本不打算理会他。于是这兰博就有些尴尬了。闭嘴！本公主的名讳岂是你叫的？你不配！子不教，父之过。看看你教出来的狗东西，你怎么不问问他对我的人做了什么？就算玉儿先不对，可那丫头毕竟只是个低贱的宫婢，你又何必做得这么绝？玉儿她的一生全都被你毁了，你何其残忍！宫婢怎么了？在我眼里，蓝飞羽屁都不是，简直猪狗不如。希儿是我的人，蓝飞羽那个没脑子的蠢货竟然敢伤她，我真后悔没有多叫几个男人弄死他。苏青莹，你实在太过分了，你好歹毒的心呐！皇上，苏青莹做出此等事情，不仅没有一点悔改之心，还如此狂傲嚣张，求皇上为微臣做主，还微臣一个公道。西明皇，今日你若是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我东岳国的铁骑定将踏平右相府。东岳太子，你的意思如何呀？本宫的意思就是莹儿的意思，右相府此举无疑是在打东岳国的脸面，我东岳国的人何时轮到他们教训？相信即便本宫的父皇知道了，也不会善罢甘休。苏青莹看了他一眼，面上闪过动容，心中不甚感动。兰博不可思议地看着苏子义，苏子义这是疯了不成？右相府此番已经是有意破坏七国和平条约，本王断不会袖手旁观。东岳大兵压境之时，便是北陵出兵之日。苏青莹浑身一震，心底似乎有什么地方软软的塌陷了。他到底知不知道这话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东岳跟西明的事，他又何必趟这趟浑水？北陵摄政王，你言过其实了，这话可不是儿戏，你请慎言。是不是儿戏？待北陵出兵，西明皇不就知道了？两国施压，轩辕洛尘不得不死死忍住怒火，暗中将兰博这个狗东西骂了个狗血喷头。东岳五公主，朕理解你的心情，但蓝飞羽已经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下场比你的宫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朕就做个和事佬，你看能否和解？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我要蓝飞羽偿命。
皇上，万万不可呀！玉儿她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了，求皇上看在微臣的份上，饶她一条性命吧。东岳武公主，得饶人处且饶人，给朕几分薄面，就此高抬贵手吧。不如这样，朕将国库唯一的一株千年金参赠给你的宫婢，即便不能让她恢复面貌，却也是个养生滋补的天才地宝，也算尽一份绵薄之力。金参，这可是好东西，千金难求啊。那又怎样？不稀罕。你这笨丫头，千年金参加上七叶雪莲，有着祛疤美颜的功效。七叶雪莲虽极为稀有，却也不是找不到。而且，活着可比死了更痛苦，不是吗？死了太便宜她了。你说的对，死了太便宜她了。好，看在两国友好往来的份上，我就饶了兰飞羽。倘若再有下次，休怪我不客气。兰爱卿，还不快谢过东岳武公主？微臣遵旨。下官谢过东岳武公主，还请武公主既往不咎。等等，先别急着谢我，还没完呢。这张是兰飞羽签署的字据，既然你在这儿，那就请兑现吧。把你们府下的15家黄金铺子地契交给我。什么？15家黄金铺子？东岳武公主，是小女不懂事，这字据不可作数啊。哼，不作数，白纸黑字的，当着西明皇的面，难道你想反悔不成？皇上，这……西明皇，既然兰飞羽答应了舍妹，就请兑现诺言吧，以免让西明国成为不守信用的国邦。兰爱卿，既是答应了，就要做到，将地契交给武公主吧。微臣谨遵圣意。张嘴一口鲜血吐了出来，两眼一黑，竟活活气死过去。本公主还有事，就不奉陪了。此刻，流云宫，希儿，你终于醒了。我这是在哪里？这里是流云宫。流云宫，我的脸怎么了？给镜子我，快拿镜子给我。希儿，你别这样，你的伤还没好呢，不可动血。你走啊！我不要看见你！你快走啊！走啊！希儿，墨玄，你先出去吧，这里有我。墨玄看了看希儿，心中仿若针扎，点了点头，默不作声地退了出去。希儿，对不起。公主，奴婢不怪公主，公主待奴婢视同姐妹，也是天大的福分。可是如今奴婢已经是不洁之身了。傻丫头，胡说什么呢？他们并没有凌辱你，是墨玄及时出现救了你，别胡思乱想了。真的？可是我的脸已经被毁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的脸恢复如初的，相信我。现在你的身子还很弱，先好好休息一下，不要怕，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苏清莹的声音仿佛带着安定人心的力量。希儿渐渐止住了哭声，听话地躺在床上。待希儿沉沉睡去，苏清莹方才轻声走出流云宫。墨玄，我问你，你喜欢希儿吗？你是否介意她脸上的伤痕？我喜欢她，无关她的容貌。很好，我希望你能做到，今生今世只有希儿一个妻子，只爱希儿一个人。我墨玄对天发誓，今生今世只爱希儿一个人，只有希儿一个妻子。若有违誓言，则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流云宫内，本该沉睡的希儿突然睁开了眼睛，听着墨玄的话，眼眶湿润了。希儿比我更希望你在她身边，进去陪着她吧，好好照顾她。墨玄进去了，苏清莹仍然站在夜色中。君离夜，我想借用一下你的暗卫，我要让兰飞羽身败名裂。苏清莹，如果受伤的是本王，你会这般担心吗？不会，没人能轻易伤得了你。苏清莹，你还真是无情至极呀。也许爱情是穿肠毒药，他不想碰也不想沾，哪怕自己已经在不经意间对他有了一丝丝动情，但是他相信只要自己现在抽身，还不至于沦陷。说他无情也好，狠心也罢，他爱不起更伤不起，何况君离夜还爱着云灵呢。看，爱情从来都是不靠谱的呢。第二天一早，西明皇城大街小巷、酒楼茶肆，无不知道右相府2000金兰飞羽被人掳到青楼凌辱之事。对他，人们又是鄙夷又是嫌恶，更甚至市井上还口口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兰飞羽破鞋女，万人骑众人唾，养女莫养不贞女，娶妻不娶破鞋妻，宁纳青楼妾，
不娶相门女，一朝迎回门，祖坟也冒烟。兰博从市井之徒口中听到这首打油诗后，气得立即将这几个市井之徒斩杀了，并令人控制住流言蜚语。可惜兰博明显小瞧了这舆论的力量，这些流言蜚语以燎原之势顺风而长，瞬间传遍整个西民国，怎么也打压不住。一连2天过去了，希儿的伤势渐渐好转，脸上也已经开始结疤了。希儿跟墨轩关系也进展得不错，至少他脸上总会露出些许笑容来了。而君离夜，自从那晚他们说的那番话后，苏青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影子。2日过后便是端阳节，皇宫设宴，7国储君使节已将出席。苏青莹跟着苏子义到御花园时，各国储君及使节已经开始畅饮了。东岳五公主，月敬你一杯。多谢。莹儿，你在看什么？皇兄，我在看美人呢，她笑得真美，连我的心都酥了。莹儿，你是女子，万万不可以喜欢女子。皇兄，你想什么呢？我这是纯粹的欣赏。这苏青莹的对面坐的是北邻国的代表，可是现在却是只有上官惊鸿一人坐在那儿。啊，东岳五公主，对不起，对不起，奴婢不是故意的。莹儿，你怎么样？哼，没事，就是衣服有点湿哒哒的。来人，把这宫女立即拖下去杖毙。东岳五公主，你衣服都湿了一大半了，还是先下去换一套干净的衣服吧。来人，领东岳五公主下去换衣服。是，东岳五公主，这边请。皇兄，我去就回。要当心，记得快去快回啊，莫要耽搁。而今右相府是恨极了苏青莹，这蓝心瑶又想打什么主意呢？师兄，要不要我跟去看看？罢了，兴许是我多心了。这里是皇宫，料想他们也不敢动什么心思。不多事，皇兄，我回来了。可有何不妥？没有，可能是我们把人家想得太复杂了也说不定。他们就算恨不得我死，也不会蠢到在这里动手吧？但愿吧。三公主现在身在何处？为何不来救袭？回太子殿下，三公主她说什么也不愿过来，奴婢怎么劝也劝不住。胡闹！这么大的宫宴，岂可说不来就不来？去，将三公主请过来。是，奴婢这就去。御花园中丝竹绕耳，歌舞升平。不好了！外面何事惊慌？成何体统？将那宫婢带上来。很快，侍卫就带着一个婢女走到场中。赵天齐一眼就认出她是刚才自己吩咐去找赵若芷的婢女。方才可是你大呼小叫。回西明皇，奴婢是南疆三公主身边的婢女新来，三公主她死了。你说什么？什么叫她死了？还不快从实招来！若有半句假话，小心你的小命！太子殿下，奴婢说的句句属实，固然不敢胡说。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清楚。回西明皇，奴婢不久前奉太子殿下的命令，去芷轩宫请三公主救袭。可是奴婢去到的时候，三公主已经惨遭杀害了。三公主死得好惨啊，她的脸被人毁得面目全非了，都是血。哼，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她呢。苏青莹，皇妹与你无冤无仇，纵然她曾经得罪过你，你也不该如此心狠手辣对她按下杀手。你简直残忍得令人发指。南疆太子无凭无据，你如何断定就是莹儿？莹儿有何理由非杀她不可？除了她还有谁？她不就是曾经用这种方法毁了蓝飞羽的容貌吗？而且方才只有她一个人离开过，证据确凿，你休要袒护她。气氛一时间僵持不下，其他几国皆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戏姿态，场中硝烟弥漫，隐隐让人觉得压抑。南疆太子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切莫冤枉了东岳五公主，一切还是等水落石出再下定论吧。是啊，南疆太子，二妹妹是因为对不起东岳五公主在先，这才会惹恼了五公主，不可断章取义，没有确切的证据，莫要冤枉了五公主才好。蓝小姐真是心地善良啊！我是听说了啊，这苏青莹只身闯进右相府，见人就杀，死在她手上的人呢，不计其数啊！可不是嘛，苏青莹这般心性残忍，又如何比得上蓝小姐的心胸宽广？听到这些难听的声音，就是司徒婉儿这般心性温良的人，也忍不住生出几分气。可苏青莹仍旧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月爷以为东岳五公主不是杀害三公主的凶手，小莹儿若想杀赵若芷，早就出手了，何须等到现在呢？而且以她的个性，就算她要杀赵若芷，恐怕会将尸体大卸8块后喂狗，来个死无全尸，怎么还会留着尸体等你们指认呢？小莹儿，你说本宫说的对不对？你确定你是在为我辩解吗？都给我闭嘴！你们这些人简直愚昧无知，听风就是雨，完全不知道真相，真当我聋了？正经事儿不见你们做，专门喜欢做长舌妇在背后嚼舌头，让人讨厌至极。苏青莹，你别太猖狂了！我猖狂又如何？你管得着吗你？
突然一根筷子闪电般朝他飞来，这是最后一次警告，打狗也看主人。看在西明皇的份上，我饶你一次。西明皇，请你管好你的人。东岳五公主，这里是西明，不是你们东岳。朕的臣子还轮不到你管教，你越俎代庖了。赵天启，你口口声声说是本公主杀了赵若芷，那么请你拿出证据来。没证据就给我闭嘴。对了，太子殿下，奴婢在三公主的旁边发现了这只发钗，三公主的饮食起居皆是奴婢一人负责，奴婢可以肯定，这只发钗绝对不是三公主的。太子殿下，请看，这只发钗不是……啊，怎么会？皇上，右相大人，奴婢真的不知道啊！你知道什么？还不快从实招来！拉下去，杖毙！不要，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奴婢说，奴婢全都说。东岳五公主，对不起，奴婢瞒不住了，只有实话实说了，求您别怪我。你这婢女，需要胡说！皇兄，稍安勿躁，让他说下去。我倒想听听，他想要为我瞒住什么？哼！奴婢。苏清莹，倘若你心中没鬼，何必吓他？说，朕恕你无罪。是，皇上。之前奴婢领东岳五公主下去换衣服，就看到她头上就有这么一根一模一样的发钗。途中，东岳五公主曾有说口渴，奴婢便去为她倒茶。回来后便发现她头上的发钗不见了，奴婢心中疑惑，却也未曾多想，想不到竟是皇上，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事到如今，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哼，精彩，真是太精彩了！这计谋虽然拙劣，不算高明，但却十分有效，完全将我的后路堵死了，的确是让我很难翻身。为了置我于死地，你们还真是用心良苦啊！东岳五公主，真相已经水落石出了，容不得狡辩，真是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啊！南伯，这句话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只可惜啊，想让我死，你们还差点火候。你什么意思？西明皇，我想亲自审问那个宫女，等会儿希望你能让他们保持绝对安静，无论听到什么也不准出声，我会还你们一个真相大白。苏清莹，死到临头你还想玩什么把戏？哼，什么把戏？当然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了。怎么样，西明皇？好，朕准了。等会儿谁也不要出声，围着格杀无论。也请各国好好配合东岳五公主。东岳五公主，请开始吧。一时间，众人都紧闭嘴巴，伸长脖子看着场中。苏清莹莲步轻移，走到那名宫女身边，来，放轻松，别怕，看着我的眼睛，我又不会吃了你，别紧张。随着她的声音一次比一次更轻柔，那名宫女的眸光慢慢变得空洞起来，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红叶。你家有几口人？我爹，我娘，我弟弟。你何时进宫？3年前7月初8。一连问了几个没用的问题，众人越发觉得无聊，还以为他有什么神通呢。苏清明，还以为你真有什么办法，任凭你说干脆也是问不出什么来。你毁我妹妹，抢我家铺子，这次你休想活着离开。很好，我问你，我之前可有让你帮我倒茶水？没有。那我的发钗怎么会在南疆三公主的寝宫？是我帮东岳五公主换衣服的时候偷偷拿的，趁东岳五公主不注意，悄悄交给了香儿。香儿是谁？她是右相府大小姐的贴身丫鬟。瞬间，所有视线都聚集在蓝心瑶身上。明明都已经把她逼到绝境了，为什么苏清云还能翻身？那个宫女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可知道一切说出来后绝对是死路一条。你为什么帮她陷害我？因为蓝小姐给了我1000两银子，事成之后她说会让我出宫。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蓝心瑶收买了你？我将蓝小姐给我的1000两银子藏在枕头底下。轩辕洛尘冲小福子做了个手势。好了，醒来吧。那名宫女立即清醒了过来，不明所以的望着苏青云，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在无意识中说出了一切，嘴硬道：东岳五公主，求您放过我吧，奴婢也只是实话实说。很快，小福子捧着一个藏蓝色包袱走了过来。皇上，的确是1000两。轩辕洛尘那冷冽带着探究的目光朝蓝心瑶扫了过去。不，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是我？不应该是苏金莹吗？哼，听到了吧？这才是真相。西明皇，本公主无故在你们这蒙冤，你可得好好安抚一下我那脆弱的心灵，回头赏个1万两黄金给我压压惊呗。右相府好大的胆子，竟敢陷害一国公主！这一次，本宫绝不姑息。东岳太子，请息怒，这件事儿朕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来人，给朕将这个胆大包天的婢女拉下去，处死！皇上饶命呢！皇上，拖下去。来行，你是否还欠朕一个解释？皇上，微臣冤枉啊！小女一向温婉谦虚，怎么会杀了公主呢？定是那东岳武公主施了什么妖术，迷惑了那婢女，请皇上明察呀！什么妖术？没眼界！这明明是催眠术，使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说出一切秘密。没想到蓝小姐居然是这般蛇蝎美人，不仅残忍将南疆三公主杀害，还要嫁祸于我，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蓝飞羽心里那个恨呐，精心布置了这么多，不仅没有伤她分毫，反而还将自己姐姐赔了进去。蓝心瑶，你好歹毒的心呐！还我皇妹命来！我没有，不是我。西明皇，既然真相已经大白，那就将凶手绳之以法吧，还小莹儿一个公道。谋害一国公主，这可是死罪。西明皇应该不会假公济私吧？等等，不是我姐姐，而是我妹妹。姐姐，你是家族的全部希望，不应该舍在这里，好好活下去，替我报仇。对不起，姐姐，是我瞒着你偷偷找香儿的。香儿会武功，能够帮我办到这件事。我知道姐姐你心地善良，倘若是知道了，并不会让我这么做。但是我恨赵若芷，更恨苏清莹。赵若芷嘲讽我容貌尽毁，我也让她尝尝毁容的滋味。苏清莹害我身败名裂，我又怎会放过她？一切都是我做的，一人做事一人担，不关我姐姐的事。这么说，你是认罪了？是，我认罪，与其他人无关。蓝飞羽，你倒是聪明了一回呀！哼，苏清莹，别得意，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来人，蓝飞羽杀害一国公主，罪大恶极，处以极刑，凌迟处死，即可行刑。赵天齐心有不甘，也说不出什么。谁叫西明是当时4大强国之一，不是他们南疆所能抗衡的。是。蓝心瑶眼睁睁地看着蓝飞羽被拖下去，痛苦的哭喊声不时传过来。蓝心瑶听着，心如刀绞。苏清莹凤眸微眯，冷酷如她，也不得不佩服蓝心瑶的定心。宫宴出了这样的事，谁也没了继续下去的兴趣，宴会因此也就早早结束了。东岳武公主，冒昧打扰一下，请问刚才你是怎么做到的呀？为什么那宫女一看你的眼睛，就仿佛变得如傀儡一般？苏子怡不方便打扰，把空间腾给他们，走到一旁与荣月互相攀谈。小意思，其实这是个催眠术，简单的讲，就是利用人类思考的2个不同层面，意识和潜意识，懂吗？不是很明白。就连一旁的荣月、苏子逸也不自觉停下攀谈，投来好学的目光。轩辕洛尘离得不远，亦默默竖起了耳朵，关注这边。接收到他们那求学的小眼神，苏清莹突然觉得自己的逼格无限高大上了起来。那说白一点呢，人本身平时在清醒的状态下，意识是占主导地位。催眠的原理就是让人的意识专注于某一件事情，这个时候潜意识就不会被意识压制住，于是潜意识被激发，进入一种潜意识和意识都同时开放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可以跟潜意识做沟通。催眠就是越过意识，直接跟潜意识的沟通。当然，也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可以使用催眠术的，那要看天赋。这么说你明白了？司徒婉儿表示脑子很混乱，好似短路了，完全不能理解。荣月第一次对自己的智商产生了怀疑，苏子逸直接懵逼了，心里有些受打击。他们真的是亲兄妹吗？为什么他一点都听不懂？轩辕洛尘紧皱眉头，绞尽脑汁思索这话，是不是很容易理解？众人默。五公主真是博学多闻呀，婉儿自愧不如。哎呦，一般般了，不用这么崇拜我的。五公主真是性情直朗，令人心生喜爱呢。心生喜爱？我看某些人想砍死我还来不及呢，要是他们眼神能杀死人，我早变成马蜂窝了。五公主还挺有自觉的呀。哈哈，你的性格我喜欢，毫不矫揉造作，对我胃口。你叫我苏清莹吧，别五公主的叫了，太生分了。哎，对了，你叫什么呀？民女司徒婉儿，唤我婉儿便好。宫宴已散，苏清莹觉得反正也闲来无事，撇下苏子逸，便跟着司徒婉儿走到附近的亭子坐下聊天。哎，婉儿，你是不是喜欢荣月没？是又如何呀？她心里已经另有其人了，我再喜欢又有什么用呢？你长得这么漂亮，她居然会喜欢别人，这不科学呀！
漂亮又怎样呢？天下貌美的女子何其多，就是轻盈你的容貌亦不在我之下。喜欢就是喜欢，与容貌无关的。你可以换种方法吗？需不需要我给你支个招？还是算了，以你的性格呀，我怕是会把相爷吓跑，只怕以后他都不敢靠近我了。对了，他喜欢的人是谁啊？是那个名动天下的云灵公主。纳尼？落月宫公主？怎么人人都喜欢她？她真的有那么好吗？哼，怎么听你这话有些酸溜溜的呢？谁这么大的福气能被你看上呀？我猜猜呀，莫不是北陵太子？他，哼，风流成性，喜欢他我不是找虐吗？那莫王殿下，他一心向着轩辕洛尘，我看他喜欢轩辕洛尘的可能性大些。轩辕洛尘当即嘴角一抽，刚从军营赶回来的轩辕墨也是满头黑线。什么叫暗恋他皇兄？这实在太恶心了吧？莫非是皇上？婉儿，你那什么眼神？轩辕洛尘他哪里配得上我了？轩辕洛尘的脸瞬间黑如锅底。皇兄配不上他。你别跟我说轩辕彻啊，他已经是过去式了。我告诉你，姓轩辕的我全看不上，尤其是那个狗皇帝，成天想着怎么把我咔嚓了，没风度、没气质、没涵养，整天就那副死人脸，一看就知道是个短命的货。轩辕洛尘气得牙齿上下打架，拼命克制住喷薄欲出的怒火，继续侧耳偷听。婉儿，你还不知道吧？听轩辕墨说，那狗皇帝到目前为止还是只童子鸡呢。啊？何为童子鸡？皇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就是还没被处理过的男人啦，老处男。一国皇帝是只童子鸡，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龙阳之癖，还是那玩意儿不举，放着3000佳丽当摆设。他也不知道那些妃子在深宫中有多么寂寞，要万一哪个妃子莫名其妙怀孕了，他头上可就绿得发光了。司徒婉儿愣住了，俏脸微红。墨，你是不是该给朕解释解释？皇兄啊，这个说来话长，有空臣弟再向您好好解释。哼，既然他们都不是，不会是北陵摄政王吧？怎么可能？谁会喜欢他？不是那便好。北陵摄政王虽然是人中之龙，却也是个穿肠毒药，不可碰，不可沾。即便优秀，但若是喜欢上他，无异于玩火自焚，会让人化为灰烬的。有这么夸张吗？北陵摄政王的母妃本是北陵皇的亲妹妹，名唤上官雨嫣。上官雨嫣容貌秀美，乃是北陵第一美人。过了成年礼后不久，便嫁给了北陵的外姓亲王。上官雨嫣嫁与亲王之后，两人和睦有加，2年间便生下了摄政王。据说后来摄政王为了权力跟地位，不惜弑父杀母，且手段极其残忍，令人发指。而当时的北陵摄政王只有13岁。君离夜杀了他老子跟老娘，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这其中不会有什么隐情吧？不过是传闻罢了，谁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起因不必较真，真真假假，怕也只有当事人才知道最初的真相吧。苏青莹心里有些闷得难受，在她看来，君离夜不过是外冷内热，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她实在无法想象，她当时才13岁，要如何忍受众人的非议和目光，心突然有些疼了。哎，青莹，我不日前曾听闻你就是天上人间的幕后老板，为此还出手教训了蓝飞羽一顿，这是真的吗？哼，比珍珠还真。原来既是真的呀！我还常常在想，究竟谁会有这么大的魄力，将天上人间在短短的时间内挤进皇城的3大青楼楚馆呢？若说是你，我现在倒没什么好意外的，的确很像你的作风呀。东岳武公主，您真厉害呀！女子开青楼楚馆，奴婢想都不敢想呢。那是，凭什么男人可以做生意，女人就必须在家相夫教子？我并不认为女人的能力就一定比男人差，男人可以做到的，女人也可以啊。为什么女人就一定要围着男人转呢？处处以他们马首是瞻，我就是要向世人证明，女人也可以撑起一片天。好魄力，我真羡慕你啊，敢说敢做，不畏世俗眼光。对了，我记得天上人间有个苏姑娘，琴艺卓绝，琴声婉转动人，不知是何方神圣。她天机不可泄露，到时候你会知道的。哦，这么神秘？嘿嘿，我只能告诉你，她呢其实不姓苏，姓云，至于叫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她每次都蒙着面纱，弹了一首曲子之后便离开了，她去哪里我也不得而知。不过呢，她每月15都会去天上人间弹上一曲的。皇兄，这样看来，那个女子的确有可能是云灵，是不是我们很快就知道了？走吧，荣月苏子义来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好奇她的庐山真面目了。师兄，你来了呀？好奇你们就去看看吧，看在婉儿的份上，我给你们打8折哦。那便说定了，下月15我们一定捧场。你呀，古灵精怪的。司徒婉儿和荣月不便在宫中久留，苏子义便与苏青莹回到了各自的寝宫。苏青莹刚回到流云宫，虽
遂见墨璇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参汤走了过来。五公主，哟，墨璇，你很贤内助吗？居家好男人呢。我们家希儿挺幸福啊。调侃2句你还脸红了，不错不错。行了，你们2个腻歪去吧，我就不当那几千瓦的灯泡了，我随便去逛逛。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多危险的暗杀他都不曾担忧过，可是一面对苏青莹这小祖宗，他就像大姑娘嫁人似的窘迫，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哎，等一下，那个你家主人最近去哪儿了？这几天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他受什么刺激了吗？属下不清楚，这几天主子并未回过吉阳宫。连吉阳宫也不在，不会是毒素发作死翘翘了吧？心里竟隐隐有些担忧。好了好了，没你的事了，你去忙你的吧，不许趁我不在对希儿动手动脚，知道吗？苏青莹虽然嘴上说着无需想君离夜那妖孽，但是脑子里到处都是他的身影。我勒个去，我怎么走到这里了？脚步一转，苏青莹转了个方向，走了不远，倏地听到前方传来上官惊鸿的声音。苏青莹不由一步寻了过去，找到了上官惊鸿的身影。失望的是，君离夜并不和他在一起。小美人，你是哪家的千金小姐呀？本宫从来没见过你啊！你这小脸蛋可真是让本宫心神荡漾啊！我呸！你这跟徒子，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本公主说这些污言秽语！看我不好好教训你！小美人，原来你还是个公主呀？不知是哪一国的公主呢？告诉本宫，好让本宫上门提亲讨回来做第108个小妾呗！你还敢说？谁要做你第108个小妾？看招！不好意思，本宫看到你的小亵裤了。你不许看！啊！美人小心！上官惊鸿运起轻弓，脚尖轻点，拦腰抱住他，旋身落下。美人，你再这么深情地看着本宫，本宫可要亲下去了。你要是敢乱来，本公主一定阉了你！小丫头，还打算躲在那里看多久？哼，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嘛，你玩的挺欢脱的。你就是苏青莹？你就是那个烤了皇兄的鱼，老是让皇兄气得跳脚的苏青莹吗？你皇兄是？我皇兄就是这里的皇上，轩辕洛城，我叫轩辕容妃。苏姐姐，你的传奇事迹我都听说了，我可崇拜你了。为了能早日见到你，我可是从宫外偷偷跑回来的，皇兄他还不知道呢。对了，你收我为徒吧，我好喜欢你。你要拜我为师？皇兄的那些鱼我早就想抓了，可他老是不准我靠近秋明湖，而且我还从未见过皇兄能被谁气成这样呢，可太好玩了。看得苏青莹跟上官惊鸿冷感连连，这真是亲妹妹吗？师傅，这是徒儿的一点小心意，请师傅笑纳。师傅以后要是没钱了，还可以找徒儿，我愿意做师傅的贴身小棉袄。哎呦，你真是太客气了。好说好说，以后你就是我的小徒弟了，师傅带你飞。御书房。皇上，什么事儿能把你吓成这样？成何体统？皇兄，我回来了。容妃，你不是在宫外游玩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啊。皇兄，你想不想我？我出宫的这段日子可想死你了。你呀，小魔女。皇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在刚刚，我已经拜苏青莹为师傅了。你以后可不许欺负她，不然我饶不了你，知道了吗？苏青莹，你见过她？这不废话，不然我哪能拜师啊？我就是为了她才赶回来的。皇兄，我师傅可漂亮了，比那什么天下双姝强太多了。要不然你娶了我师傅当皇后好不好？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想要师傅当我嫂子。胡闹！朕怎么可能娶这该死的女人？朕总有一天会被她气死。我哪里胡闹了？我师傅风华绝代，性格又活泼，你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啊。依我看呐，不是你不想娶师傅，是师傅他压根就看不上你。哼！容妃，干嘛吼我？难道还真被我给说中了？也是，师傅是什么人呐？怎么能看上你呢？除非他眼瞎了。轩辕容妃，你到底是谁的妹妹？怎么胳膊肘一直往外拐？你说，朕哪里配不上她？闻言，轩辕容妃认真的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哪里都配不上。轩辕容妃，你皮痒了是吧？哎呀，皇兄呐，你别老是黑着张脸嘛，你看你长得也不赖，成天冷着张脸，这女人都被你给吓走了，哪还敢跟你谈情说爱啊？皇兄，就因为你是我皇兄，我才这么撮合你跟我师傅嘛。哎，你听我的，
下次见到师傅一定要笑容满面，知道吗？滚滚滚！什么乱七八糟的！再胡说八道，朕就把你撵出宫外去！哎，皇兄啊，你没救了，你以后一定讨不到娘子。好啦，不要再瞪我了，我这就滚回我的飞云宫去。这丫头实在太无法无天了，一回来就气朕。皇上息怒，九公主也是一片好意。好意？有她这么贬低自己亲哥哥的吗？朕到底哪里配不上苏青莹？皇上，你重点不对吧？你咋这么在意这个问题呢？这我怎么回答也不是呀。今夜月亮格外圆润皎洁，就连星星都比往日多了不少。流云宫内，苏青莹数了好几万只绵羊，总算是进入了梦乡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摸黑来到他身边，一个巴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落在他脸上。哎呦，五公主手下留情啊，老奴是鬼医呀。啊，鬼医，三更半夜的，你来我这里干嘛？五公主，不好了，主子的毒素扩散了。扩散了？怎么回事？五公主，你先别问了，有空老奴再向你解释。现在快随老奴过去吧，主子快不行了。随便披上件外套，便跟着鬼医从窗户跃了出去。这是出宫的路线呢？难道君离夜不在金阳宫？皇宫耳目众多，主子不便待在金阳宫。一旦其他人知道主子中了毒，后果将不堪设想。一路无话，他们在一处郊外山脚下停下，紧紧跟着鬼医来到君离夜所住的屋子前。五公主，主子就在前面，还是您自个儿进去吧，老奴就在外边，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苏青莹上前推开房门，快步移到君离夜身边。君离夜，君离夜，喂，醒醒！手指准确搭上他的脉搏，苏青莹的心猛地沉入谷底。糟了，毒素开始扩散到经脉了。如果不能制止毒素继续扩散，君离夜就没命了。这家伙不是告诉过他不准使用内力的吗？不敢耽误，苏青莹即刻将君离夜扶了起来，熟门熟路地把他拨了个精光，照旧将他扔到浴桶里。苏青莹清晰地看到他身体上那些新增不少的伤痕，有些深可见骨，有些只要稍稍偏1寸方可当场致命，有些甚至还在汩汩流着血。苏青莹用银针一一封住他的穴位，防止毒素继续扩散。鬼医，鬼医！五公主有何吩咐？我内力不够，等会儿你跟我一起用内力疏导他体内的毒素，将他们逼回到丹田。我不让你停手，你绝对不能收工，明白吗？是，老奴知道了。开始吧。鬼医坐在苏青莹身后，两人同时发功，内力丝丝缕缕地钻入君离夜体内，将君离夜的毒素一点一点地逼退到丹田处，约莫1炷香的时间。背后的内力疏源突然中断，所有压力全部集中在苏青莹身上。苏青莹俏脸一白，身体隐约有透支的迹象。鬼医，你没事吧？五公主，主子的毒素太强太霸道，老奴快撑不住。终是受不住晕了过去。鬼医，鬼医！糟了，以我这点内力根本不能压制住他的毒素，若是这时候收手，他体内的毒素就会迅速反弹，到时候毒素就再也无法控制了。怎么办？只能试试这个办法了。凤眸一凝，苏青莹一边抵抗着君离夜的毒，一边暗自往自己身上吸收。丝丝毒素涌入苏青莹的血脉中，在她体内横冲直撞，霸道至极，感觉全身血管都要爆开般痛苦。既要对抗君离夜的毒素，又得强忍着自己身上的痛苦。苏青莹嘴角不禁溢出了暗红的血渍。君离夜，你别死，听到了吗？不要让我所做的努力都化成灰烬。你敢死，老娘绝对把你鞭尸300，不，1000。成功了，差点没了半条命。苏青莹连忙又用银针在自己的几个大穴上迅速扎了几针，而后用特殊手法将君离夜过渡给自己的毒血放了出来。苏青莹见君离夜与鬼医一时还醒不过来，遂摇摇晃晃朝屋外走了出去。啊，这里风景不错，好清新的空气啊。苏青莹，君离夜，你没事了？你个贱人，我不是警告过你不准使用内力吗？你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了吗？你知道刚才多危险吗？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力气才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吗？如果我晚了一步，你就真的没命了，你知不知道？你要死就死远点，别碍我的眼。莹儿，本王好想你。你想个头！放开我！谁准你抱我了？怎么了？你哪里痛？是不是毒素又扩散了？快让我看看。你再动，本王的伤口就更痛了。那你放开我！不放，本王好不容易活了过来，这一辈子姑都不会放开你了。你……君离夜倏然微微松开他，从怀中掏出一个雪白的瓷瓶递给他。这是个什么？
用千年金参与七叶雪莲配制而成的冰肌玉露膏。难道你这几天就是为了去寻七叶雪莲？你如此关心那个丫头，本王不想看你闷闷不乐。七叶雪莲虽极为稀有，却也不是找不到，只是比较费力罢了。君离叶，你疯了！心里某块地方完全塌陷了。他一直不愿意面对，也不愿意承认的感情，在这一刻决堤了。七叶血莲是罕有的天才地宝，它生长的地方定然危险重重，可想而知君离叶是如何历经磨难，九死一生才把它采到手，命都不要，却只是为了让他开心。是，本王是疯了，本王居然会疯到喜欢你，疯到满脑子想的都是你。你告诉本王，本王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忘掉你？怎样才能不爱你？君离叶，你既然已经喜欢云灵，为什么还要招惹我？为什么还要强迫我面对自己的感情？谁说本王喜欢云灵？哼，难道不是吗？这世上谁不知道北陵摄政王当年如何讨好云灵欢心，对他如何倾慕？哼，你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哼，莹儿，你是不是吃醋了？姓毛，你很嘚瑟是不？老娘我就是吃醋了又怎样？一边撩老娘，还一边对别的女人念念不忘，你想脚踏两条船吗？笨蛋，你是本王第一个深爱的女人，对于云灵，本王不过是有3分好感，更多的是较量跟欣赏，明白吗？你说的是真的？如若有半句谎言，我君离叶愿天打雷劈，不得好死。莹儿，本王是真心爱你，愿以这江山为聘，许你生生世世一双人，所以不要再拒绝本王好吗？给本王一个机会，试着相信本王。君离叶眸底隐含宠溺，微微低下头，嘴唇在他的唇上辗转反侧，轻咬吮吸。苏青莹闭上眼睛，伸手搂着他的脖子，慢慢回应他的吻，唇齿相依。等等，君离叶，你藏金库的其他2把钥匙呢？快给我交出来！本王真想掐死你！哼，你舍得吗？来，脖子就在这里，往这里掐，用力点，不客气，下手狠点。他的吻铺天盖地般袭来，让他避无可避。君离叶，你找死啊！丫的，你这是想上天是吧？见他依旧喋喋不休，君离叶薄唇微扬，再次精准地封住他的唇，长舌以攻城略地之势吮吸着他的甜美。亲爱的小叶叶，我错了，人家不嚣张了，求放过，不要再来了。朱唇被他吻得有些红肿，苏青莹眼含秋水，不爽地瞪着他。莹儿，本王带你去个地方。大半夜的，去哪里啊？苏青莹嘟着小嘴，望着2人紧紧牵在一起的手，嘴角笑意明媚，不紧不慢地跟着他的脚步。到了。哇，是萤火虫，好美！阿离，你看，他们可一点都不怕我呢。莹儿，你刚刚喊本王什么？阿离呀，怎么了？不好听吗？你要不喜欢，那我还是叫君离叶呗。莹儿，再叫一次。阿离，阿离，阿离。那眼神勾魂夺魄，看得君离叶心头一热，低头附上那一抹香甜。亲过去，亲过去，亲过去。君离叶的动作瞬间僵住了，转过头，双目喷火地瞪着一老头。师傅，你就不能挑时间出现吗？啥？这猥琐的老头是你师傅？丫头，你这话老头子我就太不中听了啊！什么叫猥琐？老头子我这叫仙风道骨，仙风道骨懂不懂？还仙风道骨呢？你不猥琐，能偷看我跟阿离亲热？知不知道打扰别人谈恋爱是很不道德的？你什么你？无话可说了吧？哼，臭小子，你也不知道管管他，就这么看着他欺负为师吗？为师真是白疼你了。管我？他敢？君离叶只是满眼宠溺地望着他，淡笑不语。他就是爱死了他这嚣张劲儿。你看看，你看看，真是太嚣张了！还未成亲就蛮横成这样，成了亲了那还得了？本王乐意，只要他在我身边，就算一直被他欺负，我也愿意宠着他，爱着他。阿离，么么哒，妈。哈，真是受不了你们2个了，太肉麻了。哎呦，受不了可以走嘛，别打扰我们过2人世界。丫头，知不知道女孩子要矜持？老娘我就要跟阿离做羞羞的事了，没事你可以滚了，
等会儿要是把你的小心脏吓坏，那可就不好了。云儿，我就喜欢你这般奔放。目光呆滞的归云老人，废话少说，躺下，脱衣服，给老娘摆好撩人的姿势，一定要够淫荡。老娘要好好弄死这个小骚货。傻掉了的归云老人，来吧，我等着你蹂躏，这样够撩人吗？停！给我停下来！你们这是成何体统？老头子我还在呢。师傅，你究竟有什么事啊？若是没有事，恕徒儿不奉陪了。另外，请回避一下。当然有事儿，为师最心爱的小乌鸡不见了。为师根据他最后的气息追寻，他就是在西冥。可是我追到这里啊，就完全没气息了，这真是奇怪。它是一只乌鸡，世界不会这么小吧？对呀，丫头，你见过？没有，我从来没见过什么乌鸡。小王，在笑淹了你。你的命格奇怪，怎么会这样？不可能啊！以我的本事，我居然算不出你的未来。不仅如此，你的命格我也完全看不出来。丫头，你是什么人？师傅，你说什么？丫头，把手给我。半晌，居然是这样！凤兴县战乱起，神女出，天下和。丫头，你竟是凤神星？什么凤神星？我看你是病得不轻。师傅，你莫不是弄错了？莹儿就是凤神星？不会错的，这丫头的确就是凤神星，神女啊！得凤星者得天下。乖徒儿，你眼光不错嘛！有了这丫头，这天下迟早是你的。无论莹儿是不是凤星，本王都不会放弃她，利用她。在本王眼里，她只是本王最爱的女人。能否得到天下，是看本王个人能力所在，与她何干？我君离业绝不会靠女人得到天下。苏清莹的心微微颤了颤，抬头对上他满含宠溺的眼神，所有的柔情蜜语皆在两人眸光流转间。我也没强迫你一定要利用他们，反正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天下和他，你选谁？天下？哼，跟莹儿比起来，天下又算得了什么？只要他要，本王就是为他负了整个天下又如何？他若不要，本王便弃了这个天下，从此与他归隐山林，又有何不可？阿离，这个男人如何让我不爱啊？我言尽于此，你自己思量吧。夜色渐深，归云老人寻机心切，很快便离开了竹林。苏清莹与君离夜十指相扣，缓步而归。莹儿，如今你有了内力，我现在把古月琴的内功心法传给你好不好？有了古月琴的内功心法，天下便再也动你不得。听说云林可宝贝那古月琴的内功心法，你怎么会有？说，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私情？快给老娘如实招来！敢骗我的话，你就玩完了。又醋了，醋坛子。放心，这心法是我当初从他手上骗过来的。哼，谁信呢？云林有这么蠢吗？能被你骗的？他不蠢，相反还很聪明。但他喜好美色，我是色友。他竟无言以对。这古月琴的内功心法，我只有下卷，虽是下卷，然威力不可小觑，对你应该有很大的帮助。你且记好了，仔细留心，向推求，屈身开合，听自由，入门引路，须口授，功夫无息，发自修。这不是太极13式的口诀吗？你确定这是古月琴的内功心法？你被耍了吧？不可能啊，云灵不会拿这个骗我。哟，你还挺维护他的嘛。奇怪，这太极13式的口诀是来自现代的呀，古代人怎么会知道太极13式的口诀呢？难不成云灵也是穿越的？那岂不就是我同乡？莹儿，你在嘀咕什么？阿离，云灵是哪里人？我想见他。莹儿，别吃醋了，以你目前的武功，你是打不过云灵的。谁吃醋了？谁要跟他打架了？我只是问问他哪来的。你想哪儿去了？还有，你怎么就知道老娘打不过他？你就这么看清我？乖，真听话。君离夜，你丫摸狗呢？乖，小野猫，别闹了，时辰不早了，该回去了。你才野猫，你全家都是野猫。一路吵吵闹闹的随着君离夜返回，如银的月色下，两人身影宛若游龙，眨眼功夫，两人已经回到了西明皇宫。不知怎的，苏清莹今夜似乎格外想跟君离夜这妖孽黏在一起。看着猛男离去的背影，他的脖子伸得老长，恨不得扑过去，暗骂自己没出息。苏清莹艰难地将自己的眼睛从君离夜的背影上抠回来，回身往希儿的住处走去。希儿睡得正香。希儿，公主，这么晚了，您怎么还不睡？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帮你找到祛疤的膏药了哦，你的脸很快就能恢复了。真的？我的脸可以恢复吗？谢谢公主，希儿让您费心了。傻丫头，说什么呢？你可是我的人，再说你也是被我连累了，不然蓝飞羽又怎会盯上你呢？
希儿眼眶发红，哭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的摇头。他从未怨过苏清莹，真的。希儿，这冰肌玉骨膏虽然有些祛疤的功效，但是用药的同时会有撕裂的痛楚，你不可以用手去抓，也不可以去触碰伤口，你能忍下来吗？可以的，只要能恢复，无论什么样的痛苦，奴婢都可以忍住。好，要是忍不住你就叫出来吧，叫出来会好点。日晒三竿，苏清莹昨夜忙了一晚上，早将轩辕彻那档子破事给忘得一干二净了，直到现在才被希儿拖了起来。流云宫内，苏子义早早在这儿恭候多时了。东岳太子，早啊！清源师傅呢？怎么没见到他人啊？今天可是七哥跟蓝心瑶成亲的日子，他不会不去吧？莹儿正在换装，想来是贪睡误了时辰。公主切莫见怪。那怎么会呢？他可是我师傅，我喜欢他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怪他？瞧，清师傅出来了。皇兄、龙妃，你们来了。哇，清师傅，你今天好漂亮啊！真是应了那句“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太美了！你今天这番模样，恐怕就是新娘子也不及你的半分风采呢。是吗？真的好看？皇兄，你觉得怎么样？很适合你。莹儿，阿离，你来了。阿离，你干嘛这么看着人家？人家都不好意思了。目瞪口呆的轩辕容妃，一副见了鬼的苏子义。莹儿，你眼睛是不是抽筋了？什么抽筋？君离夜，难道你不觉得老娘今天很美吗？是很美，美到让我移不开眼睛。哎呦，干嘛突然对人家说这些话？真是太让我难为情了。莹儿，你们这是……皇兄，别破坏气氛，没看到人家正在谈恋爱吗？养了17年的白菜被猪拱了，而且那颗白菜还不待见他。苏子义表示很受伤。另一边，轩辕洛尘以及各国储军早已在瑞王府就席，苏清莹他们刚到，正赶上轩辕彻将蓝心瑶从右相府接了过来，正要拜堂呢。众人眼尖的看到君离夜与苏清莹十指相握，举止亲密，一时间场面全都安静了下来。德王，恭喜！多谢啊！原来你已经心有所属了吗？一双眸子透过凤冠珠帘死死瞪着苏清莹，恨意浓郁。七皇兄，容妃在这恭喜你了，恭喜你喜得良缘，娶得美娇娘。清莹，你来了。恭喜！恭贺瑞王新婚快乐，愿瑞王早得贵子，承摄政王吉言。不客气，瑞王今日大婚，本王赠你句忠言：吃着碗里的，就不要想着锅里的；就算想着，也不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能染指的。君离夜声音不大，却能让所有人听得一清二楚。轩辕彻的心不由微微沉了沉，却是看了看苏清莹，并未开口说什么。苏清莹今夜离宴，今日你们给的君辱，我定会10倍奉还。眼看空中那日头越升越高，各位既已到了，那便入席吧，莫误了小妻的良辰吉时。由于人数众多，所以席位是按照性别规划为左右两边。苏子义微微颔首，与苏清莹往各自的席位走去。可是某只妖孽仍旧牵着他的手来到女子席位，更是挨着他坐在了一块儿。他这一自带强大气场的大男人坐在娇滴滴的女子边，一时间众人纷纷侧目望着他。北陵摄政王，你做错了，你的坐席在这边，那边是女眷的席位，与你的身份不相符。无妨。摄政王，这恐怕不妥。东岳武公主毕竟是未出阁的女子，你这般怕是会有损她的归誉。东岳太子以为呢？西明皇所言其事，还望北陵摄政王多多海涵。有何不妥？本王早已和莹儿私定终身，她将来会是本王未来的正妃。本王与未来的王妃坐在一块儿，如何坏了她的归誉？再说了，她哪还有什么归誉呢？君离夜，你什么意思？找抽吧！老娘哪里没有归誉了？你的确没有归誉了呀！北陵摄政王，请慎言。苏子义不由头痛地看着苏清莹，希望她能出来解释。苏清莹有些心虚地移开了视线，眼观鼻翼，鼻翼观心。轩辕彻心头巨震，不敢置信地睨着苏清莹。朕竟不知东岳武公主何时与摄政王私定终身。小事东岳皇还未答应吧？西明皇，难不成本王做事还需要向你报备吗？4国大典结束后，本王会向东岳皇递交婚书，东岳皇答应不过是迟早的事。如今你自己的事情都乱成一团麻了，还是先管好你们西明的事吧。本王的私事你就不要过分担心了。是朕唐突了，懊恼自己竟差点被苏清莹弄得失去理智，为了他而得罪君离夜，是极不可取的。司仪，继续。是皇上，一拜天地。从此
我就是这个王府的主人了。二拜高堂。轩辕彻，只要能嫁给你，我哪怕是不择手段，你是我的。苏清云再也不能将你从我身边抢走。夫妻对拜。轩辕彻的心沉了，沉入了谷底。他竟希望他能开口打断司仪的声音，结束这场婚礼。都这个时候了，自己竟对他还有非分之想。礼成，送入洞房。结束了，他跟他终究是没有机会了。在众人的簇拥下，轩辕彻强笑着牵着蓝心瑶往寝室走去。不准看其他男人。我看的是蓝心瑶好不好？那也不许看，你只能看我，他们哪有我好看啊？这妖孽居然傲娇了。我最好看。霸道。青莹，你真的与北林摄政王在一起了？可是真心？婉儿，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你放心，我不会让自己吃亏的。既然我爱上了，就会一根筋死认到底。与其每天担心这担心那的，倒不如坦坦荡荡的爱一场。我相信自己，也相信君离夜。他若敢负我，我定阉了他。苏清莹眉宇中流露出的自信，看得君离夜心底一软。聪明如他，自然知道这些话他是说给司徒婉儿听，亦是说给自己听。且罢，感情的事呀，谁也说不好。希望你的选择是对的。对面男子席位上，嗨，本宫还纳闷黑心叶这几天去了哪里呢？原来是追妻去了，想来是费了不少苦心吧。这下只剩本宫孤家寡人一个了。放心，你不会孤家寡人的，这不是还有我陪着你吗？你是那天的小美人，这边是男子席位，你一个公主来这边干什么？找你喝酒啊，反正你家摄政王不也坐在了女子席位上吗？我能有什么不敢的？上次你调戏本公主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呢。哦，如何算？拼酒量呗。要是你赢了，本公主就不追究了。可你若是输了，那以后都必须得听我的。怎么样，敢不敢？本宫有什么不敢的？难道还怕了你不成？轩辕彻大婚，王府上下其乐融融。兰博那边如何？皇兄，兰博已经暗中集结军队，禁卫军中也潜入了不少他们的人。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应该会在今日动手。哼，等了这么久，那老狐狸总算有行动了。皇兄，小七呢？这个时辰，他不是应该在喝酒吗？来人，将他们全部包围起来，一个苍蝇都不准放过。哎呦，怎么回事啊？这是干什么？怎么突然带兵包围我们？看来好戏要开始了。皇上，我们又见面了。兰博，你这是要做什么？哼，做什么？你轩辕家霸着这江山这么多年了，这龙椅也该换人坐坐了。四座皆惊，这西民国是要变天呢。兰博，你好大的胆子！你要造反！轩辕洛尘，我兰博自诩对你忠心耿耿，你却忘恩负义，三番几次明里暗里打压我的势力，削弱我的力量，还帮着苏清莹那个小贱人害死了我的女儿。你说我为什么不谋反？还有你，苏清莹，你残害我的女儿，夺走我家15间黄金铺子，屡屡坏我好事，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今日你落在我的手上，我定让你生不如死。君离夜最是听不得别人说苏清莹半句，刚要发作，苏清莹却向他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乱来。兰博，你这是要做什么？皇兄，跟疯狗计较个什么劲儿？你就让他乱废吧，反正他也蹦跶不了多久。苏清莹，你别嚣张！本公主就嚣张怎么了？你管得着吗？你来咬我呀！怎么的？你不服？不服你打得过我男人吗？你硬得过我男人吗？看什么看？我男人比你牛逼多了。你们就这么秀恩爱，真的好吗？人家好歹是在谋反啊，你们给点面子，严肃点好不好？哼，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成天把男人挂在嘴边，真是恬不知耻。我乐意，你眼红也可以把男人挂嘴上嘛。哼，你兰博，你公然造反，就不怕朕将你满门抄斩吗？你以为我做这一切会没有准备吗？你的禁卫军已经全数被我的人控制，只要我一声令下，就可以登上那龙椅，做这天下的主人了。蓝心瑶已嫁入皇室，你难道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管了吗？哼，你觉得我为什么把瑶儿嫁入皇家，就是为了将你们一网打尽？轩辕洛尘，我劝你还是乖乖的交出玉玺，不要做无谓的挣扎。好，看来你是早有准备，连禁卫军都被你控制了。朕当真是小看你。轩辕洛尘，废话少说，交出玉玺。就算朕交出玉玺，你又能如何？这把龙椅可不是谁都能坐稳的，坐不坐得稳可不是你说了算。既然如此，想要玉玺，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你什么意思？龙影卫何在？属下在。龙影卫？这怎么可能呢？龙影卫不是早在先皇驾崩之后就消失了吗？怎么会在轩辕洛尘的手中啊？传朕旨意，逆臣兰博弑君谋反，右相府上下满门抄斩，速将逆臣捉拿归案。是。龙影卫杀伐果断，往往一招毙命，实力着实强悍。龙影卫还真是棘手的麻烦呢。胜败立竿见影，兰博根本无一丝还手之力，注定是以他的失败告终。轩辕洛尘，你算计我！你早就安排好了龙影卫，等着我自投罗网！你好卑鄙，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带下去。轩辕洛尘，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哈哈哈哈哈哈！兰博的笑声回荡在王府，就像阴霾一般萦绕在轩辕洛尘心头。回禀皇上，右相府上下已全数收监，参与这次谋反的逆贼已悉数抓获，只是属下搜遍王府，未找到蓝心瑶。找不到？瑞王爷呢？瑞王爷与蓝心瑶进房后未再出现。找，挖地3尺也要将他们2人找到。阿离，你说轩辕彻会不会已经被蓝心瑶给杀了？不会，蓝心瑶虽心狠手辣，但对轩辕彻的爱不假，甚至于不顾自身清白也要嫁给轩辕彻，所以他绝不会伤害他。说的也是。啊，你知道蓝心瑶会武功？哟，你挺关注他的嘛？什么时候知道的？不是关注他，是关注你。我知道当日你与他在巷子交过手。原来你在那时候就在打我主意啦？不，那时候你屡屡气我，我只是想找机会弄死。作为我的男朋友，你这么诚实真的好吗？皇城外，一袭红色嫁衣的蓝心瑶暗恨着轩辕洛尘实在太卑鄙，让他们满盘皆输。心瑶，王爷。兰博之前交代过蓝心瑶，若是谋反失败，就劫持轩辕彻全身而退，然后杀了他，让轩辕洛尘后悔一辈子。可他毕竟是自己最心爱的男人。你一直都在骗我吗？包括这次的成亲，也不过是为了帮兰博铺路。你在利用我，为什么要骗我？王爷，心瑶对王爷的感情是真的，我是真的喜欢你，我从未想过要利用你。够了！从5年前你就一直在骗我，直到现在你还在骗我。心瑶，你太让我失望了。王爷，不是这样的。想要解释清楚，却眼尖的瞥到轩辕彻身后急速赶来的轩辕墨。该死，居然追过来了！想走，没这么容易。王爷，难道你真的忍心要了心瑶的命吗？道不同，不相为谋。为什么不躲？既然王爷想要心瑶的命，心瑶给王爷便是了，能够死在王爷的手里，心瑶心满意足了。你走吧，从今往后，你我2人再无任何情分，再见面，本王定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王爷，保重！轩辕墨赶来，蓝心瑶已经逃脱了。小希，你糊涂呀！你怎可将蓝心瑶放走呢？她多年来隐藏自身武功，至今无人发现，可见她城府还在兰博之上。你就这么放走她，只怕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二皇兄，如今兰博被满门抄斩，只剩蓝心瑶孤立无援，应该是掀不起什么波浪。看在我的份上，放了他吧。唉，你呀，算了，人都已经被你放走了，现在说什么也多说无益。你自个回去向皇兄解释吧，我不管你了。此次让诸位陪着演这出戏，辛苦诸位了，朕不胜感激。西明皇，既然好戏已散，无戏可看，我们是否能离开？本王甚是感到无聊，就不奉陪了。自然可以，诸位请便。太好了，终于自由了，在这无聊死了。走，阿离，我们去喝一杯。一听要走，拉着君离夜就兴冲冲地往门外走去。莹儿，站住！皇兄，回凌云宫，皇兄有话对你说。知道了。阿离，你先回去吧，我回去受训了。要我帮忙？千万别！你出面我还有活路吗？你先去忙你的吧，我走了，不要担心，皇兄又不会吃了我。安了。希儿容貌尚在恢复，苏青莹让她在流云宫静养。忽见苏子逸与苏青莹一前一后的回来，她赶紧跑出来迎接。太子殿下，公主都下去，没本宫吩咐，不得进入。是。整个宫殿只剩他们2个，苏青莹只觉得头皮发麻。平时生死无惧、杀人如麻的她，此刻竟有些胆怯。皇兄，你要跟我说什么？莹儿，你莫跟皇兄装蒜。你知道皇兄要跟你说什么？我不是让你跟君离夜走得远点吗？你为什么不听啊？君离夜杀伐残忍之名天下皆知，像他这般人又怎么会倾心待你？你跟他在一起只会受伤，
皇兄不会眼睁睁看着你跳入火坑的。不能睁眼，那皇兄可以闭着眼吗？莹儿，好嘛，我知道了。皇兄，你消消气，不要再气了。皇兄，阿离不是你说的这种人，他是真心待我的，我相信他。胡闹！我看你是被他勾了心魂。君离夜小年纪就掌控整个北陵的100万兵权，13岁执政北陵，他的城府手段岂是你能看透的？你怎知他待你是真心？哪个王八蛋说的？简直是造谣！我家阿离才不是这种人，什么残忍，什么城府深，完全是放屁！皇兄，你可千万别信，这是赤裸裸的污蔑。莹儿，你是要气死皇兄啊？皇兄，我哪敢呢？这分明就是抹黑阿离嘛！你是执迷不悟啊！罢了，自今日起，你就给我待在流云宫，好好反省，直到4国大典。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踏出流云宫半步。不要啊，皇兄！现在距离4国大典还有5天呢，这5天我岂不是要闷死啊？不进足可以，除非你答应我离开居离夜。苏青莹眨巴下眼睛，最后在苏子逸期待的目光下，有气无力地转身爬到贵妃榻上。那算了，我还是闭门思过吧。你真是气死我了！来人，看着我公主，她若离开流云宫半步，就拿你们试问。唉，这日子难过哟。北陵摄政王留步，流云宫是舍妹的寝宫，以后还望摄政王莫要再踏足。莹儿再怎么说也是东岳的五公主。皇兄，这是哪里的话呀？莹儿既是本王未来的王妃，本王来看她也是合情合理。她是东岳的公主，本王亦是北陵的摄政王，身份倒也登对。皇兄以为呢？本宫可担不起摄政王这一声皇兄。再者，本宫父皇并未给莹儿招过任何驸马，不知莹儿何时成为摄政王的王妃了。现在不是，很快就是4国大典后，姑会亲自向东岳来提亲。这一声皇兄，你受得起？既然如此，本宫也不说什么，只是眼下你们还言不正名不顺，为了莹儿的名声，还请摄政王暂时与莹儿保持距离，免得惹人非议。也罢，左右你是莹儿敬重的人，本王若是跟你过不去，就是跟他过不去。皇兄，本王还有事，告辞。慢走，不送。望着君离夜渐行渐远的背影，苏子怡有些怪异，他会这么容易被说服，总感觉哪里怪怪的。傍晚，夕阳西下，日暮昏沉，飞云宫。啊，头好晕呐！这是哪儿？我怎么会在这儿？小公主，你总算醒了，吓死奴婢了。巧云，我记得我明明在跟上官惊鸿喝酒啊，怎么会在自己的寝宫？公主，您不记得啦？您与北陵太子饮了几杯，便不胜酒力醉了，是北陵太子把您抱回来的。什么？他抱我回来的？而且什么？有话直说。而且，公主您还紧紧地抱着北陵太子，说什么也不肯下来，还把北陵太子的衣服都给扯开了呢。最后还是北陵太子坐在飞云宫抱着您睡了半个时辰才离开的。你说什么？本公主抱着他不肯下来，他还抱着我睡了半个时辰，我居然在他面前如此失态，你们怎么都不把我给拉下来啊？公主，是您说不准我们拉你的，还说谁要是敢拉你就拉下去打20大板。况且你还贵为金枝玉叶，奴婢实在是不敢呀。这次真是丢死人了！哎呦，怎么办啊？我都不敢见他了！我不活了！九公主，万万不可呀！下去都下去，统统都给我出去！这几天我不要出门了，好丢脸！与此同时，金阳宫内，黑心叶，你什么时候跟小丫头在一起了？你也太不够意思了！这事你居然瞒着我，想不到你这千年老铁树竟开花了，真是稀奇。你什么时候如此关心本王的事了？那轩辕家的九丫头不也在你树上开了朵桃花，艳福不浅呢？君离也懒得理他，低头专心做着自己的事，指尖笔锋不停，一笔一画都极为认真。轩辕容妃，这丫头的确不错，可惜她是轩辕洛尘的亲妹妹，不在我的考虑范围，我是不可能对她动心的。不过苏青莹嘛，我倒是有兴趣。想挖本王的墙角，
本王就废了你。谁都可以，唯独他，你不准动。你是认真的？哼，重色轻友啊，重色轻友。本宫真是遇人不淑，结交了你这白眼狼。你画的这不是小丫头吗？让本宫看看你提的什么。有意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风飞翱翔兮，四海求凰。这也太肉麻了，整个人瞬间被拍飞了出去。还真是重色轻友啊！墨轩，将这幅画送去流云宫。是夜，流云宫。公主用膳了。希儿，你的脸恢复的怎么样了？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只需再涂抹几次冰肌玉骨膏，就能完全恢复了。那就好。外面怎么这么吵？出什么事了？回公主，是北林摄政王的人被太子殿下留在这里的暗卫拦下了，他们在宫外打了起来。怪不得我觉得外面怎么一下子多了那么多道气息，原来是皇兄派来的人。晕，皇兄的防护工作做的还真是到位啊。让他进来。可是公主，太子殿下吩咐不准北林摄政王踏进这里半步的，属下……皇兄只说不准阿离进来，却也没说不准他的人进来，所以不算违背皇兄的命令。还不快让外面的人住手，放人进来。是公主。不多时，墨玄略有狼狈的身影出现在流云宫。希儿捂着嘴，满是心疼。吴公主，主子让属下把这个交给你。还以为是金子呢，大半夜的送幅画过来干什么？这是我？哼，画的还不赖嘛，这么肉麻的情话，说的倒是贼溜贼溜的。看不出他平时这么骚包，说情话还挺有一手的。要不是认识他，我还以为他是老司机呢。不过才半天不见，心里还真是有点想那妖孽了。公主，北林摄政王对您可真好。那是必须的。墨玄，你在这等一下，我也有东西要给他。画什么好呢？画他？不行，没新意。写情诗？不行，太肉麻，写不出来。想着，突然脑内灵光一闪，乐津津的在宣纸上快速勾画着。嘿嘿嘿嘿，君离夜一定会喜欢这个的。你说公主会画什么送给摄政王？不知道，但应该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愿摄政王不要被吓到。莫名觉得他家主子好可怜。月影乌云，繁星闪动。西明皇城一处医馆内，姑娘，你醒醒，你这是怎么了？你是睡着了吗？既然睡着了，就让我好好的叫醒你。好香啊，这脸蛋真是漂亮啊。姑娘，你好好睡，也保准让你舒服的欲仙欲死。我来了。腰间匕首银光一闪，老色鬼瞬息之间就变成了个阉人。你找死！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啊！小的错了，小的不该动歪念头，求女侠看在小的救了你一命的份上，放过我吧！小的再也不敢了。现在怕了，晚了！哼，恶心的东西！苏青英，都怪你！要不是你，我就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要不是你，王爷他就不会不要我；要不是你，我就不会变成丧家犬。都是你，都是你！我不会放过你！今日之辱，血海深仇，我蓝心瑶一定会让你百倍奉还！去，哪个王八蛋在骂老子？公主，您还没好啊？完成了。公主，您怎么画了这么多？礼尚往来嘛，诚意不够怎么行？一共72幅。墨玄，麻烦你帮我送到君离夜手上，不准偷看哦。属下明白。去吧，记得让他好好欣赏，认真研究，不得有一丝怠慢。墨玄点点头，接过画卷便立即动身送画。金阳宫如何？他可还满意？回主子，五公主她很开心，已经将您的画珍藏起来了。如此甚好。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是五公主送给您的回礼，说让你好好欣赏，认真研究，不得有丝毫懈怠。哦，呈上来。墨玄将画卷呈上去后，便默默推到了边上。君离夜刚打开瞅了一眼，原本嘴角挂着的笑意直接凝住了，越往下看，脸色越黑。那72幅画卷将春宫72姿势生动地描绘了出来，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画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任谁看了都忍不住脸红耳赤。好，很好啊，他胆子很肥呀。你且回去告诉他，本王定会好好研究，让他放宽心。不知道君离夜看到那些画会是什么表情？想着就觉得有趣，一定很震惊，很羞涩。哎呦，我真是太下流了，真是讨厌。墨玄从窗户进来就看到这样一幅画面，如果可以，他真不想进来。五公主，墨玄，来，快过来，快跟我说说，君离夜看了那些画，表情是啥表情？
有没有眼红？他有没有说什么？五公主，你还是自己看吧。他这次又画了什么？五公主，东岳太子只给属下放行半炷香时间，若是半炷香过后，属下还未出门，他便会进来抓人了。属下告退。行，走吧。得到释放，墨轩赶紧开溜。他拿着画卷的手隐隐抱起了心惊，险些活活气死过去。画卷上面画着的仍旧是72世春宫图，只是上面的2个主角变成了他跟君离叶。你行了，君离叶，竟敢将我一军，你个贱人！苏青莹恼怒的声音久久回荡在夜空。夜深，凉风习习，轩辕洛尘已经躺下良久，可是就是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全是苏青莹与君离叶十指相扣的画面，根本无法入睡。朕今日怎么总是无缘无故想起那个该死的女人？中邪了不成？啊，见鬼了！苏青莹这个该死的女人，真的是阴魂不散，到了晚上也不安宁。白天与轩辕墨的对话再次浮现在眼前。苏青莹与君离叶之事，皇兄不得不重视。东岳与北陵一代联姻，西明就是背负受敌，于西明十分不利。你觉得，凭君离叶的性格，他会为了一个女人而毁了天下霸业？现在比我们更头疼的，只怕是苏子义。苏子义不是昏庸无能之人，君离叶想娶苏青莹，还有苏子义这一关，用不着我们操心。啊，那倒是，是臣弟多虑了。那小七那边，被信任之人骗了这么多年，这打击不小，换了谁也受不了。他受的是情伤，旁人爱莫能助。这几天就让他在王府好好平静一下吧，他总会想明白。但愿吧。真的不是真心的吗？第二天，曙光乍现，君离叶一早便起来。昨晚送那卷画给他后，心里估摸着苏青应当不会善罢甘休。这不，刚要用早膳，刘云公就派来宫女送来苏青莹的第2次回礼了，是一把未曾用过的紫竹伞。第一眼看到时，他还纳闷这大晴天的送把伞给他是什么意思呢？恍惚间，君离叶明白过来了，脸色黑如锅底。大晴天送伞，不就是绕着弯子说他不举吗？有仇必报，果然是他的作风，真是一点亏也不愿意吃。于是，一连几天下来，君离叶与苏青莹展开了一场明枪暗箭的斗争。旁人直到他们2人伉俪情深，每天都在互送东西，聊表私慕，让苏子义不由深深反省了自己。当初君离叶是怎么答应的这么干脆的？原来留了后手在这里。时间就在苏青莹、君离叶虐狗般的日子里渐渐过去了。眨眼，终于迎来了苏青莹盼望已久的4国大典。这天，西明将4国大典的地点定在了明云山。之前苏青莹还在好奇4国大典会是什么样子的，如今一看，不就是几个国家聚在一起围山狩猎吗？真热闹，看样子少不了要比试狩猎了。皇兄，等会儿我可以参加吗？狩猎不是儿戏，稍有不慎，随时会有性命之忧。再者，刀剑无眼，岂是儿戏？不要胡闹。皇兄，我保证不会让自己受伤的，你就让我去吧。4国大典耶，你不会让我就无聊的坐在一旁围观吧？多残忍呐！莹儿，皇兄，我保证只在入围线，绝不深入，好不好？皇兄说不过你，答应你便是。不过你得答应皇兄，无论如何都不可越过围线，深入林子，否则皇兄定不饶你。知道了，皇兄，你最好了。反正一进到林子，皇兄也管不了他了。莹儿，苏子义的眉头紧紧打了个死结，刚要护住苏青莹不让他靠近，苏青莹瞬间已然来到了君离叶身边。你个贱人，最近很嘚瑟吗？趁着老娘不能出门，使劲的调戏老莹儿，我想你了。这5天他也很想他，他只是气他当初为什么要答应皇兄的话，说不见还真不来见他，好似自己在他心里没有一丝分量。我想你了。北陵摄政王，请你自重，光天化日之下，莹儿一个未出阁的女子，岂能任你这般抱着？再不放开，休怪本宫不客气了。皇兄，狩猎快开始了，你先过去准备吧，别在这打扰我跟阿离谈恋爱了。你一个灯泡，挺坏气氛的。他这是被嫌弃了吗？现在他成了多余的那个了吗？前方不远处，小七，你在看什么？二皇兄，你知道吗？曾经我对他不屑一顾，恨不得永远也不要见到他。可是当他不再跟在我后面缠着我，当他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时，我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可惜当我知道他对我的重要性后，我却已经失去了追求他的权利。你后悔吗？后悔又怎么样？不后悔又怎么样？如今他身边有更好的人陪着呢。这女人就值得你如此喜欢吗？皇兄，你从未爱过一个人，若你有了心爱之人，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你会觉得他的一举一动都能牵动你的思绪，会不自觉地关注他，想着他。儿女私情只会毁了江山社稷，乱了心智，朕情愿不要。行了，我们不说这些了，等会儿狩猎就要开始了。小七，你是否会参加呢？自然是要的，我已经很久没有跟2位皇兄策马狩猎了，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我怎么会错过啊？好，今日我们兄弟3人就好好比试一场。狩猎场上，号角悠然的响起，各位储君及参赛使臣纷纷翻身上马，严阵以待。对他们来说，这4国大典是发挥自己实力，彰显自己国家力量的一个重要大典，谁也不敢怠慢。今日
诸位盼望已久的四国大典将在明云山举行，跟以往一样，6个时辰后，谁猎得的猎物最多，谁就获胜。场上刀剑无眼，朕不希望有任何人受伤，亦不准暗箭伤人。违者，西明定当追究到底。啊，快开始吧，晒死了，说这么多干嘛？婆婆妈妈的。苏青莹真想一脚将那滔滔不绝的狗皇帝给踹下来。君离叶在旁边轻轻催动内力，苏青一下子觉得整个身心都舒爽了。阿离，是你吧？阿离，我不热了，你收回去吧。看他洁白的额头上爬满了细腻的汗珠，君离叶皱了皱眉，眼底有不容忽略的心疼，却也知道自己的身体禁不住他这样折腾。等了又等，轩辕洛尘像是几百年没说过话一样，嘴巴都没闭过。西明皇，你不口渴吗？轩辕洛尘的声音戛然而止，静，气氛静得有些诡异，四下不断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想笑，却偏偏要顾及轩辕洛尘的面子不能笑，着实痛苦。这丫头，她怕是第一个敢打断一国皇帝说话，暗骂他啰嗦的人了。小丫头，你可将我们的心声说出来了。本宫也觉得西明皇的话多了些。瞥轩辕洛尘的脸色，那黑的简直不忍直视啊！可不是嘛，西明皇，你站在硬处，当然不累了。我们可是站在这大太阳底下烤啊，皮都晒掉3层了。你还是长话短说吧，客套话就不用说了，直接开始吧。众人不由纷纷往轩辕洛尘站的方向望去，见他果然是站在树荫下，于是本就等得不耐烦的众人心里就严重不平衡了起来。是朕多言了，知道多言了还不快开始？老娘坐在这马背上，硌得屁股都疼了。我不管，我要是屁股变形了，你还得赔我精神损失费、心灵抚慰费。众人头上仿佛顶了朵硕大的乌云，上面时有闪电劈下来，把他们雷得外焦里嫩。此女子已经颠覆了他们对女性的认知了。真是辛苦你了。朕宣布，四国大典正式开始。长长的号角声接连响起，一声令下，万马如离弦的剑士前赴后继地闯入林子。哟，快看，前面有只小鹿！各位，我们各凭剑术，谁有本事，他就是谁的。什么？哟，不好意思，看来这鹿是我的了。就在这时，头顶倏然响起一阵雄鹰的叫声。啊，好肥的一只鹰啊！老鹰炖雪参一定很美味，老子把你射下来！说着，苏青云高抬弓箭，尖锐的箭头冷冷地反射着戾气的寒光。天阳，不要！妍儿，快住手，使不得！啊！手下意识的一松，伴随着一声凄绝的喊叫，老鹰悠悠地摔到草地上。朕的追风，北陵摄政王，你这是什么意思？刚才他本想射出一箭挡住苏青云的箭矢，却无端被君离叶在半路拦腰折断。没别的意思，只是本王的王妃看上了这只肥鹰，本王自然要帮她护着，谁也不许插手。可这是朕的追风，不是猎物。他跟这狗皇帝还真是八字不合，什么事都能扯上他。西明皇，试问这只鹰身上写了你的名字吗？天下老鹰都长得一个模样，你有什么证据说它是你的？总不能随便看到一只就说是你的吧？这是朕方才放出去的，大家都有目共睹，你还有什么证据？谁知道呢？或许他关了这么久，发情了飞出去找母鹰了也说不定。苏青莹，你休得胡搅蛮缠！谁胡搅蛮缠了？说话要讲道理。就算这鹰是你的，你明知道我们在狩猎，没事干嘛把它放出来显摆？什么是狩猎？当然是看到动物就射死它。没见过你这么黑心的鸟人，知道我们在狩猎还把它放出来找死，怎么办？他这皇妹好无耻，可是又无耻的让人觉得好爽。东岳五公主，你怎么可以骂人？你哪只狗耳听到我骂人了啊？西明皇自称是这鹰的主人，不就是鸟人吗？够了！无论如何，都是你射死了朕的追风，朕亲眼所见，你还有什么好说？俗话说不知者无罪，我怎么知道你会放了老鹰出来炫耀？再说了，身为一国皇帝，难道你就这点度量？不就是一只鸟吗？多大的事儿啊！千阳，这不是普通的老鹰，是极品海东青，能日行千里的，皇兄寻了多年才寻到的。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燕儿，不得无礼。新明皇，海东青固然珍贵，可也比不上两国交情，是不是？何必为了他而闹僵两国关系啊？就是，更何况错不在小丫头。二位，此言差矣。东岳五公主射了西明皇的海东青，这是事实。错不在五公主，难道还错在西明皇身上不成？赵天齐，你是苍蝇吗？老围着西明皇转什么？放肆！你骂本宫也就算了，怎么还骂西明皇是屎？你太过分了！我什么时候骂西明皇是屎了？你方才明明骂本宫是苍蝇，这不是说西明皇？够了！这事儿是朕的不是。今日是四国大典，莫要因为这些事伤了各国的颜面。比试继续。苏子毅的身份摆在这里，还有君离叶的极度宠护，再加上一个上官惊鸿，
他是轻易不能动这个该死的女人了。苏青莹双眼一眯，即便轩辕洛尘隐藏得很深，可他依然捕捉到了他眼底转瞬即逝的杀意。西明皇果然是好度量，我内心的感动犹如那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这个死女人真是捡了便宜还卖乖，怎么看怎么可恶。莹儿，西明皇的度量一向是出了名的，大可不必如此挂怀。这么一说，西明皇还真是好人呢。自然。我们还是继续狩猎吧，吃到正午了，只有东岳武公主有所收获，我们得加把劲儿才行了。时辰也不早了，依本宫看，不如各自分散深入林子，外围的动物都被我们吓走了，反而林子深处的动物密集，更有挑战性。说的不错，我也正有此意，大家觉得如何？好，就这样。诸位若无异议，便即刻开始吧。莹儿，你待在这里，林子危险，皇兄难免顾不到你。啊！皇兄，救命啊！我身下这匹马发疯了，不受控制了！救命啊，皇兄！人家好怕怕呀！阿离，快来救我！这小妮子，什么马儿疯了？别以为他没看到，他手上的银针插进了马背上。皇兄，这匹马疯了，本王心系未来王妃，便先过去了。各位请便。一路跑到林子深处。啊，好了，这里没人了，不用跑了。奇怪，君离夜怎么没跟上来？难道他听不懂我的暗示？还是我跑得太远了，他追不上？突然一袭白衣猎猎，一双青葱玉手轻轻环住苏青莹的纤纤楚腰。怎么，王妃想我了？别闹，你的马呢？本王自然是为了能与王妃共乘一匹马，便只身追过来了。这贱人一听君离夜要驮在他身上，白马不干了，嘶鸣着抗议。你看，不是我不同意，是这马儿可受不起我们两个的重量啊！所以你还是回去找你的马吧，我在这等你。这马不错，挺肥。莹儿，你说烤马肉好不好吃？极致温柔的声音无端让白马打了个冷战，立马打起了12万分的精神。啊，看来这马还有点用处，那便暂时不烤了。左右现在也该不饿。莹儿，你说呢？这马真会见风使舵，成精了不成？莹儿，我记得不久前你曾送我一把伞，不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别的意思，那不是怕你那边没伞吗？哦，是吗？可我觉得你在质疑我那方面的能力，这可关乎你下半生的幸福。不如我们现在快看，那边有猎物，你坐稳了，小白驾！再待下去，他恐怕要被吃干抹净了。活了2世，第一次窘迫的落荒而逃，他真是把面子里子都丢尽了。不知不觉，太阳渐渐西沉，临近大典尾声，轩辕墨骑着骏马满载而归。皇兄啊，你这次收获颇丰呢。以往我们每次狩猎都是皇兄第一，看来陈帝这次也是要输的。你若能把夜动辄星楼的信收一收，想必也就不会输了。皇兄啊，你怎么扯到这里来了？陈帝的那档子破事，你还是别提了。本王看着时间也差不多了，该回去了吧？皇兄，看来各国的人都差不多回来了，我们这猎物着实不算少了。皇兄，你们出来了。苏子义、君离夜没有出来，如今天色渐晚，密林更是危险重重。皇兄，我们要不要派人进去搜罗一番呢？不必，君离夜、苏子义皆非等闲之辈，他们轻易不会受伤。再等等吧。赵天齐不也没出来吗？可这明云山什么野兽都有，山路更是陡峭，天色一晚，他们势力受阻，就是本事再大，也难保没有性命之余啊！皇兄，小七说的不无道理啊！君离夜、苏子义等人身份不低，皆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若是出了什么意外，我们无法向北陵东岳交代，还望皇兄三思。轩辕洛尘眸光一沉，暗自恼怒，自己居然被苏青影响的，连事情的轻重都不分了。来人，传朕谕旨，派一队禁卫军进山搜罗，不得惊动其他各国。属下遵旨。看着禁卫军的身影渐渐没入林子，轩辕墨总算是舒了口气，但眸底深处的担忧丝毫未减少。密林深处，一支箭矢笔直地插在一只野猪身上，耶，又射中了！阿离，你说我们会不会是第1名啊？你的猎物都快把马压垮了，你是打算将明云山的动物都猎光不成吗？憋了这么久，我好不容易能再次狩猎，而且还不是用枪的那种，我当然要好好玩个够了，不然多遗憾呢。再次狩猎？枪是什么？他怎么从未听过？莹儿，你身上究竟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哎，怎么下雨了？中午不是还烈日当空的吗？真扫兴。算了，玩的差不多了，阿离，我们要回去了。这雨说下就下，苏青莹只穿了薄薄一身罗裙，很快被雨水打湿了，衣裙紧紧贴在她身上，近乎透明，显出她玲珑有致的身材。但貌似她本人还不曾发觉，君离夜也不打算道破，紧紧地搂着她。阿离，你能不能离我远点？感觉到某人明显的身体反应，苏青莹紧绷些身子，不舒服地动了动。靠近点可以取暖，你不冷吗？但我觉得很热。无妨，我很冷，正好。冷你大爷！当心，
而他们身下的那匹马就没有那么好运了。哎呀呀，看来他们早就在此处等我们了呢。阿离，你猜这次会是谁？南疆，赵天齐。你怎么知道？剑士，那是南疆国才特有的剑士，各国的剑士不同，很容易认出来。真不想吐槽赵天齐这类智障，暗杀也不准备的专业点，未免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该死，死到临头还这么嚣张！来人呐，给本宫射死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活着回去。是。无数剑士朝他们围剿过来，即便不能用内力对付这些蝼蚁，也绰绰有余了。哼，杀鸡焉用宰牛刀。阿离，这次让我来好不好？正好拿他们试试我的内力，你在旁边给我加油就行了。慢着，速战速决，不可恋战。知道了，那我去了。他所过之处，尸体遍地。君离夜眸中掠过震惊之色，出手快、准、狠，就算是他自己也不敢保证能在他手上讨个便宜。只是这杀人的手法为何与落月宫如出一辙？看着满地的尸体，赵天齐瞪大了双眼，夺过属下的弓箭。赵天齐用尽了力气拉开弓箭，瞄准了苏清银。君离夜手一扬，龙吟剑拦住他的箭矢，转头射向赵天齐。啊！殿下，快跑！属下掩护你。下属赶紧将他扶上马，带着他快速离开。想跑？搭弓射箭。该死！赵天齐这狗娘养的，别的本事没有，逃命的功夫倒是练得炉火纯青。让他给跑了，老娘出去再跟他算账。被赵天齐这一耽搁，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阿离，嘘，有杀气。还有，赵天齐的人不是都被杀光了吗？还有第二波？不，这次是真正的杀手，杀气很重，比赵天齐的人还要棘手，你要当心。会不会是轩辕乐尘派来的？这丫的可恨我了，他的龙影卫杀气可不弱。不像，轩辕洛尘没蠢到在这时候动手，他只怕比我们还担忧我们的安危。来了！随着一声强烈的爆炸声，草屑横飞，居然是炸弹！这大陆已经有炸药了吗？眼前竟再次浮现曾经的挚友为他而死的场景，苏清云的心微微抽痛着，沉重的悲伤将他笼罩。莹儿，莹儿，你怎么了？阿离，是不是伤到哪里了？没什么，刚才沙子跑进了眼里，现在没事。鼻翼处传来淡淡的香味，苏清云眼神一凝。蓝心阳，我知道是你，想要我的命就自己来取，我等着你，别净派些没用的虾兵蟹将。苏清云，你知道是我？废话，就你身上那股难闻的人渣味儿，我再远都能闻到。我就知道你不会善罢甘休，只是我没想到你居然会在这里动手。如今我已是孑然一身，已经没什么可怕的。我蓝心瑶就算死，也要拉着你陪葬。今天你是插翅难逃。想杀我的人多了去了，你算老几？找死！来人，给我杀了他！暗夜中，数道黑影杀伐而来，杀气蒸腾。阿离，保护自己，不要为我分心，我能应付。切记，不准动用内力。君离夜斜睨着他，蓦然垂手，算作默认。对着冲过来的黑衣人身子激射而出，与他们纠缠在一起。这炸弹真他娘的碍事！我21世纪堂堂金牌特工，什么时候这般狼狈过？要是换了现在，我一把 AK47，分分钟让你们死无全尸。不仅要跟黑衣人打，还要一边小心躲过蓝心瑶不断扔过来的炸弹，而且这黑衣人还杀不绝，前赴后继地扑过来。21世纪的金牌特工。阿离，你受伤了？没事，皮肉伤。他们这是车轮战，意在耗尽我们的体力。一旦我们露出一丝一毫的破绽，蓝心瑶就会发动疯狂的进攻。我们的援军大概什么时候能到？最快半个时辰。莹儿，一会儿我掩护，你撤走，敌众我寡，我不能让你陷入任何的危险中。我不走，我苏清云走南闯北多年，什么时候当过逃兵？更何况你是我男人，我绝不会扔下你一个人独自逃跑，大不了一起死，反正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莹儿，阿离，我不是温室里的花朵，我不想永远躲在你背后，我有能力，我希望自己能跟你并肩作战，傲视天下。莹儿，你真狂傲，却偏偏狂傲的让我爱罢不能。也好，死也要死在一起。另一边，从下午就进去搜寻他们二人到晚上的苏子毅跟上官惊鸿迟迟归来。东岳太子，不知五公主可找到了？密林之大，想找到他们谈何容易？从未有过的无力感席卷了轩辕彻全身。那他……哦，快看，那不是南疆太子吗？他好像伤得不轻啊！苏子毅他们前脚刚踏出密林，后脚赵天齐便昏迷在马背上被驮了出来。轩辕乐尘赶紧命人将他抬了下去，并传来随行御医。如今赵天齐已经出了意外，君离夜苏清营绝对不能再出什么事了。龙影卫，召集几千兵马，即刻随朕入林。等等，本宫跟你们一起去。算本宫一个。莫，你留下。一路被蓝心瑶逼得退到悬崖边，苏清营、君离夜身上不少地方都挂了彩。纵使他们身手强悍，但也禁不住他们这样猛烈的攻击。
更何况蓝心瑶自始至终都未曾出手，他没想到苏青莹身手竟然这般利落，那杀伐果决的手腕简直是天生的杀手。蓝心瑶到底从哪儿找的这些人？全是不要命的打法，杀了一波还有第二波，接连不断。我若料的不错，他们应该是蓝家最重要的底牌。蓝家培养多年的死士，不惧生死，不达目的死不罢休，最是麻烦。蓝家人果然变态。倏然眼角瞥到四面八方涌来一伙人马，拔刀就往蓝心瑶的人砍去。他们杀气内敛，身形快如鬼魅，身法凌厉，俱是一击毙命，将黑衣人打得节节后退。阿离，你看是不是你的援军到了？不是，我的援军没有那么快。那他们……落月宫。看来你的小情人舍不得你死啊！君离夜被这莫名而来的醋酸呛得喘不了气。巨大护法，此事与你们落月宫无关，不要多管闲事。可惜让你失望了，这事落月宫管定了。你想杀谁，落月宫管不着，但你若想动苏青莹，落月宫就非管不可。苏青莹跟你们是什么关系？你们如此维护她？阿离，看来你被你的小情人给抛弃了呢。你看，她连你都不想救了，这记仇的丫头。你说落月宫要找我做什么？该不会是为了你吧？倘若真的，你猜云灵会不会为了让我离开你而给我一笔丰厚的金钱呢？现在8点档的狗血电视剧都是这样演的哦。那么你是选金钱还是选我？耳尖微动，玉凤一字不落地将他们的闲谈听了去，他也挺好奇他的答案的。这个嘛，自然要看对方肯给多少了。要是对方给的金钱实在太多，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毕竟，喂，君离夜。本王看你是皮痒了。多么清脆响亮，一声一声在这密林回荡，玉凤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这两人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君离夜，你狗娘养的又打我屁股，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老娘要跟你分手！你再敢说一个字，信不信我打烂你的屁股？咽了咽口水，苏青莹立刻闭上了嘴。玉凤闪电般的飞到君离夜面前，一把将苏青莹护在身后。放肆！公主岂容你如此侮辱？什么公主？落月宫公主？你刚刚叫她什么？苏青莹是我们落月宫公主。什么？骚年，你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还是眼神不好啊？我哪里像云灵了？太搞笑了，你居然连自己主人是谁都忘了。这丫头挺有自知之明的，为毛他家主子走了几个月就变成这副模样了？明明就是他呀！轩辕洛尘这下放心了，云灵怎么可能是他这鬼样子？灵儿，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你这次真的太任性了，皇兄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轻易饶过你，否则你不长记性。皇兄，你总算来了，人家好怕呀，好多尸体呀，吓死人家了，人家的小心肝都吓得扑通扑通直跳了。皇兄，你怎么都不安慰我，还凶我？这丫头方才还能在一群死人堆里跟君离夜悠闲畅谈呢，她要是害怕就有鬼了。心瑶，为什么是你？你苦心积虑设下埋伏，就是为了在此日赴进青营？你究竟还有多少本王不知道的秘密？本王当初真是瞎了眼，看错你了。王爷，苏青莹害得我们蓝家家破人亡，我与他之仇不共戴天。今日我一定要取了苏青莹的性命，让他为我们蓝家陪葬。轩辕彻的神色，蓝心瑶看得一清二楚，心中刺痛。哼，丧家之犬！龙影卫，速速将叛贼余党给朕拿下，若有反抗，一个不留。黑暗中无数道身影以轩辕洛尘为圆心，全部倾射而出，与蓝心瑶的死士打了起来。刀光剑影，落月宫众杀手退居一旁，将战场让给他们。御护法，狗皇帝来了，这里就没你们落月宫什么事了，你们快走吧，快走吧。公主，你不相信我吗？萧年，别逗了，回家洗洗睡吧。我看你是想你家公主想的精神失常了。古月琴乃我落月宫的镇宫之宝，是把以一敌百、攻城略地的绝世珍宝。但天下除了公主，再无人能拨动古月琴。你若不信，大可试一下。古月琴属下已经拿来了。君离夜眸中2道金光一凝，心中思绪万千。古月琴不是放在流云宫吗？怎么会在你手上？你偷我的？公主，这不是重点。阿离，你希望我试一试吗？不必了，无论你是谁都不重要了。你是苏青莹如何，云灵又怎样？我只知道，你是我此生最爱的女人。我爱的是你的人，不是你的身份。就算你是乞丐，我对你的心意也不会变。你才是乞丐，你们全家都是乞丐。哼！不过我倒想试试这古月琴的威力，看看是否如传说中那般牛逼哄哄。小丫头，你不会真觉得自己是落月宫公主吧？不是本宫打击你，你跟云灵真没有一个地方像的。谁稀罕？我管云灵是谁呢？我不过是想试一试这古月琴的威力。盘腿坐在岩石上，看着暴风雨中脸色明暗的蓝心瑶，活了2世，第一次被人逼得如此狼狈，不把这账算回来，她就不叫苏青莹。皇兄，青莹手上抱着的
好像是古月琴啊，看他这架势，该不会是想拨动古月琴吧？自不量力。轻声默念太极13式歌口诀，苏清莹兀自催动内力，纤纤玉手几次轻挑银弦，古月琴发出空灵的瑟瑟声，尾音不绝。不对，皇兄，古月琴的琴音有些古怪。好强的内力，的确是古月琴的威力不假。难道这丫头当真是云灵？太扯了吧！本宫还是有点难以接受。不可能，本宫比谁都了解莹儿，她绝不可能是落月宫公主。哼，事实摆在眼前，由不得你们不信。她的的确确是我们公主。她若是云灵，为何无半分云灵该有的内力？为何与东岳的傻公主是同一个人？为何她完全不记得自己就是云灵？这不符合逻辑。恕不相告，这是事实，信不信随便你。从古月琴开始奏响之际，轩辕洛尘的龙影卫便快速有序地撤离到他身边，所以苏清莹只是轻轻弹奏的半首曲子，无数生命便前仆后继地葬送于凌厉的琴音之下。这古月琴真不是盖的，不过是在瞬息之间就已经折了蓝心瑶将近一半死士。一时间蓝心瑶脸色大变，她美目圆睁，迸发出极致的震撼，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难道她又要输了吗？她绝不！手腕翻飞，几颗黑漆漆的圆形炸弹朝着苏清莹的方向悄然飞射而去。君离夜抱着苏清莹落到另一块岩石上，无数黑衣死士举刀扑向苏清莹。蓝心瑶，你阴魂不散地缠着老娘，今天老娘一手十面埋伏，送你们归西。琴声所过之处，皆是一剑封喉。瞬息之间，战斗已经结束。蓝心瑶，你输了。蓝心瑶脸色惨白，脚步一软，跌落到地上。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不可能，绝不可能！来人，将叛贼余孽捉回去，关入天牢。轩辕彻饮下眉间的沉痛，撇过头不去看蓝心瑶。不，我没输，我不可能会输的，我不会输的。苏清莹，今日你就想活着回去，我就是死也要拉着你陪葬，谁都别想走。你这种狠话我听多了，你当我吓大的？你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你还有什么底牌？来到这里，我就从未想过活着回去。这里方圆10里全都被我埋下了炸药，足够把这里夷为平地。我要你们全部陪我下地狱。苏清莹，你想不到吧？我蓝心瑶还没输，我怎么可能会输在你这种人手里？蓝心瑶，一个疯子！是你逼我的！糟了，快离开这里！这么多的炸药，若是让他引爆，他们肯定尸骨无存。苏清莹跟着君离夜等人飞快逃离这里。想跑？来不及了，你们谁都跑不了。无数道爆炸声跟着遥相呼应，山道坍塌，火光冲天。君离夜将苏清莹紧紧抱在怀里，用自己的身体为她挡住炸药的余波。一声轻微的闷哼，君离夜后背被灼伤一片。看到苏清莹平安无事，苏子毅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要不是他，莹儿恐怕……容不得苏子毅想太多，周遭的炸药也开始爆炸。趁炸药还没完全爆炸，我们快撤离悬崖，不然我们不被炸死也会摔死的。蓝心瑶几个跳跃间，稳稳落到苏清莹跟前。苏清莹，你休想离开！北陵摄政王，麻烦你带莹儿离开，这里本宫拖着。莹儿，你先走，皇兄拦着他。记住，千万不准出事，一定要活着回东岳。我不走，皇兄，我们一起走，我不会丢下你的。皇兄，你放心吧，本王定会护他周全，就算拼了本王的性命，本王亦不会让他伤到一分一毫。说完，君离夜不顾他的挣扎，强势将苏清莹带离此地。阿离，你干什么？放开我！北陵摄政王，莹儿就拜托你了。苏清莹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不要，我不走！君离夜，你放开我！炸药随时都会爆炸，我不能让皇兄留在这里！你放开我呀，皇兄！君离夜后背本就有伤，此刻苏清莹不管不顾地捶打他，君离夜脚步一顿，险些瘫跪在地上。阿离，求你了！莹儿，当心！君离夜毫不犹豫地和他互换了位置，受伤的背部再次被炸弹的波浪伤及。君离夜，你怎么样？你说话呀，别吓我！无碍，不用担心。糟了，炸药已经全部引爆了，所有的出路都被炸毁了。阿离，我们要被困在这里了。莹儿，我爱你。看你平时闷骚，屁都不放一个，现在我们都快死了，你这时候说这种肉麻话，会不会太不分时候了呀？我答应过你，皇兄，定然不会让你出事。所以，所以什么？
君离叶掌上悄然运气，用力将他推了出去。一层温暖的气浪包裹着他，飞出爆炸的中心。阿离，一直跑，不要回头。君离叶，你个混蛋！眼泪瞬间夺眶而出，心痛的感觉几乎要让他窒息。苏子义从蓝心瑶的纠缠中脱身，顺势跃起接住苏清莹飘零的身影。莹儿，你怎么样了？不要吓皇兄啊！皇兄，阿离他死了。莹儿，我们先出去好吗？这里太危险了。听皇兄的，我们先回去再说。君离叶武功高强，不会有事的。不，他不会回来了，不会回来了。莹儿，皇兄，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我答应过他，一生一世，不离不弃。他若死，那便死在一起。一听这话，苏子怡暗叫不好，急忙伸手抓住他。苏清莹身子却以柔软的不可思议的角度避开了他的双手，身子卯足了劲儿地往前方悬崖激射而去，毅然决然飞身跃下悬崖，追随那抹轻视的白衣。清风，玉峰果断放弃撤离，一跟着他跳入悬崖。东岳太子，再不走这里就塌陷了。放心，小丫头跟黑心叶福大命大，一定会平安无事的。本宫不用你管，莹儿，本宫不能丢下莹儿。东岳太子，本宫知道你心里担心，但切不可莽撞行事。贸然回去找他们，不但救不了他们，反而还会丢了性命。我们只有活着出去，才可派人下去寻他们，否则谁也救不了谁。闻言，他终是停止了挣扎，配合着上官惊鸿运起轻功。千阳，不准过去！我不准你过去找他！滚开！王爷，你就这么爱那个贱人吗？本王再说一次，滚开！为什么？我究竟哪里比不上他？王爷，我等了你这么多年，你就真的没有爱过我吗？爱你？爱你的蛇蝎心肠吗？你哪里都比不上他。在本王眼里，他是最好的，谁都比不上他。可是他根本不爱你，他爱的是君离叶，你看不到吗？你这是自作多情，他不会爱你的。他爱我也好，不爱也罢，只要本王爱他就够了。只要他还活着，哪怕他不爱本王，本王也就心满意足了。王爷，你的心谣何其残忍！让开，不然休怪本王不客气。不，我绝不让你去找苏静云那贱人，就算你杀了我，我也绝不让开。我得不到，他也休想得到。疯子，你简直不可理喻！是，我是疯了，我是不可理喻，可我都是被你们逼的。话音一落，蓝心瑶扬眉上前，斜裹着身后的内力，将轩辕彻打得连连后退。蓝心瑶的攻势看似凌厉，实则无半分伤他之意。他不过只是将他逼到安全的地方，让他不被炸药波及。岂料轩辕彻亦不是吃素的，退了几步，突然身形一跃，跃到他身后，看着他脚底踩着的位置，蓝心瑶赶紧扔下冷剑将他推开。轩辕彻却误以为这是他的进攻，竟一剑刺入他的胸口，一阵爆炸从轩辕彻原先站着的位置冲天而起。蓝心瑶忍着身上的剑伤挡在他身前。为什么？你为什么？王爷，心瑶真的好爱你。心瑶，你不要死，你不要死，本王不会让你死的。王爷，没用的，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我是没救了。心瑶，王爷，心瑶真的好爱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了。我一直幻想着有一天能嫁给你，做你的妻子。所以5年前，我顶替苏千云，让你误以为我就是你的救命恩人。心瑶，别说了，你别说了，本王都知道。这个发钗，你还记得吗？这是你第一次送给我的礼物，我一直都珍藏着。一瞬间，轩辕彻记忆中那个温婉动人的蓝心瑶似乎回来了。轩辕彻又哭又笑，握着他抓着发钗的手，哭得不能自已。之前的一幕幕清晰地浮上心头。王爷，其实我好羡慕苏清云，好嫉妒他能拥有你的爱，嫉妒他能比我更早遇到你。
王爷，你怎么哭了？不要哭，王爷，想要能死在你的怀里，想要觉得好心，知道了。石瑶，石瑶，先生，石瑶，石瑶，小季，快走，这里要塌了！石瑶，轩辕彻不管不顾，对轩辕洛尘的声音恍若未闻，自顾自地抱着蓝心瑶的尸体痛声哭泣，自责、愧疚的情绪如潮水般铺天盖地袭来，痛得他难以呼吸。是他害了他，是他负了他。小气！扛着他的身子，轩辕洛尘带着龙影卫头也不回地离开，身后火光冲天，大雨倾盆，尸体遍布。自云冥山那场恐怖大爆炸已经过去2天了，苏子义、上官惊鸿、轩辕洛尘等接派了不少兵马，日夜下到崖底寻找他们的身影。可是整整2天过去，依旧无功而返。一处隐蔽的洞穴内，火堆燃烧起的焰火在幽暗的山洞中隐隐绰绰。玉峰坐在火堆旁，眸光一瞬不瞬地望着躺在身边的苏清莹。他找了他数个月，如今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却将他忘得一干二净了。还好，在跳下去的一瞬间，他抱住了他。2天了，已经2天了，按理说早该醒来了，为何还不醒来呢？阿离，不要跳，我不准你离开我呀！不，阿离。公主，你没事吧？阿离呢？阿离去哪儿了？属下不知道，当时场面太混乱，属下只来得及护住公主。不可能的，他这么妖孽，怎么可能会死？不可能的，他说过不会丢下我的，不会的。公主，不，我要去找他，他一定不会有事的，我要去找他。玉峰一惊，只得提气跟上他。阿离，君离叶，你在哪里？君离叶，你出来啊！我不生你的气好不好？你快出来呀！夜渐入深，苏清莹不知不觉已经寻了君离叶2个时辰了，身上很多处伤口都已经渗出了血渍，她却恍若不觉似的，倔强的不肯放弃。公主，已经很晚了，不能再深入了，太危险了。公主，你还是跟属下回去吧。滚开！我要去找君离叶。公主，属下说什么也不会让你继续往前走。我说滚开！除非公主跟属下回去，不然就请公主杀了我，否则我绝不会退开一步。你以为我不敢？玉峰强忍着疼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苏清莹打晕。这是你第一次对我下这么重的手呢，却只是为了君离叶。第2天跟昨天一样，一觉醒来便立刻跑出山洞，到处寻找君离叶。玉峰怎么拦也拦不住，寻了一整天，直到他走不动了，身子吃不消晕了过去，玉峰这才将他抱回来。直到第3天、第4天，依旧如此。君离叶，我不生你的气了，好不好？你快出来呀，君离叶，快出来呀！终于，在找了第5天后，苏清莹终于扛不住了，内心的悲怆简直要将她淹没。隐忍了几天的泪水不受控制的汹涌而出。君离叶，你别再躲了，出来见我好吗？我真的好想你，我好不容易才爱上一个人，你怎么可以就这样抛弃我？我不准！你听到了吗，君离叶？你说过你会永远在我身边的，你说过要一生一世一双人的，你说过会娶我的，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当初是你自己招惹我的，怎么可以说走就走？你好自私，夺走了我的心，却又不要我了。你叫我怎么办？是你教会了我爱的呀，你怎么可以对我这么残忍？君离叶，原来他竟爱君离叶爱得如此深，第一次他竟如此希望君离叶还活着。苏清莹哭了好久好久，眼睛又痛又肿，几乎快要哭瞎了。这时他的胸口突然传来一阵灼热的触感。君离叶的玉佩，自古宝玉有灵，既然是君离叶的玉佩，就一定代表君离叶就在不远处。玉佩愈发灼热，苏清莹不由微微松开了手，玉佩竟朝着密林深处自己飞了过去。苏清莹心里顿时一喜，与玉峰对视一眼，赶紧跟了上去。走了大概半个时辰，苏清莹见玉佩停在空中不飞了，只是那周身散发的光芒比刚才更亮了。苏清莹快步跑过去，不期然看到那一张魂牵梦绕的容颜。君离叶，
玉峰上前查看君离叶的伤势，眼底不由掠过一抹惊讶之色。被爆炸波及，从这么高的悬崖摔了下来，君离叶不但没死，硬是撑了7天还吊着口气，这是需要多大的意念跟实力啊！他怎么样？情况很不好，心脉受损，体内真气乱撞。苏青云心一沉，瞬息之间就能猜到君离叶的真气混乱，十有八九是因为他体内的毒素引起的。还好，只要毒素没有蔓延，他就有把握将毒素重新压制起来。玉凤，你帮我护住他的心脉，其他的我来解决。怎么回事？阿离都昏睡几天了，为什么还不醒来？这几天，苏青云强制撬开君离叶的齿关，喂了他不少水，所以就算他不吃东西，活下来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然而3天过去了，君离叶还是没有一丝要醒来的迹象。公主，君离叶后背受伤，伤及心脉，何况又是从高处坠落，自然会昏睡多日，不必太过担心，他不会有事。什么不必担心？伤的人又不是你，你当然没事了。还有，谁是你公主？不要乱认主子。公主，难道你还是不相信我的话吗？你能拨动古月琴就是最好的证明。我的主子是谁，我岂会认错？我可是找了你数月，你怎么可能一眨眼就不认识我了？少废话，你的破钱还给你，我不要了总行吧？不要总在我耳边叽叽喳喳的，烦死了。公主，无论你信不信，你的确就是我们的主子。我们落月宫一向独来独往，从不与皇权沾边，更不偏属于任何一国。你跟君离叶来往如此密切，实属不妥。公主，你还是跟我走吧，不要插手4国的事端了。走你妹呀！要是能离开这儿，我早就带阿离出去了。这里到处是悬崖峭壁，就是轻功再好的人也飞不出去啊！我不管什么落月宫、落日宫，既然你认我做主子，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别那么多废话。公主，闭嘴！认真烤你的鱼，糊了你就吃屎吧！哎，公主，你为何变得如此粗鲁了？一夜过去，莹儿，他记得自己用最后的力气将他推开了，他怎么会睡在自己身边？难道他也跟着他跳下来了吗？钱，好多钱！清晨男人本就升腾的气血被他这么一抱，顿时不受控制的集中涌向一个地方。我想吃你！君离叶翻身将苏青云压在身下，苏青云还处于懵逼状态，君离叶炙热的吻便铺天盖地般的落在他的唇上、脖颈上。阿离！苏青云脑袋轰的一声炸响，阿离，你干什么？不要乱来！狠狠的在他唇上啄了口。君离叶强忍着喷薄而出的欲望，堪堪收手。你个磨人的小妖精，本王总有一天要吃了。阿离，你终于恢复了。苏青莹，不要挑战本王身为男人的忍耐，再乱来，我真的会吃了你。哪管他的威胁，紧紧搂着他的脖子就是不松手，生怕一松手他就会离他而去。公主，鱼烤好了，可以。君离叶，给老子放开公主！玉峰火冒三丈的风风火火冲过来，抡起拳头想要好好教训他一顿。君离叶眸子一眯，一枚石子从指尖飞射而出，刚好击中玉峰膝盖，不受控制的往前倾倒。君离叶没想到他竟往自己这边倒来，一时来不及避开，玉峰就这么直愣愣的一头撞到君离叶的裤裆处。苏青莹冷汗如雨。你找死！公主，救命！那个阿离，他好歹对我有救命之恩，你别把他打死了，差不多就得了吧。哼！玉峰表示很委屈，有心理阴影面积的人是他好不好？好恶心。好了，吃了东西，我们快找出路去吧。我们已经被困在这里几天了，也不知道外面怎么样了。莹儿，我不是让你离开吗？为什么跟着我一起跳下来了？是谁说要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既然许诺了我，我就不允许你轻易离开我，哪怕那个人是阎王。我爱你，希望能跟你永远在一起，而不是苟活。我爱你，希望能跟你并肩作战，而不是永远躲在你身后让你保护。阿离，我可以保护自己，保护你的。答应我，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不可以再抛开我一个人独自面对了，好吗？我真的好怕，好怕你哪次再也看不到我。玉峰眼底闪过一抹极大的波动，心中沉甸甸的，像是压了块石头。傻丫头，我真是爱极了你，以后我就算是死，也会拉着你一起。你不反悔，上穷碧落下黄泉，绝不后悔。好。玉峰别过眼，率先走出山洞，金灿灿的阳光刺得他眼睛有种落泪的冲动。他忘了落月宫，也忘了自己。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玉峰快速收敛了自己的情绪。公主，这里我们已经找过不下3回了，但出口在哪，我们仍是不知道。如何离开？不，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找，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需求，那就是水源。
我们现在处于水源上游，只要跟着河流一直走到下游，说不定我们就能走出这个鬼地方。公主说的不无道理，那我们就按公主说的往下游走。不想看到他们走在一起的画面，玉凤一个人走在前头。一路上，君离叶看着苏青莹的眼神若有若无的带了丝探究，让苏青莹很是意外。莹儿，你似乎很了解这种密林生活呀？怎么会？你多心了。我在东岳看过这类的书籍，觉得有趣，便多看了些，想不到竟派上了用场。想他前世可是经常被组织扔到丛林特训的，在丛林什么也没有，他能靠的就只有自己的观察力、判断力、决策力、身手。最恐怖的一次，还是自己独自一人闯过亚马逊热带雨林，残酷的训练让他成为了最厉害的金牌特工。但是这些他能说吗？能吗？莹儿，你说谎的时候眼睛都不带眨的呢。阿离，我……别紧张，你不想说我不问便是了。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秘密，你不想说我不会勉强，但我不喜欢你骗我。阿离，我不是不想告诉你，但是有些事情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坦白。你相信我，给我些时间，总有一天我会把我的秘密全都告诉你，好吗？傻瓜，无论多久我都会等你。不会太久的，总有一天他会将一切秘密告诉他，但不是现在。莹儿，我们如今已经走到下游了，这四周悬崖峭壁的，根本无路可走，怎么出得去啊？这崖壁太光滑，用轻功也无法上去，除非我们能飞。飞？对了，我怎么没想到？我有主意了。莹儿，你有办法了？当然，这还要感谢你们给我的启发。别傻愣着了，快去准备几根韧性好、长度均等的竹子，我们要飞出去。飞出去？公主，你没做梦吧？现在是白天呢。去，滚一边去！让你去就去，哪那么多废话？阿离，快脱衣服！将玉峰轰走，苏青莹瞬间化身为女流氓，把君离叶扑倒，拉扯她的衣服。脱衣服？君离叶乖乖地任苏青莹宰割，内心悄然荡起一片春色，貌似这样也不错。什么？脱衣服？走了老远的玉峰猛然回头，用猎豹般的速度折返回来。公主，你故意支开我，就是为了跟这家伙？滚你丫的，想什么呢？满脑子黄色思想，龌龊下流。看什么看？还不快去找竹子？等等，脱下几件衣服给我。龌龊？是你们说的太猥琐，我才想歪的好不好？还有，君离叶，你别说你也没往那方面想。哀嚎一声，玉峰凄凉的独自去砍竹子。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半晌，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他们眼前。莹儿，这是什么呀？看着模样有点像风筝，该不会你想用它飞出去吧？ Bingo， 答对了。阿离，你真聪明。我们就是要利用它飞出去，不过它不叫风筝哦，它叫滑翔机。别看它制作简陋了点，作用可是不小。玉峰同样不信，不止不信，还满满担忧。公主，你确定它能飞？不会从半空掉下来吧？闭上你的乌鸦嘴，掉下来了我把脑袋切下来给你当凳子坐。行了，别磨磨蹭蹭了，赶快过来，我们要出发回去了。用这个飞回去装逼，一定能吓得轩辕狗皇帝目瞪口呆。君离叶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相信苏青莹的，想也不想就走过去，趴在他身边。玉峰则犹豫了下，最后也壮着胆子走了过去。准备好了吗？我数1、2、3，我们一起全力奔跑。两人相继点头，虽说嘴上说着不信，但是眼底有着隐隐期待。OK， 1、2、3 ，Go！ 三人同时起跑，顺着风势，待跑了好一段距离后，他们的脚尖开始离地，竟成功飞了起来。苏青莹控制着滑翔机越飞越高，青丝如瀑如墨，清爽的笑声宛若山泉在山道上荡漾开来。哇，这真的飞起来了，好神奇啊！那是，我一直不相信人能飞，现在若不是亲眼所见，我无论怎么也是不相信的。莹儿，你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你怎么会做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小意思了，在我们那里啊，这滑翔机是最不起眼的飞行工具了。你们那是没见过飞机，它最少可以承载几百人高速飞行呢。他们那里是指跟我们不一样的世界吗？虽说这只是他的猜测，但是只要一想到他哪天会突然消失回去，他就痛得难以呼吸。突然间，君离也觉得自己跟苏青莹之间的距离像是隔着天堑一般，怎么也拉不近，一种无力感席卷全身。飞机是很大的机吗？机怎么可能承载几百人飞行呢？土鳖，跟你说了你也不懂。三人一时无话，苏青莹专心控制着滑翔机。
飞行半晌，恢宏的西明皇城渐渐出现在脚下。走喽，我们回去了。西明皇宫，我苏青莹回来了。哎，快看啊，天上有只好大的鸟，是我眼花了吗？真的呀？不对，那好像不是鸟，是人，上面有人。人怎么会飞呀？你眼花了吧？阿离，第一次飞行的感觉怎么样？爽不？与轻功飞行是不一样的，很震撼，很不可思议。君子夜扯了扯嘴角，声音随着他的眸光有些飘远，像是笼罩了层雾色，叫人捉摸不透。苏青莹心里一紧，凤眸闪了闪，没有接话。到了，快看，下面就是西明皇宫了。从未这般俯瞰过西明皇城，想不到竟如此辽阔壮观。哎呀，下面的人好小啊！我看到皇兄跟希儿了。喂，皇兄，皇兄，我在这儿，你看到我了吗？皇兄，我好想你啊！苏子毅忽然停了下来，驻足在原地，微微蹙眉。最近是本宫太思念莹儿了吗？竟听到她的声音了。太子殿下，奴婢好像也听到了公主的声音。难道莹儿回来了？嘿，希儿，皇兄，你们好吗？太子殿下，不是错觉，是公主的声音，真的是公主的声音啊！公主，公主你在哪儿啊？我在天上。控制滑翔伞从高空降落，苏青莹的身影逐渐清晰。莹儿，果真是你，你当真无事？公主，您终于回来了，希儿好想你。公主，您在上天了呢，您是不是死了？好你个希儿，我才回来你就咒我，你才死了呢，本公主好着呢。皇上，那好像是东岳五公主。咦，她旁边好像还有北陵摄政王、落月宫护法，他们都无事了，都回来了。放肆，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这没瞎看得见。皇兄，这苏青莹实在是太神奇了，她不仅安然无事，居然还用这种惊世骇俗的方式回来了，当真是个奇女子呀。喂，好久不见呢，几天不见你胖了不少嘛。本公主在崖底受苦，你倒养膘了。这次本公主大难不死，你可得好好补偿我一番呢。这个该死的女人！皇兄，你恐怕免不了要被她敲诈了。朕当初就不该派人去找她。说完，轩辕洛尘一甩袍袖，转身钻进御书房，不想再看到苏青莹那嚣张的嘴脸。轩辕墨好笑的摇了摇头，亦步亦趋的跟在他身后。切，没劲。喂，玉凤，你是落月宫的人，这西明皇宫你不方便来吧？还是先走吧。公主，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若当我是你主子，就听我的，先回去，不要跟任何人透露我是落月宫公主的消息。日后你若想找我，就来东岳吧。四国大典已经结束，各国都会启程回国。是，那我们在东岳见。公主，保重。滑翔伞开始降落，玉凤运起轻功抽身离去。傍晚，太阳收敛起刺眼的光芒，天空在夕阳的映照下涂上了一层金黄色。莹儿，你慢点吃，当心噎着。落月宫公主是怎么一回事？皇兄，这话你也信？你老妹儿我什么性格你不了解？怎么可能啊！再说了，我从小可是你看着长大的，鬼知道那个玉凤是不是抽风了，把我认成他主子。你为何能弹动古琴？传闻骗人的呗，我自个儿还纳闷呢，还绝世宝琴嘞，屁！罢了罢了，不管落月宫意欲何为，你且留心点，莫要被人做了空子。知道。四国大典结束，我们已经在西明耽搁了不少时间，是时候启程回去了。出来数月，想来父皇应当挂念我们了。这么快？我们什么时候回去？明日西明皇会为我们饯行，不出意外，其他各国也是明日启程。你用了晚膳，记得早点休息，明日要回国了。哦，闷闷地回答了一声。苏青莹连吃都没什么胃口了，满脑子都是归程的事儿。事业明镜高悬，凉风习习。唉，明天就要回去了，阿离是不是也要回北陵了？那我们岂不是要分开很长一段时间？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不会又要等下一届四国大典吧？最讨厌异地恋了，虽说距离产生美，可是距离太远，难不保会产生小三。万一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他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爹了，我岂不是要被绿了？好烦呐，好烦呐！我好不容易谈个恋爱容易吗？要是阿离不是北陵的摄政王就好了，直接打包带回东岳多好。莹儿，你要打包我去哪儿啊？阿离，忽见这妖孽目光灼灼地望着自己，带着灼热的穿透性，看得他很是不自在。色狼，出去！
没看到我在洗澡吗？出去！你身上哪里我没看过呀？不必羞涩，何况你是我未来的王妃，到时候也是要给我看的。滚粗！谁要嫁给你了？哦，不嫁给我，你打算嫁给谁呀？哼，不要脸！你还没向我父皇提亲呢，凭什么嫁给你？你笑毛！莹儿，你就这般着急嫁给我吗？是又怎样？我就是恨嫁，不要拉倒！我一颗心都在你身上，如何不要你啊？莹儿，我很开心。明日启程，我会派墨炫暗中保护你。那你呢？我自是要回北陵。哼，我就知道，你怎么可能会送我回东岳嘛？哼，爱送不送。傻丫头，我若不回北陵，如何向东岳提亲？如何娶你？你要向我父皇提亲？围在你身边的苍蝇太多，我若再不快点下手，怕是墙角都要被挖塌了。君离夜，你骂谁是屎呢？苍蝇都是围着屎的，这不是拐弯抹角骂他是翔吗？君离夜无语。翌日清晨，大老远就看到各国的队伍已经候在殿外了。苏清莹这次破天荒的没有赖床，苏子怡逆着她脸上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脸上闪过一丝不解。昨晚这丫头不还是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吗？怎么会笑得如此开心？难道她不知道此次回去之后绝有可能再见到君离夜吗？还是说昨晚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不知道？皇兄，你老看着我干嘛？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莹儿，你今儿心情很好？当然了，想到快要见到父皇，我心里就高兴，恨不得立马飞回东岳呢。难得你还记得父皇，想来父皇知道了，心中十分欣慰。苏清莹笑盈盈地睨着他，并不说话。他现在是连他那个父皇长什么样子都快不记得了，哪来的想念？不过是忽悠皇兄的罢了。不多时，各国全都聚在金銮殿内，按着座位一一落座。一眼就看到正对面那袭俊美出尘的白衣，苏清莹凤眸弯弯亮了起来。感觉到苏清莹的视线，君离夜噙着宠溺的笑意淡淡回望他。苏子义重重地咳嗽了几声，打断二人的深情凝视。西明皇，不知南疆太子身在何处啊？南疆太子身体不适，约2天前就已连夜启程回国了。哼，跑得真快，真可惜那一箭没能射死他。莹儿，怎么回事？东岳武公主，南疆太子与你无冤无仇的，为何伤他？西明皇，这话你应该问问南疆太子，问他为何无缘无故布下杀手，问他为何要置我们于死地。岂有此理！赵天机太放肆了，当我们东岳纸糊的不成，竟然敢把主意打到莹儿头上。这般作为，当真枉为一国储君。别说武公主射了他一箭，就是杀了他也不为过。哼，赵天琪这是自寻死路。莹儿，不必生气，本王已经派人前往南疆火速拦截，现在估计应该赶上他们了。你派人去拦截他了？君离夜笑了笑，算是默认。你杀了赵天琪？怎么说赵天琪也是南疆太子，本王怎么会要了他的性命？本王不过是把他的手筋脚筋挑断，顺便从他身上切了点东西当做利息罢了。静默，所有人瞠目结舌，这赵天琪可是彻彻底底的废了。干得好，杀了他太便宜他了，就该让这龟孙子痛苦一辈子。怎么样，小丫头，解气不？便宜他了。莹儿，你……皇兄，你觉得我残忍？莹儿，皇兄，你觉得我残忍也好，冷酷也罢，我苏清莹天生本就如此。善良是什么？良知是什么？抱歉，我没有，我不是圣母，宁为我负天下人，不为天下人负我。血月落尘逆着场下平静冷漠的女子，或许连她自己都未曾发觉，那张狂傲嚣张的绝世容颜，不知不觉早已在心底扎根。好一个宁为我负天下人，不为天下人负我，残忍又如何，冷酷又如何？本王的女人，就算她想负了这个天下，本王也亲手将天下捧到她面前。阿离，皇兄，你可知道当日赵天琪布下多少杀手围攻我们？200弓箭手，全是死士。200死士？那么莹儿是如何逃出来的？如果没有君离夜在他身边，那他……赵天琪的确该死。莹儿，是皇兄的错，皇兄没能好好保护你。这关皇兄什么事？有人处心积虑要杀我，就算皇兄把我护得再好，他们也不会放过我。这件事作为今天的一个小插曲，就这么过去了。眼看时辰不早，有道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今日诸位即将启程回国，朕代表西明上下子民敬诸位一杯，愿诸位一路平安，愿西明与各国的关系
更加友好安定。承西明皇吉言，愿四国盛世安康。整装待发，苏青莹站在原地，依依不舍地望着君离叶，强烈的不舍萦绕着他。莹儿，该启程了。阿离，我乖，回去吧，不用多久，我们又会见面的。你一定要来呀，不然我就不等你了，让你后悔去。苏青莹几乎是3步一回头，看得在场众人无语至极。好不容易盼到苏青莹坐到辇上，苏子义赶紧启程。东岳大部队刚走没几百米，苏青莹陡然出声：“等等！”莹儿，只见一道残影从眼前掠过，苏青莹已经从辇上跑到君离叶身前。怎么，舍不得我了？舍不得。话音一落，深深地吻住了他的唇，4片唇瓣相接。君离叶猛然怔住，显然没料到这丫头如此大胆。似乎吻不够似的，苏青莹轻轻咬了咬他的嘴唇，还伸出丁香小舌轻轻舔了舔他的唇瓣。君离叶紧紧搂住他，将他的身子更贴近自己，张嘴含住他那调皮的丁香小舌，反客为主，寸寸吸吮着他的香甜。他们就当着天下诸侯的面深情的亲吻，仿佛天地间唯有他们2人。四周的抽泣声此起彼伏，众人的眼珠子险些要瞪出来了。众目睽睽之下，这实在是太不堪了，太毁3观了。苏子义的脸瞬间黑如锅底，气得呼吸都轻了，太扎心了。轩辕洛尘紧盯着眼前那吻得动情的一对璧人，心情说不出的烦躁。莹儿，阿离，我真的要走了，记得要来东岳找我。敢骗我，我跟你没完，天涯海角我也不会放过你。我君离叶起誓，此生此世，唯卿一人。好，我在东岳等你。皇兄，走吧。为了不让苏子义还没回到东岳就被他气死，苏青莹乖乖地回到辇上。狼烟起，江山北望，龙骑卷马，长嘶剑气如霜。黑心叶，小丫头已经走远了，我们也该走了吧？不然太阳落山，我们可到不了客栈。皇兄，这丫头当真是块璞玉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当初我们都错把明珠当榆木了，只有君离叶早就发现她的精彩绝艳。闻言，轩辕洛尘冷哼一声：“皇兄，你对她的偏见太深了。”不说这些了。与此同时，城门郊外的墙头，轩辕彻与轩辕容妃临风而立。七皇兄，你还喜欢秦恩师傅的吧？为什么不去为他送行呢？你可知道，这次很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相见了。他现在很幸福，不希望本王会去打扰他，而且本王也没有这个资格。倒是你，上官惊鸿已经走了，我们该回去了。皇兄若是知道本王偷偷带你出来，定不会轻饶了我们。七皇兄，等等，上官惊鸿他们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求你了，皇兄，让我跟他说句话好吗？我真的求求你了，皇兄。小九，上官惊鸿不适合你，他不会是你的良人，皇兄是绝对不会让你嫁过去的。我不管，我就是喜欢他。小九，你会受伤的。上官惊鸿这种人是不会为了任何女人付出真心的。他不是这种人，没试过又怎么会知道呢？我就要嫁给他。小九，皇兄，小九求你了，除非他亲口说不爱我，否则我不会放弃的。看来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了。也罢，拗不过你，皇兄就再帮你一次。多谢七皇兄，容妃就知道七皇兄最好了。轩辕彻足尖轻点，瞬息来到北陵队伍后头的城墙上。上官惊鸿，上官惊鸿，我在这里！嗨，上官惊鸿！我的姑奶奶呀！你的小桃花追来了，怎么不回头看看吗？黑心叶，本宫不知你何时变得如此爱多管闲事了。本宫的桃花债多了去了，比她美的人大有人在，她太麻烦了，本宫看不上。女人要一个不就够了？这么多女人你不嫌麻烦？何况你又怎知道她们是否对你真心？哎，你以为谁都是你啊？若是苏青莹那丫头喜欢的是本宫，本宫就是只要她一个女人也愿意啊。可惜啊，这世上只有一个苏青莹。可惜她看不上你。说什么大实话？上官惊鸿，你给我回来！回来啊！小九，回去吧。不，上官惊鸿，你给我回来！回来啊！我在这里啊！七皇兄，他是故意不回头的，他明明知道我来了。我这里好疼啊！小九，不哭，痛快了就没事了。乖，跟皇兄回去。眨眼，东岳的队伍已经走了半月有余。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回来了！恭迎太子殿下回国。殿下，好英俊啊！大家好啊！
本公主又回来了，大家是不是很想念我呀？其实大家不用太热情了，做做样子就行了，低调点。公主，想必大家欢迎的只是太子殿下，至于您，公主，您还是把帘子拉下来吧，否则奴婢真的很怕您会被大家的口水淹死啊！啊？为什么？公主，您自己看吧。滚！你这厚颜无耻的公主还敢回来？怎么没死在西冥啊？哎，苍天呐！西冥瑞王怎么没收了这妖孽呀？又把他放回来继续祸害我们了！救命啊！我还以为这女魔头去了西冥，再也不回来了，怎么会这样？完了，女魔头回来了，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苏青英赶紧关紧了窗户，压根儿不敢打开。慧毛现实跟他想象中的很不一样，他不就是说了一句话吗？希儿，怎么会这样？公主，您忘了吗？您曾经仗着公主的身份强抢良家美男，不仅吃饭不给钱，而且还担当酒楼饭馆，带着侍卫经常跟老百姓们打架斗殴，还曾经一把火烧了庙宇楼呢。苏青莹无语啊，原来他还有这么多的前科。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看来要彻底为自己洗白，他的路还长一点呢。公主，到皇城了，该下车了。总算能下车了，第一次他是如此想念现在的汽车。灵儿，方才百姓们说的话不要太往心里去，他们不是有意的。不会，其实他们说的也没错，从前的我真是太任性太混账了，做了这么多错事，百姓恨我也是有原因的。莹儿，不过这都是过去式了，以前混账，现在绝对不会了。既然百姓们对我有意见，那我便尽量弥补，做好一个公主该有的本分。就算最后仍然不能让老百姓改变对我的看法，我也尽力了。灵儿，你真的长大了。走吧，父皇他们已经在等我们了。虽然从未见过他的皇帝老子，但记忆中貌似对他好像还不赖，挺宠他的。金銮宫，太子殿下，五公主到。迎着所有人的注目礼，苏青莹跟着苏子义昂首挺胸地走进来，众人不可思议地盯着苏青莹，似乎想不通那个傻里傻气的傻子公主为何出去一趟气场又变得不同了。儿臣见过父皇。起来，快起来！哈哈，真是朕的好皇儿啊！哟，五妹妹出去一趟，怎么连基本的礼节都不会了？见了父皇也不知道行礼，眼里还有没有父皇了？五公主，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说，皇上也是你的父皇，就算再有怨气，也不能不行礼呀。德妃，容德妃心里一个疙瘩，赶紧低着头不敢对视。都怪那个贱人，皇上也太偏心他了。父皇，母妃说的又没错，是苏青莹。出口！父皇，何必向二皇姐生这么大的气呢？想来二皇姐也不是故意为难我的，虽然二皇姐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呢，我并不苟同呢。你什么意思啊？不知二皇姐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叫律法不外乎人情，父皇是皇帝，却也是我爹。我离开父皇1个多月，心里想念的紧，这不一看见父皇，我就激动的忘了行礼，这不是情有可原吗？眼睛不敢置信的看着他挽着自己胳膊的手，有些受宠若惊。这丫头不是一向对他不亲近吗？怎么这会转性了？而且人也不傻了，看起来机灵多了。父皇，怎么了？好一个律法不外人情。燕儿，快让父皇看看瞧瞧，1个多月不见，人不仅长高了，还变漂亮了。那是，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女儿。父皇夸莹儿漂亮，就是在变相的夸自己长得好看呢。父皇好自恋呐。你呀，几天不见，小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甜了？竟敢拿朕打趣。苏子怡在一旁看着他们，脸上也是满脸笑容。父皇很久没有笑得这么开心了呢。场上众人神色复杂，看得出皇上是真的宠五公主啊。看来以后不仅绝不能惹到五公主，还要与她交好。奇怪，这傻子怎么不傻了，还变得这么聪明？怎么回事？五公主真是皇上的掌上明珠呢，也不知道日后啊，谁有那个福气能娶到五公主。哎呀，瞧本宫这记性，五公主不是与西冥瑞王有婚约吗？郎才女貌，真是天生一对。婚约我退了。什么？退婚了？莹儿，对不起啊，本宫不知道你别放在心里去。这个燕妃当真是无意的吗？哟，五妹妹，好端端的怎么被退婚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呀？被退婚了以后还怎么嫁得出去呀？二皇姐，你们是年纪太大没听清我说什么，还是耳屎太多了堵住了耳朵？我说的是我退了轩辕彻的婚约，
不是他退了我。Do you understand？ 自己智商低下，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我的莹儿何时变得这么伶牙俐齿了？哼，就让你们见识一下莹儿的战斗力。苏清莹，你敢骂我？哼，说什么自己退了轩辕彻的婚约？你那个性子，谁人不知？颠倒黑白，真够不要脸的。混账！苏成明刚要发作，二皇姐这是什么话？好像巴不得莹儿被退婚一样。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轩辕彻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莹儿若是还是死活嫁给他，这不是更丢东岳的脸面吗？哼，谁信？都住口！一个个的都是在干什么？妍儿跟叶儿刚回来，你们就迫不及待找他们麻烦吗？当朕死的吗？父皇，阿春不是……够了！就算妍儿退婚了又怎样？她依旧是东岳的五公主，朕的女儿。就算日后不嫁，朕也会养她一辈子。朕就不信东岳的公主不嫁人还过不了了是吧？一个个像什么话？话里带刺儿的，再胡说就给朕滚回去，不用再出来了。父皇真好，莹儿以前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竟还老是惹父皇生气。北邻国，我说黑心叶，就算你想娶小丫头，也用不着这么着急吧？这才刚回到北陵呢，屁股都没坐热，你就急巴巴的找父皇请旨了？不急，再慢点儿，本王的王妃都要被人拐跑了。若本王的墙角被人挖塌了，你负责呀。为什么要扯上本宫呢？你的身份是北陵太子，由你带队迎亲，这才显出我们北陵的诚意。去他的鬼诚意，分明就是想给小丫头长面子。主子，您吩咐做的东西准备好了。惊鸿，你明日便启程出发，本王就不随你们一路了。自从见识过苏清莹搭造的滑翔机后，他也跟着仿造了一架，这样他去东岳就省了很多时间了。啊，黑心叶，黑心叶，唉，恋爱中的男人啊！一个黑衣人被震落到地上，吐出一口鲜血。太子殿下饶命，属下是皇上。滚！太子殿下，皇上有令，必须除掉。滚！本宫叫你滚，听不懂吗？凌厉的眼神瞪得黑衣人浑身战栗，再也不敢说什么，飞也似的逃走了。父皇啊，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死心吗？大雨一连下了2天，北陵国境一处荒山郊外，君离夜脸色阴沉地站在一旁，看着众暗卫修补滑翔机。飞了2天，不想刚要出北陵边境，就遇上暴风雨，把这好不容易搭造起来的滑翔机给撞坏了。主子，好在这家伙掉下来的时候撞得不算太坏，只等飞影把新的竹子带回来就可以修好了。半个时辰后，本王要看到一个完好无损的。想到苏清莹，君离夜内心抑制不住的思念。天知道他有多想立刻飞到他面前，紧紧抱着他，告诉他自己多么的想他。苏清莹洗了个澡，躺在朝阳宫的床榻上，不知为何浑身热得慌，雪白的礼衣被他扯得松松垮垮的挂在身上。热，好热啊！齐妍儿，到底给我喝的是什么？药性后劲居然这么烈！好热！苏清莹紧紧咬着下唇，以防止自己无意识吐出那娇羞的字音。莹儿，阿离，阿离，是你吗？莹儿，你为何浑身如此之烫？阿离，阿离，我好热，我好热，我被下药了。阿离，是谁？谁敢动本王的女人？阿离，阿离，我好热，你救我！一想到是自己心爱的男人，他索性也就不再矜持什么了，对着他的薄唇又啃又咬。莹儿，你若现在停下来还来得及，再继续，我可不保证会发生些什么。君离夜，你磨磨蹭蹭什么呢？你到底行不行啊？我快热死了，不行你就躺着，老娘自己来。苏清云俨然一副欲求不满的样子，骑在君离夜身上就开始扒扯他的衣服。莹儿，这可是你自找的。他反身将他压在身下，薄唇准确地附上那诱人的红唇，开始攻城略地。莹儿，可还记得你赠给本王的72式春宫图吗？啊，72式春宫图？阿离，人家开玩笑的，哭瞎了我。可惜本王当真了。苏清一噎，泪流满面了，自己挖的坑，含着泪也要跳进去。红帐落下，红烛灭，徒留满是旖旎。第2天日上三竿，
经过昨夜激烈的战况，苏青莹如今累得像条死鱼，躺在床上连动根手指的力气都没了。想到昨晚的花样72式，苏青莹就有种捂面流泪的冲动。这君离夜简直不是人，战斗力绝对跟他的武功一样变态。莹儿，醒了，过来喝点粥吧。你这点体力不行啊，该补补了。你滚！不公平！凭什么同样是折腾了一夜，你就跟打了鸡血似的，我反而累得像条死鱼？这问题问得好，不如莹儿再与为夫探讨一番。麻溜的，给我滚！对了，你怎么会出现在东岳皇宫？害我还以为你是我出现的幻觉呢。本王在回到北陵之后，便立刻着手安排东岳迎亲的事宜了。本王想你想得紧，等不了太久，便连夜命人仿造你搭建的滑翔机。若不是前几日暴雨损坏了滑翔机，本王便能早几日见到你了。算算日子，北陵的迎亲队伍若不出意外，5日之内应是能准时到达的。阿离，有一句话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阿离，我好想你。傻丫头。君离夜，你的狼爪在摸哪里？娘子投怀送抱，为夫焉能坐怀不乱？你怎么不学人家柳下惠坐怀不乱？云儿，她坐怀不乱，那是因为她不行。我若坐怀不乱，你就该哭了。说的好有道理，他竟无言以对。云儿，趁时辰尚早，不如我们再来重温一次。不要，我还没吃东西呢。本王亲自喂饱你。君离夜这丫的绝对是老司机。与此同时，另一边，真好啊，公主终于能见到摄政王殿下了呢，公主一定高兴坏了。墨轩，你知道吗？刚刚我去为公主送膳，看到公主还在睡觉呢。你说摄政王殿下这么激烈，他们会不会很快就有小宝宝呢？哎呀，公主跟摄政王殿下的小宝宝呢，想想都觉得激动。他们都长得这么绝色，想来他们的小宝宝也一定不会差到哪儿去，好期待呀！你说我要不要现在就去为公主的小宝宝亲自做几件衣裳呢？希儿，你想的也太远了吧？不远，万一他们的小宝宝哪天蹦出来了怎么办？还是要提前准备的好。还蹦出来？你当是猴呢？算了，不跟你说了你也不懂。我去为公主的小宝宝做衣裳了，拜拜。时光飞逝，一晃几日过去了。君离夜，立刻从我身上滚下去！3个月内不准爬上老子的床，否则老子废了你！瑶儿，你还有力气吼这么大声啊？看来是为夫不够卖力了。君离夜，你都不累的吗？3天了，老子整整3天没离开过床了，你良心不会痛吗？好了，别委屈了，是我的不是。今夜过后，我就会出宫。出宫？你要去哪儿？怎么，不生我的气了吗？快说。按未来报，北陵的迎亲大队于昨夜已经进入东岳国境。本王身为北陵摄政王，自是要回去的。莹儿，再等本王2日，本王一定给你一场最风光、最盛大的求亲。那我就等着你娶我。对了，莹儿，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你的天上人间已经集体到达东岳了。真的？凤姐、玉凤他们到了？听说你那天上人间的老鸨跟玉凤相处的甚是不错呀，莹儿不妨考虑考虑他们2个。玉凤跟凤姐，你还真别说，这么一想，他们2个还真是挺般配的。行，他们俩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见此，君离夜唇角微微上扬。自从知道玉凤、凤姐一干人到达东岳后，苏青莹便立刻用最快的时间将京城最大最好的酒楼给盘了下来。作为天上人间的第2间连锁产业，对于他有意无意的撮合，玉凤实在是苦不堪言。而凤姐在苏青莹的怂恿下，反而越战越勇，越来越不要脸。玉凤简直要跪了，吓得他这几日压根不敢出现在他们面前。最近心情真是好啊！阿离来了，凤姐、玉凤他们也来了，我在这东岳国的日子总算是不无聊了呢。是啊，以后我们有事没事就可以溜出宫到天上人间坐坐了呢。几个月不见大家了，怪想他们的呢。公主，现在天色还早着呢，您这是要回昭安宫了吗？不，几天不见父皇了，我想去看看父皇。希儿，你去帮我准备准备点心。好嘞，包在奴婢身上。苏青莹轻手轻脚走进了苏成明的寝宫，却见苏成明正拿着上好狼毫笔在奋笔疾书呢，连他进来也未曾察觉。父皇，你在干嘛呢？喂丫头，平日里没个影，一见面就吓父皇，你是皮痒了吧？哼，父皇也就是嘴上说说罢了，才不舍得打我呢。哼，喂丫头。哎，父皇，你在画什么？这是我母后，好漂亮啊。你母妃生性温婉贤淑，可不像你，整天像个猴似的上蹿下跳。像猴怎么啦？这说明你女儿我活泼呀。难道要我像那些个名门闺秀一般？那我岂不是要被闷死？你呀，总有你的一套理。
父皇说不过你。灵儿，朕这些年来想你母后着实想得紧呐。若不是心里放不下这东岳的百姓与你们兄妹，朕早就去陪你母后了。父皇，父皇，你怎么了？来人，快宣御医！两指在不经意间不动声色搭上他的脉搏，然而脉象却极为古怪。明明身体机能在慢慢流失，但那脉象却是平稳有力，并无一丝一毫的异常。不必叫御医了，昨日御医已经来过了，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人呐，不服老是不行喽，父皇也不能例外。呸！父皇哪里老了？一点都不老，这年纪的男人才更有魅力呢。哈哈哈，你呀，就知道哄你父皇开心。父皇，你身子不适，还是歇着吧。你看你脸色都白得像张纸了。哦，父皇听莹儿的。苏成明顺势躺下，点点头，也不反驳，很是享受苏青莹的服侍。父皇，你先歇着，一会儿我再来看你。奏折的事儿您先放一边，反正还有皇兄在，不急。哈哈，朕的莹儿真是长大了。每次咳嗽过后，他的身子就变得极为疲惫，没一会儿便沉沉睡了过去。直到苏成明完全睡熟，苏青莹这才蹑手蹑脚走出了房门。李公公，五公主，父皇他这样咳嗽有多久了？不久，好像也就是这几天。那他这几日可曾吃过什么？都有些什么人过来？皇上这几日的吃食与平常并无异二。再者，皇上的每一道吃食都是经人验过的，不会有问题。至于都有什么人过来，那可就多了，奴才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吕公公，自今日起，凡是来过父皇寝宫的人，劳烦一一登记给我。五公主说哪的话呀？照顾皇上也是咱家分内之事。有劳了，驿站。黑金叶总算舍得回来了，还以为这亲你不管了呢。本王心心念念了这么久，岂会不管？明明是你提亲，本宫却是累得像狗的那一个。唉，不划算，真不划算。你打算什么时候正式向小丫头提亲呢？本宫带着这声势浩大的迎亲团，其他几国可是盯着呢。明日一早便进宫，免得夜长梦多。这么心急啊？本宫才刚到东岳，你就不怕本宫吃不消吗？你的能耐，本王还是有数的。那还真是多谢你的信任了。不客气，早点睡。明日一早就要进宫，可别给本王丢了面子。哎，这夫妻俩还真是一个性子，都是黑心的。翌日旭日东升，一大早，东岳国京城官道上，一支声势浩大的随行团便开始大排长龙，浩浩荡荡往皇宫方向慢慢前进。东岳皇宫，苏成明正跟众文武百官上朝呢。这时，一名侍卫匆匆跑进了大殿。报！回禀皇上，属下有要事禀报。北陵摄政王、北陵太子在宫外求见。哦，他们来做什么？回皇上，属下不知，但据说北陵摄政王与北陵太子带着10里红妆千里迢迢远赴我东岳，此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早已引来其他各国的高度重视。10里红妆，他们想干什么？罢了，快宣他们进来。不多时，一身白衣翩翩的君离叶与红衣妖娆的上官惊鸿就并肩来到了殿前。北陵摄政王见过东岳皇，祝东岳皇福泽安康，益寿延年。北陵摄政王、北陵太子，你们二位有心了，只是不知二位远道而来，所谓何事？实不相瞒，本王今日远赴东岳，只为一件事，还望东岳皇能够成全。摄政王客气了，还请但说无妨。本王心仪令爱苏青莹已久，今日许下10里红妆，不为其他，只求东岳皇能够将她许配给本王。什么？你想求娶莹儿？一旁，苏子义的脸成功绿了，他就知道君离叶这家伙打的就是莹儿的主意。正是。北陵摄政王，小妹年纪尚小，还未及及笄之年，现在谈婚论嫁未免不妥。若是因为这事儿，皇兄大可不必担心。半月后便是莹儿的及笄之礼，本王就在东岳住上半月，等莹儿一过及笄之礼，东岳国再将莹儿许配给本王也不迟。半月而已，本王还等得了。这北陵摄政王，此举恐怕不太妥吧？有何不妥？皇兄与东岳皇若还不放心，大可将莹儿召过来。他一向有自己的看法，与其我们在这里争论不休，不如让他自己过来选择。无论他如何选择，本王都会尊重他的决定，绝不为难。
你，那就这么说定了。来人，速召五公主入殿。是。不消片刻，吕公公便领着他来到了金銮大殿。父皇，你找我？莹儿，你来的正好，有件事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哦，什么事啊？北陵摄政王想要求娶你为妃，不知你意下如何？北陵摄政王，听说富可敌国，哎，好像还不错。北陵摄政王，既然你想求娶本公主，那不知本公主可否问你几个问题？但问无妨，本王定然知无不言。好，第一个问题，本公主最是讨厌男人三妻四妾，摄政王如果真有意娶我，那么你的身边从此以后就只能有我一个女人，你可否能做到？即便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有多在乎自己，可是他就是想听他当着自己最敬爱的父皇皇兄的面，亲口许他一生一世一双人。苏青云这话一出，莫说众文武百官了，就连苏成明都被震惊到了。哼，那还真是不凑巧啊！本王亦是不喜欢三妻四妾，弱水三千，本王也只想娶你一瓢饮。这话一出，这下整个金銮大殿要炸开锅了。苏成明惊讶过后，心中略有松动，开始对君离业这个人有了些许改观。回答不错，本公主很满意。那第二个问题，听闻殿下富可敌国，那这丫头真是本性难移。都是身外之物，莹儿喜欢，但凡是本王名下产业，全给你又何妨呢？大千世界，本王心心念念不过一个你罢了。下一个问题，我想知道殿下到底有多喜欢我。说实话，有多喜欢你，其实本王自己也不了解。本王只知你命重于我命，若有一天你离开了本王，本王想我的心应该再也不会跳动了。本王喜欢你的无耻下流，喜欢你一本正经的插科打诨。哎呦，君离业，但凡是你，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本王都甘之如饴。苏青云愣住了，傻傻地眨眼看着他，心间像被羽毛轻轻划过，让他忍不住一阵心悸。哼，说得好听。最后一个问题，江山和我，你会选择谁？莹儿，不可造次。这天下只要你要，只要我有，给你又如何？命我都可以不要，更遑论区一个江山。阿离，这妖孽真是毒药，完全侵入了他的五脏六腑，牢牢地在他心中扎根，戒不掉，也不想戒。阿离，我真是爱死你了。莹儿，不得无礼。父皇，我要嫁给他，今生今世，永生永世，我非他不嫁。苏成明也是过来人，这会儿一看自家宝贝女儿与君离业的眼神，还有什么是不明白的？莹儿，你真的爱他吗？婚姻可不是儿戏。我确定，爱情是要靠自己把握，靠自己争取的。属于我的，我就绝不会放手。良久，久到苏青云认为他绝对不会同意之时。好，既是你自己所求，父皇也没什么好说的。北陵摄政王，朕同意将莹儿许配给你。不过，莹儿眼下还未及笄，你若不嫌弃，便在东岳小住半月，等莹儿过了及笄礼，才可随你一同回国。谢父皇成全。一旁，苏子义抿了抿唇，始终未曾说话。罢了，莹儿开心就好，反正左右也是拦不住君离业，就随他们去吧。不过，朕丑话说在前头，要是莹儿嫁过去过得不好，你若让她受了委屈，那就休怪东岳踏平你北陵国土。父皇大可放心，我对莹儿的心，天地可见，日月可表，只怕你们东岳的铁骑是没机会踏上北陵的国土了。好，有摄政王这句话，朕是放心了。二位远赴东岳，舟车劳顿，小吕子，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下去为北陵摄政王、北陵太子安排住处？是，奴才这就下去安排。就这样，君离业在这东岳住了下来，而他们订婚的消息，仿佛一阵龙卷风，疯狂席卷了整个大陆，一度成为了四国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冠军。西明国皇宫御书房，苏青莹，怎么到处都是那个该死的女人？岳里长城扰得朕不得安眠也就罢了，现在连奏折也不让朕安心批阅，真是阴魂不散。怎么了？是什么事情让皇兄如此气恼呢？话说，自从苏青莹回东岳后，臣弟这还是第一次见皇兄这般难以自控。真不知道除了那鬼精灵怪的丫头，还有谁有这个能耐将你气成这样呢？别跟朕提那个该死的女人！
轩辕墨弯腰捡起地上的几本奏折，看到里面的内容，他不禁微微愣了一下，心里有些微妙。再瞧瞧自家皇兄那气恼烦躁的模样，轩辕墨俊脸忽然出现了几分怪异之色。墨，你在看什么？皇兄，你这般恼怒，该不会是喜欢上了苏青莹那丫头了吧？你是在气恼苏青莹与俊立业订婚，是在吃俊立业的醋吗？胡说八道什么？朕怎么可能会喜欢上她？朕又不是脑子被驴踢了。墨，你的眼神儿是不是该轩御医给看看了？皇兄，你确定你真的不是为了苏青莹生闷气吗？墨，眼神不好就及时就医，朕说没有就是没有。你要朕说多少遍？你今儿过来到底是做什么的？该不是纯属气朕的吧？不是，臣弟是过来告诉皇兄，小九不见了，看时间应该半月有余了。不见了就……你说什么？小九不见了？这个丫头定然是偷偷溜出宫去找上官惊鸿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朕？皇兄，臣弟也是今日才得知。您放心，臣弟已经派了人手火速去追赶小九了。各大关卡也命人严格把守，定不会让小九逃了去。每个城门关卡皆画了他的画像，皇城守卫更是多了2-3倍。小九想逃不可能，除非他能飞。这个丫头真是太乱来了！传令下去，再多派一些人手，挖地3尺，要将他给朕抓回来。是，臣弟这就去。点点头，轩辕墨转身离开御书房。还好自己只是对他颇有好感，还好他没有爱上那丫头。翌日风和日丽，万里无云。哎，阿离，上官骚包呢？怎么这几日天天不见他的影儿？莹儿，你对为夫以外的雄性未免也关注太多了吧？就不怕为夫吃醋吗？什么呀，你也太霸道了吧，这也吃醋啊？你干脆改名为君醋海得了。哼，那家伙风流惯了，自从他知道天上人间辗转到东岳后，便天天往那儿跑了。不用想也知道，他一定是去那儿风流快活了。什么寻欢作乐？他敢？那他岂不是要辜负我那小徒弟一片心意了吗？你的小徒弟？你是说轩辕容妃？虽然轩辕家那几个兄弟都不怎么样，可我那小徒弟还是很可以的。怎么说也是我的第一个徒弟，我这个当师傅的总是要关心关心的。谁啊？走路不看，师傅。你谁啊？这丫的不会是个碰瓷儿的吧？师傅，你不记得我了？是我是轩辕容妃啊！你难道已经忘了我了吗？轩辕容妃当即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还真别说，的确有几分轩辕容妃的模样。你好好一个公主，怎么变成这个德行了？你不是在西冥的吗？跑来这里做什么？师傅，你这一走，我在西冥快无聊死了。这不是按捺不住寂寞来找你来了吗？哦，真的是来找我？真的了，师傅。哦，难得你这么有孝心，还记得惦记我这个师傅。我还以为你是来找上官骚包的呢。轩辕容妃身子一僵，神色有些不太自然。师傅师公，你们这是要去哪儿？我偷偷瞒着诸位皇兄跑出来了，身上带的那点银两早就花完了，我现在好饿啊！师傅，你们能不能帮我找个落脚的地方？你呀，就任性吧，以轩辕乐尘那个小心眼的性子，被他逮到你就完了。跟我们来吧，正好我们要去一趟天上人间。谢谢师傅师公，我就知道师傅师公最好了。莹儿说的不错，虽然轩辕家那几个饭桶不怎么样，但他们的妹子还是不错的，起码比他们有眼力。苏青莹3人一进去天上人间后门，很快便有2个极美的姑娘迎上来。主子，您来了。这位是……哎呀，你笨呀！能跟咱们主子站一起，那当然是我们姑爷啦。没看到主子和姑爷十指相扣的手吗？哎呀，真笨！莹儿，你的人不错，眼力极好。师公啊，你挡着我也就算了，还当着我的面强塞一嘴狗粮，这就过分了。这是我的小徒弟，你们先带他下去梳洗干净，另外再帮我上一桌酒菜。主子放心，梳妆打扮什么的，我们最在行了，交给我们吧，我们一定会好生为这位姑娘梳洗一番的。轩辕容妃正好梳洗完毕，稍作打扮，看得不少人眼睛都直了。从未来过天上人间，轩辕容妃难免觉得新奇，到处走走看看。谁知这一看，倒叫他发现了上官惊鸿的身影。上官惊鸿，原来你在这里啊！轩辕容妃，你怎么会在天上人间？我来找我师傅啊！那正好，不介意就坐下陪本宫一起喝几杯吧。各位美人们，你们不介意吧？哪能啊，这可是公子的朋友，
我们姐妹哪敢介意啊？就是，只要公主的朋友不介意就好。来，不说了，公子，该你罚酒了，可不许耍赖哦。美人倒酒，本宫岂敢耍赖。九公主，怎么不做呢？上官惊鸿，你怎么可以这样？哦，本宫怎样呢？你怎能如此风流不堪呢？亏我还以为……九公主，这就是你太不了解本宫了。本宫一向风流肆意，夜夜动辄青楼，这事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你上官惊鸿，你混蛋！我就是为了你这种人，我真是眼瞎。气愤的跺了跺脚，轩辕容妃哭着跑了。容妃，你怎么了？眼睛怎么这么红？可是受委屈了？师父，上官惊鸿他就是一个大混蛋，他竟然如此不检点，亏我还对他一往情深。哦，原来你是为了上官惊鸿才来的呀？方才是谁说了为了我来着？师父，我不管，我不要再待在这里了，你带我走，我不要再见到那个混蛋。好了，我知道了，你跟我一块进宫吧，就住在我的朝阳宫。另一边，何必呢？你明明知道他对你的心意，为何还故意羞辱他？正是因为无意，所以才不想耽误他嘛。再说，我的性子你又不是不了解，我上官惊鸿风流种子一个，岂会为了区区一个轩辕容妃而放弃了整片花丛呢？是吗？就算他以后会跟其他男子结婚生子，你也不在意？但愿你以后不后悔。奇怪了，这黑心叶今天怎么如此关心他的感情之事了？那丫头是莹儿的徒弟，你这样对她，只怕莹儿不会让你好过了。你就自求多福吧。是夜，万籁俱寂，黑幕里，一道黑色的身影来回穿梭着，仗着卓绝的轻功，几个跳跃间便灵敏地躲过了皇宫的重重守卫。该死的赵若晴，竟然敢放蛊虫追你爷爷！你给老子等着！我去，又追来了！慌不择路，萧天宇直接闯进了一处宫殿，扑通一声，直挺挺地落入了浴池中。什么人？嘘，别说话，万一把他们招来就不好了。放肆！敢对本宫不敬！来人！苏子怡顿时傻了，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因为太过震惊愤怒，以至于他好半晌都尚未反应过来。哈，这下老实了吧？非得逼本大爷使出绝招！你大胆淫贼，敢轻浮本宫！本宫看你是活累了。哟，不错，挺厉害的嘛。既然你想玩，本大爷就陪你过两招。太子殿下，大事不好了！皇上突然昏厥过去了，武公主命奴婢赶紧让您过去一趟。太子殿下，您在吗？好，本宫立刻就过去。哎，怎么都走了？算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跟过去看看。燕儿，父皇如何了？情况不是很乐观。几位太医一同查探了父皇的脉象，皆是与我所探一样，明明脉象平稳正常，可是身体机能却是在不断流失。这种情况我从未遇到过，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怎么会这样？父皇身子一向康健，从未听说过有什么不适，怎么会忽然昏迷的？阿离，你有什么办法吗？这种情况本王倒是在南疆见过几次相似的。若是本王猜的没错，东岳皇应是中了。是蛊虫？不错，除了南疆蛊虫，本王实在是想不出其他。你是谁？为什么你能一眼看出父皇被下了蛊虫？别看我啊，这玩意儿邪门的很，我可不雅。刚刚我就是被他们追杀到这儿的。那你知道该怎么取出蛊虫吗？难呐。蛊虫入体，除非下蛊之人用特殊手法取出，否则的话，也只能等蛊虫啃食完宿主的五脏六腑后自行拔出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恶，到底是谁给父皇下了这般恶毒的蛊毒？该死！不过嘛，你们也不要太灰心，我这倒有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但是能拖多久我就不知道了。什么办法？很简单，让蛊虫陷入沉睡，失去行动能力。很不巧，取蛊虫这事儿我不是很在行，但是要说催眠他们嘛，我倒是很有一手。来，你们都让让，给我腾个位置出来。说罢，径自走到苏成明的龙榻前，将他扶坐了起来，修长的手轻轻贴在苏成明的后背上，内力在丹田处悄然运转，从掌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苏成明的体内。用内力压制蛊虫，稍有不慎就会适得其反，刺激蛊虫的暴动，引起蛊虫的反噬，轻者内力尽散，重者性命堪忧。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究竟是敌是友？
半晌，我内力特殊，天生阴寒，以后每日子时，我必须再为他输一次内力，以确保蛊虫在每日最活跃的时期不会醒过来。但我也说了，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蛊虫适应能力极强，每一次沉眠之后，我的内力将渐渐被它所适应，所以你们必须在1个月之内尽快找出取出蛊虫的方法。苏青莹看了看他，再次走到苏成明身边，娴熟地探了探他的脉搏，直到确定他的生理机能不再流失后，他总算是松了口气。谢谢你，看来在我父皇没醒之前，得麻烦你在皇宫住上一段时日了。不客气，举手之劳罢了。反正现在我也无处可去了，我看这儿就挺好的。对着一旁的苏子毅痞气地挑了挑眉，哼，你最好给本宫安分点。什么？皇兄，你没有过节？没什么。对了，小丫头，听说你叫苏青莹，是这个名字吧？你想做什么？小子，想挖墙脚，只怕你是找错了地方。各位不要激动啊，我就是问问，没有恶意。走，莹儿，天色不早了，我们休息去。君离夜，你别太过分了，给本宫放开莹儿。行了，你们别闹了。哎，皇兄，父皇重蛊之事绝对不能宣扬出去，否则后患无穷。放心吧，皇兄会妥善处理的。莹儿，你也累了一天了，下去休息吧。苏青也不推脱，拉着君离夜便离开。安离，我好担心父皇，你说父皇会有事吗？傻丫头，别想了，吉人自有天相，父皇会没事的，别担心。临近半夜，苏子毅总算堪堪忙完了所有的事情。太子殿下，您回来了。你怎么会在本宫的寝宫里？出去！季嫣儿，你是父皇的宠妃，3更半夜的不睡觉跑到本宫的寝宫做什么？但凡你还有半点羞耻之心，就不要做出此等逾越行径之事。太子殿下，嫣儿爱慕你很久了，自从嫣儿第一眼看到你，就再也忘不了你了。住嘴！无耻！太子殿下，嫣儿真的好喜欢你，你就真的不想要嫣儿吗？季嫣儿，你在做什么？别忘了你的身份，把衣服给本宫穿回去。太子殿下，你就不能看嫣儿一眼吗？滚！不知羞耻！太子殿下，嫣儿不期望你能爱上我，只希望能与你有美好的一夜。滚！再过来，休怪本宫不客气。殿下。与此同时，萧天宇这会儿正躺在苏子怡大殿的房顶上看星星。想不到半夜不睡，竟然还能看到如此有趣的一出戏，有意思。这苏子毅倒是挺窘迫的，难不成还是个厨？罢了，看在我轻薄了你的份上，这次我就帮帮你好了。小毅毅，我来了，你可有想为夫啊？你又来凑什么热闹？笨呐，难道看不出来我是在帮你吗？末了，还坏心眼的伸出舌尖舔了舔他的耳垂。苏子怡浑身一个机灵，下意识就要往后退，不料萧天宇突然伸手将自己紧紧抱在怀里，根本挣扎不得。放肆！姐妃需要对本宫动手动脚的吗？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嘛。明明灭灭的光线下，他雪白的耳垂可疑地泛起了一抹潮红。这位大婶，不好意思啊，麻烦你怎么脱的衣服就请怎么麻溜的穿回去，不然一会儿被扔出去围观，可就怨不得我了。大胆，你算什么东西？怎么可能？太子殿下，绝不可能是断袖，绝不可能。这个问题问得好，不怕告诉你，我就是你们太子殿下的男宠，堂堂的原配夫人。倒是你当着原配夫人的面还敢脱衣勾引我的夫君，谁给你的脸？什么男宠？苏子怡被迫趴在他怀里，动弹不得，心里头竟有种说不出的恼怒。不信？那就证明给你看看。背齿被撬开，温热的长舌强势闯了进来，揪着他的舌头没完没了的挑逗。太子殿下，你真的与此同时，另一边朝阳宫，公主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公主不好了，不好了！母宣不久前看到燕妃娘娘偷偷溜进了太子殿下的寝宫，您还是快去看看吧。fuck， 这季嫣儿真他妈不要脸，一把年纪了还想睡我皇兄。哼，阿离、容妃、希儿，抄家伙，我们火速赶往皇兄的寝宫，誓死守卫皇兄的清白。好，走，师父，我们快走！希儿，你快跟上，去迟了，师父皇兄的清白可就没有了。苏子毅这边，他好不容易费力挣开了萧天宇的桎梏。淫贼，你够了，别得寸进尺。放心吧，我这尺还没进呢，你猴急什么？皇兄，我来救你了。苏子毅与萧天宇机械般的扭过头，对上苏青莹、君离夜等众人，他们一时愣住了。众人大眼瞪着小眼，一言不发，尴尬，很尴尬，非常尴尬，那是相当尴尬，像是过了1个世纪那么长。苏青莹短路的大脑总算是正常运行了。皇兄，对不起，我们不是有意闯进来打断你们的，你们继续，我们这就走。莹儿，淫贼，赶快公开！哎呀，我去！
苏子义，你恩将仇报啊！竟然敢踹老子，断了你负责呀！放肆！你再胡言乱语，本宫就毙了你！哼，有本事就试试看呐！老子当年也是枪林弹雨闯出来的人物，还怕你不成？枪林弹雨。苏青云骤然转过身，目光仿若探照灯般，盯着萧天宇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老兄，回首。好，鬼刀一开。哎，不对呀，你怎么知道这个梗？天宇，真的是你？你怎么也穿越了？苏青莹，21世纪金牌特工苏青莹。是我，就是老娘。我就说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还有个同名同姓的苏青莹，没想到还真的是你啊！你还没回答我呢，你怎么也穿越了？丫的，别提了，提这事儿老子就一肚子气。怎么了？还记得那天是我跟你一起接的任务吗？结果你他妈的好死不死打了个喷嚏，手抖剪错了线，当时老子就在你边上嚼口香糖啊，瞬间爆炸，你让老子怎么躲？所以你也是被炸死的喽？不是，老子是被口香糖噎死的。莹儿，你们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了，铁哥们儿。萧天宇，那天你在河边放灯提名的那个？阿离，想不到你居然还记得，记性真好啊！能不记在心上吗？本王当初可是对这人惦记了好久呢，一直想找机会做掉他。我去，莫名其妙的被这么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盯上，这很惊悚的好吗？我很冤枉呀！师傅，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想要趁机偷偷溜走。差点忘了正事儿。季嫣儿，你敢打我皇兄的主意，胆子很肥呀，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长得不怎么样，想得倒挺美。不要看，统统不准看，滚，都给我滚！哼，怎么，现在知道丢人了？当初脱衣服的时候你不是挺欢的吗？你还知道要脸啊？我父皇还没仙逝呢，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去勾引我皇兄了？我呸！师傅，要我说，这种女人你就该把她打入天牢去，好让天下的百姓都看看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不要脸的女人。九公主所言极是，公主你可不能手软啊！不，你们不可以这么做，我是皇上的妃嫔，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哼，现在才想起自己的身份，姬嫣儿，你不觉得太晚了吗？姬嫣儿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心中极为难堪恼怒，却又不敢发作。不过你说的也没错，你是父皇的妃嫔，自然也只有父皇才有资格定你的罪。既然这样，姬嫣儿，本公主就让你再多活一些时日，以后你给我小心点，再让我发现你有什么小心思，猛然一掌轰向不远处的一棵百年老树。姬嫣儿瞳孔猛然一缩，惊恐地瞪大了眼，嘴唇不可抑制地哆嗦着。恶魔，这苏青莹简直就是恶魔！看到没有，那棵树就是你以后的下场，还愣着干什么？快滚！不敢再看苏青莹一眼，姬嫣儿匆忙捡起了一件衣服，连滚带爬飞快溜走了。公主啊，这种女人你干什么还留着她继续蹦跶？现在还不能动她，有件事我还没有确定。莹儿，你是怀疑东岳皇身上的蛊虫与他有关？目前也只是怀疑。莹儿，怎么说？今夜我们只是对外宣布父皇身体不适，并未仔细说明父皇的病情以及身体状况。可姬嫣儿当夜就敢勾引皇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早就知道东岳皇中的是蛊毒，所以才有恃无恐。阿离说的不错。可这样说不通啊！我虽不养蛊虫，但也知道一些他们的习性。那女人看起来不像是会养蛊之人，且我也没在她身上感受到丝毫蛊虫的气息，除非她背后有人。这样就不难想象父皇身上的蛊虫到底从何而来的了。如果是姬嫣儿所为，我们的确防不胜防。毕竟谁会想到一个小小妃嫔会有这么大的能耐与胆子，竟敢对一国皇帝下手。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至少我们现在有一个大致方向，只要我们紧紧锁定姬嫣儿这条线索，不愁找不出幕后之人。莹儿说的对，这样看来这姬嫣儿的确是动不得了。眼下父皇的蛊毒已经被天宇压制住，我们还有1个月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先按兵不动，以免打草惊蛇。只要他露出一丝蛛丝马迹，我们便能顺藤摸瓜，揪出他背后之人。到时候我要让他们知道花儿为什么开得那样红。折腾了一晚上，苏青莹已然没有了丝毫睡意，无垠的天际还是一片浓郁的漆黑，看不到半点星光。朝阳宫附近的一处凉亭里，莹儿，你不觉得皇兄跟你朋友之间的气氛有些微妙吗？应该不是吧？据我了解，天宇性取向是正常的。至于皇兄，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刚才也解释了，这是一场误会嘛。但是如果他们2个真的有戏的话，我会真心祝福他们的。莹儿，你不反对？我为什么要反对？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只要他们是真心相爱，我开心还来不及。再说人生是自己的，只要做到问心无愧，何必管别人怎么看？每一种爱情都应该是平等的。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吗？哼，不愧是我君离夜看上的女人。那么阿离，如果皇兄跟天宇真的有戏，你会怎么样？会不会厌恶他们？莹儿在意我的看法。在意。别人我不管，但是你，我很在意。傻丫头，你所珍视便是我所珍视，你之所爱便是我之所爱，我怎会厌恶你所珍爱之人呢？阿离，你真好。那么奖励呢？迅速在他凉薄的唇瓣上落下一吻。莹儿，只亲一下怎么能够啊？不要在这里，会被看到的。嫌他太闹腾，君离夜干脆抱着他一个旋身，紧紧将他抵在亭子不远处的假山石上。湿热的吻随之铺天盖地般的在他身上落下，根本无力抵抗君离夜的攻势。苏青莹没一会儿就酡红着脸大喘气了。奇怪，公主呢？刚刚不是还在的吗？阿离，君离夜，不要了。希儿过来了。不要？你确定？并未有所收敛。苏青莹简直快被他折磨疯了。君离夜，好吧，这次先放过你。苏青莹紧绷着的神经瞬间缓和了下来，就见他忽然对自己腹黑一笑。我靠，这贱人居然敢阴我！九公主，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啊，会不会是晚风太大，你听错了？应该不是吧？我刚才真的听到了，好像是从那边发出来的。慢慢往他们那边走了过去，打算一探究竟。骗子，死腹黑！到嘴的肉，你认为我会舍得放开吗？快停下！希儿他们要过来了！求我，求你了！君离夜总算放弃了在作死边缘疯狂试探的举动，用内力吸起地上一颗小石子，往另一旁轻轻弹射了过去。咦，怎么是那边？刚刚明明是这边传来的动静啊！估计是野猫之类的吧。哎呀，希儿，你就别整天疑神疑鬼的了，我们走吧。估计师傅他们应该回宫了，我们也回去吧。忙了这一天，我都快困死了。轩辕荣飞已然是困得不行，拉着疑神疑鬼的希儿就走。总算走了，哪知君离夜复又再次搂住他的腰肢。君离夜，你要死啊！莹儿，不要分心。这几日，苏青云一直派人密切监视姬妍儿的一举一动，一连几天都并未发现他与任何人秘密接触。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日萧天宇与轩辕荣飞倒是很合拍，经常勾肩搭背到天上人间一起喝花酒。九公主，您又来了。今日您是一个人来的，之前一直陪在您身边的那位公子呢？他被师傅拉去做事了，今日就我一个人。凤姐，听说你们天上人间的小官最是出名，能否给我喊几个陪我一块喝酒？九公主，您确定？当然确定，难得才来一趟，我也想体验一把，也不枉我大老远来这一趟。好吧，九公主，您先到楼上雅间等一会儿，他们很快就到。公子，您在看什么啊？有我们姐妹陪着您，您还看其他女子，这可太伤我们姐妹的心了。小美人，这是吃醋了啊？来，喝酒。奇怪了，以往那丫头不都是与那男人一块来的吗？今日怎么不见她呢？怎么会有这么多男子进入轩辕荣飞的雅间呢？她在搞什么？公子，没什么。该死，这些男子进去的时间未免也太久了吧？怎么还不见出来？他们到底在里面干什么？公子，您的手流血了。无碍事，本公子今日有事，先走了。公子，他就站在门外静静听着里面的动静，不言不语。来，我们再喝。真不愧是师傅名下的天上人间，果然很不错。小哥哥，你们的脸蛋还真嫩，手感真好。又来一个美男，来到我身边来，让本公主好好看看你的样子。眼见他要跌倒，上官惊鸿快步走了进来，手疾眼快地揽住他的腰肢，牢牢将他抱在胸膛前。都给本宫滚出去！话落，所有人瞬间如惊弓之鸟，争先恐后滚出了雅间。怎么都走了？别走啊！本公主可是付了钱的，我们还没挂过呢。不许走，都给我回来！够了！轩辕荣飞，你闹够了没有？堂堂一国公主，醉成这般模样，成何体统？你谁呀？你凭什么管我？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管不着。现在我总算知道上官惊鸿那家伙为什么这么爱来这种地方了。这里的确很容易就让人快乐。闻言，他墨色的眸子闪了闪，有什么东西一闪而逝，一言不发地上前将他重新拽回了怀里。你怎么还抱着我？你放开我，我要把他们全都找回来，然后统统收进后宫当我的男宠。男宠？你还要收他们做男宠？不
不可以吗？皇兄他们这么疼我，一定不会反对的。不行，绝不同意。你的不同意算个屁呀！你又不是我什么人，还让开，别拦着我快活。好，很好，你要快活是吧？本宫成全你。你要做事。话未说完，浓重的阴影覆下，随之而来的是强势不可违抗的怒吻，床幔摇晃，徒留满是春光。第二天，好痛，我好晕啊！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儿？昨天我好像喝了酒，然后对了，上官惊红，我跟他九公主，您起来了吗？已经正午了，您先吃点膳食吧。正午了，那我房中的那位公子呢？九公主说的是上官公子吧？他一早就神色匆匆的离开天上人间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走了？是啊，九公主，怎么了吗？没什么，你先下去吧，我现在还不饿，我想先洗漱一下。好吧，那有事记得叫我。叹了口气，他默默退了下去。屋内静得可怕。上官惊红，你混蛋！你就这么讨厌我吗？怕我赖上你，也要你负责，所以你就跑了吗？混蛋！既然你这么讨厌我，以后我不再出现在你面前就是。凤姐，九公主，你可算出来了，饿了吧？我这就让下人去准备膳食。不必了，我没什么胃口。凤姐，这封信劳烦你帮我转交给上官惊红，另外替我转告师傅一声，我离家许久，想回西冥了。这些日子多谢他的照顾。九公主，你要走了？我总归是西冥国的公主，总是要回去的。再说了，我偷偷离宫许久，皇兄只怕是要气疯了。不跟主子亲自道别吗？不了，师傅最近在忙别的事，我就不打扰他了。凤姐，我走了。哎，等等，九公主，这些盘缠您拿着，西冥路途遥远，没有银子可不行。好，谢谢。是夜，上官惊红坐在轩辕荣妃的雅间里，看着手中凤姐交给他的信。小雨不悔，后会无期。后会无期，后会无期。朝阳宫，小莹儿，我又来了，快跟你的男人一块出来，我们喝喝酒，谈谈心呐。你很闲吗？是挺闲的，轩辕荣妃那丫头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我都找不到伴，花天酒地了，只能来找你们了。滚，没时间。哎，你别这么绝情啊！我好歹也算小莹儿半个哥哥，你直接出手点了他的穴道。我劝，属下在。把他扔到本王未来大舅子床上，省得天天在莹儿面前蹦跶刷存在。是。阿离，怎么了？刚刚是天宇来过吗？好像听到他的声音了。莹儿，不相干的雄性不必关注太多。君促海，你干嘛？将他放到床榻上后，君离夜顺势压了上去。春宵一刻值千金，莹儿，我们该就寝了。吹箫你大爷的，这明明是大白天好吗？你晚上禽兽也就罢了，白天还禽兽，你到底是不是人呢？一番激烈的翻云覆雨后，外面天色已经渐渐沉了下来。刚刚经历了一场激烈战况，苏清莹香汗淋漓地躺在了君离夜的怀里。莹儿，关于东岳皇古虫一事，我倒是有个办法。什么办法？既然幕后之人躲着不敢出来，我们何不化被动为主动？你是说引蛇出洞？好，父亲的病情刻不容缓，明天我就跟皇兄天宇商量一下。莹儿，奖励呢？滚！说好的北陵摄政王不近女色的呢？你丫是不是被调包了？翌日，苏成明驾崩的消息悄然在后宫流传开来。即使苏子义等人极力压制，可季嫣儿还是听到了风声。皇宫守卫森严，尤其与御书房等重地更甚。季嫣儿一路上提心吊胆的，犹如惊弓之鸟，生怕被人发现。本以为会很难混进去，但是没想到他一路走来，看见的巡逻守卫却是寥寥无几，很容易就让他偷偷溜进了御书房中。玉玺到底被放在哪儿？几乎翻遍了大半个御书房，仍旧一筹莫展。找到了，这就是玉玺。季嫣儿不再多做停留，摸黑着往门口走去。这么快就走？不坐下喝杯热茶吗？怎么会？他们怎么都过来了？季嫣儿，你好大的胆子！朕平日待你不薄，你居然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你是皇上？怎么，看到朕没死，你很惊讶？不是的，皇上，臣妾这么做
是有蛊中的，求求你，饶了臣妾吧，臣妾再也不敢了。皇上没死，这一切不过是为了引诱他的骗局。哼，现在才知道害怕，太迟了吧？说，到底是谁指使你偷玉玺的？是二皇子苏怀天，这个逆子。父皇不必动怒，我们已经派人去捉拿苏怀天了，他跑不掉的。姬嫣儿，我问你，父皇身上的蛊毒到底是不是你下的？不是，不关我的事。皇上，蛊虫是二皇子命臣妾下的，不关臣妾的事啊。蛊虫是南疆特有，苏怀天怎么会有蛊虫？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当时苏怀天莫名其妙出现在他的寝宫，二话不说就将蛊虫放入了他的身体。他对这阴邪的东西恨不得避而远之，又怎知道他是从哪里而来？我很好奇，你又是如何将蛊虫种入我父皇体内的？五公主，苏怀天属下招来了。放开我！放开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你们的二皇子。二皇子，孽障！你眼里可还有朕这个父皇？父皇，你没死？是啊，朕没死，你很失望吧？这不可能，不可能的！那蛊虫，我明明让姬嫣儿想办法种到你体内去了，你怎么可能还没死？这不可能！姬嫣儿，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让你办点事你都办不好。哼，很好，很诚实嘛，直接就承认了。右手内力翻涌，不要！说，你是怎么让姬嫣儿下的蛊毒？皇妹，我是你皇兄啊！你不能杀我，你不能杀我！哼，皇兄，你这垃圾也配？我苏青莹皇兄从来都只有苏子怡一个人，你算哪根葱？苏怀天，我耐心很不好，你到底说不说？住手！我说，是我把蛊虫放入姬嫣儿体内，让他想办法去和父皇交合的，这样蛊虫就能从姬嫣儿体内神不知鬼不觉的钻入父皇身体了。什么？让他跟朕交合？朕不记得朕有跟他……皱眉思索了良久，忽然他脑中电光一闪，骤然想起了什么。难道是那次？朕一直以为是朕太过思念宁儿才会产生的幻觉，没想到竟是你这孽子一手策划的阴谋。这孽障居然联合姬嫣儿给他下了致幻的药物。他在喝下姬嫣儿端来的羹汤后，竟错把这蛇蝎女人当成了自己思念已久的爱人，还与他有了一丝温存。给你蛊虫之人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她是我母妃的旧部，她是个女子，经常一袭白衣，戴着白面纱。白衣轻纱，果然是她，我早该想到的。天宇，你知道这人？她是南疆国长公主赵若晴，从小就精通各种毒蛊，我曾得罪过她，可没少被她的蛊虫撕咬。若真是她，那这事情可就棘手了。赵若晴，赵若芷与赵天齐的姐姐。正是，没想到她野心这么大，居然打上了东岳的主意。不可能，她明明说是我母妃的旧部，怎么可能会是南疆长公主？不会的。蠢货，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我问你，该怎么解父皇体内的蛊毒？他当时只是给我蛊虫，并没有告诉我解蛊虫的方法，我不知道啊。废物，一问三不知，那么留着你也没有什么用了，去死吧！瞬间鲜血四溅，彻底咽了气。姬嫣儿，接下来该你了。不要，皇上，救命！求你饶了臣妾吧，臣妾知道错了，皇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来人，将姬嫣儿拖下去，处以极刑。皇上，不要啊！皇上，臣妾错了，皇上，求皇上开恩呐！快看，有条虫子从二皇子身体爬出来了。是蛊虫！糟了，没想到赵若晴还留了这一手，快弄死这条蛊虫，绝对不能让它溜了。阿离，那蛊虫浑身红光一闪，顿时化为了一抹流光，急速往宫外逃窜。君离夜眸光一沉，足尖轻点，运起轻功紧随其后，是要将他劈成两段。与此同时，客栈不好，苏怀天死了！啊，怎么会呢，公主？会不会是您弄错了？不会，我放入苏怀天体内的蛊虫已经钻出来了。那公主，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么快就追过来了？去，把人给我杀了。另一边，君离夜紧跟着红色蛊虫来到了一间无人客栈，冰冷的金光一闪，蛊虫瞬间断成了两截。客栈，诡异的声音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一条条阴冷诡异的红色蛊虫虎视眈眈地包围着他。啊，全是蛊虫，看来幕后黑手就藏身在这家客栈。
像是被什么东西催动，开始汹涌朝君离叶扑过来。手腕一抖，君离叶将手中长剑挽了个漂亮的剑花，顷刻间斩杀了数只蛊虫。哼，区区几条小虫子，本王还不放在眼里。长剑破空，剑光隐隐绰绰。这时候，君离叶胸口却猛地一滞，体内气息顿时全差了，气血翻涌。该死，毒素偏偏在这时候发作，居然能在我的蛊虫下抵挡这么久，不错嘛。寒光凛凛的剑锋突然劈向赵若晴的面门，这一招几乎耗尽了君离叶仅存的力气，毒素暴动，他再也坚持不住，便沉沉地昏了过去。是你？太好了，得来全不费工夫。公主，这人我们不杀吗？不，我一直在找这个男人，没想到竟会在这里见到他，这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本公主一定要将他召为驸马。蛊虫一事暴露，目前东岳是不能待了。走，我们连夜回国。是，公主，奴婢这就去准备马车。皇宫，阿离怎么去了这么久？该不会遇到什么意外了吧？小丫头，傅黑夜的实力你也是知道的，区区一条虫子还难不倒他。想来他应该是被什么事情绊住了脚，很快就会回来的，不必担心。是啊，公主，摄政王殿下可厉害了，您呐就不要胡思乱想了。可不知为何，我的心里总是有点不安。阿离，放心吧，宁儿，能让君离叶吃亏的人，一只手臂能数得过来，莫要担心。青莹，你该不会是太想你家情郎了吧？人家才离开一会儿，你就受不了了。然苏青莹像是没听到他的调侃似的，步子低垂着眸子，不言不语。哎，真是女大不中留哟。父皇，朕无大碍。什么没大碍？父皇，你都咳成什么样了？说罢，他抓起他另一只手腕，食指中指并拢，娴熟地搭上他的脉搏。良久，莹儿，父皇的身体如何？父皇的脉象忽强忽弱，若是几乎感知不到，可他的身体却没有一丝不正常的地方，我实在看不出来。天宇，你过来看看，我怀疑是父皇体内的蛊虫从沉睡中醒来了。萧天宇也不推脱，一屁股坐在了苏成明身旁，他只是将自己的内力输送到苏成明的体内，以此判断他体内蛊虫是否苏醒。停下，快停下！父皇，情况不太妙，青莹猜的不错，蛊虫已经醒来了，正在东岳皇体内暴动呢。你的内力不是刚好可以镇压他吗？那你摇头是什么意思？我的内力是能镇压他们不错，但我也曾说过，蛊虫适应能力极强，它既然能在这个时候苏醒，这也就意味着它已经完全适应了我的内力。听着他的话，苏子怡心底顿时泛起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情绪，他垂在身侧的手紧紧握着，就连指甲深深陷进了肉里，他也像是感知不到疼痛似的。希儿眼眶发红，无声地哭了。苏青莹身子一颤，直接跪坐在冰凉的地上。原本我以为我的内力最少也能令他沉眠1个月，可是没想到他竟然整整提前半个月醒来。照这情况，只怕这条蛊虫并不是普通的蛊虫，极有可能是金蝉蛊。金蝉蛊有什么区别？金蝉蛊位列10大蛊虫之首，冠绝天下毒物之最。但金蝉蛊形成的条件极为苛刻，千万条蛊虫放在一块，互相撕咬吞噬，最后能活下来的那一条才有可能成为金蝉蛊。啊，这也太可怕，太残忍了。这还不算，我听我爹说，有些炼养金蝉蛊的人，在他还是幼年时，就会把它放入自身体内，长年累月以自身鲜血供养，此称母蛊。而且母蛊经多年喂养，可繁衍出一条幼年金蝉蛊。不过据我所知，这种方式太过阴邪，用此方法炼蛊的人，无一例外皆遭到蛊虫的反噬，七窍流血而亡。因此，鲜少有人会这样做。幼年金蝉蛊，他父皇体内的。以东岳皇的情况来看，我怀疑这是一条幼年的金蝉子蛊。刚开始，它对宿主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随着它的生长，它便会一点一点蚕食宿主的五脏六腑，直至将宿主全身的血肉蚕食殆尽，才会自动爬出。不会的，怎么会这样？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只有找到母蛊或者所谓的解药，不然的话。傻丫头，哭什么？多大的人了，还哭鼻子呢？人固有一死，这有什么好难过的？到了父皇这年纪，早已把生死看淡了，这蛊解不了就罢了。父皇只求你跟叶儿能一生平安无忧，其余的便听天由命吧。父皇，您别这么说，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救您的，您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天命，我苏青莹从不信命，我要去南疆。什么？去南疆？既然金蝉蛊出自南疆，那么南疆一定会有金蝉蛊的解药，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将它拿出来。不行，朕不同意。莹儿，别胡闹。我没有胡闹，父皇，我还没有好好孝顺你呢，我绝不允许你出事。南疆，赵若晴，你给我等着！可是东岳距离南疆有千里之远，我们到达南疆，少说也要1个月才能赶到。到时候东岳皇的蛊虫只怕……对了，
我想起来了，金蝉骨怕脏，或许我们可以利用他这个弱点，为东岳皇延迟1个月的时间。可1个月时间也不够啊，光是到达南疆就用了1个月了，还怎么找解药呢？不怕，我有办法把路程缩短到15天以内。小丫头，你是想借助那个飞过去？飞过去？你们是说滑翔机？之前因为没有材料，所以只能用竹子勉强凑合。明天一早我就将滑翔机的具体设计图纸画出来，请东岳最好的工匠师到宫中连夜将滑翔机赶制出来，将设计图纸敲定了下来。苏青云又立刻马不停蹄地召集了所有东岳最优秀的工匠师傅，全程监督完工，历时3天。这东西真能飞吗？能不能飞，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对了，阿离呢？这几日都没有他的消息吗？这几天我派所有随身暗卫几乎搜遍了整个京都，一点消息也没有，整个人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傅和叶氏有8、9是出事了。一峰，你那边呢？公主，我们这边也没有消息。阿离到底出了什么事了？心底的不安如潮水般涌来，苏青一颗心7上8下的，再三思量犹豫。父皇的蛊毒迫在眉睫，不宜再拖了。一峰，你们落月宫势力遍布各地，阿离就拜托你们继续寻找了，一有消息立刻通知我。是，公主。皇兄，父皇就交给你了，一定要撑到我们拿解药回来。放心吧，莹儿，答应皇兄，一定要平安回来。走吧，我们出发了。3人几乎同时伫立长跑，约莫跑了10来米，那滑翔机便载着他们高高的离开了地面，往南方飞去。西民国皇宫御书房。皇兄，找到小九了，不过却是在东岳国边境找到了他。小七已经赶过去了，不出意外，1个月内便可回到西明。不用回到西明了，立刻派人快马加鞭，将这道圣旨交到小七手里，走水路，尽快将小九安全嫁到南疆。这是，皇兄，你难道真要将小九嫁到南疆联姻吗？上官惊鸿乃花间浪子，绝非小九良人，朕绝不能让他毁了小九一生的幸福。南疆国的2皇子，朕已经派人调查过了，此人文韬武略，俊朗正直，就连骑楼出馆都不曾进过。朕相信，他一定能给小九一生幸福的。可是皇兄，小九他会愿意吗？行了，朕心意已决，多说无益，下去。皇兄，怎么，你想抗旨不成？臣弟不敢，臣弟这就下去为小七送圣旨。皇兄告退。1个2个的都不省心呢。望着近在咫尺的南疆国城门关，风尘仆仆的苏青云3人，酸痛了多日的骨头不由得浑身一松。滑翔机目标太大，于是一致决定把它藏在山坡上。飞了10来天了，总算到了。这南疆怎这般热闹？不管了，我们先去城里吃点东西吧，饿死了。我知道南疆有一家酒楼特别美味出名，走，我带你们去尝尝鲜。也好。3人加快步伐，在萧天宇熟门熟路的带领下，3人一同走进了家酒楼。这南疆盛京平日也不似这般拥挤，怎突然这么多人？莫不是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3位客官，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吧？不知道也属正常。听说西民国9公主不日便要到咱们南疆和亲了，这事儿啊，到处传得沸沸扬扬的，大家都想来凑一凑热闹呢。什么？轩辕容妃要嫁到南疆和亲？这消息属实吗？哼，之前谁不要我的小徒弟来着？这会儿知道吃醋了，早干嘛去了？千真万确。那你们看，下面还贴着皇榜呢，那还有假？那不知他此次和亲嫁的是哪一位皇子？莫不是南疆太子？这还真不是太子殿下。据说自太子殿下回国以来，便突然离奇的瘫痪了，需要1整天都得躺在床上，不可能是他。那是谁？自然是咱们南疆文武双全、风流倜傥的2皇子殿下了。你说什么？2皇子？是啊。行了，我们都知道了，你下去忙你的去吧。好嘞，客官，您有事再叫我。奇怪了，轩辕这丫头不是回西明了吗？怎么突然就要嫁到南疆和亲了？她敢嫁给别人？哎，上官骚宝，你不是不喜欢容妃的吗？干嘛这么生气啊？小丫头，你不是心里有数吗？何必明知故问呢？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让你作，这下好了，你媳妇儿可是要嫁给别人了，真是可怜呢。丫头，好歹我们一个阵营，你这么挖苦我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上官骚宝，看在我们朋友一场，送你句良言：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容妃是个好女孩，你可别再错过了，不然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何须一辈子？本宫现在就后悔无比了。那个，可恶，南疆2皇子。其实本宫真想立刻阉了他。天宇，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没什么，菜要凉了，赶紧趁热吃吧。是夜，趁着上官惊鸿与苏青云熟睡，萧天宇换了一身夜行服，悄悄从房间窗户离开了酒楼，直奔皇宫而去。老头，你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小子回家了。
不巧得很呢，朕要入寝了，你有事明日再说吧。出门右拐，不送。臭老头，我都快被你害死了，你还有心情睡觉？说，为什么帮我乱点鸳鸯谱？痛！放手！你个没大没小的臭小子！我需要一个满意的解释。解释甚？朕是你父皇，替你决定终身大事，天经地义。儿啊，你要真不行，还是及早宣太医看看，不必自卑。朕盼着朕的小孙子，盼的眼睛都出来了。去，你才不行呢！大爷，我身体好得很。老头，我不管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立刻马上给我解除与西明九公主的联姻，听到没有？胡闹！朕已经答应了西明王，岂能儿戏？若此刻咱们南疆悔婚，你可想过其中后果？你要将南疆将朕的颜面置于何地？可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啊？在哪儿？来，带过来让朕瞅一瞅。若是真的，朕立刻解除婚约，绝不二话。只要你能带回来个人，哪怕男的，朕也认了。没事就快滚吧，别在这儿碍朕的眼，不跟你瞎扯了。等会儿，老头先别睡，我记得你说过金蝉骨有解药的，解药你放哪儿了？金蝉骨？你要它做什么？我自有用处，你快给我。可以，要朕给你也行，只要你乖乖与西明九公主成亲，到时候金蝉骨解药朕会双手奉上，否则免谈。父皇，金蝉骨的解药对我真的很重要，您就不要再逼我了。哼，朕不逼你，可你放过朕了吗？走吧，朕真的倦了，你再不走，朕就叫御林军赶你了。见这老头子软硬不吃，只得硬着头皮离开皇宫。清晨，上官兄，青莹，我有话说。听着呢。其实我就是南疆国二皇子，我姓赵，全名赵天宇。走，兄弟，咱们出去切磋切磋。不要，我能拒绝吗？你说呢？本宫把你当兄弟，你居然撬本宫的墙角，冤枉呀！这是个误会。这段日子我可一直跟你们待在一块儿，哪有什么时间联姻呢？这一切都是我父皇自作的主张，跟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再说，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啊？是谁？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论。先说正事儿。昨夜我偷偷瞒着你们回了一趟皇宫，问父皇要金蝉骨的解药。金蝉骨真的有解药？但金蝉骨解药只有我父皇一人知晓。他要我娶了轩辕容妃才肯把解药给我，否则免谈。你大可试试看。靠，能不能不要一言不合就动手？万一切到老子，你负责呀！吓得老子都瑟瑟发抖了。既然如此，我们何不随了南疆皇的愿，娶了容妃就是？丫头，青莹，别着急啊，我还没说完呢。还好你们俩的身高身形都差不多，上官骚包易容成天宇的话，应该能蒙混过关。你是想狸猫换太子？不错，反正南疆皇总不能坐在洞房里看你们现场表演吧？去你的吧，我父皇才没那么猥琐呢。现在就等容妃到达南疆了，走，带我们到你的皇子府转转。翌日，锣鼓喧天，唢呐震耳，声势浩大的合琴团浩浩荡荡地往萧天宇府邸走去。上官惊鸿被苏青莹用了特殊法子，易容成了萧天宇的模样，此刻正站在府邸门口，眼巴巴地张望着西明合琴团的到来。等了半晌，西明合琴团总算是到了皇子府。吉时到，新郎新娘1拜高堂，2拜天地，夫妻对拜。容妃，这一次我们就算正式拜过堂了，你这辈子永远都是我上官惊鸿的妻子。礼成，送入洞房。话落，上官惊鸿一把将轩辕容妃拦腰抱了起来，不顾众人议论纷纷的声音与震惊，大步流星抱入了婚房。奇怪，这小子之前不是还挺抗拒这婚事的吗？怎么这会儿像变了个样啊？看那猴急着入洞房的模样，像是几百年没见过女的似的。蓉儿，二皇子，我不是二皇子，你仔细看看我究竟是谁？上官惊鸿，怎么是你？看见我你很失望。轩辕容妃默默后退了几步，轻咬着下唇，缄默不语。为什么答应嫁到南疆和亲？为什么？上官惊鸿，你又是我的什么人？凭什么来质问我？我轩辕容妃早已和你毫无关系，我嫁给谁与你何干？与我何干？轩辕容妃，你莫不是忘了，你如今已经是谁的人了？那一次我喝醉了，具体发生什么我已经忘了，你不必再来纠缠我了，走吧。忘了？好，很好，你既然忘了，本宫就让你重新回忆起来。上次是喝醉了不省人事，这一次我要永远让你记住这种感觉。毫不怜惜地将他压倒在床上，他粗暴地撕扯着他的嫁衣，精致的发髻散落了下来。上官惊鸿，你要做什么？他所有的话语全都被他的唇堵了回去，粗暴的吻夹带着狂暴的怒气。一整晚
不管轩辕容妃如何哭泣求饶，上官惊鸿就是铁了心要折腾她，不愿意放过她。轩辕容妃实在顶不住这架势，累得虚脱至极，眼睛一闭，沉沉睡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日薄西山才悠悠转醒。上官惊鸿，你混蛋！你就知道欺负我，当初夺了我的清白，你不是不想负责任吗？现在这又算什么？我何时说过不负责任了？可你那天明明离开了天上人间。傻丫头，那是因为我毕竟在你醉酒之下强行占有了你，不知该如何面对清醒后的你。我离开，是希望能给你冷静的时间。你说的都是真的。其实最该委屈的人是我才对。我好心好意让你冷静适应一段时间，可我回去看到的却是某人决然的离别，现在还要被倒打一耙，没天理了。难道真的是我误会了？你说呢，爱妃？我有点困了，我要睡觉了。与此同时，皇宫，老头，我来了，我已经按你说的与轩辕容妃成亲了。金蝉谷的解药呢？该给我了吧？不急，朕听闻这西冥九公主右肩有一块云形胎记，确有其事。啊，是真的，那胎记还挺好看的。臭小子，成本事了！你居然敢糊弄朕！那九公主身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胎记，这不过是朕随口胡诌试探你的。臭小子，你根本就没有圆房。既然被你识破了，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老头，我是不会去轩辕容妃的，更不会与她圆房。你说什么？昨日……实话跟你说吧，昨天新郎官不是我，是我让北陵太子上官惊鸿易容成我的模样，带我成亲的。你不孝子！父皇，上官惊鸿与轩辕容妃都是我的朋友，更何况他们还郎情妾意，我怎么能去破坏他们呢？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走吧，朕暂时不想看到你。父皇，让我走可以，但是金蝉谷的解药对我真的很重要，您能不能给我？要解金蝉谷，唯有找到母谷，杀死母谷，何来的解药？什么？不可能！前几天你不是还答应？朕不这样说，你会乖乖成亲吗？玉儿啊，你可知朕为何执意让你娶西冥九公主？你大皇姐野心勃勃，如今的南疆有1半以上位高权重的大臣都被她网络了人心。朕若是再不为你打算，整个南疆只怕早晚有一天会被你大皇姐完全掌控，到时候她焉会放过你？父皇，你……朕之所以让你与西冥九公主联姻，就是因为那九公主是当今西冥皇最为宠爱的胞妹，你若跟她成了亲，便相当有了西冥作为后盾。只可惜朕筹划了这么久，唉，对不起，父皇，但是我不后悔我的决定，要是再来一次，我还是会这么做的。罢了罢了，你个倒霉儿子，快滚吧，朕暂时不想看到你。那父皇，我走了。滚滚滚！天边，落日拉着长长的影子，徐徐坠下地平线，映着那翻涌的云彩，一片通红。新婚燕尔，上官惊鸿那丫的总算舍得放过你了。师傅，青莹，七皇兄，你怎么来了？我的任务是护送你平安到达南疆，眼下你既与南疆二皇子成亲，我也可以放心的回去了。七皇兄，你要走了？说着，轩辕彻忍不住看向了对面悠然而坐的苏青莹，心底有淡淡的情绪在翻涌。青莹，好久不见啊，你过得还好吗？还行，挺滋润的吧。听说你要跟君离夜订婚了，他待你还好吗？能在茫茫人海万丈红尘之中与他相知相恋相爱相守，是我的幸运，能得到他的爱，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事。看来你是真的很爱他。轩辕彻，你也不要气馁，这世界这么大，以后总会遇到一个令你心动的女子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执着呢？好，借你吉言了。那就祝你一路顺风，保重。是夜，群星闪烁，弯月如钩。皇子府后院，苏青莹等人全部围坐在石桌旁，听着萧天宇将皇宫的事一一告知。抱歉，没有为你拿到金蝉谷的解药。不怪你，你已经尽力了，何况还帮了我这么多。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想办法找到金蝉谷的母。四周却突然响起阵阵奇怪的声线。黑漆漆的夜里，一只只红色的虫子不知何时悄然将他们包围在了中间。数十个手持短笛的黑衣人稳稳落在墙头上，同时将手中短笛置于嘴边，轻轻吹奏。随着阵阵低沉音轨的笛声响起，那围拢在他们四周的红色虫子像是突然打了鸡血似的，迅猛地朝他们发起攻击，而且攻击的对象还是轩辕容妃。容妃小心！天哪，这是什么虫子？好恶心啊！是蛊虫，
看来赵若晴已经回来了，她的目标是轩辕容妃，保护好她。如此看来，他已然猜到了南姜皇的意图了，打算先下手为强，杀了容妃，好让天宇彻底断了西明这一个靠山。当心，他们虽然不能像赵若晴一样直接操控蛊虫，但是仍可以用笛声来控制这些蛊虫攻击。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把那几个控制蛊虫的先杀了再说。言罢，苏青云手中银针猛然朝那几个黑衣人脱手而出，数条蛊虫竟不要命的直接撞上他的银针。苏青云微微眯了眯眸子，再次飞射出银针，结果无一意外，皆被蛊虫自己撞了上来。不行，蛊虫太多，根本进不了他们的身，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对了，古月琴，师傅，我去帮你取过来。轩辕柔妃面上一喜，立即跑向他房间。你当心一点，叮嘱一声，三人同时奋力掩护他离开，尽力阻挡蛊虫攻击追踪他。师傅，古月琴来了。见状，众黑衣人心中一突，立即催动蛊虫拦截他的去路。师傅，接着！苏青云轻盈一跃，将古月琴抱在了怀中，蓝色衣袂在空中猎猎翻飞。他一手抱琴，一手轻轻在琴弦上一拨，无形的气刃如涟漪般阵阵扩散，顷刻间将飞到轩辕容妃周身的一干蛊虫尽数消灭。众黑衣人面露惊骇，眼神一狠，共同催动所有蛊虫集中火力，全部攻击苏青莹。师傅，小心呐！刚才你们吹得很欢吗？现在该我们反击了。纤纤素手快速在晶莹的琴弦上来回波动，无数蛊虫纷纷落下，密密麻麻的蛊虫转瞬便杀得一条不剩。快走，回去禀报大公主。想走？忘过我们了吗？素手一拨，琴弦顿时发出一声颤鸣，几名黑衣人身子蓦然一僵，咕噜一声，一个个的脑袋齐齐滚落到了地上。师傅好厉害，这就是古月琴的威力。赵若晴，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我的底线，真当老娘是软柿子不成？天宇、上官骚包，你们留在这里保护好容妃，我去会会那个赵若晴。青莹，赵若晴太危险了，我跟你一块去，也好给你带路。上官骚包，放心去吧，我若是连自己太子妃都护不住，岂不是白活了？闻言，苏青云不再多言，跟着萧天宇往赵若晴住处急速掠去。大约拐了7、8条官道后，很快就到了赵若晴的长公主府。路过一角庭院时，苏青云余光不经意瞥到了一抹白衣，那是阿离。君离夜，他怎么会在赵若晴的公主府？天宇，古月琴帮我抱着。阿离，你丫的这段时间跑到哪里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真的好想你。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抱着我？你胡说什么呢？脑子烧糊了吧？这玩笑一点也不好笑。放开！你说什么？放开！我不认识你，再不走，休怪我对你不客气。啊，阿离，你怎么了？你不要吓我！君离夜拧着眉峰，没有说话，眸光淡淡落在他拽着自己袖子的手上，那血眸里隐隐浮现的寒冽，几乎让苏青有种他想要砍掉自己手掌的错觉。不好，赵若晴往这边来了，青莹，我们先撤。阿离，你跟我一块离开好不好？君离夜一言不发地冷睨着他。来不及了，快走！眼看赵若晴越走越近，苏青又不肯跟他分开，无法，他只得直接点了他的穴道，急忙抱着他在暗处躲了起来。被点了穴道，苏青云动弹不得，只是眼睁睁地看着一袭白衣的赵若晴渐渐走进君离夜。叶哥哥，夜凉风大，你怎还坐在这里？可是又头疼了。晴儿，不必担忧，不过是老毛病罢了。真的不要紧吗？外面风大，怎还穿得如此单薄？万一感染风寒，可怎么办啊？叶哥哥，你对晴儿真好。暗处，苏青一双眸子简直能喷出火。萧天宇同情无比地瞥了他一眼，果断扛起他无声离开。直到回到住处，萧天宇方才解了苏青莹的穴道。师傅，你们回来了，怎么样？没受伤吧？苏青莹像是失了魂魄似的，直接掠过轩辕容妃，死气沉沉地飘回了房间。这丫头怎么了？这事儿说来话长，我们在赵若晴的长公主府见到君离夜了。黑心夜，他什么时候来的南疆？不清楚。他人呢？怎么还没跟你们一块回来？他貌似不记得青莹了。啊？怎么会呢？那师傅该多伤心啊！这还不是最糟的，君离夜不仅不记得青莹，还与赵若晴很是亲近，就像是把赵若晴认成了青莹一般。不可能，黑心夜对小丫头的在乎情谊，我们也是知道的，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隐情。其实我心里隐隐有种怀疑，赵若晴精通蛊术，我想会不会是她用蛊毒锁了她的记忆，并为她灌注了其他的记忆。若真是这样，那黑心夜不记得小丫头的事情便解释得清了。我呸！那赵若晴真是不要脸，居然还使用如此卑鄙阴诡的方式抢师傅的男人，亏她还是一国公主呢。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可有办法让黑心夜恢复记忆呢？不知道，看她的意志吧。
意志坚韧，或许能够挣脱蛊毒的压制，慢慢想起来。那师傅，这事儿换了谁也不好受，先让他自己一个人静一静吧。与此同时，苏清影的住处，阿离，为什么你不记得我了？我好怕，好怕！求求你，快回来吧，我好想你。视线被眼泪模糊，心脏顿顿的疼，痛彻心扉。翌日，师傅，你在吗？见里面半晌无声，似擅自推门而入。我进来了。苏清影仍旧保持着那姿势，缩在角落里一动未动，恍若未闻，眼神空洞的可怕。师傅，你已经1天滴水未进了，过来吃点东西吧，好歹多少吃一点啊。先放着吧，我没胃口。这怎么行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有资格。不用追了，人已经走了。伸手取下剑矢上绑着的信纸，轻轻展开。欲解金蝉骨解药，速到西郊竹林。西郊竹林，师傅，这会不会有诈？就算有诈，这一趟我也是去定了。师傅，我觉得不妥，我们还是等金红与天宇回。等不了了，容妃，你待在这儿，我去就回。天宇他们回来，帮我转告一声。等等，师傅，你若真要去，就把这把古乐琴带上吧，有他在，我也能安心不少。谢谢你，容妃。将古乐琴背在身后，而后迅速备了匹马，赶往西郊竹林。西郊竹林，秋风萧瑟。赵若晴，我已经来了，不用躲了，现身吧。话音一落，等了半晌，连个鬼影子也没见着。怎么想方设法引本公主过来，却没有这个胆子现身吗？我看你也不必叫什么赵若晴了，直接改名叫赵王八得了。只敢躲在龟壳的怂货，苏清影，你找死！一道剑矢迎面朝他飞射而出，轻松避过迎面而来的剑矢。咦，大婶儿，你哪位？我找的可是南疆国的长公主，不关你的事，你还是快快离开吧，免得一会儿误伤了你。大婶儿，对啊，大婶儿，你可不知道，那南疆国的长公主可无耻了，整天惦记着别人家的男人，活像几百年没见过男人一样。大婶儿，我劝你快回家把自己的男人给看好了，不然呢，指不定哪天赵若晴就盯上你们家男人嘞。闭嘴！既然你这么着急去死，本公主成全你，就去死吧！哎，大婶儿，我又没说你，你激动个什么劲儿？人老了就少动怒，你看看你脸上的皱纹都能夹死苍蝇了。你杀了他，统统给我杀了他，把他的嘴给本公主恨死了，看他怎么说。年龄大，一直都是埋藏在他心底的一根刺。别看他总是喊君离夜为叶哥哥，实则他比君离夜大了2岁不止。可苏清莹这贱人倒好，字字句句直往赵若晴的心上戳，竟还敢讽刺他老，不可饶恕。无数蛊虫从竹林纷纷现身，黑压压笼罩这一方天地。哼，来得正好！无形的锋刃层层激荡而出，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接将四周汹涌而来的蛊虫全部泯灭。赵若晴脸上的肌肉不可抑制的痉挛抽搐着，眼睁睁看着自己饲养了好几年的宝贝，顷刻间化为了肥料，她的心在滴血。赵大婶，你这蛊虫也不怎么样嘛，真不经打，该不会只是用数量来吓吓人的吧？苏清莹，你少逞口舌之快，你不是一直想要金蝉蛊的解药救你父皇吗？那金蝉蛊的解药就在本公主手中，有本事你就过来拿吧。果然是你，新仇旧恨，今日就一道跟你算了。足尖轻点，他怀抱古乐琴，凌空拨动琴弦，去死吧！却是瞧见赵若晴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不好，有古怪！放肆，休得伤晴儿！阿离，叶哥哥。赵若晴本来已经准备好祭出体内的金蝉蛊，使之钻进苏清莹的体内，没想到中途却被君离夜打断了，导致他遭受了蛊虫的反噬，胸口绞痛。晴儿，你受伤了，他伤了你何处？我去为你报仇。叶哥哥，我没事，让你担心了。你怎知我在此？见你不在府上，我委实担忧你，便问了府中暗卫，一路追了过来。晴儿，莫不是我来的不是时候，误了你的事情？不关叶哥哥的事，是我自己不小心，叶哥哥无需内疚。君离夜，你居然为了这个女人对我出手，你他妈好得很呢！你敢对晴儿出手，我便是杀你1万次也不为过。好一个不为过！君离夜，我问你，你是否真的要护那个女人到底，不惜与我作对？伤晴儿者，自当杀无赦。很好，君离夜，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那个女人和我，你究竟选谁？你若选择她，那么从此以后，我们便天涯陌路，一刀两断，毫无瓜葛。我苏清莹绝不会再纠缠你半分。苏清莹，你这话什么意思？他与叶哥哥很有可能曾是恋人。不关你的事，闭上你的狗嘴！君离夜，回答我的问题，
就在这时，一道惊雷自头顶炸下，紧接着豆大的雨滴盘旋着从天幕淅淅沥沥落下。君离夜抿了抿唇，一抹隐匿的极好的沉痛从眼底稍纵即逝。这个问题有意义吗？有。在他近乎咄咄逼人的目光之下，君离夜一颗心仿佛正被钝刀凌迟着，薄唇微张，正欲开口，忽然一把玉骨扇划破了空气。幸好。丫头，我们走。上官惊鸿与萧天宇一人一边，架着苏青莹运起轻功便离开。该死的，居然让他们跑了！望着苏青莹等人离开的方向，君离夜一双血眸幽暗深邃，薄唇微抿，缄默不语。叶哥哥，你与那苏青莹是怎么回事？你们认识？我不记得他。不甘心，赵若晴再三质问。晴儿，你可是怀疑我？不，叶哥哥说没有，那就是。晴儿，不要，我没事。灵儿，快带我回府！公主小心！灵儿心领神会，立即上前将她扶了起来，巧妙地挡住了君离夜的视线，匆匆走到前头。与此同时，另一边，萧天宇直接将苏青莹背在背上，一路疾行。青莹，你伤得怎么样？还死不了。小丫头，按理说你有古琴在手，他们轻易伤不得你才是，你怎伤得这般重？君离夜出手，我又怎会是他的对手？黑心叶出手打伤了你，怎么可能呢？哼，怎么不可能？倘若你们再迟来一刻，只怕我早已成为了他掌下亡魂了。好了，别说话了，不然伤势又加重了。在萧天宇心里，苏青莹一直都是亲妹妹一般的存在，可君离夜竟敢一而再再而三地伤他的心，今日更是出手重伤了他。就凭这个，今后他都休想再见到他。是夜，房间烛火悠悠，苏青莹盖着被子躺在床上，却是睁着眸子，丝毫睡意也无。房间的大门被打开，我不想吃，放。骤然转过身，果真看见君离夜抿着唇，居高临下的睨着他。你怎么会在这里？哼，怎么，上次在竹林没能杀了我，这回便直接到皇子府取我性命了吗？你的伤怎么样了？托你的福，还没死透，真是让你失望了。莹儿，对不起。放开我！君离夜，你这他妈什么意思？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完了？你当我是什么？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莹儿，对不起，我滚！在你选择赵若晴的那一刻，我们之间就已经一刀两断了。我说过天涯陌路，再也不会纠缠你，也请你不要再纠缠我。一番话犹如千万根银针，同时插入他的心脏。君离夜呼吸一滞，而后咬牙切齿地扳过他的肩膀。哼，天下男人千千万，又何止你君离夜一人？不合适我换便是。本王不许，这辈子下辈子生生世世，你只可以有本王一个男人。苏青莹，你是我的。凭什么？霸道又狂怒的吻汹涌袭来，令他避无可避。苏青莹紧紧咬着牙关，不让他进入分毫。他硬是以不容拒绝的姿势强势地闯了进来，不给他一点喘息的时间，开始攻城略地。他眼神一狠，重重咬住他霸道的舌头。暗红的血迹顺着两人的嘴角溢了出来。君离夜，你他妈放开我！你不是为了赵若晴能杀我吗？你还在做什么？打了这么久，可解气了？滚！偏过头，他狠狠地闭上了眼睛，极力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莹儿，就算是被判死刑，也总要有个过程啊，能否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啊？有话说，有批发，说完赶紧给我滚！莹儿，我没有忘记你，更没有选择赵若晴，我的心很小，自始至终只能容下一个你。哼，说得好听，今日是谁将我打成重伤的？你说的每一句话，我可都是铭记在心呢，毫不敢忘。赵若晴这是故意逼你接近他，好趁机让自己体内的金蝉骨钻入你体内。当时事态紧急，倘若我不出手，你便会与东岳皇一般无二，深受金蝉骨的折磨。你是我放在心尖上的女人，岂能眼睁睁看着你落入他的陷阱？闻言，苏青莹神色一凛，怪不得他总觉得赵若晴那天的举止处处透着古怪。既然你没有失去记忆，为何那日故作不认识我，还一直在他那里，连个音信也没有？赵若晴在我体内下了控心蛊，她本想锁住我的记忆，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下的控心蛊竟会与我体内的毒素产生分庭对抗之势，反倒助力我压制了体内暴动的毒素。控心蛊？不错，她对我所下的控心蛊，如今已经完全被我体内的毒素吞噬掉了。赵若晴自以为一条区区控心蛊能够控制住我，却不想我从头到尾都是清醒的。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既认得我，为何那次在他府邸，你却装作不认识我？赵若晴对我盯得很紧，我根本无法轻易脱身。我若故作不认识你，
是因为他太过阴诡，我不想你被他盯上。更何况，你一心想拿到金蝉谷的解药，回去救东岳皇的性命。眼下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解蛊的方法，如此关键时刻，我又怎能离开呢？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知道金蝉谷的？啊，要解除金蝉谷，关键就在赵若晴身上。她身上？什么意思？金蝉谷的母蛊就在她体内，唯有将她体内的母蛊取出来，杀死东岳皇体内的金蝉子蛊，方可破解。你说的倒轻巧，金蝉母蛊既然在她体内，她又怎么可能轻易拿出来？那可未必。今日赵若晴本想对你下手，却因我的突然出手，不得不被迫中断，导致她体内金蝉蛊肆意暴动，受到剧烈反噬。她的伤只怕比想象中更严重。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门外，萧天宇、上官惊鸿、轩辕荣飞依次并肩排开，看到君离夜，个个仿佛见了鬼似的。萧天宇立马落着袖子，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活似捉奸现场的丈夫。天宇，等等！等个屁！他敢把你伤成这样，你还帮他说话，你真是出息了！你忘了他是如何对你的吗？你能不能有点骨气？人家稍微对你认个错，你就像条哈巴狗似的贴过去，你的骨气呢？什么哈巴狗？会不会比喻啊？君离夜，你有胆跟老子出去打，这地方小，施展不开。有何不敢？言罢，他率先往门外走了出去。兄弟啊，虽然我十分欣赏你的勇气，可是活着不好吗？为何想不开啊？好哥们儿，保重！靠，你们滚！旋身一拳轰出，打吧！这一拳打过来，本王的大舅子可就是别人的了。去你大爷的！威胁，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你说本王要不要代表北陵送几个公主郡主过去和亲呢？这样一来，也能多递进两国友好关系。看你说的，都是一家人，打什么打？多伤感情啊！走，外面风大，我们快回屋里暖和一下。这么快就打完了？这不科学呀！萧天宇这货居然还能活着，奇迹啊！俗话说和气生财，我们迟早都是一家人，打什么打嘛？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啊！好油，直接说你怂了不就好了？总算能心平气和的一块坐下来喝杯热茶。苏青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捋清楚后，仔细解释给众人听。黑青叶，既然你一直待在赵若晴那边脱不开身，那今夜……放心吧，赵若晴被体内蛊虫反噬，元气大伤，这会儿正在密室闭关，无暇顾及本王的。哟，人家赵若晴对你可真上心呢，叶哥哥叶哥哥的叫，可真是亲密呀，叫得人家小心肝都酥了。明明年纪比你还大，也不知道害臊。莹儿，现在不是吃醋的时候，正事要紧。瞧你说的，我哪敢吃人家的醋啊？我这脆弱的小心脏可受不起你第二次催心掌了呢。莹儿，我回去跟他说你要娶她。什么？你认真的？我的样子像是开玩笑吗？莹儿，别闹，我怎么可能会娶那个女人？谁闹了？我认真的。这话一出，君离夜的俊脸再一次黑了一个度，恐怖压抑的气场以他为圆心，徐徐蔓延开来。赵若晴费尽苦心要将你留在他身边，心里定是极为喜欢你。若你这时候提出要与他一同成亲，他定然二话不说，满心欢喜的答应。到时候再骗他取出体内的蛊毒，那便容易多了。你是说成亲是假，骗取他的蛊虫是真？不然呢？难道你还真想娶了人家？我告诉你，你要真敢娶赵若晴，老娘分分钟让你变太监。哼，做不了夫妻，这辈子我们还能做一对姐妹吗？做不成夫妻，还可以做姐妹，没毛病，很精辟，很彪悍。不过光是这样还不够，天宇，我需要你父皇的配合。哈，我明白了，明日我就进宫说服父皇。行了，既然无事，诸位请便吧。毫不客气地将屋内一干亮瞎眼的电灯泡全都赶了出去。莹儿，方才谁说天下男子千千万，要换了本王来着？有吗？你听错了吧？我靠，君离夜，你脱衣服干什么？欠收拾！长臂一捞，君离夜直接一把将他拎起来，趴在自己腿上，大手不轻不重地拍在他屁股上，那啪啪啪的声音极为清脆。君狗夜，你大爷的，竟敢打老娘屁股，老娘要阉了你！啊，莹儿，看来你很怀念春宫72事嘛，为夫不介意帮你好好回忆回忆。亲爱的小夜夜，我错了，我认错还不行吗？完了。话落，紧接着就是一阵激烈的床板摇晃声。我去，太激烈了，他们就不能等我们走远点再开始吗？啊，惊鸿，你干什么？泻火！
眼底情欲汹涌。上官惊鸿抱着他大步流星回了房，撇下萧天宇冷冷清清一人，独自在风中凌乱。我去，一个两个都精虫上脑了怎么地？混蛋，有女朋友了不起啊？有没有考虑过我这个单身狗的感受？好一阵伤春悲秋后，萧天宇心塞地裹紧了自己的衣服，为了马车往皇宫方向驶去。长公主府，赵若晴寝房。公子，您不能进去。我心中委实挂记晴儿的伤势，不过是将这碗参汤亲手送到她手上罢了，为何不能进？是，公子还请莫要为难奴婢了。公主现在不方便，公子您还是请回吧。晴儿不肯见我，难不成还在怨我今日贸然出手一事吗？唉，罢了，既然晴儿不肯见我，我走便是。这碗参汤，你随意处理了吧。说完，他落寞地转身离开。叶哥哥，不是的，晴儿从未怨过你，你莫要误会。晴儿，你当真不怨我？我永远也不会怨叶哥哥的。晴儿，我有话想对你说。外头风冷，叶哥哥有什么话，不妨先到我房里再说吧。君离叶缄默不语地跟在他身后进了房间。叶哥哥可是要与我说什么？君离叶不忍直视地偏过了头，几次张口，在心里做足了思想斗争后，这才硬生生地憋出口。晴儿，你可愿意嫁给我？叶哥哥，你要娶我？啊，即便我现在还给不了你什么，晴儿，你愿意吗？愿意，叶哥哥，我愿意。叶哥哥，其实不用等到成亲，我现在就可以把自己给你的。闻言，君离叶的俊容蓦然僵住了。不行，叶哥哥。晴儿，在没成亲之前，我不会动你分毫，一定会让你完完整整的嫁给我，这是我对你的尊重。叶哥哥，对不起，误会了你的一番好意，没想到你竟是如此在意我。你放心，一会儿我便进宫，求父皇为我们赐婚。委屈你了。不委屈，一点也不委屈。能嫁给叶哥哥，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灵儿，速备好马车，本公主要立刻进宫。可是公主，您的身子……本公主身子已无大碍，你怎么如此多嘴？让你去就去，啰嗦什么？公主息怒，奴婢这就去。另一边，南疆皇宫，禀皇上，长公主求见。哼，动作还真快，这就来了。这赵若晴是有多心急呀？臭小子，你还傻愣着干什么？没听到他来了吗？还不快滚！若是被他瞧见你在这儿，这戏还演不演得下去了？别催了，这就走。老头，你小心点，可别露出什么马脚了。知道了，快滚吧你。见此，萧天宇不再久留，从窗户离开。儿臣见过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晴儿，你这般急急忙忙的，可是找朕有急事？父皇，儿臣此次前来是有要事相求，还望父皇能答应。哦，说说看。儿臣心仪男子许久，今日进宫，便是想求父皇为我们赐婚。赐婚？晴儿，这可事关你的终身大事，你可想好了？是，儿臣心意已决，还请父皇你旨赐婚吧。也罢，既然你心意已决，朕便不多说什么了。慢着，该不会被他看出破绽了吧？父皇，请尽快将我们的婚期提前，越快越好。他想说的就只是这个？那3天后如何？如此极好，多谢父皇。赵若晴欣然点头，极为满意。是夜，天边弦月如钩，群星闪烁。在赵若晴有意的宣传下，仅仅半天，整个南疆国上上下下都知道了她即将出嫁的事。3天后成亲，哟，这赵若晴可真是饥渴呀！人家都等不及要上你了，哼，让你招蜂引蝶。莹儿，注意措辞。你管我？这主意可是你想出来的，怎么还吃醋了？能不吃醋吗？3日后，我的男人就要跟别的女人成亲了，这让我怎么淡定？还说我是醋海呢，我看你呀，吃起醋来也不遑多让。傻丫头，我本就是为了你才假意与他成亲的，你若不想让我成这个亲，我依你就是。那可不成，这事儿可事关我父皇的性命呢。那你想怎么样啊？废话，这还用问吗？自然是按计划行事。不过呢，这计划得稍稍变动一下，可不能白白便宜了赵若晴的女人。嘿嘿嘿嘿嘿，突然有些期待那天的到来了呢。时光飞逝，眨眼3天便过去。大街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宣荣妃等人到的时候，正好赶上君离叶与赵若晴拜堂，换下了一袭白衣。君离叶头一次穿上了艳红的衣服，妖娆的红令她淡去了几分冰冷高华，多了几分温和，俊美不可方物。你掐我做甚？是公就要和那女人进洞房了，我心里不舒服，需要发泄一下。混蛋，那你又掐我做甚？别介意，心里不爽，想发泄而已。滚！感情不是你们的肉，你们就下手这么重。与此同时，另一边，嘿嘿嘿，小美人儿，我来了。叶哥哥，你这会儿不是应该在前厅陪同宾客喝酒吗？怎么
有如此秀色可餐的妻子，我哪有什么心思喝酒呢？正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嘛。晴儿，你今天真美。叶哥哥，你今天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嘴这么甜？难道晴儿不喜欢我这样？不，怎么会？只要是叶哥哥，你做什么我都愿意。放心，一定会让你欲仙欲死。叶哥哥，你好坏。晴儿，如今我们已是夫妻，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坦诚相待，彼此之间不应有一丝一毫的隐瞒呢？叶哥哥说的极是，这是自然。我曾听灵儿说过，你身上养着一只金蝉母蛊，可号令上万蛊虫，极为的厉害。可惜我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虫子，心里着实好奇的紧。不知晴儿能否取出来让我一饱眼福呢？蛊虫，这晴儿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叶哥哥，你我如今已是夫妻，难道连这一点点的信任都没有吗？还是说，其实你从未信任过我？罢了，不看便不看吧，你好生歇着。叶哥哥，你要去哪儿？你不留下来歇歇了吗？你对我一点信任也没有，我还待在这做什么呀？这夫妻做的，真是个笑话。不是的，叶哥哥，我是真的爱你，又岂会不信任你？求你别走，刚刚是我不好，你若想看，我拿出来给你看就是了。不必了，不用勉强，你就当这是我的一句玩笑吧。微微用力拽回了自己的袖子，他假意抬脚就走。赵若晴再次小跑了上来，忙不迭地将体内的金蝉母蛊取了出来。不勉强的，叶哥哥，你看，这个就是我的金蝉母蛊。逆着他手心的那条金色的小虫子，君离叶凤眸深处顿时浮现了几分蚀骨的寒意。能否借给我仔细观摩？如今我也是叶哥哥的人了，我相信叶哥哥定然不会害我的。给。偏过头，他冲着手中蠕动的金蝉蛊微微眯了眯眼睛。没想到就是区区这样一条虫子，就让我……叶哥哥，方才你说什么？你猜。说罢，便将指尖银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扎进了金蝉蛊的身体。我的蛊虫，你对他做了什么？不过是用毒针刺穿了他的身体罢了，不用大惊小怪。君离叶，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因为我可不是你的叶哥哥。苏清莹，怎么是你？就是本公主。怎么样，惊不惊喜？刺不刺激？意不意外？叶哥哥呢？你把叶哥哥怎么了？这时候还惦记着你的叶哥哥呢？不好意思，你的叶哥哥可是我的男人，你说我怎么可能会眼睁睁看着他娶你呢？不，这不可能！苏清莹，你毁了我的婚礼，杀了我的金蝉母蛊，绝不会放过你！你给我去死吧！眸中阴鬼光芒一闪，顿时无数蛊虫从他那皱巴巴的皮肤之下钻了出来。又是这一招，有没有新意啊？哼，你少耍嘴皮子！你有古月琴在手，我看你怎么对付我的蛊虫！给我松开！哼，又在自说自话了。谁说我没有古月琴的？阿离，莹儿，接着。叶哥哥，你居然背叛我！本王自始至终从未爱过你，又何谈背叛之说？跟他说这么多废话做什么？赵若晴，新仇旧恨，今日便一并了结了。蛊虫还没靠近他，就在他的琴声下泯灭成灰了。蓦地，苏清莹将古月琴方向一转，顿时那无数琴刃皆落在了赵若晴身上。苏清莹，我怎么也不会放过你的！废话真多，想杀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凌厉的音波刃竟直接穿透了赵若晴的心脏。赵若晴形同枯槁的身子便这么直挺挺地躺在了血泊里，她那两个深深凹进眼眶的双眸大大的圆睁着，面上满是不甘心，死不瞑目。听到这边发生了如此大的动静，轩辕荣妃等人皆赶了过来。师父，你不是在皇子府吗？什么时候过来的？还有，你怎么会穿着新郎官的喜服？不然呢？难道要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男人娶别的女人？这赵若晴想嫁给阿离，门儿都没有。天哪，这该不会就是……赵若晴的尸体。她的身体怎会如此恶心？想来他应是用自己的身子养了成千上万的蛊虫，如今他身体一死，那成千上万的蛊虫便没了养料来源，自是争先恐后钻出了他的身体了。好可怕！赵若晴与他体内的金蝉母蛊皆已被我杀死，就是不知道父皇那边怎么样了。算算时间，他到南疆差不多已经有1个月，这1个月来，不知道父皇能不能扛过蛊毒的发作。莹儿，
不必担心。自古以来，魔骨与子骨本就是一体的，魔骨一死，子骨是无法独自生还的。可不知为何，这几日我总是有些心惊肉跳的感觉，像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我心里实在慌。晶莹，你这是神经过敏，想太多了，放宽心。不，我的预感一向很准，绝对错不了。明日我要立刻启程回国，不亲眼看到父皇平安无事，我无法安心。明日也好，我们来南疆也有些时日了，是该回去了。那好，今晚我就收拾东西，明天一早随你们一块离开。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先离开这儿。一想到即将见到苏子义，萧天宇嘴角的弧度怎么也压不住，心里有点痒痒的。至于赵若晴的死，反正有赵锦压着，他们倒是不用担心，他自会处理。翌日戌时，皇子府。看看，这都日晒三竿了，你们可算舍得下来了。今日就要赶路了，你们也不知道悠着点儿。像你这种没有媳妇的人，是不会懂得其中乐趣的，就酸着吧。我去，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有老婆了不起啊？看不起单身贵族啊？对于你这种没有老婆的老处男来说，是挺了不起的。咱们还能不能好好玩耍了？好了，都别闹了，我们该走了。金宇，我们留在山坡的滑翔机取回来了吗？你说呢？昨日便吩咐属下趁夜取回来了，就在后山上呢，就等你们出发了。皇上驾到！老头，你怎么来了？赵瑾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并未答他的话，目光逐一从苏清莹、君离叶等人脸上缓缓扫过。诸位可是今日便要急着离开？朕还未尽地主之谊，诸位何不再多留一段时日，也好让朕好好招待招待各位。南疆皇客气了，实不相瞒，晚辈此次前来贵国，为的就是替父寻找解除金蝉蛊的方法。如今赵若晴已死，晚辈心中实在挂忧父皇的身体，就不多叨扰了，还望南疆皇海涵。既是如此，那朕便不强求了，祝各位一路顺风。承南疆皇吉言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我们快走吧。来人，将二皇子拦下来。喂，老头，不是你让我们走的吗？你拦我是什么意思？哼，朕可没说让你走。南疆皇，这是……诸位，此行犬子就不与你们同行了。朕年事已高，南疆国的江山需要新的继承人，还望见谅。新的继承人？您的意思是说要把皇位传给天宇？不错。不要！当皇帝又累又烦，谁稀罕当这皇帝？父皇，你就别为我找事了，我现在这样就挺好的。我呀，可不是什么当皇帝的料。什么不是这块料？朕说你是，你就是，不会可以培养。父皇，您这不是诚心为难我吗？哪里年事已高了？滚你丫的！你这倒霉儿子，你如此气朕，朕早晚有一天要被你气得驾崩了。你们的父子相处模式还真十分有趣呢。让诸位见笑了。南疆皇言重了，不过既然南疆皇早有打算，那天宇就不随我们一道离开了，我们就此别过。二位保重。南疆皇就此别过。诸位好走。喂，你们不是啊，就这样把我扔下了，太不够意思了吧？等等我呀。天宇，好好当个好皇帝，我看好你，别让我们失望。加油！加油！加个屁呀！这要是真当了皇帝，只怕他老婆都要娶妻生子了。君离叶，放心，本王答应你的事定会做到。南疆皇说的不错，你是最适合成为南疆皇帝的，也只有成为南疆的王，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才能有这个资格得到那个人。那个人？阿离，你说哪个人？秘密，不久之后你就知道了。怎么办？好想打死他。好，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成为一个好皇帝的。朋友们，今日一别，不知何日还能再相见，我们后会有期。走吧，我们该走了。飞了7、8天，苏清莹、君离叶一行人总算是进入了东越国边境。大家快看，东越国就在前面不远了。我的天哪，飞了这么多天，总算到了，太好了。哎，奇怪，皇宫怎么到处一片素白？皇上，父皇他，你们听到了吗？好像是哭声，难道……不会的，不会的，赵若晴的金蝉蘑菇已经被我杀了，他人也死了，父皇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的。苏清莹手一松，骤然从几百米高的虚空一跃而下。莹儿，不可！君离叶一急，不管不顾从虚空跳了下来。从这样的高空跳落，小是强悍如苏清莹，也不禁感到两腿一阵麻痛，险些直接跪软在地上。皇兄，皇兄，皇兄，你在哪儿？莹儿，你们回来了。父皇呢？父皇在何处？我要见他。父皇他约3日前便仙逝了，临终前他一直想见你最后一面，可惜他终究还是没有等到你回来。不会的，父皇不可能离开我的。皇兄，你是骗我的，对不对？父皇不会有事的。皇兄，我求你，不
不要再跟我开这种玩笑了。父皇在哪儿？我想见他，我想见他。莹儿，师父，莹儿，你不要这样，皇兄看了好心疼啊。父皇的真的仙逝了，皇兄没有骗你，你不要这样好不好？父皇呢？他在哪里？我想见他。莹儿，父皇真的仙逝了，你不要。我是说，父皇的灵堂在哪儿？我想去祭拜他。就在我身后。父皇，父皇，对不起，是莹儿回来的晚了，对不起，对不起。眼一黑，他就这样昏厥了过去。莹儿，快，轩辕翼，轩辕翼！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昏迷中，脑海突然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记忆。原来，并非是他的灵魂占据了这具身子，而是他本身就是真正的苏清莹。苏子毅与苏成明的的确确都是他的亲人。他是穿越重生了，可穿越的时间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早。他是直接投胎到他娘亲的肚子里，重新长大成人的，是真正的苏清莹，并不是冒牌货。玉峰说的不错，落月宫的确是他一手组织起来的，是属于他的势力。他之所以不记得从前的事，那是因为他在数月前修炼古月琴的内功心法时出了岔子，险些走火入魔，导致他穿越前的记忆全部被封闭了，这才出现了他记忆的混乱。而他脸上的青斑，乃是他原本故意为之，为的就是脸尽锋芒，不招人注目，低调安静的当一个傻子公主。自始至终，他从未喜欢过轩辕彻，一切不过是他故意装出来的幌子罢了。只是没想到，他记忆一被封闭后，竟是真的变得痴痴傻傻了，当真是喜欢轩辕彻喜欢的不得了。若不是当初蓝心瑶给他下的魅毒太过于强烈，刺激他的精神，只怕他还要一直痴傻下去呢。如今他再次被父皇的死刺激，吐出了一直淤积在心里的淤血，终于使得他混乱的记忆恢复了正常。她是苏清莹，亦是名震天下的落月宫公主云灵。莹儿，莹儿，你总算醒了。知不知道，你快吓死我了，可还有哪里不舒服啊？阿离，我没事。这里是哪里？我睡了多久？什么时候了？这里是你的朝阳宫，自那日吐血，你已经整整昏迷了3天2夜了，如今刚入卯时。我皇兄呢？你放心吧，他前一刻还来看过你。父皇仙逝前就已将皇位传给了他，就算未行登基大典，他如今也算是东岳名正言顺的帝王了，事务繁忙。淡淡应了一声，苏清莹便兀自垂下了眉眼，一语不发。莹儿，你若是难受，便哭出来吧，不必在我面前强撑，我看着心疼。阿离，你想听个故事吗？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她是个孤儿，从小就被组织看重培养。小女孩很努力，每天都很刻苦。终于，她的努力并没有被浪费，她很快成为了他们那个世界首屈一指的金牌特工。自出道以来，任务从未失败过。后来，小女孩在一次拆除炸弹引线中不小心打了个喷嚏，导致手抖剪错了引线，炸弹瞬间爆炸，女孩来不及躲开，就被巨大的火舌给吞噬了。君离夜听得心里一惊，他知道他口中所说的小女孩就是他自己。可是小女孩并没有因此而死去，她的灵魂竟然穿越了时空，重生到了异国皇后的肚子里。从一出生，小女孩就带着前世的记忆，因此她与一般寻常的小孩都不太相同。凭着前世的记忆与经验，小女孩很快在她重生的那个时空组织了一个杀手组织。表面上她是一国痴傻丑陋的傻子公主，而暗地里她却是名震天下的落月宫公主云灵。落月宫是她创建的，她就是云灵。只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她在一次练功中出了岔子，险些走火入魔，导致她的记忆出现了混乱，将穿越到这里生活了将近16年的记忆全部封闭，浑浑噩噩又过了1年。如果不是当初蓝心瑶所下的魅毒足够狠，刺激了她的脑子，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一直会痴傻多久。但就算她意外恢复了神智，却也只记得拆除炸弹爆炸的那一瞬间。也就是这样，小女孩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认为自己是借尸还魂，并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苏清莹。所以你之所以会吐血，是因为父皇的死令，你的脑子受到了剧烈的刺激，从而恢复了所有的记忆。你来自另一个世界，这便是你对我
隐瞒的最大秘密了吧？阿离，你何等聪明，就算我不说，你自己应该也已经猜到了几分了吧？那你会不会有一天突然从我的世界消失，回到那个世界，永远忘了我？你说什么呢？你当穿越是烂白菜的事儿啊？想穿就穿，那也是要看概率的好不好？至于忘了你，关于你的一切全都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里，如何能忘？不对，莹儿，依你所言，你是真的曾对轩辕彻有过爱慕吗？我可记得东越国傻子公主痴恋西明国王爷的事，在当时可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最少也有8年了。莹儿，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个解释？你还记得这茬呢？不然呢？都是我故意装出来的，为的就是让天下人都知道我苏青云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傻子，好让各国王孙公子打消娶我的念头。我当初一心忙着扩大落月宫，哪有这闲心？真的？骗你干什么？不过有一件事我倒是没料到，没想到我记忆出现混乱后，竟然真的看上了轩辕彻，还对他死缠烂打了1年多。如果你当初没有恢复神智，岂不是真的就要嫁给轩辕彻了？也许，大概，可能是吧。我不许！你是我的女人，我绝不允许你嫁给其他男人。不是，你吃什么醋啊？我这只是打个比方，又不是真的发生了。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这轩辕彻，我可没给他留下一点希望，该断就断，我们是不可能的，你就不要乱吃飞醋了。哦，对了，我想起来你曾经对我说过不喜欢云灵的，真的吗？唉，可惜啊，云灵就是我，我就是云灵，怎么办呢？要不咱俩分手？你敢？可是你不是说不喜欢人家的吗？谁说不喜欢了？只要是你，我就喜欢，不许离开我。哎，可是你当初不是这样说的呢。当初你非要逼我给你一个答案，我如若不这样说，你会接受我吗？云灵我不讨厌，我甚至很有好感。你这个脚踏2条船的渣男！君离夜愣了，他们不都是你吗？他怎么就脚踏2条船了？不说这些了，扯远了。你以后打算怎么办？父皇一旦驾崩，其他几国可就虎视眈眈了。若轩辕洛尘与北灵皇率兵攻过来，以东岳这情况，抵挡的几率不大呀。皇兄的登基大典定在何时？半月后。阿离，帮我用最快的时间联合落月宫对外宣布，东岳国五公主苏青莹便是云灵，谁若敢进犯东岳，就是与整个落月宫为敌。莹儿，你是想记落月宫的事？落月宫即便是江湖杀手组织，也是足够震慑其他3国，足以令其他3国忌惮。父皇刚走，这东岳的江山，我说什么也要帮他守好，必须让东岳完完全全属于皇兄。我知道了，放心，有我在，定不会让东岳落入其他人的手中。阿离，我好庆幸，我喜欢的人是你，而你也刚好喜欢我。傻丫头。几日后，一个重磅消息如龙卷风一般疯狂席卷了大陆的每一个角落。东岳国五公主苏青莹，就是落月宫公主云灵的消息，深深震撼了每一个人。西明国皇宫，你说什么？苏青莹就是云灵？消息属实吗？可经过查证了？皇兄，此事臣弟已经派人再三查证过了，确有此事。据我们探子回报，落月宫也曾出面亲口承认，这事并非空穴来风，只怕不假，由不得我们不信。云灵居然真的是那个该死的女人，看来东岳暂时动不得了。皇兄，你有何打算呢？东岳皇既已驾崩，那么苏子义很有可能便是下一任东岳皇。可知他何时行登基之礼？就在半月后。即刻准备树匹汗血宝马，这要确保能在半月之内赶赴东岳。皇兄，你该不会是想……既然苏青莹就是云灵，那么朕便去会会她。再者，苏子义登基为皇，朕身为新明皇，理应前去走走过场。言之有理。皇兄，可许臣弟一同前去呢？不，眼下小七还未从南疆归来，西明不可一日无主，你就留在这儿，替朕好好打理打理西明，等朕回来。是，臣弟谨遵谕旨。荒无人迹的小道上，2匹色泽纯正的枣红马并排奔跑着。相爷，我们已经连续赶了几天的路了，先歇歇吧。亲，云灵就在东岳，又跑不了，您何必如此心急呢？不，我已经等了他3年，不能再等了。我一定要亲自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云灵，一定要亲耳听到他的答案。相爷，婉儿，你先回去吧，不用陪着我一路风尘仆仆，我一个人去便可。你回相府吧。你若不在相府了，我还回去作甚？走吧，你不是急着赶路吗？再不走天就要黑了，我们得赶在天黑之前找一个落脚的地方，不然今夜就只能风餐露宿了。背对着他的一滴眼泪不争气地滑落了下来，很快飘散到了空中，没有给他留下一丝捕捉的机会。唉，婉儿，你这是何苦啊？那么相爷，你又是何苦呢？又过数日，禀公主，有个叫荣月和司徒婉儿的人扬言要见您，现在正在皇城门外候着，
见识不见？荣月跟婉儿他们怎么来了？冲不远处正嗑着瓜子的希儿招了招手，他弯眸道：“希儿，你随他一起，速去将他们2人请到御花园。”知道了，公主。将手中未嗑完的瓜子儿放在石桌上，希儿拍了拍小手，立即与那名宫女一同离开了。荣月找你做什么？阿离，你又来了，又不是荣月一个人来找我，这不是还有司徒婉儿陪着来吗？你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儿？墨轩，属下在。立刻去给本王带把剪刀过来。剪刀？你要剪刀干嘛？该不会是要把人家荣月给剪了吧？这可不行。本王要剪桃花。你逗我玩呢？现在是秋季，都快入冬了，哪来的桃花？怎么感觉他家摄政王越来越幼稚了？他都不忍吐槽了。公主，容相与司徒小姐带到了。你们千里迢迢到东岳找我，可是有事？是我要找你。你找我？正是。一旁，君离夜血红的侠眸危险地眯了眯，心中杀意滔天。青言，你们先聊着，我想到御花园里走走看看。希儿，你带婉儿到处转转。好的，公主。司徒小姐，请随我来吧。有劳了。你找我什么事？你真是云灵？真的，珍珠都没有这么真。那么你3年前说的话可还作数呢？3年前我说了什么？3年前你舍身救我，不仅扒开了我的衣服调戏我，还笑问我要不要做你的男人。就因为你这句话，我整整等了你3年。我去，感情是3年前欠下的风流债，这丫的来讨债来了。我想知道你这话还作不作数？当年是我一时嘴贱，这才开了这混账玩笑话，当不得真，你就把它忘了吧。可我当真了。荣月，我说你何必呢？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玩笑，你执着了3年，就连自己的心也看不清了。你扪心自问，你可是真的爱我？你爱我哪里？你甚至连对我都不曾了解。我荣月，其实最好的就在你身边，只要你回头，幸福就触手可及。公主，不好了，我才刚走一会儿，司徒小姐就不见了。我听路过的宫女说，司徒小姐是往皇城门口离去了，神色看起来很是伤心呢。糟了，看来婉儿是要离宫，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追！婉儿就像是我的妹妹，让她离府陪同已是勉强，她若要走，便让她走吧。放屁！什么妹妹？你就看不出来她这是喜欢你吗？婉儿喜欢我？废话，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婉儿若是不喜欢你，何必在你身边伺候这么久？何必陪你不远万里前来东岳？她吃饱了撑的，她对你的心意，就算瞎子也感受得到。可她这么多年一直陪我寻找云灵，若是喜欢我，她……这正是她令人佩服的地方。她不忍你左右为难，虽小心翼翼收起自己对你的感情，她明明爱你，却不得不帮你寻找另一个女人。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何等残忍！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荣月，我爱阿离，生生世世灵魂不灭，我不可能给你丝毫回应的。婉儿爱你，她不惜耗费青春等你，但你要记住，她不可能永远在原地等你，别等到人去楼空才知道要珍惜。我知道了。今日你能给我一个答复，我已经心满意足，执念已了。快去吧，再不走人就跑远了。莹儿，人都走远了，你还看？不许看别的男人，要看就看我。难道我的容貌还比不上他吗？冤枉啊！谁看他了？我在思考好吗？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哼，难道不是吗？你那双色眯眯的眼睛都巴不得粘在人家身上了。滚！你才色眯眯。听说你想让荣月做你男人。走，希儿，我们也去宫门外凑凑热闹。未免某错海揪着这事儿缠得没完没了。苏青云果断拉着希儿跑路了。二人刚到宫门口，就见荣月与司徒婉儿并肩迎面走了过来。看来我们还是来晚了。婉儿，你这次不会再走了吧？相爷不走，我便不走。青爷，谢谢你。应该的。说起来这事儿，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了，你们今后有什么打算？什么时候回西冥？不回了。我当初之所以会在西冥为相，只为方便找云灵罢了。如今我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也算了了我的心愿了。既然如此，那么我能请你到我们东岳任职丞相吗？到东岳任职丞相？反正你在西冥也是当，在我们东岳也是当，还不如直接跳槽到我们东岳来。我们东岳待遇可是很丰厚的哦，绝对比轩辕洛城的狗皇帝要好得多。怎么样，要不要过来？婉儿，你觉得呢？我看可以，以后我就不会无聊了，正好有个伴。好，那就依你。武功都是朋友了，叫我青云就好，不必见外。时光如梭，光阴似箭，眨眼便到了苏子毅登基之日。
举国欢庆，大赦天下。今日是朕的登基大典，众爱卿不必拘泥，开怀即可。吾皇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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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卿平身。皇兄平日看起来温温润润的，没想到当了皇帝那气场也不小嘛，简直霸气侧漏啊！启禀皇上，西明皇率使臣前来我国贺宴，现在正在宫门外等候着。西明皇，快，速速请进来，万万不得怠慢了。轩辕洛尘，他来干什么？只怕这轩辕洛尘就是为了莹儿而来。刘妃，你去哪儿？我皇兄就快要进来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这宫宴我是不能再待了，不然被他看见，我可就死定了。轩辕容妃前脚刚走，后脚轩辕洛尘便带着几名使臣不疾不徐地踏了进来。恭贺东岳皇登基，朕今日不请自来，还望贵国海涵。西明皇真是客气了，来人赐座。轩辕洛尘也不推脱，衣摆一掀，便优雅地落了座。阿离，这轩辕洛尘的眼睛是有毛病吗？干嘛总往我这边扫？恶心的我都快吃不下了。就当被苍蝇叮了，忍忍就好。不行，忍不了了，我先去透透气，你慢慢熬吧。还是御花园的空气清新，没有讨厌的苍蝇，也没有讨厌的狗皇帝，心情变得爽利了不少。走在繁花似锦的御花园，微闭双眸享受着秋风的吹拂，舒服的不得了。苏青莹，我靠，轩辕洛尘，你丫的怎么会在这儿？知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呢？朕看你的胆子大得很，岂会这么容易被吓死？这时候你不是应该待在宫宴吗？你跟着我到御花园来做什么？朕小姐不可以吗？小姐，没搞错吧？你到御花园，小姐，你尿个尿还要选环境啊？朕乐意，不行吗？哎，行行行，你是皇帝，你最大，你是大爷。来，你现在尿一个给我看看，就在这儿，我看你尿不尿得出来。你怎么尿不出来？别不好意思啊，需不需要我帮你吹个口哨？不必了，朕不解了。不解了？轩辕洛尘，你该不会是那玩意儿不行吧？放肆！苏青莹，你真是越来越无耻了，丝毫没有女儿家该有的廉耻。不好意思，我有齿，还很白很健康，不信你瞧。你，哼，伶牙俐嘴。过奖。轩辕洛尘又是一噎，颤着手指指了他半天，喉头隐隐有股血腥味上涌。我说，轩辕洛尘，你丫还杵在这里做啥？没事就快滚吧，别打扰我吹风，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苏青莹，朕想你了。啊？你离开西明许久，可有想过朕？你搞笑吧？无缘无故，我想你做什么？我脑子又没进水。苏青莹，你个该死的女人，朕就知道你只会气朕。我实话实说罢了，用得着生这么大的气吗？小气，还帝王呢，这点度量。你，轩辕洛尘，你闲得蛋疼吗？好好的宫宴不参加，偏要跑来我这找气受，千万别告诉我你是喜欢上我了。如果朕就是喜欢上你了呢？咦，轩辕洛尘，我们什么仇什么怨？你要这么恶心我？我好不容易吃下去的东西，都要被你恶心的吐出来了。这狗皇帝，见说不过他，就打算恶心死他，其用心不可谓不恶毒，太卑鄙了吧？你就这么讨厌朕吗？聪明，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朕到底哪里比不上居里野了？不是吧？你还较真了？在我看来，你哪里都比不上我的阿离。我爱他，所以他哪里都好，你们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如果朕给你很多金子呢，你可愿意离开他？轩辕洛尘，你把我当什么了？是在没爱上阿离之前，我的确爱财如命，把他当做我的精神寄托。可现在我有了阿离，我的整颗心都已经被他装满了，再容不下一丝一毫。所以你就不要白费心机了。你就这么爱他？你大老远跑到东岳，不会就只是为了问我这些的吧？轩辕洛尘一瞬不瞬地看着他，没有说话。可任谁都能看得出他眼底的隐忍和不甘。轩辕洛尘，在你问我爱不爱你之前，你不妨先回答我几个问题。你问。轩辕洛尘，你能保证一生一世只有我一个女人吗？朕是西明的皇帝，怎么可能就只有你一个女人？你这是诚心刁难。哼。不过朕虽然不能保证只有你一个女人，但你将会是朕唯一的皇后，朕可以给你无上的尊崇，定不会让人欺负到你头上来。那还真是多谢西明皇的荣宠了。第二个问题，江山和我，你只能选一个，你选谁？江山。所以这就是你跟阿离之间最大的差距。轩辕洛尘，你也许是真的有一点喜欢我，可是你的喜欢太廉价了，我苏青莹受不起。苏青莹，不可否认你很聪明，朕欣赏你的聪明，但有时候朕真是恨透了你的聪明。宴会差不多该结束了，你该回去了，恕不奉陪。苏青莹，如果朕真的能为你放弃江山，你……很可惜，没有如果。
师傅，原来你在这儿！哎，难怪我到处都找不到你。小九，不是，我不是小九，你认错人了。公主，奴婢先退下了。妈妈咪呀，要死了！你给朕站住！皇兄，你好啊。朕不是已经把你嫁给南京二皇子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其实没有嫁给他。胡闹！你还敢逃婚？胆子太大了！轩辕洛尘，容妃可没有逃婚，不巧得很，你让她嫁了南疆二皇子，可是我的老朋友。皇兄，我嫁的人是上官惊鸿，我跟他已经拜过天地了，我如今是他的人了。你说什么？你已经嫁给上官惊鸿了？不行，朕不答应。你到底要朕说多少次？上官惊鸿太过风流，并非你良配，你怎么就不明白朕的一片苦心呢？你又不是容妃，怎知上官骚包不是他的良配？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小九没有那个能耐，更没有那个胆子。苏清莹，要是你做了好事，你为何总跟朕过不去？谁跟你过不去了？我可没那闲心。哼，朕说不过你。小九，待登基大典结束，明日一早你就随朕回西冥。不要，我不要回去，我如今已经是惊鸿的人了，他在哪我就去哪。皇兄，小九从没求过你什么，这一次小九想求你成全我跟惊鸿吧。轩辕洛尘，无论你答应不答应，我都不会让你把容妃带走的。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她好，可你有在乎过她的感受吗？就在这时，一太监匆忙小跑了过来。见过五公主。吕公公可是过来找轩辕洛尘的？有了。轩辕洛尘冷峻的脸点了点头，举步跟上小吕子。皇兄，小九，你若执意要跟着上官惊鸿，朕不拦你，但从今以后你不再是西冥国的公主，你好好想清楚。皇兄，对不起，我的选择依旧不变，我不后悔嫁给他。好，你不要后悔，好自为之。西冥皇，请。是夜，皎皎明月高挂于天际。婷儿，皇兄已登基，东越国也安定了下来，你什么时候才愿意与我回北陵做我的妻子？怎么心急了？本王的情敌无故多了这么多，若再不把你快点娶回去，本王的墙角怕是早晚被他们给挖塌了。可是按理说，我父皇先逝，我可是要守孝3年的呢，待孝之身岂可成亲？区3年我还等得起，只要你在我身边，等一辈子又何妨呢？只是我毕竟是北陵的摄政王，不可在东越久留，总要回去的。我希望你能陪我，莹儿，陪我一起回去好吗？好啊。其实就算你不说，我也会跟着你一块离开。经历了赵若晴那一件事，我再也不想与你分开了。你是我的男人，我不允许你再被别的女人抢走。傻丫头，我整个身心都是你的，没人跟你抢，也绝抢不走。过几日吧，等皇兄适应了，我就跟皇兄说一声，与你一同返回北陵国。好，那我就再等几日。君离夜松开缠在他腰间的手，将他打横抱到了床上，栖身而上。日子匆匆而过，咱家见过五公主。吕公公，我皇兄可是在批阅奏折？正是，新皇登基不久，每日事务繁忙，皇上已经是几夜未曾好好歇过了。皇兄如此拼命，迟早要把身体累坏了不可。我进去看看他。皇兄，别看了，你看看你的黑眼圈，歇会儿吧。莹儿，你来了。我不来，难道任由你这么折腾自己的身子吗？皇兄，你也真是的，当了皇帝也不知道好好爱惜自己的身子，万一累垮了怎么办？今日不许看了。好，那就依你。莹儿说不看，那便不看了。这才是我的好皇兄嘛。对了，你今日怎么有空过来了？可是有什么事找皇兄吗？皇兄，我想……可是打算与君离夜一同离开东越？皇兄，你都知道了？朕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只不过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皇兄，对不起，我何须道歉？朕知道东越留不住你，只要你过得安好，朕便心满意足了。皇兄，你真好，有你这样的哥哥，是我此生之幸。一连赶了大半个月的路，可苏清莹所在的庞大随行团仍旧慢得像个乌龟。北陵遥遥无期，这天日薄西山。阿离，我们走了多久了？快到北陵了吗？我快被马车给颠得散架了。要不是需要跟着大部队，他早就直接用滑翔机飞过去了。就快了，再有2-3天，应该就到北陵的国界了。再忍忍。天色越来越晚了，看来我们今晚是赶不到客栈了。黑青叶，我们不妨就在此处安营扎寨吧，也好让马匹休息休息，明日一早好赶路。也罢，左右今日是到不了北陵了，就在此休息吧。好耶，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容妃、希儿，你们快下来，今晚我们吃点野味儿。我的手艺那可是相当不错哟，今晚我就给你们露2手，让你们大开眼界。
好嘞，我这就来。莹儿，你们留在这儿，我跟惊鸿去为你们打些野味，不可乱跑。不要，我都闷了一整天了，难得施展身手，才不要待在这儿，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打野味。莹儿，别胡闹，天色渐浓，太危险，我不放心你。怕什么？我这不是还有你们在吗？走了，别啰嗦了，我肚子快饿扁了。公主，你们都走了，那我呢？你不会武功，我也不放心让你跟着一块儿去。希儿，你就在这里等我们回来，放心，不会太久的，我们一会儿就回来。这话一出，希儿的眼眸暗淡了一瞬。墨轩，你留在这里保护希儿的安全。那公主，你们自己小心点，快去快回，我跟墨轩在这儿等你回来。见此，苏青莹微微松了口气。走，容妃，我们去打野味。莹儿，算了，黑青叶，小丫头的能耐你也是知道的，谁能奈何得了她呢？就由她去吧，有我们在，左右也出不了什么事。这丫头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她无法无天，这还不都是你宠出来的？喂，你们两个大男人唧唧歪歪什么呢？谈恋爱呀，快跟上来，不然不等你们了。急什么？这野味又跑不了，等着，我们这就来。黑心叶，我们走。太阳已然落山，此时天色完全沉了下来，今夜无星无月，头顶的黑云正滚滚翻涌着。进入林子狩猎不过半个时辰，苏青烟便两手提着丰盛的战利品走了回来。哎，前方怎么好像有打斗声？不好，希儿有危险，我们快回去！马匹急促不停，随着他们越靠越近，他们这才看到原先他们安营扎寨的地方，竟眨眼变成了一片火光冲天、尸体遍布的景象。希儿，希儿，你在哪儿？苏青云迅速翻身下马，毫不犹豫冲入血腥的厮杀中，手中银针不断飞射而出，他心急地到处寻找希儿的身影。公主，我在这儿！别怕，我这就过来救你。见他安然无事，苏青云提在嗓子眼上的一颗心总算落回了原处。敢欺负我的人，活腻了不成？黑心叶，这些人该不会是……除了他，还有谁会有这个能耐？没想到他竟会如此迫不及待，要铲除本王。黑心叶，对不起，我……别废话了，先联手清理掉他们吧，有话以后再说。希儿，你怎么样？没受伤吧？公主，我没事，幸好有墨轩保护我。这些黑衣人突然冒出来，不分青红皂白就提刀向我们杀过来，太吓人了。不，只怕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而是特意守在这里埋伏我们的，意欲杀我们个措手不及。只是不知道幕后之人到底是谁呢？轩辕洛尘，亦或是北灵皇？墨轩，小心后面危险！希儿，不要乱跑！希儿，希儿，混蛋，我要杀了你！给我去死吧！希儿，希儿，你怎么样了？你说话呀，别吓我！公主，我好疼啊！希儿是不是快要死了？不会的，不会的，我不会让你死的。希儿，你挺住，我一定会救你的，你不会有事的。公主，没样的，我知道自己活不成了，能跟你有这么多美好又快乐的回忆，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只是我以后不能再伺候你了。不会的，你别说这些傻话了。我是我在这里。你不要自责，为你而死，我是心甘情愿的。希儿，答应我，一定要好好保护公主。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希儿，你不会有事的，你不会有事的，你不会有事的。没有的，我自己的日子，我自己最清楚。公主，你跟摄政王殿下一定要幸福。希儿，希儿，希儿，你不要睡啊，快醒来，醒来陪我说说话，希儿。
抱着希儿逐渐冰冷的身体，苏青莹眸中的泪意汹涌，过往的一幕幕如走马观花般一一浮现，记忆中那个可爱护主的小丫头永远都不在了。莹儿，你不要这样。小丫头，都是你们逼死了希儿，统统给我下地狱吧！古月琴。他话音一落，古月琴像是有了灵性一般，从破阵的马车里旋转飞了出来，稳稳地落在苏青莹怀里，暗自酝酿他的最高心法，五指飞快在琴弦滑动，比以往更为强大恐怖的音波层层激射而出。师傅的功力怎么感觉比以前强了数倍不止？好强啊！莹儿，快停下！你体内内力紊乱，若再强硬使用古月琴最高心法，这样下去你会被反噬出内伤的。滚开！我要为希儿报仇！撤！快撤！他手上的琴太厉害了，我们不是对手，快回去禀报主人！不准走！你们都给我回来！眼一黑，便软软昏了过去。莹儿，啊！快看，师傅流了好多血！惊鸿，牵几匹骏马过来，我们快马加鞭，赶到附近客栈，要快！好，我立刻去。黑心叶，快抱小丫头上马！驾！君离夜抱着苏青莹上马，急不可待地与她赶往附近的客栈医馆。容妃，把手给我，我们跟上。可希儿呢？太子殿下，你们先走吧。替属下跟主子与五公主禀告一声，待属下将希儿好汉子，便即刻赶过去与他们会合。好，你自己小心点。驾！跑了好几十里，君离夜等人终于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一间客栈。大夫，我师傅他怎么样了？哎，他情绪太过激烈了，导致胎气大动，这孩子恐怕是保不住了。你说什么？胎气？怎么，你们难道都不知道这位姑娘已是有孕在身吗？这也太粗心了，1个多月的身孕，你们也不知道好好的照顾她，太乱来了。君离夜抿紧了唇瓣，神色悲痛。他的孩儿，他与莹儿的孩儿，还未出生便这样夭折了。那大夫，我师傅大概何时才能苏醒？哎，他刚刚小产，身子正是虚弱，待我给他开一方补血养气的药方，你们按药方抓了药熬给他喝，不久就会醒过来的。莹儿，对不起，是我无能，不能保住我们的孩子，对不起。黑心叶，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们。惊鸿，你说什么呢？这些杀手又不是你派来的，谁也料不到会发生这些事，你何须内疚？我够了，够了，都出去！本王想一个人好好陪陪莹儿。好，有事记得叫我们，我们先去为小丫头抓药了。此事本王绝不会善罢甘休。好，我知道了。上官惊鸿二人走后，房间一下子恢复了寂静。苏青云悠悠睁开眼睛了，我们的孩子真的保不住了吗？莹儿，你醒了，你都听到了。回答我的问题。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无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够了，我不想听这些。希儿呢？她被贯穿心脏，已经。我是问她的尸首呢，葬在了何处？墨轩将她的尸体带走了，具体葬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也罢，有墨轩陪着她也是极好的。是我害了她，是我害了她。莹儿，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这样，我看着心疼。可是阿离，我的心也好疼啊！如果当初我没有让希儿跟着我一起来北陵就好了，说不定现在他还能在东岳活得好好的，我的孩子也就不会。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莹儿，不要这样，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苏青云哭了很久，最后在君离夜的温柔拍抚下，方才沉沉睡去。是夜，容妃，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了？应该有3天了吧？3天了，不知不觉已经过了这么多天了。师父，你的身子现在还太过虚弱，不宜劳累奔波，你先把身子养好，别的就不要多想了，好吗？容妃，阿离他们查出要刺杀我们的人了吗？他们是什么身份？我也不清楚，这几天我总觉得惊鸿跟师公之间怪怪的，总在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似乎他们已经猜到刺杀我们的人是谁了。这样看来，我猜的应该是8、9不离10了。果然是你，北陵皇。啊，师父，你猜到是谁要暗杀我们了？本来我只是怀疑，但现在听你这么说，幕后黑手应该没跑了。逼死希儿这个仇，我一定要报。容妃，阿离跟上官骚包呢？他们就在客栈下面啊，怎么了？我们的客栈被包围了，来的人还不少。
但是听气息，很有可能与之前埋伏我们的杀手是同一批人。什么？这也太张狂了！可恶，究竟是谁3番2次要置我们于死地？不，也许他要杀的人并不是我们。先不说了，我们快下去帮阿离他们。莹儿，你身子还没有痊愈，人家都快打到家门口来了，难不成还叫我缩着不成？我苏清莹可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好，你若真想动手，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切记啊，万不可让自己受伤，不得离开我3米以内。他们来了，小心！来的正好，我的古月琴早已经饥渴难耐。莹儿，苏清莹、君离叶4人先后跑出了客栈，一抬头，周围全是虎视眈眈的黑衣杀手。所有人撤退，弓箭手准备！那数百个黑黑的箭头直看着人头皮发麻。哼，看来这一次他们不将我们置于死地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了。大家当心箭上有毒。放箭！大家不要散得太开，全部靠拢过来。他们打算逐一攻克我们。苏清莹娴熟地拨动了琴弦，催动的音波不断折断反弹他们的箭矢。我怎么觉得他们集中攻击的对象是师傅呢？不是好像，根本就是。看样子他们是见识到古月琴的厉害之处，打算集中火力先铲除掉我了。眼光倒是不错。敢针对本王的女人，找死！恐怖的气势陡然攀升了起来。这笨蛋该不会是想用内力吧？阿离，你不要乱来，当心你体内的毒素暴动。不过区区几支利箭，我还顶得住。君离叶看了看他，没有说话，悄然收回了那机遇狂飙而出的内力。众人联手抵制了箭矢半晌，体力渐渐透支，稍显吃力。可对方的箭矢却像是没完没了一般，不减分毫。不行啊，他们这样没完没了的射箭，只怕我们还没跟他们交手，体力就已经先被消耗了差不多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如果他使用古月琴的最高心法，莹儿，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身子还没有痊愈，万万不可再使用古月琴那一招了，不然我就算拼着毒素暴动的危险，也会阻止你。哼，有句话叫什么来着？风水轮流转。阿离，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想什么你也知道。你可是我的女人。喂喂，大题当前，你们能不能不要再秀恩爱了，稍微严肃点好吗？能不能尊重一下他们呀？怎么，你眼红了？哼，笑话，本宫会眼红。容妃，过来。该死，死到临头还在秀恩爱，他们这是在向我们示威，竟敢藐视我们！兄弟们，给我继续放箭，射死他们！于是，本来已经稍显疲态的众黑衣杀手们，顿时射箭射得更欢快了。上官骚豹，都怪你惹众怒了。你们不也秀了吗？怎么只赖我一个呢？我们是低调的秀，你们呢？要知道，他们这些杀手可大都是万年老处男，有些甚至连女人的手都没碰过。你们如此高调虐狗，他们不气疯才怪。他们没本事找不到媳妇，关本宫屁事啊！淡定淡定，你不知道像这种单身狗的心理是最阴暗扭曲的吗？说的也是。居然还有心思聊天！来人，射死他们，射死他们！放箭，快放箭！众黑衣杀手气得吐血，个个发了狠似的猛拉弓箭。哼，来得正好。箭矢越来越密集，苏清莹不敢松懈，微微收敛了玩笑的心思，认真拨动着琴弦。身子因为刚刚小产过，还未调理得过来，是以苏清莹的身子一时倒是有些跟不上这样的消耗。忽然，眼前一阵眩晕，莹儿，小心！那利箭紧擦着他的肌肤而过，箭上的毒素透过伤口进入他的身体，竟是与他体内的毒素产生了共鸣。这种熟悉的感觉，这箭上喂的毒与他体内的毒素是一样的。阿离，你受伤了！不碍事，惊鸿速战速决，龙吟寂灭。哇，好强！阿离，我不是不准你使用内力的吗？你不要命了？这样突围快，事不宜迟，趁他们没缓过来，我们快走。反手抓住他的小手，将他带上了尚还存活的马匹，急速往北陵而去。不好，他们要跑，追！狂奔数十里，他们总算是进入了北陵国境。跑了这么久，应该甩掉他们了吧？阿离，你怎么样了？忙不迭探上他的脉搏，越探他的脸色就越冷得可怕。小丫头，黑心月如何了？情况很不妙，他体内毒素开始暴动了，以我现在的内力根本不足以压制他，得赶紧赶到摄政王府。那好，我们连夜赶到摄政王府。眼下他们已经进入北陵国境，要赶到摄政王府不过1天的路程。奔波了1天1夜，苏清莹等人总算平安到达君离夜的摄政王府。小丫头，黑心月体内毒素如何了？不行，阿离体内的毒素每暴动1次，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上次是赵若琴的控心蛊正好帮他压制了，可这一次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必须找到他体内毒素的解药。父皇走了，希儿走了，他未出世的孩子也走了。若是阿离也离他而去，他真的不敢想象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师父，真的没办法了吗？不行，我现在只能勉强压制，时间很短，一旦他再次爆发，就是大罗神仙也回天无力了。上官骚豹，你与阿离亲如兄弟，一定知道他身上的毒素是谁下的，告诉我，这是救他最后的办法了。是我父皇。
竟然又是他！上官骚包，我且问你，那日偷袭我们的人是不是北灵皇的人？他的目标就是阿离，对不对？小丫头，你这么聪明，只怕心里早就有了答案了吧？何必再多此一举问我呢？包括这一次的暗杀也是。很好，阿离的毒，希儿的死，再加上我死去的孩儿，新仇旧恨，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上官惊鸿，我不会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就饶过他。我知道，你们我谁也不会帮，毕竟他再不好，也到底是我的生父。阿离的解药，你知道他藏在何处吗？这个办法我与黑心叶早就试过了，行不通的。别看我虽被父皇亲封为太子，但其实父皇并不太喜欢我。在我记事以来，父皇看我的眼神就一直很冰冷，甚至有时候我会感觉到他目光中隐隐流露出了厌恶，所以我很羡慕天宇那家伙。说也可笑，他们两个明明是父子，却实则更像是仇人。惊鸿，你现在有我，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既然如此，上官骚包，你能带我进入北灵皇宫吗？毒既然是北灵皇所下，那么解药就一定在他身上。不行，北灵不比他国，太危险了，我不能看着你犯险。为了阿离，再危险我也要去。你若不带我去，那我就只好自己去了。小丫头，你这是在逼我。我没有逼你，如果阿离不在了，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我说过，会永生永世跟他在一起。既然活着不能共白首，那么到地府做一对鬼夫妻也不错。真是败给你了，我陪你去还不行吗？这还差不多。龙妃，阿离就拜托你了，在我回来之前一定要看好他。放心吧，师傅，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师公的。想动他，除非踏过我的尸体。那好，我们走了，各自换上夜行衣。苏青衣与上官惊鸿不再耽搁，立刻动身前往北灵皇宫。暗夜，两道矫健的身影借着浓墨的掩护，直奔北灵皇的寝殿而去。坏了，方才跑得太快，没注意到他。这丫头该不会跟丢了吧？找什么？我在这儿。你什么时候来的？我一直跟在你身边，是你自己没发现罢了。刚才是谁牛逼哄哄的跟我保证，他的隐匿功夫一定比我好来着？透过揭开的瓦片，一袭明黄色龙袍的上官剑人与一黑衣暗卫便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禀皇上，我们的人本已经快要将摄政王拿下，没想到他却突然间爆发了强大的内力，属下等不敌，让他给跑了。你说他突然间爆发出了强大的内力？正是如此，属下不利，未能完成皇上交代属下的任务，属下等甘愿受罚，请皇上降罪。朕知道了，你下去吧。可摄政王……放心吧，君离夜注定活不过今晚，你们也算是完成了任务。属下不解呀。千灸散，天下剧毒之首，无色无味，掺之即死。千灸散，据说这剧毒至今仍旧无解，摄政王他……谁说千灸散无解？千灸散的解药，朕手上就有一颗，这世上唯一的一颗。所以，君离夜这一次是死定了。没有解药，真的要看他要如何与朕斗。皇上英明。这里没你的事，下去，时刻给朕盯着摄政王府。一旦有风吹草动，速速禀告给朕。属下明白。说罢，便立即隐匿于黑暗中，无声地退了下去。他手上果然有解药。小丫头，快看，我父皇要走了。走，我们快跟上去，看看他把解药藏在哪儿了。两人跟着上官剑人左弯右拐，却是到了一处假山花园。上官骚包，等等！愣着干什么？你不想救黑心叶了？快跟上去啊！我父皇要走远了。你仔细看北灵皇的步伐与路线，看出什么蹊跷了吗？你想说什么？奇门遁甲。这后花园乃是按照五行八卦的方位来布置的，看似平平无奇，实则暗藏杀机。若是行之踏错，便会立即触发阵法。五行八卦千变万化，若是被困，我们想要脱身可就难了。小丫头，你说的也太玄乎了吧？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来，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花园吗？哼，不信？那好，你看着。随手捡起一颗小石子，狠狠投掷了出去。石子方落地，顿时那看似平平无奇的假山却猛然飞射出数十支飞剑，四面八方根本叫人无从躲避。见此，上官惊鸿一双眼珠子险些像弹簧一样弹射了出来，嘴巴张了老大。看到了吧？如果方才这颗石子是你，你现在就被射成刺猬了。哎呦，好险好险！幸好方才没有贸贸然闯进去啊。奇怪了，我好歹也在这里生活了10几年，竟从未发现这处花园的怪异之处。哼，北灵皇若有意隐瞒，你不知道也属正常。
不过，他既然会在这里设下危机四伏的机关，这也代表千镇散的解药很有可能就被他藏在这里。可父皇已经走远了，我们又不懂破解之法，该如何闯进去呢？谁告诉你我不知道破解之法的？若论五行八卦，这里没有人能比得过我，你父皇也不例外。我去，你连这个都会？哎呦，这世上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吗？哎呀，别废话了，跟着我的步伐走，可千万别走错了。摄政王府。师公，你醒了？怎么样？可还觉得哪里不舒服？莹儿呢？她在哪儿？师傅他说实话。师傅他担心你的毒素会渗入五脏六腑，1个时辰前便与金红一起去了北陵皇宫，去为你找解药了。你说什么？该死的，这2个笨蛋！那个人又岂是这么好对付的？哎，师公，你的身子毒素未解，师傅再三吩咐我，让我好好看着你，不让你乱跑的。你要去哪儿？本王要立即进宫，必须赶在他发现他们2个之前，将他们安然带出来，不然他们恐怕会有性命之忧。可你的伤……无碍事，你留在府里，本王会派人保护好你的安全。若是我们没能及时赶回来，便让暗卫带你躲到府里的密室去。切记，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轻易出来，除非我们回来接你。师公，我知道了，你一定要将师傅与金红安全带回来啊！最后一步落，他们眼前的景象立马变了个样。哼，没想到你们还真有点能耐，竟真的让你们破了这五行八卦，倒是朕小瞧你们了。父皇，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们跟在你身后，却不拆穿，故意引我们到此，为的就是利用这个阵法杀掉我们。北陵皇，你藏得真深呢。苏清莹，落月宫公主，你也不简单呢，就连五行八卦也困不住你。真是抱歉，让你失望了。只是我很好奇，上官骚包再怎么说也是你的亲骨肉，你为了杀我，不惜引我们到此，就不怕连他也误杀了吗？哼，他为了帮君立业，不惜屡次与朕作对，朕没有这种不孝子，死了也好，省得朕亲自动手。父皇，这便是你的真心话。你既然如此厌恶我，为何还要封我为太子？为何还要生下我？你问朕为什么？那你说，你为何不是朕的亲儿子，而是那个人的儿子？为何？你骗朕骗得好苦！我不是你的亲儿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想知道？可惜你没有这个机会了，朕永远都不会告诉你真相。行了，啰里吧嗦的。北陵皇，如今你的阵已经被我破了，你最大的倚仗也没了，交出千镇散的解药，兴许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不然休怪我不客气。苏清莹，不可否认，你的确很厉害，可惜跟朕比起来，你还是太嫩了。你以为朕就没有后招了吗？姜还是老的辣。不好，上官骚包，快离开这里！你们走得掉吗？脚下便蓦然一空，他们2人瞬间失重般往下掉落。莹儿，莹儿，你没事吧？我没事。上官骚包呢？放心，我也没事。紧紧的将他搂在了怀里。阿离，你怎么来了？为什么你总是不听我的话？真要把自己折腾死了才甘心吗？你若不在，我跟死了又有什么区别？活着不过也是行尸走肉罢了。傻子，你个大傻子！那个不好意思啊，打断一下，你们是有火车子，这里太暗了。我带了夜明珠，这一方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顿时变得明亮了不少。这里是哪里？我们应该是掉入花园的地底密道了，大家分头找找，看能不能找到离开密室的机关。这么多墙砖，也不知道要找到猴年马月。苏清莹忽然计上心来，将头发上别着的几颗珍珠珠花取了下来。她猛然将手上珍珠脱手掷出，那几颗珍珠不断弹起，撞击着各种墙砖，也不知道是哪一颗珍珠弹中了哪一块墙砖。一扇石门缓缓在他们面前打开。阿离、金猴，你们快过来，这里有另一个密室。哇，这里面别有洞天呀，居然还有床榻跟桌子，看起来就像是有人在这里住过一样。这里会不会是上官剑人秘密居住的暗室呢？上官剑人？哎，上官骚包，虽然那北陵皇人品实在不怎么样，但是你也用不着这么骂他吧？莹儿，上官剑人乃北陵皇的名字。这也太搞笑了吧！一国皇帝居然叫剑人。对了，阿离，听上官骚包说你身上的毒素乃他所为，这是怎么回事？你武功这么高强，怎么会着了他的道？莹儿，我可跟你说过，北陵皇是我的舅舅。啥？你说北陵皇那剑人是你舅舅？那你娘亲岂不就是他的亲妹妹喽？这么说来，你跟上官骚包其实是表兄弟。休息，来，上官骚包，叫本公主一声表嫂听听。小丫头，小你妹呀，没大没小，我是你表嫂，叫表嫂。等你过门再说吧。先放过你。阿离，北陵皇既是你舅舅，那为何还对你下手？这也太禽兽不如了吧！
莹儿，你应该听说过我弑父杀母的传闻吧？婉儿跟我说过一些，怎么了？这些传闻都是真的。在我13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狂，控制不住自己，失手误杀了他们。说我是弑父杀母也不错。阿离，这不是你的错。我相信他们在天有灵，一定不希望看到你如此自责痛苦。所以北灵皇不择手段的对付你，是因为我母妃是他最为疼爱的妹妹，他们两个从小感情就很好，他会痛恨我也属正常。就因为这份关系，是以我一直处处忍让他，无论他如何对付我，我也从未想过要取他性命。可自回国以来，他不但一次次挑衅我的底线，甚至还敢对你出手。这一次我绝不会姑息。唉，也不知道外面怎么样了，正好这里有些瓜果，大家先吃点填填肚子吧。莹儿，不可，当心有毒。我看有毒的几率倒是不大。你看这密室，墙壁四周都是由夜明珠镶嵌而成，床榻与桌子都是上好的楠木，就连那被子帘罩也是天下罕有的冰蚕丝。这里有哪一样不是价值连城？想来上官剑人对这密室住着的人是极为上心的。确实不错。上官骚豹，你说这里会不会是住着你老爹的情人呢？他是皇帝，若真喜欢一个女人，何须如此麻烦的藏着掖着呢？大可封妃封嫔，你的这个推测不成立。你不能只看表面呀，万一是见不得光的情人呢？你看看这里，吃的用的明显都是女子的，难不成他自己还有女装癖啊？莹儿说的不错，不排除这个可能。可会是谁呢？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他。反正我们一时半会儿是出不去了，先过来吃饱肚子吧，保存点体力，不然没等我们出这密室就先饿死了。这死法太窝囊了。数天后，西明国皇宫。禀皇上，北邻国送来了800里加急密函。北灵皇，那老狐狸打什么主意？我们西明跟他可没什么交情。轩辕洛尘一目十行，越看眉头皱得越紧。皇兄，这密函上面写了什么？距离夜中的亲朕散命不久矣，这老狐狸邀朕一同出兵征讨东岳，趁东岳元气尚未恢复，瓜分了这东岳。哼，真是好大的诱惑呀！皇兄，君离夜是何等人物？我们又不是不知道，这其中会不会有诈呢？应该不会。北灵皇一向与君离夜不和，恨不得将他除之而后快。这事儿他没理由骗我们。那出兵征伐东岳一事，皇兄怎么看呢？前任东岳皇驾崩，东岳元气大伤，东岳如今正处于一派蒸蒸日上之色。若放任他继续成长，日后定当是一个不小的对手。所以皇兄的意思便是同意与北灵皇联手，共同出兵东岳。就算他不说，朕也不会放眼前这个绝好的机会于不顾。苏子怡能力不弱，必须得在他羽翼未丰之前彻底击垮他。皇兄，臣弟明白了，臣弟知道该怎么做。切记，此事不可让小溪知道，不然依他那个性子，指不定还会生出什么不必要的祸端。放心吧，皇兄，不该小溪知道的，臣弟绝不会让他知道。又过数日，北陵皇宫。禀皇上，西明皇同意出兵，目前已经率领80万大军远赴东岳健康城了。好，速速钦点80万精兵，立即出发前往健康城，与西明大军会合。朕要一鼓作气，攻下健康、白玉、临安、灵天、红叶5大东岳城池。阿离，你说我们已经在这待多少天了？唉，我都快长蘑菇了。不知，想来已有10天半个月了吧？唉，我好想出去晒晒太阳啊！再这样下去，我都要发霉了。对了，阿离，这几天你的毒素怎么样了？好多了，放心，暂时还死不了。有你每天帮我施针压制，毒素已经不再暴动了。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我的阴针虽能勉强帮你压制，可那毒素仍会每天一点一点渗入你的五脏六腑。一旦你五脏六腑的功能丧失，就是我也无法将你救回来呀！我怎能放心？我急得头发都要秃了。傻丫头，急什么呀？若我们这次真的挺不过了，能葬在一起也是极好的。只是可惜啊，我没能给你一场风光的婚礼，没能让你名正言顺的成为我的妻子。呸！你们能不能说一些吉利点的话？谁要葬在这里了？你们是在一起了，我呢？也不知容妃那边怎么样了。若出事了，自会有人带她前往密室，她的人找不到她的。放心，只要她不出来，就没人能伤她分毫。那就好。黑心叶，这回多亏你，够义气。客气什么？都是一家人嘛，应该的。你说的对，一家人。哎呦，这墙怎么这么冷啊？冻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冷？这墙上可都是暖玉，就算有些暖玉偏冷，也不至于冷成这个样子吧？你何时变得这么弱不禁风了？不是真的冷，你过来瞧瞧不就知道了。
苏清莹眸光一凝，好奇地走了过去，将手掌也附了上去。还真是不一样，感觉墙后像是有冷气不断渗进来似的。这后面该不会是个冰窖吧？是不是打开就知道了？这墙很厚，估计一个人是打不开的。阿离，你不宜运功，退开些。上官骚汪，你跟我同时运功，看看能不能打开它。好。上官惊鸿几乎同时与苏清莹一块运功，一股冰寒刺骨的冷气迎面扑了过来。没想到密室后面竟是一间冰室，怪不得这么冷。快看，那里有座冰棺，里面躺着一名女子，她长得好漂亮啊。这女子的五官，她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母妃。啊，阿离，你说什么？母妃？她是你母妃？她之前不是说父母姬被她误杀了吗？怎么？不会错的，她就是我母妃，她的样子我永远也不会忘，绝对不会错的。可你不是说你的母妃被你那个了吗？她怎么会在这里，还出现在上官剑人的冰室之中？不知道，当年我失手误杀她后，明明将她与父王安葬在了一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母妃的尸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该不会是上官剑人刨了他们的坟吧？他应该没丧心病狂到这个程度吧？他敢，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阿离，你母亲既然会躺在这冰室玄冰棺中，那外面那间密室有没有可能就是她之前居住过的？怎么可能？据我所知，姑姑自嫁人后便没有再踏足过皇宫，更何况她于8年前就已经仙逝了，如何能住？如果她当年还尚有一口气在，没死绝呢？不可能，我确定当年母妃确实已亡故，入殡那一天还是我亲手将她与父王下葬的，上官剑人绝无可能有机会动手脚。但如果他提前准备了一具与你母妃身形极为相似的尸体，提前将你母妃换出来了呢？然后将她偷偷救活，让她生活在此。可是他没理由这样做呀，他既然如此疼爱姑姑，又岂能眼睁睁看着她饱受思子之苦呢？正所谓爱屋及乌，可这些年他对黑心叶所做的一切，就连我都感到残忍。那你有没有想过，若是阿离的母妃要走，而上官剑人却不让呢？不仅不让她离开，还封锁了所有关于她的一切消息。如此一来，便谁也不知道这事儿了。依我看，这座密室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阿离母妃而修建的。阿离，你这是做什么？若一切都如你所说，我母妃在此被困多年，说什么我也要带她离开这囚笼，让她与我父王团聚。哎，阿离，有一本手札从你母妃怀里掉出来了，看字迹是女子才能写出的簪花小楷，想来应该是你母妃亲手所写。快看看上面有没有写着离开这密室的办法。不，这手札上写的竟是她所有遭遇，包括她为何会死而复生，以及为何会出现在这密室之中，种种原因都被她记录了下来。阿离，你要不要看看？手札上写了什么？大部分与我所猜并无区别。她当初在被你误伤后确实没死，只不过呼吸暂停了，因而才出现了假死的状态。在你发狂陷入昏迷后，上官剑人趁机将你母妃带回了皇宫。不但如此，他还伪造了一具几乎与他一模一样的尸体，蒙骗了你们。他竟敢！阿离，你知道当初为何你会出现发狂不能自控的状态吗？难道跟他也有关系？不错，你的发狂乃是他一手设计，为的就是趁你母妃不在之际，借你的手除掉你的父王。却不成想，千算万算，你母妃会在那时候回来。这上官剑人简直禽兽不如！上官惊鸿脸色煞白，短短几天，他心中那个冷漠无情的父皇变得令人心寒，令人陌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是自诩最是疼爱我母妃的吗？为何要害得他家破人亡？就是因为他太过疼爱你母妃，所以才要不顾一切抹杀你们。什么意思？上官剑人从小与你母妃一块长大，竟是对他产生了畸形的感情。他嫉妒你母妃出宫嫁人，更是嫉妒她生下了你。他苦心设计这一切，目的就是为了将你母妃完全占为己有，这才将她囚禁于这密室之中。是他，竟是他，上官剑人，他竟敢如此对待我们一家！还不止，他将你母妃救回来后，便一直将她囚禁于密室之中，还强迫她与自己做出了乱伦之事。你母亲曾不止一次想过自杀，可惜当时已有身孕，她不忍心她腹中的孩儿未降生，便扼杀了她的性命。母妃曾怀过她的孩子？不，并不是上官剑人的。她被囚禁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2个月的身孕，她是在孩子降生之后自缢身亡的。阿离，
你母妃给你生了个弟弟，你还有个兄弟。那母妃可说他如今身在何处？不曾，但有说那孩子自生下来，屁股就有一块红色心形胎记。屁股上的红色心形胎记，你确定？手札上就是这么写的，我怎么知道？等会儿，你的样子怎么这么怪异？该不会是你屁股也有心形胎记吧？不是吧？世界这么小？阿离，要不你去扒一下他的裤子，给他验验身？不要。好吧，怪不得那上官贱人一直这么不待见你呢，原来你还真不是他儿子啊！世界可真小。就这么阴差阳错认了亲，我也觉得有点玄幻。上官不，现在应该改名为君惊鸿了。来，小老弟，上次放过了你，这次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来，叫一声嫂子听听。哥，嫂子。哎，真乖。嘿，这丫头还得寸进尺了。好了，谜团都解开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出去啊？莹儿，看看手札有没有写离开这儿的方法。手札上写着，只要将冰棺移到左下2寸，就会出现一条通往外面的通道。惊鸿小老弟，我们一块试试。哎，等等，这是什么？倏然在冰棺的枕头旁发现了一个小瓷瓶，千镇散解药。解药怎么可能放在这里？你确定你没看错？去，你姐我还没眼瞎到这个程度。倒出了一颗棕红色的药丸，警惕地放在鼻翼下嗅了嗅。阿离，我检查过了，没问题的，你快吃下吧，这样你体内的毒素就能完全化解了。好。双手腾不出来，君离叶便就着苏清莹的小手将药丸含了进去。骚包，过来，别杵着了，快来帮我一起推开这冰棺。就来。啊，当了半个月的老鼠，总算能钻出来呼吸清新空气了，舒服。原来这冰室的出口竟是连到了冷宫的枯井，上官贱人的心思可真是够缜密的呀。别说这么多了，我们快回府。母妃的身体一旦离开冰棺，很快就保持不住形态了。我们得尽快将母妃与父王一同合葬。事不宜迟，我们快走。摄政王府，我去，王府怎么变成这个模样了？是被上官贱人抄家了吗？这都是钱呢！王府每一样东西可都是价值连城，他就这么砸了？本王不在，上官贱人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打击本王的机会。再者，他定以为这次我们必死无疑，那还会有什么顾忌？走，快去密室看看容妃。一进院子，君惊鸿便沿路喊着轩辕容妃的名字。师父，惊鸿，真的是你们吗？容妃，我好想你啊！这段时间你们去哪儿了？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好害怕，好担心你们啊！对不起，是我回来晚了，对不起。好了，师父师公，对不起，我没能把王府守好。北灵皇他……我们都知道了，不怪你，这笔账我们会好好算回来的。这位是……说来话长，我们先一块去将阿离的母妃安葬了，路上再慢慢跟你说。阿离的母妃离开冰棺那么久，要是再不快点入土，恐怕就要化了。安葬完上官嫣然后，没想到我真的和师父变成一家人了，真好。师父，现在你可是我的嫂嫂了。对了，容妃，我们不在的这半个月，最近可有什么大事发生？这个我倒是不知。自从上次北灵皇来抄家后，我便一直躲在密室里，消息闭塞，对外界消息一概不知。哦，对了，上次我偷偷溜出来，听到外面的百姓四处讨论，据说北灵皇半月前曾钦点了50万大军离国，至今未归。50万大军？他这是要做什么？打算开战吗？主子，属下回来了，擅自处理，还望主子降罪。你回来了，希儿她……五公主放心，即便属下未曾拜过她，可在属下的心中，希儿已经是属下唯一的妻子了。属下已经将她好好安葬。那就好，谢谢你。五公主言重了，主子，属下有要事要禀。说，数日前，皇上率领80万大军与新明80万大军联手出兵征讨东岳，东岳不敌，连连败退。短短半月，便已连续被夺下健康、白玉、红叶3大城池。东岳如今岌岌可危。你说什么？上官贱人居然和雀跃乐城的狗皇帝一起联手攻打东岳？混蛋！他们当我死了不成？我皇兄呢？我皇兄怎么样了？没有受伤吧？东岳溃不成军，幸好有落月宫鼎力相助，彼此守住了东岳。还好，幸亏我当时把落月宫留给了皇兄。对了，最近登基的南疆皇听闻东岳被两国夹击，在得到风声之后，便立即率领南疆75万大军前来助阵东岳，与北陵西明形成了对峙。哼，好兄弟，果然没看错他，这恩情我苏青记住了。
这大嫂我也认定了。大嫂？难道天宇有龙阳之癖？不，天宇并不喜欢男人，只是他喜欢的人恰巧是个男人罢了。就冲他这份仗义，以后就算皇兄不允，我也会亲自将他打包好送到天宇床上。嫂子，你真牛！别高兴得太早，就算南疆75万大军支援，估计皇兄他们也是撑不过1个月的。我们北陵大军一向是出了名的骁勇善战，个个皆是以1敌100的好手，再加上西明先进的机械武器，东岳被拿下是迟早的事。先进的机械武器？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莹儿，你有主意了？阿离，你现在还能调遣多少人手？还有多少人是可以用的？我虽不在，可没有我的兵符，上官剑人也是万万动不得我的人的。110万可够？够了够了。阿离，帮我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北陵国最好的工匠师找来，越快越好。我要大规模生产滑翔机。你是打算先迅速生产一批？我需要你的人尽快飞到东岳，帮皇兄抵御上官剑人跟轩辕洛尘的狗皇帝的大军。我怕皇兄他们坚持不了太久。100万大军，那要制造滑翔机，制作到什么时候啊？不需要太多，我只需要派1半兵马过去便可。好，我拭目以待。阿离，你还有其他可住的房子吗？我需要比较偏僻、环境清幽的大庄园，不然我怕动静太大会引发当地恐慌。整个北陵国南边城郊的庄园都是我的，你想住哪儿都可以，符合你说的所有条件。好，阿离，你现在吩咐你的人去帮我准备木炭、石灰粉、硝石，另外我还需要大量精铁，有多少要多少。好，我立即吩咐下去。不过莹儿，你说的这些有许多我也未曾听说过，只怕……无妨，找到多少算多少，总比没有的好。剩下的我自己再想想办法。当务之急，先给我找几个手艺精湛的能工巧匠来。那好，这段时间我就在这里住下了。最近没有什么事就不要打扰我，我需要专心画出设计稿。担忧东岳战事，苏青莹迅速吃完早膳后，便缠着君离夜的胳膊：“阿离，我拜托你帮忙找来的能工巧匠呢，在哪儿呢？”看你急的，也不曾见你对我的是这般急切过。我晕，你又是吃哪门子的飞醋啊？我皇兄都被上官剑人跟轩辕洛尘的狗皇帝联手夺下3座城池了，我能不急吗？放心吧，答应你的事何曾见我食言过。跟我来。这一次招大家过来呢，是希望你们能打造出本王设计出来的图纸。听说你们都是北陵出了名的工匠师，若是连本王妃的这点东西都弄不出来的话，那你们就回去把自己的招牌给砸了吧，也不必自称什么北陵神将了。老夫虽不是什么神将，但自认为自个儿的工匠手艺还是过得去的。不知王妃想让我们打造什么样的东西，老夫愿闻其详。莫炫，把设计图纸发下去。啊，这是王妃，这都是您自己设计的吗？自然。怎么样，设计图纸你们看也看了，你们有把握设计出来吗？有，愿为王妃效劳。好，我期待你们的表现。不过本王妃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些零件，我需要成批生产，在最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几千套，所以这也意味着你们将有一段时间不能回家，必须住在这里。你们愿意吗？愿意，别说在这住一阵子，就是一辈子不回家，我们也愿意啊。好了，开工。数日后，经过苏青云与众工匠夜以继日的努力，总算在最短的时间内制造出了几百架滑翔机。哇呀，嫂子，你这是什么呀？这东西臭死了！你把他们带回来做什么呀？嘿嘿，别看他们闻起来不咋地，但是关键时刻它可以扭转整个战场局面哦。这就是我要用来对付上官剑人跟轩辕洛尘的秘密武器。就凭这玩意？对，就凭这玩意儿。嫂子，你脑子没发烧吧？去，你脑子才有病呢，不信是吧？那好，等我做出来你就知道了。莹儿，可需我帮你？不用，这东西制作起来可危险了，一不小心就会爆炸，我怕炸伤你，我自己一个人来就可以了。这东西还会爆炸？会啊，不爆炸我怎么击退上官剑人跟轩辕洛尘的大军？难道我要熏晕他们呀？不行，太危险了，万一伤到你怎么办啊？哎呀，安了，这东西我以前不知道碰过几百次，没事的，我有经验的，我会小心的。不行，你若执意玩碰这玩意儿，我必须跟你一起，不然我不放心啊。不要，你又不懂炸弹制造的原理，你在我身边反而会碍手碍脚的。再说了，制造这玩意儿我必须保持12分的警惕，不能有丝毫旁骛杂念的。有你在，我反而会分心，到时候就更危险了。阿离，我保证，我一定会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出来的，你就不要瞎想了好吗？能不能对我有点信心？真不会有事。
真的，我保证。好，我不进去打扰你便是。我在门口等你，你什么时候出来，我什么时候离开。行，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我进去之后，你们无论听到什么声音，看到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大声喧哗，更不可以私自闯进来打扰我，听到了吗？发生什么都不可以进去吗？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这话一出，君离夜又不说话了。阿离，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我平安无事，就必须严格遵守我刚才说的话，知道吗？放心吧，你的女人可没有这么容易死。不许说傻话。好了，小气。数日后，经过无数次的失败，老子终于成功做出来了。哈哈，该不会就是你手里这个黑不溜秋的东西吧？什么黑不溜秋？这叫炸弹，懂不懂？莹儿，这炸弹有什么用啊？来，你去把大伙都叫过来，我亲自给你们做个示范，让你们瞧瞧它的威力。我去。属下明白。大伙可都睁大眼睛给我看好了，远远将手中的炸弹投掷了出去，随即一声巨响，地面震动，尘土飞扬。我的天哪，这可堪比100斤炸药的威力啊！刚才的动静真的是这玩意弄出来的？你说呢？怎么样，阿离，这威力可还行？算不算得上先进武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呢。莹儿，你这颗脑袋瓜子究竟都装着些什么东西啊？总能给我带来很大的惊喜。那是，也不看看我是谁，天下无双的苏青莹啊。莹儿，我总算知道为何何师傅会说你是凤鸾星。诚如预言所说，得你者得天下。我很庆幸你爱上的人是我。爱上你，又何尝不是我的幸运呢？哎呦，真是够了呀！一言不合就秀恩爱，一言不合就撒狗粮，能不能考虑他们这些人的感受呀？哎呦！不过，阿离，分出2万人，带上炸弹跟我制造的玩意儿一起上滑翔机，连夜飞赶东岳。另外，留下50万大军留守北邻国，再派50万人快马加鞭赶往东岳。我要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好，我们即刻出发，也该我们反击了。东岳国凌天城。皇上急报，北陵大军与西明大军即将攻破城门，还请皇上与南疆皇速撤离此地。什么？忽然脚下地面一阵地动山摇，整个寝帐一阵摇晃，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接连响起。这是什么声音？炸弹，是炸弹的爆炸声！快扶我出去！不行，你伤未好，御医再三嘱咐，你须得好好休息。青莹，是青莹回来了。你说什么？我说外面的声音一定是青莹弄出来的，是她回来了，我们快出去。好。与此同时，另一边，凌天城高空之上，苏青莹与君离夜正率领2万余人强势归来，趁我不在，竟敢联合起来欺负我皇兄。轩辕洛尘，上官剑人，今日我定要让你们有去无回。苏青莹，君离夜，怎么可能？你们竟然没死？你这个半只脚踏进棺材的人都没死，我们怎能抢在前头？上官剑人，今日新仇旧恨，咱们一并算清楚了。上官剑人，你当年对我们一家所做的一切，本王今日定当1000倍万倍奉还。朕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哼，不知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些年你做的一桩桩一件件，母妃都已经记录在手札上了。若不是母妃的手札，我们还未必出得来呢。手札？你们动了他的尸首？何止动了他的尸首，我们还把他带出冰室，与父王好好安葬了呢。你嫣然是我的，不准你们动他，把嫣然还给我。住嘴！不准叫母妃的名字，你不配。被炸弹的余波掀了几个跟头，却是侥幸的活了下来。所有人准备，给我炸，狠狠的炸！苏青莹手势一落，指挥他所带来的2万余人疯狂地往下投掷炸弹，无数兵马在密集的爆炸余波中丧了命。原本围聚在凌天城的100多万人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锐减着，眨眼便只剩下寥寥几十万兵马，已经有不少士兵吓得四处逃离了。上官剑人，去死吧！嫣然是我的。很好，搞定了一个。轩辕乐尘，现在该你了。怎么样，还要再打下去吗？你要不服，我们定当奉陪到底。皇兄，师父的炸弹真的很厉害，你自己也见识到了，100万大军瞬间覆灭，我求你不要再打下去了。皇兄，我求你了，撤兵吧。轩辕乐尘，你可想清楚了，看在容妃的份上，我不会取你性命。若你还执迷不悟，那就休怪我踏平你西明。苏青莹，朕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就是没能比君离夜更早爱上你。
少啰嗦，我就问你，到底撤不撤兵？西明，降。哼，算你识相。莹儿，皇兄，你没事吧？对不起，我回来晚了。傻丫头，只要你没事儿，皇兄就安心了。天宇，你丫怎么了？没事儿，一点小伤，死不了的。君离夜，不，北陵皇，南疆愿意归降北陵。不是，天宇，你……我早说了，我不是当皇帝的料，我也做不惯。南疆在我手上只会被我糟蹋了，还不如把它交给你们呢，这样我也放心。北陵皇，我东岳同样愿意归降。哎，皇兄，怎么连你也……莹儿，皇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们4国互相牵制多年，也是时候该统一了。眼下便是最好的趋势。莹儿，好。自东岳凌天城一役后，君离夜正式成为北陵新一任帝王，西明、南疆、东岳纷纷归降。君离夜联手帝后苏清莹，一统了整个天下。数日后，北陵皇君离夜以江山为聘，千里红妆，高调迎娶了苏清莹，宠冠6宫。是夜，北陵皇宫凤宁宫。莹儿，我终于将名正言顺的将你娶到手了。红色轻纱帐内，人影重叠，旖旎美好。君离夜，你躺下，这一次换我在上面，本宫要反攻。哼，被压了这么久，也该他翻身做主了吧？逆着在身上胡作非为的小妖精，君离夜眸光一软，也不反抗，任由他乱啃乱咬。混蛋，你自己来，累死了！磨人的小妖精。床榻上，两人的青丝紧紧纠缠在了一起，永不分离。1年后，北陵皇宫。兔子老娘！皇后娘娘，用力，用力呀！就快生出来了，您再忍忍，深呼吸，用力！滚开，都滚开！兔子老娘，我不生，我不要生！哎呦，皇后娘娘，您就快临盆了，万万不可在这关头起来呀！快躺下！看着某皇后那彪悍的行为，接生婆以及一干宫婢差点没被她吓个半死，连忙7手8脚的又把她按回到了床上。君离夜在门外焦灼等待了2天2夜，实在等不下去了，直接推开凤宁宫的门，快步走了进来。皇上，您不能进来，您滚开！朕要陪在莹儿身边。莹儿，莹儿，你怎么样了？痛，好痛！君离夜，都怪你，凭什么你爽了，我却一个人痛得要生要死？混蛋，都怪你！是，都怪我不好，是我不对。莹儿，你现在怎么样了？还疼吗？废话，你说呢？若真疼得厉害，这孩子我们便……你敢动他试试，我立马跟你拼命！可……不行了，又来了，我好痛！凤宁宫房门外，君惊鸿与轩辕荣妃同样揪心的翘首等待着。这丫头嗓门还真大，生了3个时辰还如此有精力，真是佩服啊！惊鸿，你说师傅没事吧？这都进去半天了，怎么还没动静？放心吧，我看那丫头彪悍得很，嚎了半天人就叫的底气十足的，精神得很，哪像有事的模样啊！刚刚那声音怎么感觉像是皇上？你没听错，好像就是我哥的声音。生了，禀皇上，皇后娘娘生了，是个小公主，您瞧瞧，多可爱呀！快抱过来，让朕好好看看。顾不上那被苏清莹咬得鲜血淋漓的手腕，君离夜连忙起身，快步从稳婆手中将孩子接了过去。这就是朕的小公主啊！莹儿，你快看，她在对朕笑呢，真可爱啊！五官眉眼几乎跟你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看，快拿开！折腾了老娘几天几夜，为了生她，老娘差点没了半条命。不想看。皇上，按理说婴儿出生都会啼哭的，这小公主为何不哭啊？我不是……一听这话，本来已经闭上眼睛的苏清莹唰地睁开了眼。阿离，要不你拍拍她的屁股？君离夜心下一沉，做事就要去拍打她的小屁屁。谁知那粉雕玉琢的小包子就蓦然发出了一连串百灵鸟般清脆的笑声。莹儿，这小家伙笑了，快抱过来让我看看。啊？方才谁说不想看到他的？女儿是我生的，
我想看就看，你管我？你呀，口是心非。